老公，你好厉害。哈哈，我厉害吧？比起你那个舔狗怎么样？你比他厉害太多了，他跟我交往6年，连我的手都不敢碰，不过只是一个废物而已。一阵喘息声响起，房间里一对赤裸的男女正在激情战斗，让在门口看到这一切的青年如同遭遇雷击。他眼里全是不敢相信，自己供养了6年的女神居然跟另一个男人在欢愉，而且这个男人就是他的上司。他与刘雪从小就认识，可以说是青梅竹马。高中毕业后自己进入社会打工，供养对方读大学。今天是2人相恋6周年的纪念日，他本是买着礼物回来庆祝，没想到居然看见这么一幕。床上一个面容精致的女孩正躺在肥胖男人的身下，这一幕简直不堪入目。张文轩气得直喘粗气，他猛地踹开了房门。刘雪，你这个贱女人，你竟然背叛我！张文轩破口大骂，他的出现将床上的2人吓了一跳。刘雪看着张文轩不由得大惊，他连忙道：文轩，你听我解释。住口，别叫我的名字，我供你吃喝花销，百般珍惜你，没想到你私底下居然这么放浪，你对得起我吗？张文轩红着眼睛大吼，眼里还有泪花。他为了刘雪能过上舒服的日子，每天起早贪黑，同时打3份工，累得如同狗一般。刘雪说不在结婚前做房事，他尊重她的意见，因此从未碰过对方，但现在刘雪却在其他男人身下任人玩弄。刘雪眼睛躲闪着，不敢看张文轩的眼睛。一旁的王东起身来：张文轩，你冷静一下，这件事情我可以解释。我解释你妈！张文轩瞬间暴怒，他如同疯了一般冲上去，抡起拳头就是一拳。你个死胖子，平日里在公司对我百般使唤，现在还玩我的女朋友，你 TM 是人吗？张文轩气得浑身颤抖。哎呦！王东惨叫一声滚下床，一身肥肉不停颤抖。文轩，快住手！刘雪连忙阻止。王东狼狈从地上起身来。张文轩，你疯了吗？你居然敢打我！别忘了我什么身份，你还想不想在公司混了？当初是我将你招聘进来的，我也可以随时赶走你。到了这个时候，王东竟然还要耀武扬威。张文轩肺都要气炸了，恨不得将王东生撕了。他扑上去对着王东就是拳打脚踢。哎呦，快停手，别打了！王东一身肥肉，常年坐办公室，哪里打得过身强力壮的张文轩？砰！突然，张文轩脑袋遭受重击，差点没晕过去。他转过头一看，刘雪竟然拿着一个花瓶，上面还有着血迹。刘雪，你居然打我！张文轩不敢置信，他晃晃悠悠，差点倒在地上。刘雪背叛他在前，现在还动手打他。刘雪面色发狠：张文轩，你不过是个穷鬼而已，你根本配不上我。王总是上市公司的总经理，1个月收入超过2万，他才是我的归宿。张文轩面色一白，哀大莫过于心死。6年付出，却换来这样的结局。付出真心，没想到为了狗。王东从地上爬起来，他暴怒着反击，拳头殴打在张文轩身上。草你妈的，你小子居然敢打我，老子不打死你！张文轩刚被花瓶砸中脑袋，现在脑子眩晕，根本反击不了，身体一阵剧痛。张文轩挣扎着起身，面对这对联合的狗男女，他会被打死的。不行，我不能死，我还没有报仇。这对狗男女如此玩弄我，不报复他们我绝不甘心。身体的剧烈痛苦让张文轩最终还是无法坚持，眼前一黑，当场昏迷过去。王东还在拳打脚踢，被刘雪阻拦下来：别打了，他好像晕过去了，万一把他打死了，我们要坐牢的。王东恼怒不已：操，真是气死我了，大好的心情全被这小子破坏。等明天回去我就让他滚出公司，让他以后去街上要饭。刘雪娇低低笑着扑上来：消消气，别为了他气坏了身体，反正他就一个穷小子而已，翻不起什么风浪。宝贝，还是你懂得心疼我。这个地方真是晦气，我们去酒店吧，到时候你可要好好弥补我。王东笑着：讨厌，真是坏死了。2人迅速穿上衣服，然后离开了出租屋。不知道过去多久，一道呼唤声响起，将张文轩惊醒过来。张文轩，醒醒，快点起来，别睡了。他只感觉头疼欲裂，刚睁开眼便让他呆住。一个美人正俯下身体，弯腰对着他，春光不经意间展现，以他的视角完全一览无余。冰兰姐，刚睁开眼就看到这样的惊喜，张文轩眼珠子差点瞪出来，连头上的疼痛都忘了。啪！李冰兰一巴掌拍在张文轩脑袋上，他迅速起身训斥道：张文轩，你行啊，我好心叫醒你，你居然偷看我！张文轩瞬间180度变脸：对不起，我刚才什么也没看到，我昨晚遇到点糟心事，不小心躺在地上睡着了。张文轩满脸讨好之色，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他自知理亏，自然不敢反抗什么。美女房东大约20多岁，肤白貌美，身材极其火辣，
不知道是多少男人幻想的对象。真是一个尤物，谁能想到这么个破烂地方居然有这么一个美人？看够了就赶紧交房租，你已经欠了我2个月租金了，再不交就给老娘滚蛋！对于张文轩色眯眯的眼神，李冰兰早已经习惯了。张文轩尴尬地搓了搓手，抱歉冰兰姐，我这个月工资还没发，您看能不能再宽限几天？给我3天时间，我一定交上房租。李冰兰面露不悦之色，我已经给你宽限2个月了，要不是看在你一个人打拼不容易，我早就把你赶出去了，现在还拖。张文轩神情更加尴尬，忽然脑袋再度疼痛起来，他忍不住闭上眼睛，口中哎呦一声痛叫。怎么了？你不会给我装病吧？我告诉你装病也没用，再不给我交房租，我一定赶你离开。李冰兰呵斥道。张文轩强忍着疼痛睁开眼睛，这一看他顿时惊呆了，眼前的李冰兰身上的衣服直接不见踪影，强烈的视觉冲击力让他差点鼻血流下来。这是怎么回事？冰兰姐，你怎么突然脱衣服了？张文轩吓得连连后退。李冰兰皱眉，张文轩，你在胡说八道些什么？我衣服穿得好好的。张文轩表情疑惑，你这不是明明没穿衣服吗？你的痣我都看清楚了，你怎么知道我有痣？你小子居然偷看我洗澡！李冰兰大怒。张文轩连忙摆手，没有，我可是正人君子，是你。说话之间，眼前的李冰兰身上的衣服又回来了，这样的变化让他愕然不已。我眼花了，刚刚是怎么回事？都怪刘雪那个贱女人打了我的头，害得我都出现幻觉了。对不起冰兰姐，刚才是我瞎说的，一定是我头晕眼花出现幻觉了。他连忙改口。李冰兰神情警惕，没想到这么好色，看来必须赶你离开了。张文轩慌了，冰兰姐，我知道错了，给我3天时间，3天内我一定将房租交给你。你要是赶我离开，那我只能流浪街头了，求求您了，再宽限几天吧。好，我就最后给你3天，3天后再交不起房租就给我滚。李冰兰冷冷道，他转身离开。他脚步匆匆，心里有些不舒服，刚才张文轩目光太过于奇怪了，脑子里指不定在臆想些什么龌龊的事，盯得人后背发凉，还是赶忙离开这登徒子的视线范围才好。李冰兰砰的一声关上门，张文轩脑子还没转过来，这个时候眼睛再度疼痛起来，让张文轩忍不住叫出声，操，好疼啊！张文轩倒吸凉气，好一会儿才平静下来，他重新睁开眼睛，这一看顿时不得了，他竟然直接看到了墙外面的走廊。我拥有透视能力了。再看去，连走廊的墙壁都被透视，直接看到了对面的房间，李冰兰赫然就住在他的对面，这下子连他的身形也出现在视线里。还没等张文轩反应过来，刚回去房间里的李冰兰走进厨房开始做饭。张文轩一下子看呆了，哪里还能不明白？透视啊，这可是男人的梦想，我居然得到了。有了这样的能力，那想要搞钱还不是轻轻松松？我可以驰骋玉石市场，我可以赚钱，疯狂赚很多很多钱，到时候别说交房租了，直接住别墅也不成问题。刘雪那个女人因为钱而离开我，我一定要赚钱，然后狠狠地打她的脸，让她明白后悔这2个字到底怎么写。张文轩激动不已，曾经欺辱过我的人，我都要打脸回去，我看以后谁还能看不起我。他已经幻想着在玉石市场赚大把钱后，用钞票打脸刘雪的场景。等刘雪那个女人看到自己成为亿万富翁之后，不知道会露出什么样的表情。张文轩兴奋激动，他的目光再度看过去，轻松穿过2面墙，看到了李冰兰。不愧是冰兰姐，这身材这姿色比刘雪不知道好了多少倍。要是能让冰兰姐做我的女朋友，那让我少活10年我也愿意。张文轩神情激动，等等，这次我没有无法透视冰兰姐身上的衣服，难道是因为隔了2堵墙的原因？看来我的能力无法无限透视。对面的李冰兰很快吃过晚饭，她走到了卧室里，然后从柜子里拿出了一套睡衣。难道她要？张文轩瞬间瞪大了眼睛。李冰兰拿着睡衣走进浴室，然后脱掉了衣服。张文轩眼睛都直了。李冰兰一边洗澡一边哼歌，透视能力不愧是男人的梦想，简直无敌了。张文轩心情激动，整个人都颇为振奋。就在这个时候，对面正在洗澡的李冰兰脚下一滑，脑袋撞到了墙壁，随后摔倒在了浴缸里。因为浴缸放满了水，以至于李冰兰当场溺水，痛苦地挣扎着。咕噜噜，咕噜噜，咕噜噜，她满脸痛苦，挣扎着想要起身却做不到。不好，冰兰姐摔倒了！张文轩想都没想，直接冲出去。砰！他狠狠撞开李冰兰的房门，迅速冲到浴室，果然就见着她正痛苦地倒在浴缸里面挣扎着。冰兰姐，你没事吧？情况危急，顾不得男女之别，张文轩迅速上前将李冰兰搀扶起来。滑嫩的肌肤让张文轩一愣，那湿漉漉的样子反而更添了几分魅力。忍住，现在可不是占便宜的时候。
救人要紧！张文轩拉过浴巾，将李冰兰的身体盖住。冰兰姐，冰兰姐！张文轩喊着，但李冰兰没有任何的反应。不会溺死了吧？张文轩心中一惊，他将手伸到李冰兰的鼻子下，很快感受到了对方微弱的呼吸。还好还好，只是昏迷过去了，还有救，得赶紧想办法唤醒他。张文轩将其抱回房间，放在床上，他深吸一口气，然后低下头吻在了李冰兰的红唇上。好软，真的很软。张文轩忍不住舔了一下，与如此这般的绝色美人接吻，这种触感差点没让他沉迷进去。他强行控制自己，然后将空气呼出到李冰兰的嘴里，接连呼吸了10几次后，身下的李冰兰还是没有任何反应。张文轩确实有点着急了，那该怎么办才好？他再度起身来，人工呼吸不行，那接下来就是心肺复苏了吧？咕咚，咕咚，咕咚！张文轩不由得一阵血气上冲，心中瞬间激荡起来。他咬了咬牙，然后双手按了上去。虽然隔着浴巾，但依旧差点让他这个处男把持不住。嗨嗨！接连用力按了几下，张文轩专注救人。经过一番折腾后，李冰兰终于剧烈咳嗽起来。张文轩大喜，连忙叫对方的名字：冰兰姐。李冰兰缓缓睁开眼睛，立刻感觉胸前一阵异样。张文轩坐在她的身旁，一双手竟然还放在帕。李冰兰本能一耳光摔在张文轩脸上。张文轩，你在干什么？李冰兰怒气冲冲质问。张文轩捂着脸，神情委屈。冰兰姐，我在给你做心肺复苏。你刚才溺水了，是我救了你。听着他这么一说，李冰兰这才想起来，自己刚才洗澡的时候不小心撞墙后栽倒了浴缸里面，那溺水的痛苦她现在还能记清楚。是你救了我。李冰兰低头一看，这才发现自己身上一丝不挂。啊！李冰兰连忙拉过旁边的被子遮挡住曼妙的身体，她的脸瞬间布满了红晕。你全看见了。李冰兰又羞又急，她想要训斥，但张文轩又救了她。刚才如果不是张文轩，她恐怕已经溺水死了。对方救了她的命，她顿时发不出火来。等等，你怎么知道我溺水了？你这家伙又偷看我洗澡。李冰兰咬着牙。张文轩一时语塞，总不能说自己有透视能力吧？这是他的秘密，他不准备告诉任何人。对不起，冰兰姐，我……张文轩表情尴尬。滚！你给我滚出去！以后别让我再看见你！李冰兰怒气冲冲。张文轩赶忙离开，一溜烟跑出了李冰兰的屋子。李冰兰现在显然就在气头上，不是招惹的时候，更何况她还有更加重要的事情做。她回到自己的房间里，神情兴奋。我要赚钱，赚很多很多钱。我拥有透视能力，最简单的赚钱办法就是去赌石。我记得临江就有相关的产业。张文轩脸上忍不住露出笑容。有着透视能力，还怕没钱吗？等有了足够的钱，到时候他就可以完成复仇，甚至于拿下美女房东也不是不可能。他马上出发，直接打了一辆出租车前往临江市本地的玉石街。很快，出租车停在一条街道的入口，张文轩径直走入街道内，迎面而来的是众多玉石店。张文轩没有理会那些售卖成品玉石饰品的店铺，那些不是他今天的目标。他目光找了一圈，然后走进了一家原石石料店。刚刚进门，一连串嘈杂声就扑面而来。涨了，哈哈，这一波简直是大涨，我发财了！一个中年男人手里捧着一块被切开一半的原石石料，兴奋大喊，脸上满是激动的神情。四周其他人则是对他投去羡慕的目光。那人运气真是不错啊！3000块买下来的原石石料，直接开出了一块品相出色的翡翠玉，至少价值5万以上。旁人议论纷纷。这些话传入张文轩耳朵里，让他心潮澎湃。自己果然是来对了地方，赌石可以以小博大的，只要眼力足够，轻易便可以赚钱。他来到放置原石石料的地方，立刻发动了透视能力，顿时石料内部的情况一览无余。果然可以，哈哈，这下子我还不发财？对于别人来说，赌石是一件好赌，但对我而言，赌石完全没有任何的风险，这跟捡钱又有什么区别？张文轩激动不已，这哪是赌石啊，这分明就是地上一块块黄金，他只需要弯腰捡起来就可以了。他目光游动，很快就找到一块内部有着不错玉石的原石石料。虽然他不懂玉石，但往漂亮的挑总是没错的。抱起那块原石石料，张文轩将其买下来。先生，这块原石石料价格5000。店员道：没问题，刷卡吧。张文轩大手一挥，直接拿出银行卡。但这时一道熟悉的声音传来：张文轩。王东的声音让张文轩脸色瞬间阴沉，他咬牙切齿地转过头去：你个狗东西，你还敢出现在我面前！张文轩目光愤怒，他深吸一口气，尽量让自己冷静下来。现在不是跟王东争吵的时候，等他有了钱，到时候自然可以肆意的打脸。等着吧，他很快就可以报仇了。
王东直接大笑：“张文轩，是你小子太白痴了，你还真以为刘雪那女人是什么清纯好女孩吗？”他语气里面极尽嘲讽，看着张文轩手中抱着一块原石石料，王东有些意外：“你该不会是来这里赌石吧？赌石这种行当可不是你这种穷鬼能玩的，像你这种废物，一辈子只配在工地里搬砖。”王东肆意讥讽。张文轩强忍着心中的怒火，他不想跟王东耍嘴皮子，用事实来打脸吧。想到这里，张文轩抱着原石石料来到了切石机器的面前。“师傅，麻烦帮我切开，直接对半开就行。”张文轩道。切石师傅愣了一下：“小伙子，切石可不是那么简单的，对半切很容易伤到内部的玉石。”王东口中嗤笑：“张文轩，看来你还真是什么都不懂的外行，我看你是想通过赌石来发财吧？真是异想天开。”张文轩瞥了他一眼：“你能不能别一直在我耳边狗叫？老子怎么做事还用得着你来教吗？”王东顿时大怒：“张文轩，你敢骂我？信不信我真的开除你？”噗嗤，张文轩直接笑出声来。现在他怎么可能还怕王东这个威胁？“师傅，帮我切了。”张文轩道。两人的争吵吸引了店内不少人的注意，许多人都围了过来。滋滋滋，切石师傅启动机器，砂轮开始慢慢的将这块原石石料切开，伴随着浑浊的泥水流淌下来，原石石料内部的真容慢慢展现在众人的面前。这小伙子居然直接对半切石，胆子还真大，一般都是一点一点剥离，免得伤到内部可能存在的玉石。有人议论道。旁人点头：“是啊，依我看这年轻人是什么都不懂的新手，幻想着靠赌石一夜暴富呢。”旁人议论声不止，王东的口中也是嗤笑。面对众人的议论，张文轩脸上有着浓浓的自信：“好好嘲讽吧，等会儿看我打你们的脸。”很快，一道惊呼声陡然响起：“出绿了！”什么？这话瞬间吸引所有人的注意。原石石料被彻底切开，众人仔细一看，只见一半石料完全是石头，但另一半里面一块拳头大小的翠绿色的玉石赫然就镶嵌在其中。不可能，居然真的出玉了，而且还刚好在石料的一半。这品相，这色泽，至少价值5万。王东失声惊呼，现场其他人也是一片哗然，全都惊讶地看向张文轩。这个年轻人运气太好了吧，明明是什么都不懂的外行，居然一下子就开出一块价值数万的玉石。旁人全都忍不住羡慕。这次轮到张文轩大笑了，他只感觉心中无限畅快。我逆天改命的时候终于到了。有人很快从人群中走出来：“小兄弟，不知道这块玉石你愿不愿意割爱？我愿意出价5万购买。”“好，我要现在就转账。”张文轩心潮澎湃。5万啊！他以前每天打3份工，1个月工资也不过6000左右而已，现在只是半个小时不到，直接就赚了5万，暴利，简直就是暴利。没问题。中年男人笑着点头，很快将5万转到了张文轩的银行卡里。张文轩脸上喜色遮挡不住，他直接转身就离开，准备前往下一家继续赌石，以免太过于引人注目。他很快来到了第2家原石石料店，这一家的规模比上一家大了足足3倍有余。仅仅只是在原石区扫了一眼，张文轩就看到了好几块内部有着玉石的原石石料。“你跟着我干什么？”张文轩阴沉着脸色看向身后的王东。王东脸色不太好看：“谁跟着你了？这家原石店是这条街最大的店铺，我本来就是要过来这里。看你小子的样子，难道打算继续赌石？你刚才只是狗屎运才中了1次而已，还真以为自己是赌神吗？”面对王东的嗤笑，张文轩脑子一转，顿时计上心来：“我今天鸿运当头，当然要继续。你似乎对我的好运有所怀疑，不如我们赌一把吧。”张文轩嘴角勾勒出戏谑笑容。听到赌这个字，王东来了兴趣：“赌什么？我随便挑3块原石石料，就赌我亏还是赚。如果赚了，我就扇你3耳光；如果亏了，那你扇我3耳光。”张文轩笑着。王东眼睛一亮：“张文轩，你小子太过于自信了吧？我跟你赌了，我倒要看看你怎么中。”四周的人听着两人的赌约，脸上的神情都有些怪异。“小兄弟，赌石可不是那么简单的，你太自信了吧？哪怕是赌石大师也不敢说自己一定能赚。”有人道：“是啊，还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不少人都纷纷摇头。张文轩心中大笑，他没有理会众人的议论。当着王东的面，张文轩随意在原石堆里转了一圈，然后从中挑选出3块原石来。“就这3块吧。”“店员，我买了。”张文轩刷卡买下，总共花了5万，一下子就刚才赚的钱全部花光。“你胆子真不小啊，5万块眼皮子都不眨着接付钱。”王东忍不住吃了一惊，这可是5万，哪怕对于他而言也不是什么小数字了。张文轩口中轻笑，区区5万罢了，他很快就可以10倍赚回来。拿着3块玉石，直接去往切石机器的面前。“师傅，
麻烦帮我切开。张文轩用粉笔在原石上分别画了线。好，切石师傅点头，马上操控机器开始运作起来。滋滋滋，熟悉的声音再度出现，原始石料被一点点慢慢切开。四周的不少人都好奇地看着，张文轩神态轻松，看不到半点紧张。出绿了，出绿了！一抹绿光从原石内部一闪而过，很快原石被切开，里面的玉石呈现在了所有人面前。冰重玉，这个大小和色泽大概价值3万左右。有玉石老手很快给出了评估，居然真的出玉了，这小伙子运气也太好了吧！一人从人群里走出来，小兄弟，这块玉石卖不卖？我出3万。不急，暂时不买。张文轩摇头拒绝，他准备将3块玉石全部开出来再卖。王胖子，我这块玉石已经3万了，还差2万，你猜我后面2块原石能不能再开出价值2万的玉石来？张文轩神情戏谑地看向王东，王东脸色此时有些难看，他嘴硬道：张文轩，现在还没开出来呢，你得意什么？你还真以为自己能再开出玉石吗？别搞笑了。他这句话得到了不少人的赞同，能开出1块玉石就已经是运气，怎么可能一直持续下去？张文轩轻笑，那就拭目以待吧。师傅，帮我将另外2块玉石切出来。切石师傅点点头，然后接过张文轩递过来的第2块原石。滋滋滋的声音再度响起，所有人的目光都被吸引。沙轮慢慢将第2块原石切开，众人定睛一看，许多人直接瞪大了眼睛。出绿了，居然又出绿了，这怎么可能？四周响起一片哗然的声音，王东则是满脸震惊。这块玉石品相比上一块更好，至少价值5万。有人估算出价格8万了，那个年轻人已经赢了赌约。旁人张文轩口中大笑，王胖子，看来这场赌约是我赢了，这2块玉石加起来8万，已经超过了我购买玉石的成本，你还有什么话要说？王东脸色都气红了，他又气又急。张文轩，你别太得意了，这只是你运气好而已，而且你说8万就8万嘛，我觉得你这2块玉石根本有问题，不止8万。见着王东耍赖，张文轩口中嗤笑出声来，既然你还不死心，那我就让你彻底跪下吧。师傅，帮我将第3块原石切出来。张文轩，他要当着所有人的面彻底将王东打脸。滋滋，熟悉的切石声音继续响起，整个原石店内相当安静，谁也没有说话。前面2块原石都大涨，这第3块原石不会也涨吧？围观的人心中有着强烈的好奇。王东握紧了拳头，双眼死死地盯着切石机器，额头上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滴落下来冷汗。啪！第3块原石被切开，瞬间里面的玉石展现在所有人面前。这第3块玉石晶莹剔透，冰蓝色的色泽如同蓝宝石一般璀璨，在灯光的照耀下甚至反射着光芒。极品冰重玉，这居然是极品冰重玉！店内响起了一阵失声惊呼。这块极品冰重玉至少价值100万。轰！现场的气氛直接炸开。这不可能，这种级别的玉石怎么可能被你开出来？这概率根本是不可能的。张文轩，你一定是作弊了。王东有些难以接受，一张肥胖的丑脸上满是愤怒，同时还有浓浓的嫉妒。这可是价值100万的极品冰种玉啊，已经顶得上他1/10的身家了，如何不让其嫉妒？更别说开出玉石的人还是他根本看不起的张文轩。张文轩不紧不慢，他戏谑轻笑：王胖子，你话可不要乱说，这原石是我当着你的面挑选的，我怎么作弊了？还是说你认为这家店陪我作弊？张文轩话音刚落，一道清脆悦耳的声音响起：他没有作弊，这3块原石都是从我店里购买的，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人群让开了一条路，只见一个身材高挑的成熟美人从原石店深处走出来。女人大约27、8的年龄，有着超过1.7米的身高，一身黑色的职业装，下面双腿被黑丝所包裹，那一双性感的大长腿充满了诱惑，瞬间吸引了店内所有男人的目光。我是这家店的老板娘孙雅。说话之间，孙雅径直地来到张文轩的面前。先生，这块极品冰重玉我非常喜欢，我最近新开了一家玉石店，正好需要1件极品玉石作为镇店之宝，不知道先生能否割爱？3块玉石加起来，我愿意出价120万。这个价格让现场的大部分人都倒吸凉气，心中震撼的同时，看向张文轩的目光里充满了浓浓的羡慕。天啊，120万，这个年轻人运气也太好了吧？是啊，他买下这3块原石，仅仅只是花了5万而已，一下子翻了25倍。店内的气氛翻了天，所有人都用羡慕与嫉妒的目光看向张文轩。张文轩也被这个数字震撼到了，这可是120万啊，是他以前哪怕打工一辈子也存不到的钱。好，我答应了。张文轩心中激动不已，二话不说立刻答应。他报上了自己的银行卡号，孙亚微微笑着
立刻转账120万到张文轩的卡上。大额转账需要一些时间，但没出半个小时，银行便已经打电话给了张文轩，确定了这件事情。看着银行短信提示120万到账的信息，张文轩难以按捺心中的激动。一旁的人群里面，王东双目通红地看着这一幕，他嫉妒的眼睛都红了，看着张文轩短短半个小时就赚了120万，简直比他自己亏钱还要难受。TMD， 这小子怎么运气这么好？为什么这么好运的人不是我？王东咬着牙。张文轩在他眼里不过只是一个穷小子而已，他从来都看不起。现在看着穷小子居然崛起，而且还狠狠地打了他的脸，这让王东怎么能够接受？他想起了与张文轩的赌约，很快意识到不妙，二话不说转身就想要离开。王东偷偷摸摸后退，如果等会儿当着所有人的面被张文轩打脸，那可就颜面全无了。但这个时候一只手突然伸过来，一把就抓住了他。王胖子，你想要去什么地方？你还没有履行我们的约定，难道就想要离开吗？张文轩的声音此刻听在王东的耳朵里，简直就是魔鬼的低语。刷刷刷，整个店内所有人的目光都落在王东的身上。哦豁！众人看着这一幕，眼里都是看好戏的神情。王东脸上露出比哭还要难看的笑容。张文轩，你在胡说什么？我只是突然尿急想要去上厕所而已。没关系，等你履行了约定后可以慢慢去。我这3块玉石总共卖出了120万，这场赌约无疑是我赢了。你准备好接受惩罚了吗？一边说话，张文轩直接撸起了袖子。等等！王东面色巨变，神情瞬间煞白。他很清楚张文轩对他的恨意，真要是3个耳光下来，他怕是不死也要脱层皮。张文轩，你别太过分，刚才我只是跟你开玩笑而已。你要是敢打我的话，我是绝对不会放过你的。王东连连后退。张文轩肆意大笑，王东这狼狈的样子让他心里别提有多爽了。让你这死胖子以前欺负我，你 TM 还玩我的女人，今天看我怎么收拾你。张文轩目光兴奋，对于王东的威胁他浑然不在意，抡起巴掌就是一耳光甩过去，啪！狠狠一耳光落在王东的脸上。这一耳光张文轩用尽了力气，连自己的手都打得生疼。啊，好痛啊！王东捂着自己的脸凄厉惨叫，直接一头栽倒在了地上。他半边脸颊都红肿起来，嘴角流淌出鲜血。张文轩，你居然真的打我！王东不敢相信，以往那个逆来顺受，在他面前唯唯诺诺的张文轩居然真的敢动手打他。张文轩冷笑，眼里满是寒光。打你又怎么样？你没少欺辱我，就应该想到会有这么一天。别着急，我们之间的账我会慢慢跟你清算。这3个耳光仅仅只是我收的利息而已，用不了多久我就会让你彻底跪在我的面前。张文轩声音冰冷到了极致，他猛然举起手，见状王东连忙想要逃跑，但刚起身就被张文轩直接按住。还想走？啪的一声，有势巴掌扇在王东的脸上。王东痛苦挣扎，但被张文轩骑在身上，他根本无法反抗。张文轩直接左右开弓，3巴掌打出去，心中畅快到了极致。啊！王东凄厉惨叫，一张本就肥胖的脸现在已经红肿的不成样子，不知道的还以为他是猪手人身的猪头人。四周响起了一片哄笑声，围观的人自然是看热闹不嫌事大，有这样的好戏在他们的面前上演，不少人早就兴奋地喊起来了。张文轩！王东狰狞怒吼，内心屈辱到了极致，他五官都一片狰狞，足以可见王东内心的怒火已经到了什么样的程度。张文轩，我跟你势不两立，今天只是老子一时失误而已，我一定要让你血债血偿！王东愤怒大吼，感受着四周无数戏谑和讥讽的目光，王东恨不得找个地缝直接钻进去。好，我等着你的报复，看看到底是你先弄死我，还是我先弄死你。张文轩神情冷笑，王东咬牙切齿，他不敢再停留在这里，整个人如同丧家之犬一般狼狈而逃，身形很快消失在了众人的视线里。张文轩看着王东狼狈而逃的背影，内心全是激动与畅快，被压抑许久的情感得到释放，张文轩感觉自己整个人仿佛都得到了蜕变，爽！他内心肆意狂笑。张先生，有没有兴趣私底下聊聊？这时孙雅的声音传过来，有兴趣，实在是太有兴趣了，美人相邀，怎么能够拒绝呢？张文轩心中有些兴奋，没问题。他跟着孙雅来到了玉石店2楼的经理办公室，孙雅随手将办公室门关上，然后坐在了张文轩的对面，翘起了腿。张先生的眼光真是毒辣，3块原石全部都开出了出色的玉石，特别是那最后一块更是惊人。这样的眼力十分稀少，哪怕在我所认识的那些赌石大师里面，张先生的眼力也绝对称得上是首屈一指。孙雅的脸上有着笑容，能得到美人这样的夸奖，
张文轩心中有些得意，不过他并没有得意忘形，他很清楚自己之所以可以做到这一点，完全是因为透视能力足够强大。他甚至连玉石有哪些种类都说不出来，仅仅只是靠着透视作弊而已。孙小姐太过奖了，我只是刚刚踏足玉石行业的新人而已。张文轩谦虚道。孙小姐有什么话就直说吧，我这个人不喜欢兜圈子。孙亚明嘴轻笑着。张先生果然是快人快语，明天上江市将会举办一场原石鉴赏大会，到时候很多相关人员都会参加。张先生在原石鉴定上有着非同一般的天赋，因此我想要让你加入我的队伍，劳务费是10万。大会上有着非常多优秀的原石，到时候张先生也可以随意购买。此话一出，张文轩顿时眼睛亮起，这岂不是发财的好机会？我愿意加入。张文轩毫不犹豫地点头。两人随后交换了联系方式，张文轩之后便离开了原石店。他直接打车回到家里，当关上门后，张文轩再也忍不住心中的激动。他发出了肆无忌惮的狂笑声。120万，整整120万，我发财了！张文轩内心激动的难以自控。他以前打工1个月不过6、7千工资罢了，现在直接坐拥100万，代表着他的人生已经被彻底改变。以后他再也不用住在这只有20几平的狭小出租屋里面。120万只是开始而已，以后我可以赚更多钱，从此过上人上人的生活。张文轩脸上全都是激动的笑容。咚咚咚，外面传来了敲门声，李冰兰的声音响起。张文轩，你在里面鬼吼鬼叫做什么？他走过去开门，果然就看到了李冰兰一脸不爽的神情。抱歉，刚才发生了点好事，这才稍微激动了一些。对了，冰兰姐，你这里还有没有更好的房屋出租？我想要换一套房子。张文轩道。李冰兰翻了翻白眼，你连这套最差的房子都租不起，还想换更好的？张文轩轻轻一笑，我现在已经有钱了。说着，他亮出了银行短信，120万。李冰兰的声音一下子提高了8度，你这是什么把戏？你以为弄个假短信出来就可以糊弄我吗？他根本不信。张文轩耸了耸肩，不解释什么，然后将欠李冰兰的房租转过去。我要租下冰兰姐你隔壁那套30一厅的房子，月租多少？李冰兰愣了一下，她神情狐疑，你小子真的发财了，那套房租你要租的话，我给你算4000一个月。张文轩微微一笑，直接给李冰兰赚了4万8过去，这是1年的房租。这下子李冰兰真的吃惊了，你居然真的发财了，你小子该不会是做什么违法犯罪的事了吧？李冰兰惊疑不定。张文轩已经在他这里租了3年时间，他对张文轩的经济情况很了解，对方突然一口气拿出这么多钱来，不怪他质疑。张文轩没有解释过多，只是随便找了个理由糊弄过去，然后就开始搬家。李冰兰看出张文轩不想解释，识趣的没有再多问。张文轩很快搬家到了斜对面的屋子，这间房屋的面积足足有100平，比起之前那套房子而言足足大了3倍。整套房屋完全是精装修，各种家具电器也是一应俱全。跟这套套房相比，之前的出租屋简直是难民营。看看你满不满意，有什么需要增添的东西可以告诉我。李冰兰带着张文轩进入屋子。张文轩将整套房子转了一遍，心中万分满意。好，这就是我一直想要的。冰兰姐，晚上你有没有空？我想请你吃饭。李冰兰脸上顿时露出了警惕的神情，无缘无故请我吃饭干什么？你小子该不会是有钱后胆子就大了吧？居然连我的注意都敢打。李冰兰伸出手在张文轩的额头上弹了一下。张文轩露出冤枉的神情。冰兰姐，这你就冤枉我了。这3年以来你没少照顾我，甚至之前还允许我拖欠房租，我这不是想请你吃饭好好感谢你。天地良心，他真没什么坏心思。不用了，下次再说吧。李冰兰摇头拒绝，随即便离开了屋子。张文轩没有强求，他花了2个小时将屋子彻底打扫整理了一遍，然后便骑上自行车来到了附近的菜市场。有了钱，自然是要好好的庆祝一番。张文轩在菜市场里面转了一圈，等到从菜市场里面出来的时候，手里已经多了一大堆的东西。他满脸微笑，脸上的笑容几乎止不住。平日里面买东西他都是掰着手指头算账，现在终于实现了财务自由，张文轩直接好好奢侈了一把。前后总共花了几百块钱，仅一只大闸蟹就花了他400块。若是在以前，这已经是他1个星期的生活费。一路哼着小曲回到家里，张文轩下厨做饭，没一会儿时间，一顿丰盛的晚餐就已经准备好了。一只清蒸大闸蟹散发着诱人的味道，让张文轩口水流下来。好好享受了一番美食，清蒸大闸蟹好吃的差点让他将舌头都吞下去。等到吃完饭后已经是晚上，张文轩来到电脑前开始学习原石玉石等相关的知识。明天我要去参加原石鉴赏大会，虽说有天眼可以作弊，但我也要懂一些相关知识才行。一夜无话，
次日一大早，张文轩便已经坐车出发，他直接前往了玉石街。等到从车上下来的时候，刚好就看到了孙雅从玉石街内走出来。孙小姐，张先生。张文轩走上前去，当看清楚孙雅的时候，他不由得眼睛亮起。今天的孙雅穿着一身休闲职业装，完全是一副都市丽人的打扮，下半身是黑色短裙搭配上黑丝，整个人完全凸显出精明和干练的气息。张先生来得正好，鉴赏大会那边已经快开始了，我们直接出发吧。孙雅微笑着道。好。张文轩很快回过神来，他强忍着想要打开天眼透视的欲望。再怎么说他张某人也是正人君子，用天眼偷窥什么的不存在的。他跟着孙雅来到停车场，只见一辆如同烈火炬一般耀眼的红色兰博基尼赫然就停在那里。孙雅打开车门坐上去，对着张文轩使了一个眼神。啧，果然是富婆啊。张文轩眼里有着羡慕，这辆兰博基尼一看就价值不菲，少说也得数百万，以他现在的身家还买不起这样的豪车，看来我还得努力赚钱才行。张文轩心中如是的想到。轰！他坐上车，孙雅一脚油门踩下去，伴随着引擎发出犹如野兽一般的咆哮声，红色跑车如同离弦之箭般激射而出，很快便消失在街道的尽头。火红色的跑车一路飞驰而来，最终在一处市场门口停止下来。两人从车上下来，张文轩在孙雅的带领下走入市场内，放眼望去，整个市场可谓是人声鼎沸。尽管今天的原石鉴赏大会还没有开始，但市场上已经是人山人海，到处都是人头攒动的场景。一个个摊位在市场上已经摆放好，上面有着各种大小不一的原石。除了未切割鉴定的原石之外，大会上同样有着大量的玉石制品。张先生，你现在市场上自己转一转吧，等会儿鉴赏大会开始了我再通知你。孙雅道。没问题。张文轩点头，这正是他想要的。眼下鉴赏大会上有着这么多原石，他的天眼早就已经饥饿难耐了，如果今天运气好的话，说不定等会儿大会结束，他的身家就足以迈入千万的档次。冷静，等会儿我的作为绝对不能太过惊世骇俗。一次能中是能力，两次能中是巧合，但每次都能中，那恐怕就说不过去了。张文轩眯着眼睛，昨天晚上他复盘了自己白天的所作所为，他发现自己在孙雅的原石店内有些太大胆了，连续3次都大涨，最后一块更是开出极品冰重玉，直接价值100万，这样的运气有些太夸张了。因此他决定今天低调一些，好好控制一下自己的能力。他很快来到一个摊位面前，只见这个摊位上摆放着数十块原石，小的原石仅仅只有成年人拳头大小，而大的原石则是达到了篮球尺寸。张文轩悄无声息地打开了天眼，他仔细一看，顿时原石内部的情况完全呈现在了他的视线里面。小兄弟，随便挑选一下吧，我这摊位上的原石都是上品，保证随便一块就可以大涨。摊主吹嘘着。张文轩无语的连翻白眼，真要是随便一块都可以大涨，那为什么不直接自己开了然后卖玉石呢？他用天眼仔细查看着整个摊位上，内部含有玉石的原石占比不到1/10，而且大部分都只是垃圾的普通毛料而已。昨天晚上他临时抱佛脚，好好学习了一下玉石的分类以及鉴定，现在已经不能算是一无所知的门外汉了。在他看来，这些摊位上的玉石全都没什么价值，真要是买下来能保证不亏本就不错了。张文轩转身就离开，不过就在这个时候，一道熟悉的声音传入他的耳中。张文轩，你果然也在这里。这声音赫然就是王东。他转过头去，果然就看到王胖子正朝着他过来。又是你，你是臭皮膏药吗？怎么黏着我不放？面对王东，张文轩完全不给任何的好脸色。还是说昨天那3个巴掌还没给你教训？仔细看去，王东的脸上明显还有些红肿。听到3个巴掌的事，王东的脸色顿时就阴沉下来。张文轩，你别太嚣张了，今天是上江市1年1届的原石鉴赏大会，我会过来参加很奇怪吗？倒是你小子不会过来捡漏吧？你还真以为自己是什么鉴识大师不成？昨天能够让你捡漏3次已经是天大的运气，还真是不懂得知足。王东语气里面全是冷笑和讥讽。呵呵，张文轩忍不住笑了，看来昨天给王东的教训还不够，以至于这个小丑还敢在自己面前跳。正好自己今天心情不错，那就好好玩一玩对方好了。我怎么做事还不需要你来管，你管好你自己吧。丢下这句话后，张文轩转身便离开。他眼角的余光看了一眼身后，发现王东果然是跟着自己过来了。张文轩装作没有看到，直接来到了旁边的原石摊位。他打开天眼仔细的查看，最后从摊位内挑选了一块大约篮球大小的方形原石。老板，这块原石多少钱？摊主15000，我买了。张文轩笑着刷卡付钱，拿着石头走人，整套动作一气呵成。王东一直隐藏在人群里面，暗中观察着张文轩的动作。
张文轩没有理会对方，他抱着几十斤重的原石来到一台切石机器的面前。师傅，马上帮我将这块原石切一下。张文轩拿起旁边的粉笔，在原石上画出2道线。就按照我画的线切吧。切石师傅点点头。行。看着有人切石，旁边不少人的目光顿时看了过来。又有人要切石吧？不知道这个人的运气怎么样。原来是个年轻人，看他的穿着打扮不像是有钱人，估计又是穷小子幻想着通过赌石来一夜暴富。哈哈，这样的人我见过太多了，但那些人无一例外最终都血本无归。四周的旁人议论纷纷，看向张文轩的目光里面都有着戏谑之色。不少人都抱起了胳膊准备看好戏。张文轩无视了众人的话语，他眼角的余光很快看到了王东，那死胖子还在人群里面盯着自己，看来这家伙真是盯上自己了。呵呵，他的心中冷笑。滋滋滋，切石机器很快运转起来，砂轮切割在原石上，发出一连串的声音。原石慢慢被砂轮切开，飞溅出来的石灰被水流冲刷掉，变成泥浆从原石缝隙中流淌下来。众人看着被切割的原石，眼睛一眨也不眨。很快，一抹绿色出现在了人们的视线里面。出绿了，这个年轻人运气真好啊，居然真的出绿了。有人惊讶出手，人们看向张文轩的目光也从讥讽变成了羡慕和嫉妒。很快，这块原石被切开，里面的真容也展现在所有人的视线里面。只见原石内部的核心里，一块大约婴儿拳头大小的翡翠玉石赫然就在其中。玉石散发着绿色的光泽，在阳光的照耀下，这色泽十分漂亮。这是翡翠玉，看着品相、色泽与大小，这块翡翠玉至少价值5万。旁人道：哗！人群一片哗然，人群的话语直接就变了。哇，这年轻人运气也太好了吧！这块原石我购买价格最多不过2万，现在能卖出5万，等于翻了整整2倍。人们的语气里全是羡慕。人群里面，王东全程目睹了这一切，他眼神里面的嫉妒浓郁的要散溢出来。张文轩这小子，他的运气怎么会这么快？居然又中了！1万5买下的原石，转手就可以卖出5万，这可是我2个多月的工资。王东呼吸急促，脸上的神情全是嫉妒。看着张文轩赚钱，简直比他自己亏钱还要难受。这小子绝对有什么特殊的剑识技巧。王东内心笃定。这个时候，有人走出来：小兄弟，这块翡翠玉卖吗？我出价5万。张文轩微微轻笑：转账吧。叮咚，银行到账短信很快响起，张文轩脸上的笑容更加灿烂。5个月工资到手。他推开人群径直离开，这次他没有急着见识，而是在大会上闲逛起来。张文轩在大会上转了好几圈，发现身后的王东一直都在跟着自己。看来这死胖子今天是铁了心要跟自己玩花样了。既然你找死，那我就成全你。张文轩眼里闪过一抹金光，一个大胆的想法已经从他的脑海里浮现出来。突然，他仿佛是发现了什么一般，顿时满脸兴奋地朝着旁边的一个摊位过去，然后抱住了一块大约100斤左右的原石。张文轩两眼放光，如同是发现了稀世珍宝。不远处的王东看着这一幕，心脏马上疯狂跳动起来。张文轩怎么这么激动？难道那块原石是极品？王东也激动起来。之前张文轩都没有露出这么兴奋的神情，这么看来，那块原石绝对是大料。如果自己能够从张文轩的手里抢下来，岂不是大赚？想到这里，他没有任何犹豫，直接跑过去，一把抓住了那块原石，然后抢在张文轩的前面。老板，这块原石我要了！王东大声道。张文轩大怒：王胖子，你干什么？这块原石已经看中了，你居然抢我的宝贝！看着张文轩这么激动的样子，王东更加笃定这块原石一定是好料。什么你的宝贝？你又没将这块原石买下来，你凭什么说它是你的？老板，这块原石多少钱？我要了！王东催促摊主。摊主看着两人争抢，顿时明白大生意来了。两位好眼光啊！我这块原石可是出自原始矿坑的原石，能够开出好料的概率相当大。我吃点亏，今天将它卖给你们，20万你们拿走。摊主道。什么？王东狠狠地吃了一惊。20万？你怎么不去抢？这块原石哪儿值得了20万？摊主有些不满。老哥，你这话就不对了，原石的价格又不是只看大小，产地也是非常重要的。我这原石来自原始矿坑，当然价格更贵一些。王东有些犹豫起来，20万可不是什么小数字，这要是开不出好料，岂不是血亏？张文轩将王东的神情看在眼里，他马上道：老板说的没错，好原石的确值这个价，20万是吧？他语气稍微顿一下，然后便从口袋里掏银行卡，看上去似乎是准备将这块原石买下来。王东见状，他咬了咬牙，抢先道：这块原石我要了，20万我马上付款。说话间，王东迅速拿出银行卡，刷卡20万，
王东直接将这块原石买下来。张文轩恼怒：好你个王胖子，我看中的东西你就过来抢，等会儿你自己亏了可别怪我。王东大笑：谁让你自己动作太慢，这块原石是我的了。他语气里面得意洋洋，仿佛已经看到原石内开出极品好玉的场景。这么大一块原石，再加上张文轩那激动的样子，这原石里面必然有好东西，一定可以发财。王东兴奋地招呼过来人，然后将原石搬运到切石机器的面前。师傅，马上帮我将这块原石切开。王东道。张文轩跟着一起过来，他双手抱胸，刚才的恼怒与不满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消失得干干净净，取而代之的则是幸灾乐祸与戏谑。切石师傅走过来，要怎么切？这个王东表情稍微僵硬了一下，他转过头看向张文轩，看我干什么？你自己想办法吧。张文轩直接对回去。王东不屑一笑，原石已经到了我的手上，我难道还切不了不成？师傅就直接对半开。行。切石师傅点点头。滋滋滋，机器转动以及砂轮切割的声音很快响起。一块上百斤重的原石切割还是比较有吸引力的，以至于四周许多人都过来围观，众人眼里满是好奇，眼神里面都有着几分期待。唯独只有张文轩神情全是幸灾乐祸与戏谑，仿佛已经预见到了结果。好戏马上就上场了。张文轩抱着胳膊准备看一出好戏。这个时候王东还不知道自己已经被张文轩算计了。这块足足上百斤的原石石料，在他看来肯定可以开出一块优秀的玉石，否则的话之前张文轩不会激动成那个样子。他已经幻想着等自己开出优秀玉石后狠狠赚上一笔的场景。滋滋滋，切石机器还在运作，砂轮飞速旋转，慢慢的将原石石料切开。不少人都在看着这里，眼神里面有着好奇的神情。王东更是死死地盯着，他眼睛一眨也不眨，好像是生怕自己错过了什么细节。渐渐的，这块原石被慢慢的切开，里面的场景也最终出现在了所有人的面前。啪！终于花了足足10分钟的时间，这块上百斤重的玉石被切成了两半，里面的真容也随之出现。定睛一看，下一刻王东直接面色巨变。只见这块原石石料的中间根本没有任何的东西，别说品质上佳的玉石了，甚至连玉石都没有，完全就只是普通的石头而已。不可能！王东瞪大了眼睛，目光里面满是不敢置信的神情。他直接冲上去仔细观察，但任凭他怎么看，这块原石石料的中间都是没有任何东西。王东简直是难以接受，这可是他花了整整20万才买下来的原石石料，里面居然什么都没有。哗！四周也是一片的哗然，许多人都忍不住议论纷纷起来。跌了！这块原石这么大，一看就价值不菲，恐怕至少也要10万以上。是啊，这么对半开里面却什么都没有，这意味着这块原石石料100%跌，这人亏惨了，至少要损失10万以上。听着众人的话，王东更加难以接受。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一定是切石的位置有问题，另外2半原石石料里面肯定是有玉石的。王东深吸一口气，他这么解释安慰自己。师傅，马上将这2块原石石料碎片切开，我要看看里面的情况。玉石肯定就在这2块碎片的里面。王东道。切石师傅摇了摇头，你这块原石石料还没大到那种程度，如果从中间切开都没有发现任何玉石的话，那基本上就是亏了。不，给我切！王东怎么可能答应？行吧。切石师傅耸了耸肩，像是王东这种赌亏了就抓狂的人他见过太多了，甚至比这更加歇斯底里的人他都见过不知道多少。滋滋滋，机器再度运作起来，切石师傅小心翼翼，然后慢慢将1半原石石料切开。王东死死地盯着这块碎片，一滴汗水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从他的额头上慢慢流淌下来。人群里面，张文轩看着这一幕差点忍不住笑出声来。看着王东那有些抓狂的神情，他心里面别提有多爽了。眼见王东吃瘪，简直比他自己赚钱了还爽。切吧，反正这块原石石料里面什么都没有，任你怎么切都是切不出花来的。张文轩心中戏谑不已。果不其然，1半原石石料被切割开来，王东马上看过去，就见着这块原石石料里面也是什么都没有，里面除了灰白色的岩石之外，见不到半点玉石的痕迹。轰！这一幕如同是一道惊雷一般在王东的脑海里面炸起，差点没让他当场晕过去。这个时候张文轩再也忍不住，直接当场大笑出声来。王胖子，亏钱的滋味怎么样啊？这可是足足20万，哪怕对你来说也不是什么小数字了吧？不知道你要花多少时间才能将这20万赚回来。张文轩从人群里面走出来，他肆无忌惮对着王东嘲讽。王东先是一愣，随后迅速明白过来自己被张文轩耍了。这块原石石料里面本来就什么都没有，是张文轩故意给他设下的陷阱。张文轩，你居然坑我！王东勃然大怒，
指着张文轩就是破口大骂：“你个忘恩负义的东西！当初是我将你招进公司，给你一口饭吃，现在你居然这么坑我！”呵呵。面对王东的指责，张文轩冷笑不止：“凭你也有资格说这种话，真是可笑至极。没错，这块原石石料就是我故意坑你的，你又能将我怎么样呢？”张文轩挤眉弄眼，语气里面充满了浓浓的戏谑。王东双眼赤红，心中的怒火如同是火山喷发一般可怕。这可是足足20万啊！哪怕对于他来说，20万也不是什么小数字了。他一个月的工资大概3万，20万足足是他半年的收入。这一下子就直接因为张文轩的陷阱而打了水漂，这让王东怎么能不怒？他恨不得直接冲上去将张文轩暴打一顿，但看着张文轩明显比他强壮的身形，他只能打消了这个想法。好好好，连续说了3个好字，足以可见王东心中的怒火到底达到了什么样的程度。张文轩，你别太得意，你以为你可以在我面前耀武扬威吗？我们走着瞧。王东咬牙切齿，他满脸恨意地瞪了张文轩一眼，随后满脸不甘地离开。四周看好戏的人那戏谑的目光让其尴尬无比，恨不得找个地缝当场钻进去。继续留在这里不过只是丢脸罢了，王东只能狼狈不已地离开。他的身形很快消失在了张文轩的视线里面。没了王东这个狗皮膏药的纠缠，张文轩内心也是松了一口气。他推开人群也迅速离开，众人没了乐子，也很快不再在意这件事情。张文轩穿过市场，直接来到了另一边，终于将这死胖子甩掉了。他要是一直跟着我，真是烦人。张文轩没好气道：“今天自己可是打定主意要好好的大赚一笔，要是王胖子这狗东西跟着他，他根本无法放开手脚大战一场。”就在这个时候，孙雅的声音传过来：“张先生，收获如何？”孙雅微笑着从不远处走过来。张文轩微微一愣，他看了一下时间，才发现已经快10点了。都怪王东耽误了他不少的时间。鉴赏大会已经开始了吗？10点钟正式开始，我们过去准备吧。孙雅：“没问题。”张文轩点头，他没忘记自己今天过来的正事，既然答应了孙雅，那他自然不会食言。赚钱的事情就等鉴赏大会结束再说吧，反正这次玉石大会会进行3天的时间，后面他有的是时间可以赚钱。张文轩随后跟着孙雅离开，在孙雅的带领之下，他来到了玉石大会的深处，只见赫然是另一番场景。一个个整齐划一的摊位都已经准备好，场地中心则是一块巨大的原始石料堆，至少有数千块之多。好家伙，居然这么多原石石料！这些原石石料才是这次原石鉴赏大会真正的核心，它们都是精挑细选出来的，外面那些不过只是边角料而已。整个上江玉石行业的所有原石石料基本上都来自于东南亚那边，每年都会有一批原石石料过来，筛选出来的一部分会作为这次原石鉴赏大会的材料，谁的眼光好，谁就可以得到更大的收益。孙雅耐心地给张文轩解释着，他恍然大悟，然后十分自然地打开了天眼。这一看顿时让张文轩惊喜不已，果然如同孙雅所说，眼前这一堆原石石料品质远比外面的更好，几乎每一块都有玉石的存在。仅仅只是随意一看，张文轩就已经看到了内部有着好几块上品玉石的石料，那闪耀着晶莹剔透光芒的玉石如同是脱光了衣服的美女一般，充满致命诱惑力。张文轩强忍着想要过去挑选的念头，跟随着孙雅一路来到了他所在的位置上。只见2个头发花白的老者已经在这里等待。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张先生，这2位是周云山周老以及黄明黄老，他们2位都是在我的公司任职超过20年的老员工。2位老爷子都是鉴识大师，我公司之所以能够运营到现在，2位老爷子功不可没。孙雅微笑着，听着孙雅的话，周云山与黄明2人的目光都看向张文轩，2人的目光都显得好奇。太年轻了，张文轩看上去不过20来岁的样子，这么年轻的小家伙居然能受到孙雅的邀请参加今天的鉴识大会。2位，在下张文轩，我才入行玉石行业不久，之后还请多多指点。张文轩拱了拱手，态度十分客气。作为一个在社会上摸爬滚打了好几年的老油条，对于这样的场合他已经算得上是轻车熟路了。虽然自己有着天眼这项堪称作弊的能力，不过在鉴识这方面他的确只能算是萌新，多向老人请教自然是相当合理的。张先生客气了，只教谈不上，等会儿互相指点即可。黄明苍老的面容上笑呵呵着，周云山亦是点头，对待张文轩的态度相当和善。2人说完之后互相对视了一眼，都从对方的眼睛里面看到了莫名的味道。这个年轻人不简单，能够被孙雅这个老板亲自带过来，这样的态度已经很能说明问题。他们都是人老成精，自然不会做什么愚蠢的事情。孙雅将这一切都看在眼里，眼看着3人间的氛围十分和谐，他不由得点头。张文轩注意放在了不远处那一大堆原石石料上，他已经有些手痒了。孙小姐，等会儿我们应该怎么做？孙雅解释道。
直接过去挑选石料就行。这场鉴识大会除了我们之外，还有其他公司，他们跟我们都是相同的目的。等会儿完全看各家的能力，也就是说，谁的眼力更强，谁就能够得到更多的优秀玉石。说到这里，孙雅看向张文轩：“张先生，等会儿不要有什么压力，今天是你第一次参加鉴识大会，等会儿只需要尽力即可。张先生所有挑选出来的玉石，我都会全价购买。”很好，张文轩心中十分满意。这场鉴识大会对他来说简直就是天堂啊！有上千块上品原石石料在面前可以随意挑选，而且还有孙雅这个卖家已经准备好。他所需要做的事情就是将玉石挑选出来，然后再卖给孙雅。整个过程可谓是轻松自在，这还不得发财？张文轩心中激动，他深吸一口气，压下内心涌动的情绪，尽量让自己看上去平静一些。张文轩环顾四周，现在距离10点整还有几分钟的时间，但这次参加鉴识大会的人基本上都已经到了。放眼望去，足足有20几家，每一家都是3个鉴识师，现在是规定好的。而在大会的另一边，则是一片切石机器，足足20个切石师傅已经在那里准备好了，随时可以开始工作。等会儿我需要低调一些，虽然我有着天眼，但我不能每一块原石石料都开出好料，这实在是太扎眼了。我要控制开出好料的概率，木秀于林风必摧之，我需要低调。张文轩眯着眼睛，内心已经有了决断。他耐心等待着，这个时候脚步声响起，只见一个容貌英俊的青年从不远处的一个位置走过来。小雅，今天你准备的如何？咦，你的队伍里面怎么有一个新人？年轻人脸上有着微笑，他目光落在张文轩的身上，目光里略微闪过一抹惊讶。一抹金光从青年的双眼里闪过，他上下打量着张文轩，心中思索着这个青年与孙雅是什么关系。孙雅面色平静，他走上前挡在了张文轩的面前。张先生是我邀请而来的鉴识师。孙雅道。啊，青年先是一愣，随后当场哈哈大笑起来。两人的话语吸引了四周不少人的注意，其他人都听到了孙雅那句话，脸上的神情都有些古怪起来。小雅，你居然让一个青年来作为鉴识师参加这场大会。今天的鉴识大会关乎着之后1年的竞争力，要是无法开出足够的优秀玉石，接下来你公司1年的生意都会受到严重的影响。这么重要的事情，你居然让一个刚入行的小子来做，我看你真是糊涂了。青年哈哈大笑着，说话的语气里面有着浓浓的戏谑。他的话音落下，四周其他公司的人也纷纷笑了起来，不少人目光都看向张文轩，口中啧啧称奇，好像是在看什么珍稀动物。张文轩环顾四周，发现在场20多家公司里，每一家公司所带来的鉴识师基本上都是年过半百，最差都是40多岁的中年人，只有自己最为年轻，难怪如此引人注目。赌石这行业最看重眼力，自然是从业时间越长越有优势，毕竟越老越妖。面对青年的话，孙雅的脸色略微冰冷下来。程宇航，我怎么选人还不需要你来教我。张先生是优秀的鉴识师，我相信他不会让我失望的。孙雅道。这话让程宇航笑得更加大声了，好像是听到了什么好笑的笑话一般。他眯着眼睛，神情戏谑。是吗？我听说前几天你有一位鉴识师辞职了，恐怕你是病急乱投医呢。这话让孙雅面色微变，她神情不太好看，显然是被程宇航说中了。张文轩则是恍然大悟，原来如此。他之前就疑惑孙雅为什么会邀请自己这么个新人来参加这场鉴识大会。我相信张先生的能力，在他们3位的努力之下，今年我的收获是一定不会差的。孙雅语气里充满自信。呵呵，程宇航戏谑轻笑。是吗？希望他们3人的能力能对得上你的信心吧。我们大会结束后再见。说完后，程宇航挥挥手，他转身离开，临走之前瞥了张文轩一眼，眼神里的讥讽与戏谑，张文轩看得清清楚楚。四周的空气气氛顿时有些凝固，黄明与周云山2人神情明显有些无奈。孙雅鼓励道：“3位，你们都不要有什么心理压力，今天的鉴识大会大家都只需要尽力即可。我的态度只有一句话，尽力即可。”张文轩咂了咂嘴，他看出了孙雅的态度，显然孙雅对于今天的鉴识大会已经没什么信心，所以有些摆烂的样子了。不求今天能有什么收获，只要有个保底就行。孙小姐，既然你今天邀请我来参加鉴识大会，那我是不会让你失望的。张文轩自信微笑。孙雅面色淡然的点头，看他的表情，显然是没有将这句话放在心上。黄明与周云山2人则是神情古怪，这个年轻人能力很强吗？居然敢说出这种豪言。想当初自己在他这个年龄的时候也不敢如此自信，他怎么敢的？张文轩心中轻笑，他能看出众人对自己的质疑，不过没关系，那就让事实来证明吧。有着天眼在手，他难道还能怕了不成？咚！就在这个时候，一道钟声响起，瞬间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力。
随即脚步声响起，一个西装革履的中年男人走上前来，他脸上有着微笑。各位，欢迎大家前来参加这一届的鉴识大会，规矩依旧是如同往年，我就不进行赘述了。开始吧。他话音落下，各家公司的鉴识师都纷纷走出来，一个个推着小推车朝着原石石料堆走过去。看他们脚步匆匆的样子，好像是生怕自己看中的石料被其他人选走了。黄明与周云山两人也是推着小推车迅速出发。张文轩，我们快走，别让好的石料都被其他人抢走了。两人催促着。张文轩点点头，他迅速跟在两人的身旁。一群人已经来到巨大的石料堆面前，然后各自开始挑选自己心仪的石料。张文轩已经悄然打开了天眼，他随意一扫，眼前原石石料内部的情况顿时展现在他的面前。一块内部有着极品玉石的石料映入眼帘，张文轩脚下生风，立刻过去将那块原石石料抢在手里。到手了，这里简直是天堂啊！张文轩忍不住舔了舔嘴唇，神情上全是兴奋。他将原石拿起来，准备放在自己的小推车上。然而就在这个时候，一个异常的情况陡然出现。只见这块原石石料的内部似乎在涌动着什么东西，这股东西立刻吸引了他，甚至让张文轩都感觉自己的眼睛有些发烫。怎么回事？张文轩狠狠地吃了一惊，这种情况是之前从未出现过的，一时之间让他有些措手不及。他仔细看去，这才发现这块原石石料的内部，那玉石里面竟然有着一团特殊的能量。这是什么？难道是传说中的灵气？张文轩心中惊讶不已，一时之间泛起了惊涛骇浪。他小心翼翼用意识去触摸了一下这团疑似灵气的特殊能量，顿时那股能量直接涌动起来，然后顺着手臂进入了他的身体。这股能量从手臂不断的往上，所到之处给张文轩的感觉便是清凉与舒适。张文轩强行让自己冷静镇定下来，尽量不让其他人看出任何的异样。特殊能量很快来到了他的面部，然后直接进入了他的双眼之上眉心的位置。那里不是传说中泥丸宫的位置吗？张文轩心中泛起了惊涛骇浪，他很快震惊地发现自己居然真的看到了自己眉心有一片空间，刚才被吸收的灵气赫然就在其中。好家伙，此刻发生的事情让张文轩有些凌乱了，现在不是探索这些的时候。他深吸一口气，很快恢复过来。张文轩低头一看，手中这块原石石料依旧维持原样，里面的玉石也没有任何变化，这让他大大的松了一口气。如果因为他吸收了玉石内的灵气导致出现什么变化，那可就糟糕了。他迅速抱着这块原石石料过去，将其放在自己的小推车上，然后快速返回挑选第二块。很快张文轩就又找到一块出色的原石石料，这块石料内也有着那特殊的能量。他不动声色的动作去将那块原石石料拿起来，脸上很快闪过一抹享受的神情。这块玉石内部的灵气也被他吸收，灵气汇聚进入泥丸宫，最终与里面的灵气团融合在一起。棒极了！张文轩心中兴奋，虽然目前不知道灵气团有什么作用，但这种好东西肯定是越多越好。短暂的兴奋之后，张文轩没有忘记今天的正事，他将手中的原石石料放在小推车上，然后继续进行挑选。这场鉴识大会上，每个鉴识师可以挑选30块原石。张文轩在心中大概估算一下，为了避免太过于惹眼，自己将命中率控制在1/3就足够了。他微微一笑，一边暗自观察着其他人的挑选进度，一边寻找着内部拥有着灵气的特殊玉石。经过他的观察，他发现并不是每块玉石内部都有着灵气，一般出现灵气的玉石都是极品玉石。看来只有极品玉石的内部才有可能孕育灵气。张文轩眯着眼睛，众多鉴识师在原石石料堆中各自挑选着自己看中的原石。有时候2个鉴识师会看中同一块原石石料，这个时候难免就会发生一些争吵。这块原石石料是我看中的。什么你看中的？是我先碰到这块原石石料，那当然就是我的。2个分属不同公司的鉴识师直接现场争吵起来，要不是顾及着有旁人，恐怕都要大打出手。最后还是鉴赏大会的主办方出面化解矛盾。不过这样的情况仅仅只是少数，大部分鉴识师都在愁眉苦脸的筛选原石石料，每个人都是全神贯注的神情。张文轩看着这一幕不由得暗笑，他有着天眼的存在，可以准确地看清楚每块原石石料内部的情况，只需要精准出手，不可能有误判。不过为了避免太过于显眼，张文轩还是伪装成跟其他人一样。整个挑选原石石料的过程足足进行了1个小时。终于伴随着又是一道钟声响起，中年男人的声音也随之出现。各位，鉴识时间已经结束了，请各位鉴识师们停手，接下来开始解石吧。听着中年男人的声音，众人意犹未尽地放下手中的原石石料，一个个推着小推车回到自己所属的位置上，一个个小推车上装满了自己挑中的原石石料，每个人都是收获丰富。张文轩混杂在人群里面，也跟黄明与周云山2人一起回到孙雅的身边。3位，情况怎么样？
孙雅关切地上前询问。黄明苍老的面容上露出笑容：“老板放心，今年的收获应该不会差。是啊，至少我选到了好几块上品石料，应该可以开出不错的玉石。”周云山亦是点头，两人的脸上都有着自信，随后不约而同地看向张文轩。三人里面就他是新人，对于张文学的能力，周云山与黄明两人显然是完全不相信。面对三人的目光，张文轩脸上同样有着自信笑容。孙小姐可以放心，我不会拖大家后腿的。张文轩微微笑着，他已经用天眼看过了，在场的众多剑石师里面，绝对没有人的收获比自己更好。眼见着张文轩如此自信，周云山与黄明两人有些皱眉。年轻人有自信是好事，但太过于自信可就变成自大了。周云山忍不住说了一句，张文轩没有反对，这两人不相信自己很正常，一切就让事实来说话吧。孙雅点了点头，那就开始解石吧。几人推着原石石料过去切石的区域，20几个师傅在那边已经准备好了，每一个解石师傅的旁边还跟着2个学徒。这些卸石师傅都是经验丰富的老手，基本上全都是各家公司自己带来的。孙雅带着原石石料来到一个卸石师傅面前，刘师傅，接下来就拜托你了。没问题。刘师傅点点头，从我先开始吧。周云山推着小推车上前，他的小推车里面装满了大大小小不一的原石，最大的那一块至少有30斤。2个学徒走上前，将原石石料抬过去，放在机器上。刘师傅启动切石机器，砂轮旋转，慢慢切割在原石石料上。滋滋滋，顿时一连串切石的声音响起。学徒拿着一个小水管，水流打湿砂轮，浑浊的水流从石料上流淌下来。他们这边正式开始解石，另一边其他公司也不甘落后，一个个纷纷开始。一时之间，整个大会现场都在响起无数砂轮切割石料的声音。每家公司的旁边都有一个大会的工作人员，负责记录下今天的鉴识成果，等到解石结束，等会儿还要进行排名。排名最好的那几家公司显然可以得到更高的名望。滋滋滋的切割声接连不断，很快一道惊呼声就已经响起：出绿了，大长啊！是翡翠玉，这色泽，这品相，绝对是极品。惊呼声响起，瞬间吸引了在场许多人的目光。众人纷纷转过头看去，只见在程宇航所在的位置上，一块1米左右的原石石料已经被切开。光滑的切口上，一块晶莹剔透的翡翠玉石赫然就在其中，明亮的色泽在灯光的照耀下闪烁着光芒，着实引人注目。好一块极品翡翠玉啊！程老板这直接来了一个开门红。是啊，仅这块玉石就价值不菲，至少价值100万。旁边传来了一道道惊叹的声音。程宇航听着众人的话语，嘴角顿时勾勒出了笑容。他看向孙雅，给了他一个挑衅的目光。小雅，我这边已经开出极品玉石了，不知道你的收获如何？程宇航话语里面的挑衅，任谁都听得清清楚楚。而这个时候，周云山的这块原石石料也解出来，原石石料被切成2半，石料内部的真容也随之展现出来。众人定睛看去，只见石料内部赫然是一块普普通通的混种玉石，虽然面积不小，但无论是色泽还是品相都相当平凡。刷！周云山面色变化，目光里有着一抹惊愕。不可能啊，我这块原石石料可是精挑细选的，应该能够开出好玉才对。程宇航大笑出声来。小雅，看来你手下的人眼光不怎么样，这才第一块原石石料就已经拉了胯，看来你今天恐怕要战败而归了。孙雅面色不变，她没有露出恼怒神情，仅仅只是第一块原石而已，又能说明什么？我相信周师傅他们的能力。孙雅语气平静，呵呵，希望等会儿全是解释完你还能如此自信。程宇航满脸戏谑笑容。周云山脸色带着几分歉意，老板，十分抱歉，我让你失望了。没关系，继续解石吧。孙雅点点头，他没有责怪什么。鉴石并非100%准确，看走眼再正常不过。滋滋滋，界石继续进行，其他公司也纷纷将一块块原石石料解出来。顿时会场内惊呼声与叹息声接连交叉出现，有人开出出色的好玉而神情兴奋，也有人因为成果惨淡而满脸叹息。周云山第2块原石很快切出来，当原石石料打开后，周云山连忙看过去，是玻璃种。周云山眼睛亮起，虽然不是极品，但也算是上品玻璃种了，价值至少20万。他的脸上终于是露出了笑容。孙雅看着这一幕也松了一口气，如果前面几块原石石料都开不出好东西，那后面基本不用指望了。继续解石。孙雅道。一块又一块原石石料被2个学徒搬运上切石机器。第3块，混种。第4块，翡翠玉。第5块，混种。第10块，混种。第11块，混种。第12块，混种。第18块，冰种玉。第19块，玻璃种。第20块，混种。
很快，周云山的20块原石就已经全部切开，一直绷紧神经的周云山也是大大的松了一口气。30块被解出来的玉石放在一旁，整齐的排列在一起。鉴识大会的工作人员马上对所有的玉石进行鉴定，混种18块，冰重玉3块，玻璃重4块，翡翠重5块。根据估算，总价值530万。工作人员报上估算的数字。周云山听到这个数字，脸上的神情不是太好，连1000万都没有到，这显然算不上什么好成绩。孙雅的脸色同样如此，周云山的鉴识能力已经算是不错了，却连1000万大关都没过，看来今天的鉴识大会恐怕要糟。接下来该我了。黄明走出来，他的脸色很是凝重。周云山已经栽了，他如果也开不出好的成果，那这一届鉴识大会就等于是彻底完蛋。黄老，接下来看你的了。孙雅神情也有些紧张。2个学徒走上前来，然后将黄明挑选出的原石石料搬运上切石机器。滋滋滋，熟悉的声音再度响起，第1块原石石料很快被切开。石料切开的那一刻，里面顿时闪耀出晶莹剔透的光玉色光芒，一块冰蓝色的玉石赫然就在其中，明亮的色泽闪耀着璀璨的光芒，如同宝石一般耀眼。好，是极品冰重玉。孙雅与黄明2人的脸上都露出笑容。孙雅大大松了一口气，黄明的开门红无疑是给他注射了一剂强心针。继续解石。孙雅，切石的声音继续响起，一块块原石石料被切出来。第2块，玻璃种；第3块，冰种；第4块，翡翠种；第18块，混种；第19块，混种；第20块，混种。30块原石很快全部解出来，所有的玉石被整齐地放在一旁的桌子上，工作人员开始清点整理价值。混种16块，玻璃重6块，翡翠重4块，冰重4块，总价值950万。工作人员报上数字。听到这个数字，孙雅稍微松了一口气，还差一点就过1000万大关了。黄明有些不太甘心。这个时候，不远处的程宇航再度过来，他这次更加趾高气昂，目光扫了一眼桌子上摆放的玉石，神情顿时戏谑起来。小雅，看来你手下2位师傅的成果不是很好，就这些玉石根本没几块能上的台面。你手下2位师傅都已经谢石完了，却只有这样的结果。看来今年别说进前5了，你能保证自己不倒数就已经相当不错。程宇航肆意大笑着，毫不掩饰自己心中戏谑与讥讽。来看看我的成果吧，我手下2位师傅解出的玉石价值都过了1000万大关，目前我的总价值是2100万，是第1位。说话之间，程宇航指了指不远处的大屏幕，只见上面显示着今天所有公司的鉴识结果。的确如同程宇航所说，他的成绩全场第1，以2100万的数字遥遥领先。而孙雅的排名则是有些惨淡，直接在第12位，仅仅只有1480万。孙雅的脸色不太好看，这样的成绩显然不是他想要的，跟往年成绩相比相差太远。虽然他还有一位谢石师傅，但他看了一眼张文轩，心中不由得摇头，张文轩太年轻了，虽然之前有着高光表现，但他不认为对方的成绩能够超过其他人。这一年要糟了啊。这个时候，一直没有说话的张文轩走出来，接下来该我了吧，麻烦将我的玉石搬上机器吧。张文轩开口。2个学徒走上前来，将张文轩推车内的玉石搬运上机器。张文轩看着情绪有些低落的孙雅，不由着道：孙小姐，接下来看我的吧，我不会让你失望的。张文轩此话一出，孙雅还没有回答，不远处的程宇航已经大笑了起来。周云山与黄明2人也是摇头。程宇航戏谑轻笑，好像是听到了什么好笑的笑话一般。年轻人自信是好事，不过你未免有些太自大了些。看你的样子，入行才多久？你见过的玉石有超过1000吗？程宇航轻笑着。张文轩有些不满地瞥了他一眼，这家伙已经嘲讽过自己很多次了，泥人尚且还有3分火气，何况是他？要是以前面对这样的嘲讽，他只能忍耐，如今有了能力，凭什么还要再忍气吞声？你好像很看不起我，不如我们赌一把吧。哦，张文轩的话语让程宇航来了兴趣，他嗤笑着，你想跟我赌？赌你今天能开出多少价值的玉石吗？没错，就赌我今天开出的玉石能不能过1000万大关。如果过了，那我的玉石总价值多少，你就要给我多少钱。如果没过，我任由你处置。张文轩语出惊人。什么？此话一出，许多人都忍不住吃了一惊。孙雅连忙阻拦，张先生，不要玩这种赌约，你不可能赢的。周云山与黄明2人也是连忙劝解。是啊，你怎么可能过得了1000万大关？我跟老周2个人都没有过，何况是你？张师傅，你太自大了，怎么能跟人玩这种赌约？2人都苦口婆心的劝解。程宇航的笑声更加激烈，
他看向张文轩的目光如同在看一个傻子。你居然想要跟我玩这种赌约？你认为自己开出的玉石能过1000万大关？真是好狂妄啊！程宇航笑得直不起腰来，他看向孙雅，小雅，你从哪儿找来这么一个自大的白痴？真是笑死我了。孙雅皱紧了眉头，她有些不满地看向张文轩，同时目光不解。张先生，你到底在做什么？张文轩不紧不慢，面对众人的质疑，他面带笑意。孙小姐请放心，我不会输的。如果我赢了，对你也有好处不是吗？这话让孙雅直翻白眼，强忍着吐槽的欲望。这家伙居然认为自己可以赢，他怎么能这么自信？张文轩没有理会孙雅，他对着程宇航道：程老板，你到底要不要跟我赌？好，我跟你赌了。既然你初生牛犊不怕虎，那我就给你一个教训。等会儿你要输了，我也不要你做什么，你就跪下学3声狗叫好了。程宇航满脸戏谑的神情。孙雅皱紧眉头，程宇航，你怎么能这么羞辱人？哼，小雅，是他不自量力要跟我赌的，不付出代价怎么行？程宇航双手抱胸。孙雅还想要说些什么，被张文轩阻拦下来。我答应了。张文轩，孙雅已经彻底无语了，他已经有些后悔今天带着张文轩过来。早知道张文轩是这么自大的人，他说什么也不会这么做。两人的赌约算是正式成立，其他公司的人听这边发生这么有趣的事，不少人都纷纷围观过来看热闹。那个年轻人也太不自量力了吧，看他的样子明显是刚入行，居然敢立下这种赌约。是啊，想要过1000万大关可不是什么容易的事情，整个会场几十位剑识老师傅，能过1000万大关的又有几个？果然是初生牛犊不怕虎，现在的年轻人太自大了。众人听说了赌约的内容后，都纷纷摇头，一个个看向张文轩的目光里也全是不屑与嘲弄的神情。张文轩无视了众人的话语与目光，他看向谢石师傅，刘师傅，开始吧。刘师傅满脸无奈，随后启动了机器，滋吱滋，机器发动，砂轮开始飞速旋转，慢慢地切割着原石石料。所有人的目光都看向这里，一个个眼睛一眨也不眨，生怕错过了什么细节。程宇航双手抱胸，他满脸戏谑，自大的小子还想赢这场赌约，简直是痴心妄想。看我怎么打你的脸，等会儿你跪下学狗叫的时候，孙雅的表情肯定很精彩。程宇航心中大笑着，张文轩显然不被他放在眼里，他真正想要看到的是孙雅丢脸。谢氏还在继续，众人都在耐心等待着。张文轩拿出的第一块原石石料并不大，没一会儿的时间，石料就已经被慢慢的切开，里面的真容也呈现在所有人的面前。众人定睛一看，一块半透明的玉石出现在石料的内部。玻璃种，玻璃种价值大概20万左右。黄明摸着下巴，估算出大概的数字。孙雅大大的松了一口气，还好没有第一块原石石料就丢脸，如果第一块是混种，那笑话可就大了。张文轩，看来你的运气不错，不过这块玻璃种也就20万而已，距离1000万大关可差得远呢。程远航戏谑轻笑，他态度浑然不在意。区区一块玻璃种罢了，这小子只是运气好而已，只靠运气就想要过1000万大关，开什么玩笑？张文轩面带笑意，别急，第一块只是热身而已，后面才是精彩的时候。噗嗤，有人忍不住笑了起来，明明只是个毛头小子而已，居然敢这么大言不惭，还真是不见棺材不掉泪。张文轩无视了众人的话，随后从小推车里面将第2块原石石料搬出来，他拿出粉笔在石料上画出一道线。刘师傅，就按着这条线切吧。好。刘师傅点头。滋滋滋，机器再度转动，石料碎屑混杂着水流流淌下来，原石石料被慢慢切开，第2块原石石料也很快被切开一半。出绿了，似乎是冰种，看色则好像还不错。有人眼里不错，一眼从切口缝隙里看到了石料内部的玉石。那人的话引起了众人的兴趣，所有人都紧盯着被慢慢切割开来的原石石料。几分钟后，整块原石石料被彻底切开，里面的玉石也展露出了真容。极品冰种。定睛一看，有人顿时发出了惊呼声。原石石料内部赫然是一块晶莹剔透的冰蓝色玉石，那如同宝石一般璀璨的玉石耀眼夺目，如同流水一般的色泽让人欢喜。哗！现场顿时响起了一片哗然，所有人都惊讶不已，没想到居然开出一块极品冰种。好！孙雅忍不住鼓掌，原本紧张的面颊上露出笑容。好一块极品冰种，而且看这大小，至少能制作出10几块玉器首饰。这块极品冰种的价值大约150万。黄明语气兴奋，现场惊讶声四起。程宇航表情略微僵硬，想不到居然开出极品冰种。张文轩，看来你的运气真的不错。程宇航脸色有些不太好看。张文轩神情笑容依旧，1000万大关已经过去1/10，我还有28块原石石料，
继续吧。他随后拿出了第3块原石石料，这块原石石料很快被解开，里面又出了玉。翡翠玉估价20万，之后是第4块、第5块、第6块混种，估价5万。翡翠种估价20万，玻璃种估价30万。一块又一块的原石石料被解出来，很快第9块石料被抬上了切石机器，滋滋滋，砂轮转动的声音响彻现场，众人都在饶有兴趣地看着这块原石石料的切割过程。很快，一抹绿色出现在了众人的视线里面，是一块翡翠种。有眼尖的人已经看出了这块玉石的种类。他刚刚说完这句话，忽然发现不对劲，这块原石石料里面的玉石似乎特别的明亮。不会吧？那人忍不住吃了一惊，自己都忍不住快速朝着前面走了几步。同样发现这样情况的人不止他一个，有人不禁道：这块原石石料里面的玉石似乎相当不错，恐怕是一块价值几十万的上品翡翠玉。这话让四周的人惊讶，那个年轻人居然还真的有些眼光，这才第9块原石石料而已，就开出了第2块不错的玉石。一人道：呵呵。旁人笑了起来，那又怎么样？想要过1000万大关，仅靠现在的成绩是绝对不可能的。众人都在议论纷纷，孙雅3人也情不自禁地紧张起来。孙雅目光看向张文轩，却发现他的脸上完全没有半点紧张的意思，反倒是只有淡定和从容。他这么自信吗？孙雅不由得惊讶。而这个时候，这块原石石料终于被彻底切开，石料被切成了2半，里面的玉石情况也完全展现在了众人的面前。所有人定睛一看，顿时发出一连串惊讶的声音。极品翡翠种居然是极品翡翠种，这块翡翠种的价值大概在100万级别。有人惊讶出声，目光里面有些不敢置信。极品玉石向来都是非常少见的，虽然今天的原石石料品质都相当不错，但想要开出2块极品玉石也不是什么容易的事情，哪怕是老师傅说不定都做不到，但现在居然发生在了一个刚入行不久的新人身上。好，这是第2块极品玉石了，仅这2块极品玉石加起来就已经超过了250万，后面只要玉石品质再好一些，说不定真的有可能突破1000万大关。周云山情绪有些激动，黄明亦是惊讶无比。原本他是对张文轩完全不抱任何希望的，跟其他人一样，他也只是认为张文轩太过于自大，但是从现在的情况来看，张文轩居然真的有可能突破1000万大关。一旁的孙雅目光也是变了，看向张文轩的目光里面多了一分异色。人群里面，程宇航的脸色有些不太好看。哼，仅仅只是运气而已，你这9块玉石加起来也不过300万左右，距离1000万大关还差得远呢。你能保证后面21块原石石料里开出价值700万的玉石吗？程宇航口中冷笑着，语气里面的嘲讽任谁都能够听得清清楚楚。张文轩脸上微微淡笑，到底能不能行，我们看结果不就知道了吗？刘师傅，继续解释吧。好嘞。刘师傅点头。刘师傅也有些期待起来，如果张文轩真的能够突破1000万大关，那毫无疑问是极其长脸的事情。张文轩拿出第10块原石交给学徒，随着机器再度运转起来，刚才还议论纷纷的现场也随之安静。不多时，又一抹绿色出现在众人的视线里面，所有人谁都没有说话，大家都在静静地看着。10分钟过去，这块原石石料被彻底切成2半，里面的玉石随之呈现出来。极品玻璃种，有人当场失声惊呼出来。轰！当看到这第10块原石石料内部情况的时候，现场可谓是一片沸腾。居然又开出一块极品玉石，这个年轻人的运气未免有些太好了吧？有人忍不住说道。现场沸腾了。不，第一次是意外，第2次是巧合，那这第3次恐怕就不是了。我们都看走了眼，这个年轻人绝对不是什么刚入行的新人。第3块极品玉石了，这块极品玻璃总价值也在100万。一阵议论声此起彼伏不断，惊讶声可谓是接连出现，所有人看向张文轩的目光已经彻底不一样了。3块极品玉石的出现，毫无疑问是证明了张文轩的实力。什么刚入行的新人，根本就是扯淡。哪个刚入行的新人能够10块原石石料就开出3块极品玉石来？哪怕是久经沙场的老师傅都不一定能够做到，何况是新人。好，孙雅脸上露出了喜悦之色，他走到张文轩的面前，拍了拍他的肩膀，以示鼓励。张先生，你做得非常不错，没想到你居然给了我这样的惊喜。孙雅满脸惊喜的笑容。张文轩这个时候正在打开天眼，选取第11块原石出来。孙雅这么一拍他顿时本能的转过头去，身躯曲线玲珑有致，这惹火的一幕差点让他鼻血喷出来，一时之间有些挪不开眼睛。好家伙，孙雅的身材这么好，怎么了？孙雅注意到了张文轩那有些异样的眼神，这眼神他太熟悉了，许多男人都经常用这种目光盯着他。孙雅低头一看，心中不由得有些疑惑，自己没走光啊。嗨嗨，
张文轩咳嗽几声，掩盖神情上的尴尬。没什么，我们继续解释吧。他挪开目光，深吸数口气，这才让内心重新平稳下来。说话之间，他连忙将第11块原石交给学徒。很快，第11块原石石料也解出来，这次只是普通的混种。第12块，混种；第13块，混种；第14块，普通玻璃种；第18块，翡翠种；第19块，混种；第20块，混种。10块原石石料接连被解出来，这次没有再出现任何的极品玉石，基本上都只是普通货色。见到这一幕，众人都不由得松了一口气。他们还真有些担心又开出极品玉石，那就有些吓人了。这个时候，张文轩拿出了第21块原石石料。原石石料被抬上切石机器，张文轩已经提前在上面画好了画线。刘师傅按照这根线条慢慢的切割下去，很快将整块原石石料彻底切开。原石石料内部的情况展现而出，一片晶莹剔透的冰蓝色光泽出现在所有人的面前。极品冰重，哗！人群再度一片哗然。第4块，这已经是第4块极品玉石了。这块极品冰重玉至少价值150万。现场沸腾，许多人都瞪大了眼睛。原本其他公司的人这个时候都被这边的动静所吸引，纷纷放下手中的事情来到这里。只见这片区域围了里3层外3层的人，整个会场所有的人都已经围聚过来。第21块玉石，极品冰重玉，估计价值150万，目前总价值650万。听到这个数字，在场的不少解石师傅都忍不住倒吸凉气，脸上的神情也随之一下子变得尴尬起来。我这次的成绩好像才600万，我也才650万而已，没想到我见识这么多年，现在居然输给了一个20来岁的年轻人。长江后浪推前浪啊，这个年轻人的眼力未免有些太可怕了吧。现场的气氛沸腾起来，诸多老师傅都忍不住议论纷纷。惊讶、羡慕、嫉妒、叹息、愕然诸多情绪在这些剑石老师傅脸上浮现，一时之间可谓是人间百态。周云山就是其中之一，他的成绩不过530万而已，现在张文轩的成绩已经完全超过他了。孙雅此刻脸上已经是喜笑颜开，他心中刚才因为张文轩贸然提出赌约而产生的不满，现在已经消失得干干净净。一个大胆的想法从他的心里忍不住浮现出来，张文轩这次恐怕真的有可能突破1000万大关。不远处，只见人群里面程宇航的脸色已经变得难看起来，他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握紧了双拳，一张脸逐渐开始变得阴沉。张文轩满面春风，他面带微笑，他看向程宇航，程老板，我已经650万了，我还剩下9块原石石料，距离1000万大关也只差350万，你说我能不能迈过1000万大关？张文轩表情略带着几分戏谑。程宇航被他这么挑衅，原本就略显阴沉的脸色更加难看起来。他保持着风度，语气低沉道：别得意得太早，还是用事实来说话吧。你还有9块原石石料，我倒要看看你怎么凑齐那350万。张文轩口中轻笑着，既然程老板都这么说，那我不会让你失望的，继续吧。张文轩此刻意气风发，他大手一挥，直接将第22块原石石料抬出来。此时此刻，现场的气氛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先前所有人都认为张文轩是不自量力，但现在看来他们被打脸得很惨，这个年轻人根本是有着真本事。第22块，混种；第23块，冰种；第24块，玻璃种。一块块原石石料被不断的抬上切石机器，里面的玉石纷纷被切出来。剑石大会的工作人员统计着每一块玉石的价值，张文轩这些玉石的总价值在不断提升，650万、660万、680万、700万，等到了第29块原石石料被解出来的时候，总价值来到了820万整，还差最后一块原石石料。刷刷刷，所有人的目光都落在了张文轩旁边的小推车上，只见一块大约200斤重的原石石料静静地摆放在上面。程宇航的大笑声忽然响起，张文轩，你只差最后一块原石石料了，但你现在的总价值只是820万而已。如果你想要突破1000万大关，那你这块原石石料就必须开出价值180万的玉石，你是不可能做到的，认输吧。程宇航兴奋的大笑，他原本脸上的阴霾一扫而空。随着程宇航的大笑声，众人的目光也不由得落在张文轩脸上。周云山与黄明两人忍不住叹息，一块未经雕琢的玉石想要价值180万，除非这块玉石十分巨大，否则根本是不可能的。黄明点头赞同，是啊，看来这次他输定了啊。孙雅脸色一时有些不太好看，他深吸一口气，压下心中的阴霾，走到张文轩面前安慰他，张先生，一次失败没什么大不了的，你才入行不久就已经取得这样的成绩，我想
没人会责怪你什么。等明年鉴识大会再一雪前耻就好了。四周的众人也是议论纷纷，有人表情戏谑，也有人感觉有些惋惜。可惜只差一点点啊！如果这个年轻人真的突破1000万大关，那绝对是一则神话。听着众人的话语，张文轩神情依旧有着微笑，他嘴角微微勾勒出一抹笑容。各位，最后一块原石石料还没有揭晓答案，你们现在就认为我输了，恐怕为时过早吧？周云山与黄明忍不住摇头。张先生，你这块石料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开出价值180万的玉石的。闻言，张文轩微微一笑。是吗？那可未必。来个人搭把手，帮我一起将这块原石石料抬上机器。张文轩道。2个学徒立刻走过来，3人合力将这块重达200斤的石料搬上了切石机器。张文轩拿起粉笔，在石料上仔细画了一道线。刘师傅，开始吧。滋滋滋，机器运转，砂轮旋转，开始切割着原石石料。四周的众人都情不自禁地安静下来。张文轩，放弃吧，你不可能突破1000万大关的。程宇航戏谑道。张文轩瞥了他一眼，如果我是你，就会闭上嘴，免得等会儿被打脸。程宇航口中嗤笑，真是好大的口气啊，看来你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那我们就拭目以待吧，我倒要看看你怎么突破1000万大关。砂轮切割的声音还在继续，突然就在这个时候，一道惊呼声响起，出狱了，似乎还是极品玉石。什么？此话一出，如同是往一个湖泊里面投入了一枚深水炸弹，顿时掀起了万丈波涛。所有人都纷纷看过去，只见石料上被切割出的缝隙，里面一抹晶莹剔透的翠绿之色清晰可见。那翠绿之色如同是春天树枝上生长出来的嫩芽，带着春意与生机，晶莹剔透的色泽瞬间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轰！现场沸腾，程宇航面色巨变，这不可能！他口中失声惊呼，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周云山与黄明2人精神一振，眼神里面流露出不可思议的神色。很快，整块原石石料终于被彻底切割开来，里面玉石的真容也完全呈现。当看清楚玉石的真容后，所有人都忍不住倒吸凉气。好大一块极品翡翠玉，这块原石石料里面竟然大半都是玉石。这块极品翡翠玉的重量至少都在100斤以上，少说可以打造200件玉器。黄明激动的身体都在颤抖。鉴识大会的工作人员也被吓了一跳，他从业这么多年，见过不少的玉石，但如此巨大的极品翡翠玉也没见过几次，这简直是价值连城好。孙雅有些失态的惊喜喊出声，他忍不住一把抱住旁边的张文轩，脸上满是激动与喜悦。如此巨大的一块极品翡翠玉，这绝对是价值连城的重宝。各位，谁愿意来给这块极品翡翠玉估价？孙雅语气高昂道。他因为太过于激动，浑然没有注意到自己的动作不太对劲。好家伙！面对突然送上门的福利，张文轩忍不住吃了一惊，感受着从手臂上传来那柔软的触感，他心中啧啧称奇。虽然外表看上去孙雅并不大，但实际上是因为衣服宽松的原因，此刻紧贴之下才能感受到孙雅居然是隐藏的巨乳。身边美人散发着淡淡的体香，张文轩甚至能感知到孙雅身上的体温。这舒适的感觉让他心中不由得感慨，自己这位老板还真是大方，动不动就发福利，实在让人把持不住。500万！有人兴奋喊出了这个数字。哗！他的话让众人震惊，但却没有人反驳。如此极品的巨大翡翠玉实属难得，最关键的是这么大体积的情况下，还能保持每一寸玉身都十分完美，这才是最为难得的。是啊，这么巨大的极品翡翠玉，至少可以制作出超过200件极品玉器。愚蠢，这么完美的极品翡翠玉怎么能用来切割？如果能够将这块极品翡翠玉打造成为一件玉雕，那绝对是稀世珍品。整个鉴识大会现场都炸开了锅，众多人都在神情激动地讨论着，能够亲眼目睹这样稀世玉石的面世，对于众人而言也是一件值得喜悦的事情。人群里面唯独只有一人满脸阴沉，程宇航此刻脸色难看到了极致，他显然无法接受。作弊！张文轩一定是作弊了，他一个刚入行的新人，怎么可能取得这样的成绩？上千块原石石料里，他刚好就挑中了这样的石料，他一定是用了作弊的手段。程宇航神情激动道。这他话音落下，刚才还议论纷纷的众人神情都有些怪异起来。张文轩嗤笑一声走出来，程老板，你这话是什么意思？我难道就不能是运气好这才选中的吗？亦或者靠实力？程宇航嗤之以鼻，简直是胡扯，你一个新人怎么可能有这样的实力？什么运气也是假的，别人为什么没有好运气，偏偏你有？而且你在解释之前特意跟我立下赌约，你现在已经提前知道自己可以过1000万大关，你分明就是作弊了。张文轩笑了，这么说来，你认为我提前跟鉴识大会的官方沟通过，
让他们特意安排了食料给我作弊。没错，除了这个解释之外，还有程宇航的话还没有说完，猛然这才反应过来自己说错了话。大，一道脚步声响起，随后一个中年男人的声音随之出现：程总，你这样的话可不能乱说，我建识大会一直以来都秉持着公平公正的原理，绝对没有任何人可以提前得知原石食料内部的情况。张先生能够取得今天的成绩，完全是靠他的个人能力，我不允许有人污蔑造谣。话音落下，人群便自动分开。赵会长，众人纷纷让开了一条路。黄明走到张文轩面前，他压低声音：张先生，这位是我们上江玉石协会的会长赵英华。程宇航额头上滴落下来一滴冷汗。赵会长，我没有任何质疑大会公正性的意思，我只是一时糊涂，我收回刚才那句话。赵英华面色平静，建识大会一直都是公平公正，不会偏袒任何人或者公司。是，刚才是我误解了。程宇航连忙解释，他脸色相当难看。张文轩笑着走上前，而这个时候建识大会的工作人员也将他的成绩统计出来。张文轩，你原石食料已经全部解完，总价值为1320万，当前个人排名第一位。大屏幕上榜单也随之发生了变化，原本个人排名在第一位的人发生了变化，替换成了张文轩的名字。与此同时，孙雅的公司也排名上升，从10几名直接提升到了第10名的程度。1320万，这个数字让人惊讶不已。众人看向张文轩的目光都满是惊叹，所有人的神情都已经发生巨大的变化，原本的质疑和嗤笑早已经消失得干干净净，取而代之的则是惊叹与羡慕。1320万的数字冠绝群雄，没什么比真实的数字更有信服力，让人挑不出任何的毛病。长江后浪推前浪啊！众人感慨。张文轩面带笑意，他径直走向程宇航：程老板，我们之前的约定还作数吗？此话一出，程宇航神情瞬间僵硬，当着所有人的面被张文轩给打脸，这是真正让他愤怒。感受着四周众人看向他那戏谑的目光，程宇航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被一个无名小卒打脸，简直是丢人丢到家了。张文轩，没想到你居然有着这样的实力，你根本是故意扮猪吃虎。程宇航咬牙切齿，呵呵。张文轩口中轻笑，我可从来没有说过自己不行，我一直都表现得很自信，否则的话也不会跟你立下赌约，是你们自己不相信我的。这话让程宇航顿时哑口无言，仔细想来的确是如此。好，连续说了3个好字，足以可见程宇航心中的怒火已经到了什么样的程度。我真是小看你了，不过你不要得意的太早，这笔账下次我会讨回来的。程宇航咬牙切齿，说完他转身就要离开。等等，你似乎忘了什么，按照赌约约定，你要给我1320万，难道想要赖账吗？张文轩叫住了程宇航。孙雅站出来支持，张先生说的没错，赌约既然立下，那当然就要履行。程宇航，今天当着所有人的面，难道你想要赖账不成？程宇航眼神有些慌乱，你们胡说八道什么？我只是忘了而已。1320万不是什么小数字，哪怕他有着上亿的身家，一下子拿出这笔钱来也要伤筋动骨。一想到要拿出这么多钱来，程宇航的心都在滴血。好你个张文轩，你居然算计我！程宇航心疼到了极致，内心的怒火如同喷发的火山一般澎湃。张文轩双手抱胸看着程宇航，现在当着这么多人的面，除非程宇航彻底不要脸了，否则的话他不可能赖账。四周众人的目光都看向程宇航，程宇航见状明白自己不可能赖账，于是他只能紧咬着牙，然后给张文轩的银行账户转账1320万过去。钱我已经转给你，今天的事情我记下了，等下次有机会我一定找你再较量。丢下这句话狠话，神情阴沉的程宇航目光冰冷，他没有再停留，他转身便带着自己手下的人回去自己的位置，身形看上去万分狼狈。众人见状随即也各自离开了，一场闹剧似乎就这么暂时落下帷幕。这时孙雅走过来，当走到张文轩的面前，他深深给他鞠了一躬。张先生，十分抱歉，之前是我误会了你，没想到张先生的能力达到了这样的程度，是我有眼不识泰山，还希望张先生能够谅解。孙雅的脸上有着歉意，刚赚了1320万，此刻的张文轩心情大好，自然不会计较之前孙雅的不信任。孙小姐不用道歉，换了我也会这么怀疑的。对了，这些玉石你还要吗？张文轩。孙雅毫不犹豫地点头，当然要，1320万我马上就转给你。好。张文轩心中狂喜，整个人激动无比，一场见识大会直接让他赚了2640万，这简直就是一夜暴富。2天前他还只是一个苦逼打工仔，现在直接翻身农奴把歌唱。爽！
张文轩心中别提有多激动了，脸上的笑容都快控制不住。很快，今天的鉴识大会便已经结束了。孙雅的公司拿下了第10名的成绩，虽然张文轩的个人成绩在第1位，但奈何周云山的成绩太拉胯，以至于总排名上不去。周云山见状，神情有些尴尬，只能老老实实当个透明人。3位，今天的鉴识大会辛苦你们了，我已经在5星级饭店订好了包厢，等会儿便为3位庆功。孙雅微笑着道。他虽然嘴上说着3位，但目光却在张文轩的身上，看向张文轩的眼神里面有着浓浓的异彩，对此周云山与黄明两人没有表现出任何的不满。张文轩展现出来的能力足够强大，今天完全就是他力挽狂澜。我没问题。张文轩笑着点头。有人请客5星级饭店吃饭，他自然不会拒绝。半个小时后，一行人从鉴识大会里面走出来，他们一行人来到停车场，这才发现程宇航也在这里，对方明显在等待什么。见着一行人出现，他的目光立刻落在了张文轩的身上。孙雅皱着眉头，马上挡在张文轩的面前。程宇航，你想要干什么？程宇航脸上有着冷意。小雅，你还真是给了我一个惊喜啊，没想到你不声不响居然请来了这么一个高手。孙雅面带警惕。我怎么做事还不需要你来教我，你管好自己就行了。呵呵。程宇航只是冷笑了2声，他随后看向了张文轩。张文轩，你只会躲在女人的身后吗？张文轩翻了翻白眼，然后从孙雅的身后走出来。程老板，你该不会是反悔了，想要将钱要回去吧？张文轩语气阴阳怪气。程宇航黑下了脸，我还不至于做这种事。张文轩，我在这里等你，只为了一件事。张文轩心中警惕起来。什么事？今天的事情只是你运气好而已，我并不服气，所以我想跟你再赌一把。这次的内容依旧是你最擅长的赌石，明天这个时候我们再来鉴识大会，然后我们各自挑选10块原石石料，最终看谁的总价值更高。如果你赢了，我再给你1000万；如果你输了，那你学3声狗叫就可以了。程宇航双手抱胸。孙雅闻言神情愤怒。程宇航，你这赌约根本不公平。程宇航微笑着。小雅，我没有在跟你赌，我只是在跟张文轩玩而已。张文轩，你不是自认为自己鉴识能力很强吗？那就接下我的挑战吧。周云山与黄明两人连忙走过来。张先生，千万不要答应，这显然是程宇航的阴谋。两人都不约而同地劝解道。张文轩微微眯着眼睛，他脸上露出笑意，语气毫不犹豫。我拒绝。此话一出，程宇航神情有些僵硬。张文轩，难道你不敢跟我赌吗？你不是对自己的能力很自信吗？程宇航试图用激将法。呵呵。张文轩心中直翻白眼，他在社会底层摸滚打爬了好几年，脸面这种东西他早就丢掉了。激将法这种把戏对他完全是没用的。虽然他对自己的天眼有着绝对的自信，程宇航许诺的1000万对他而言也有着很大的吸引力，但今天出的风头已经足够巨大了，木秀于林风必摧之的道理他很清楚，太过于扎眼未必是好事，因此接下来他打算换个行业玩一玩。想到这里，张文轩道：我不是傻子，明知道你设下陷阱还跟你玩，你自己慢慢玩吧。孙小姐，我们走吧。孙雅露出了笑意，张文轩的回答很合他的胃口。好。一旁的周云山与黄明两人也忍不住笑了起来。4人很快就离开了，留下程宇航一人在停车场里面神情阴沉。砰！他忍不住狠狠一拳捶在旁边车的引擎盖上，发出一道沉闷的巨响。张文轩，你别太得意，我总有让你无法拒绝的办法，还从来没有人让我这么丢脸，我这个仇我早晚要找你清算。程宇航咬牙切齿，语气里面的愤怒与恨意浓郁到了极致。半个小时后，上江饭店，张文轩几人来到包厢内坐下，一桌琳琅满目的菜肴很快端上来。5星级饭店的厨师手艺果然是非同凡响，一份份菜肴色香味俱全，仅仅只是闻着味道就让人胃口大开。4人一边吃饭一边聊天，饭桌上的氛围十分和谐。张先生，我敬你一杯。今天张先生的表现真是让我大开眼界，真是长江后浪推前浪啊。周云山笑呵呵地举起酒杯，张文轩轻笑着，两人对碰酒杯后轻抿一口。周老客气了，我只是刚入行的新人而已，在见识方面依旧有很多不懂的地方，以后还要请2位前辈多多指点才是。他的话让周云山与黄明两人都笑出声来，显然都不认为张文轩真的是什么新人。张文轩见状没有解释什么，他就知道这句话肯定不会有人相信。如果让这2人知道自己昨天晚上还在网上搜索见识的基础知识，不知道这2人会是怎样的想法。孙雅这时插嘴过来，她面带轻笑。张先生的见识能力放眼整个上江都已经是首屈一指的存在，我所经营的玉石公司正需要张先生这样的高手，不知道张先生有没有兴趣加盟。孙雅抛出了橄榄枝，看向张文轩的目光有着期待。
张文轩略微思索，然而却摇了摇头。孙小姐，十分抱歉，我个人对于剑石并没有太多兴趣，不想让其成为我的主职业。啊！此话一出，不只是孙雅，连周云山与黄明都忍不住愣了一下。张先生，这是为什么？你的剑石能力明明那么出色。黄明满脸不解。张文轩只是笑了笑，没有解释太多。他道：我感谢孙小姐这2天帮了我不少忙，所以我可以答应以后每年为孙小姐剑石几次，但加盟就免了。后面我准备去尝试其他的行业，只能让孙小姐失望了。张文轩这话说出口，饭桌上的气氛瞬间有些凝固。孙雅闻言，她深深看了张文轩一眼，眼见着他真的没有加盟的想法，孙雅心中只能无奈叹息。好吧，既然张先生心意已决，那我便不强求。有着张先生后面那句话，那我也就放心了。以后每届的剑石大会，到时候还请张先生多多出力。张文轩毫不犹豫地点头，没问题。1年1次这样的赚钱机会，他怎么可能拒绝呢？饭桌上的氛围很快重新恢复了。酒过3巡，菜过5味，周云山与黄明2人轮番给张文轩敬酒，在2人热情的态度之下，他也不好拒绝，不知不觉间就喝了好几杯。不行不行，我不能再喝了。张文轩满脸通红，浑身上下都散发着酒气。哥，他忍不住打了一个饱嗝，神态上已经有着几分醉意。看着张文轩不胜酒力，孙雅不由得抿嘴轻笑。看来张先生的酒量不如剑石能力那么出众。周云山与黄明都忍不住轻笑。张文轩有些无奈，他的酒量其实不差的，但架不住3个人轮番给他灌酒，这谁顶得住啊？孙雅很快起身出去结账，张文轩则是在周云山与黄明2人的搀扶之下走出了饭店。在醉意的笼罩之下，张文轩只感觉走路都有些晃悠，要不是2人搀扶着他，恐怕他现在已经摔倒在地上。孙雅结账完很快走出来，看着走路都不稳的张文轩，他主动道：之后由我将张先生送回去吧。周老、黄老，你们2位就先回去吧。好。2人互相对视了一眼，都从对方的眼神里面看到了笑意。2人将醉酒的张文轩交给孙雅。张文轩身形有些晃晃悠悠，看着孙雅居然过来搀扶自己，他不由得吃了一惊。孙小姐，这恐怕有些不太好吧？张文轩忍不住后退了一步，他这一退差点没摔倒。孙雅迅速上前搀扶住了他。张先生客气什么？我又不是什么闺中少女，没什么不好意思的。说话之间，他已经将张文轩搀扶起来，2人的身体顿时亲密接触在一起。此刻正值9月炎炎夏日，2人身上的衣物都十分单薄，在这种亲密搀扶的姿势下，张文轩甚至能够感受到孙雅身上的温度，好软。头一次与这样一个大美人亲密接触的张文轩顿时脸色有些红了起来，幸好他现在本就是醉酒状态，因此看不出任何的异样。感受着身边孙雅身上传来的温度与淡淡体香，张文轩不由得有些心猿意马起来。特别是此刻孙雅正抱着他的手臂，那饱满的山峰顿时紧贴在他的身上，惊人的柔软触感让张文轩有些流连忘返。他连忙制止自己这种想法，免得等会儿自己出了丑。但越是在意，身边美人的诱惑反而是愈发的浓郁。操，这不是挑战我的软肋吗？张文轩心中欲哭无泪，他忍不住转过头偷偷看了孙雅一眼，这才发现孙雅的脸上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飞起一团红晕。张先生，你还能走路吗？孙雅语气有些不太自然。原本他是出于感谢才想要将喝醉酒的张文轩搀扶回去，但上手才发现2人亲密接触时带来的异样感让他浑身不自然，头一次与男人如此亲密接触，孙雅整个人都忍不住绷紧了身体。见着孙雅那略显害羞的姿态，张文轩忍不住多看了几眼，他连忙强行站稳身体。不好意思，我们现在就回去吧。好。孙雅面色绯红的点头。2人晃晃悠悠来到地下停车场，孙雅将张文轩送上车坐下，他这才大大的松了一口气。轰隆隆，引擎轰鸣声在地下停车场内响起，孙雅一脚踩下油门，跑车很快行驶而出，最终彻底消失在街道的尽头。一路将张文轩送回了小区，孙雅慢慢搀扶着张文轩回到家里，他将张文轩放在了沙发上，起身后这才发现自己已经满身大汗。张文轩的体重着实不轻，一路搀扶着他回来，差点没将孙雅累趴下。张文轩见状，他道：孙小姐，你在我家好好休息一下再回去吧。孙雅神情有些尴尬，她看了一眼自己有些狼狈的模样。我能在你家洗个澡再回去吗？此刻的孙雅满身大汗，大量的汗水打湿了她身上的衣服，以至于紧贴在身体上，将近乎完美的身躯曲线都勾勒了出来。没问题，浴室就在那边，里面的东西你都可以随便用。张文轩目光有些火热。谢谢。孙雅点头，她连忙转身走去浴室。张文轩的目光太火辣了，让他着实有些受不了。客厅内，张文轩整个人四仰八叉地躺在沙发上，没一会儿的时间，
他听到了对面浴室里外面传来的细微流水声，这流水声就如同魔鬼的低语一般。一想到孙雅此刻就在浴室里面洗澡，张文轩不由得有些想入非非起来，简直是魔鬼的诱惑。我张文轩可不是那种偷窥女人洗澡的渣男。张文轩强忍着想要打开天眼偷看的欲望，刚才一路从外面回来，他现在醉酒状态已经稍微恢复了一些。听着浴室里不断出来的声音，这声音如同时髦抓一般，让人心痒难耐。张文轩忍不住深吸一口气，强行压下自己想要打开天眼透视的欲望。时间很快过去了，天知道他这半个小时到底是怎么过来的。对面浴室里就是一个大美人在洗澡，而他只需要打开天眼就可以欣赏到美人洗浴的画面，这要是换了一个男人，恐怕都已经忍不住了。没一会儿的时间，已经洗完澡的孙雅终于从浴室里出来。张先生，我公司那边还有事，就先回去了，等下次有空我们再出来喝茶。洗完澡的孙雅已经重新恢复了都市丽人的状态。好，张文轩点头，然后目送着孙雅离开。等到孙雅的身形彻底消失，张文轩终于是大大的松了一口气。很快，一股浓重的睡意也席卷而来，张文轩再也忍不住，直接一头睡了过去。次日，等到张文轩重新醒过来的时候，已经是第二天早上。明媚的阳光从窗外照耀进来，落在他的脸上，他起床伸了一个懒腰，原本的醉意与头晕脑胀已经一扫而空。嘟嘟嘟，这个时候电话铃声响起，张文轩拿起一看，赫然是银行打来的电话。您好，张先生，您在我行的个人存款已经达到2640万，我们已经自动为您升级成为白银级 VIP 用户。客服小姐姐声音甜美道。听着客服小姐姐的提醒，张文轩这才想起来自己现在已经发财了。挂断了电话，张文轩立刻翻看短信，果然自己那2640万已经到账。张文轩顿时忍不住心中的激动与喜悦。2640万，这是以前的我哪怕干上一辈子都无法赚到的钱，而这仅仅只是一个开始而已，以后我可以赚到更多的钱，2亿、20亿，甚至更多。张文轩满脸笑容，他哼起了得意的小曲。这一切都要归功于自己的天眼，仅仅只是2天时间，就让他这个社会底层打工仔蜕变成为千万富翁。开挂的感觉就是爽啊，怪不得游戏里面那么多人喜欢开挂。张文轩笑着，他哼着小曲来到小区楼下的面馆，随意点了一碗牛肉面。老板，再给我加2个蛋。张文轩大声道。现在有了钱，哪怕是吃面他都得加2个白鸡蛋不可。吃过了早饭，张文轩离开了小区。如今有了钱，是时候该买车了。车可是男人的第2个老婆，不能不买。张文轩眼里有着期待。如今他的总资产已经超过2650万，普通10几万的低端车已经入不得他的眼了，怎么也得开100万级别的豪车吧。等等，我记得刘雪就在一家 5S 店里做销售，不如……张文轩嘴角勾勒出笑容。富贵不装逼如锦衣夜行，如今自己算是真正有了钱，是时候该去打刘雪那个贱女人的脸了。刘雪那个女人之前为了钱抛弃了我，不知道现在看我发了财，她会露出什么样的表情。张文轩脸上满是好奇，同时内心涌现出一股大仇即将得报的快感。他打了一辆出租车，然后直接朝着刘雪所在的 5S 店而去。10分钟后，出租车在一家宝马 5S 店的门口停止下来，车门打开，张文轩从车上走下来，他直接大摇大摆地走进 5S 店内。整个 5S 店的装修十分高端大气上档次，能够摆放在这里的车最差都要价20万。如果是以前的他，连踏入这里的勇气都没有。现在的情况已经完全不同，他可以毫无顾忌地进入这里。刚进入 5S 店，张文轩便看到了刘雪的身影。刚好这个时候，刘雪也看到了张文轩。张文轩，你来这里干什么？刘雪面色一变，她心中暗道一声不好，似乎没想到张文轩会找到这里来。她马上道：我警告你别在这里闹事，我们既然已经结束了，那你就别再打扰我的生活。听着刘雪的话， 5S 店里的其他销售员目光都不由得看了过来。现在还是早上9点， 5S 店也是刚刚开门而已，硕大的店内没有一个客人，所有的销售员们都非常空闲。咦，那个人不是刘雪的男朋友吗？我记得以前他经常来接刘雪下班过。一销售道，显然是认出了张文轩。其他人也都认出了张文轩，脸上神情怪异。听刘雪的意思，他们似乎分手了。啧，看来这个男人不死心啊，居然都追到这里来了。之前那销售微微皱眉，我记得他们的关系一直相当不错吧，怎么会突然分手了？谁知道？旁人耸了耸肩，一群销售员都议论纷纷起来，不约而同地看起了好戏。刘雪满脸不悦地看着张文轩，对于张文轩追到 5S 店来的行为，她相当不高兴。她找这么一份好工作可不容易，如果被张文轩搅黄了，那岂不是倒大霉？张文轩，有什么话我们出去说，你别闹事。刘雪尽量安抚着张文轩的情绪。
张文轩听着刘雪的话，眼见着对方那恨不得自己马上消失的态度，张文轩眼里的目光不由得十分冰冷。刘雪，你似乎误会了什么，我今天来可不是为了你，我是过来买车的。张文轩表情戏谑。买车？刘雪听到这句话，整个人忍不住直接笑出声来，仿佛是听到了世界上最好笑的笑话一般。买车？凭你张文轩也能买车？你一个月不过几千块钱，这里是你这种穷鬼配来的地方吗？刘雪毫不掩饰自己话语里面的讥讽和鄙夷。张文勋不由得笑了，刘雪越是嘲讽，他就越是高兴，因为只有这样，等会儿打脸的时候，刘雪的脸色才会更加精彩。我能不能买得起，不需要你来评价。我既然是客人，那就应该有人来接待我。你们这家 5S 店就这么不懂待客之道吗？你们经理在什么地方？让他出来，我要投诉你们。张文轩丝毫没有客气的意思。眼见着张文轩居然拿着鸡毛当令箭，刘雪忍不住大怒。张文轩，我警告你别在这里捣乱，我们已经和平分手，你不要再来缠着我。刘雪呵斥着。张文轩简直都要气笑了，这刘雪简直是无耻至极，居然有脸敢说他们两人是和平分手，当真是当婊子还要立牌坊。其他的销售员看着这一幕，一个个都纷纷抱起胳膊准备看好戏。不过就在张文轩准备反击的时候，一道熟悉的声音忽然传来。文轩，你怎么在这个地方？这声音十分熟悉，张文轩转过头一看，只见来者赫然就是李冰兰。冰，张文轩吃了一惊，他刚刚想要开口喊人，李冰兰已经快速的走过来。他几步上前，然后十分亲昵的抱住了张文轩的手臂，整个人都亲密的贴了上来。此刻炎炎夏日，李冰兰身上的衣服可谓是十分单薄，他这么一抱上来，张文轩顿时感觉到两团柔软的东西挤压在了自己的手上。好大，好软。张文轩脑海里不由自主想起那天浴室里面所看到的场景，那浑圆饱满的山峰可谓是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文轩，别愣着了，咱们今天不是还要约会吗？我们走吧。李冰兰甜美的笑着，说着便要拉着张文轩离开。张文轩这个时候还没回过神来，他被李冰兰这突如其来的举动惊住了。对面的刘雪也是微微一愣，随后便是大怒。李冰兰，你不是张文轩的房东吗？你们两个是什么时候在一起的？刘雪先是一愣，随即便是怒火中烧，特别是看着眼前两人亲密的样子。李冰兰脸上有着笑容。就在你们分手之后，其实我喜欢文轩已经很久了，只不过他一直有你这个女朋友，我只能默默祝福你们。没想到前几天你居然跟文轩分手，既然你无法给文轩幸福，那我自然就当仁不让。李冰兰说出这番话的时候，脸上还有着温柔的笑容。哗！不远处那群正在吃瓜的销售员们都沸腾起来，一个个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大瓜，世纪大瓜，这个世界有些太魔幻了吧？我记得那个男人似乎只是普通的上班族而已，他居然能够得到这样美人的青睐。是啊，那个女人这么漂亮，怎么会瞎了眼看上那个男人？简直是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他到底有什么好的？还是说那个男人有我们不知道的长处？一群吃瓜销售员不由得议论纷纷起来。刘雪也是震惊无比，她没想到自己刚刚甩了张文轩，居然就有这么漂亮的李冰兰主动贴上去。虽然她对自己的容貌与身材有着自信，但也仅仅只是普通人当中算出众而已。此刻跟李冰兰这样真正的美人比起来，双方简直不是一个层次。李冰兰，你瞎了眼吗？你居然看上张文轩这个废物！别以为你可以糊弄过我，我根本不相信。刘雪又惊又怒。李冰兰微微一笑，随后当着所有人的面，只见她微微踮起脚尖，然后在张文轩的脸上亲吻了一下。现在还有疑问吗？李冰兰神情略微带着几分戏谑。刘雪惊呆了，直接呆若木鸡。张文轩也有些傻眼，没想到李冰兰突然做出这样的举动。突然他感觉腰间一疼，低头一看，原来是李冰兰在掐他。李冰兰凑到他的耳边，压低声音道：笨蛋，我可是牺牲这么大给你长面子，快点好好配合我。听着李冰兰这么说，张文轩终于是反应过来，他心中惊讶，李冰兰居然会这么做。张文轩很快调整过来，虽然眼下的情况跟他预想中的打脸计划有着细微的出入，但既然李冰兰都做了，他总不可能背刺自己的队友吧。宝贝，我今天是过来买车的，上次你不是抱怨车子太差吗？今天我准备再买一辆。张文轩微微笑着，十分自然地伸手抱住了李冰兰那纤细的柳腰。女人的腰十分敏感，张文轩的动作让李冰兰的身体都忍不住僵硬了一下。她有些气恼，自己好心帮张文轩这家伙长面子，没想到这家伙居然趁机占自己的便宜。好你个张文轩，还真是胆子大了，看我怎么整治你。买车？好啊，我听说宝马 X6 不错，就买那辆吧。李冰兰露出狡猾的笑容，她原本只是想要通过这句话来警告张文轩别乱来，然而让李冰兰没想到的是，
张文轩居然直接答应下来。宝马 X6， 没问题。说话之间，张文轩搂抱着李冰兰直接走进 5S 店的深处。刘雪咬牙切齿地看着这一幕，特别是看着张文轩与李冰兰两人打情骂俏的时候，她心中的愤怒更是如同火山爆发一般。张文轩，你简直是欺人太甚！你们两个狗男女今天过来到底是什么目的？刘雪咬牙切齿。呵呵，张文轩脸上戏谑笑着，我不是说了吗？买车啊，赶紧过来给我介绍一下车辆的参数。你作为销售员愣着干什么？小心我投诉你！刘雪面露凶光，脸上的神情愤怒到了极致。如果目光可以杀死人，她现在就恨不得将张文轩千刀万剐。好，我倒要看看你张文轩买不买得起。刘雪英沉着脸色走过来，带着张文轩一路来到了 5S 店的最深处，只见一辆宝马 X6 赫然就停放在这里。愣着干什么？给我介绍一下这辆车吧。张文轩戏谑道。刘雪强忍着怒火，张文轩，你不要欺人太甚，你知不知道这辆宝马 X6 到底多少钱？凭你的工资，哪怕干上一辈子你也买不起这辆车。呵呵，张文轩口中嗤笑着，我买不买得起由你来断定吗？你们这家 5S 店就是这么做生意的。经理呢？让你们经理出来。张文轩顿时大吵大闹起来。刘雪看着他的举动废都要气炸了，他算是看出来了，张文轩这个废物今天就是过来捣乱的。张文轩吵闹的声音很快惊动了 5S 店的经理，很快一个中年男人便快步走出来。先生，我是这家 5S 店的店长李明，请问有什么需要帮助的？李明脸上有着微笑，他十分客气地走上前来。张文轩眯着眼睛，你们 5S 店这个销售员态度非常差，我让他给我介绍一下这辆宝马 X6， 他不介绍也就罢了，反而还对我恶语相向。李明文言不由得皱眉，目光也看向了刘雪。刘雪，这是怎么回事？你就是这么接待客人的吗？刘雪急了，她连忙解释，经理，事情不是这样的，这家伙是我的前男友，他不过只是一个月薪6000的打工仔而已，他根本就买不起车，他今天来到这里的目的就是为了过来找我的麻烦。李明眉头皱得更紧，他看向张文轩与李冰兰两人。张文轩轻笑着，刘雪，我早就跟你分手了，今天来到这里的目的可不是为了专门找你麻烦，你作为销售员就应该给我介绍，退1万步说，哪怕我真的买不起，难道你就可以恶语相向了吗？你们这家 5S 店开门做生意就是这么对待客人的，我只是要求你提供正常服务，这有什么问题？李明轻轻点头，如果只是正常要求，那当然没有任何问题。刘雪，不要怠慢了客人。刘雪闻言神情阴沉无比，她咬牙切齿，心中的怒火如同火山喷发一般。愣着干什么？还不快给我介绍！张文轩毫不客气。刘雪语气僵硬，随后给张文轩介绍这辆宝马 X6 的性能。不过他刚刚开口，便又被张文轩呵斥，你的表情也太僵硬了吧，作为销售员，你难道不应该微笑服务吗？你这一脸愤怒且恨意的表情是要干什么？要杀了我吗？张文轩不依不饶，刘雪肺都快气炸了。面对张文轩的刁难与羞辱，他恨不得现在就扑上去跟其同归于尽，但一想到他好不容易才找到这份 5S 店的高薪工作，如果就这么丢了，想要再找到同等待遇的可就相当困难。我忍。刘雪强忍着怒火，脸上勉强挤出一个比哭还要难看的笑容来。张先生，我们店内这辆宝马采用。刘雪微笑着详细为张文轩介绍着这辆宝马 X6 的性能参数。其他的销售员看着这样的情况，一个个都忍俊不禁。刘雪这女人平日里面趾高气昂，没想到现在居然被自己前男友收拾了，真是笑死人，我早就看她不爽了，这女人整天一副眼高于顶的样子。一群销售员指指点点，话语中的语气都全是幸灾乐祸。刘雪听着四周其他销售员的议论声，脸上的神情更加难看了，她只感觉万分屈辱，恨不得现在就找个地缝钻进去。张文轩此刻心中狂笑，他欣赏着刘雪这憋屈的表情，简直比大热天喝了一瓶冰可乐还要爽。还有什么是比看着敌人吃瘪更爽的事情？特别是此刻一边看着刘雪吃瘪，怀中还能抱着李冰兰这样的美人，简直就是人生巅峰，其快乐不亚于2天前自己赚了第一个100万的时候。刘雪很快将宝马的参数介绍完，她咬牙切齿，张文轩，现在你满意了吧？今天你对我的羞辱我记下来了，别以为我会放过你。刘雪咬牙切齿，呵呵。对于刘雪的威胁，张文轩心中嗤笑，如果是以前他还会在意一下，但现在两人之间的实力已经是天壤之别，天上翱翔的巨龙又怎么会在意地上蚂蚁的威胁？你的依仗就是王东对吧？你放心，你们这对狗男女我一个都不会放过。看来他并没有告诉你有关于我的事情，这么看来你们之间的关系并没有那么亲密啊。张文轩戏谑笑着。什么？刘雪忍不住吃了一惊，
有些不明白张文轩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这个时候，一旁的5S 店经理李明微笑着走过来：“先生，我们这辆宝马 X6不知道您觉得怎么样？今天我们店内刚好是1周年促销，如果现在购买的话，我们还赠送1年免费的汽车清理保养。”李明道。张文轩满意的点头，他刚想说话，刘雪已经嗤笑着开口：“经理，您别高看这家伙了，他不过只是一个屌丝而已。别说这辆宝马 X6了，他甚至连一个车轱辘都买不起。”刘雪毫不掩饰自己话语里面的讥讽。李明没有说话，而是静静地看着张文轩，直觉告诉他，眼前这个年轻人并非刘雪话语中那样。面对刘雪的讥讽，张文轩嗤笑出声来：“刘雪，30年河东30年河西，现在的我已经不一样了。不就是一辆宝马 X6 吗？我今天还真就能买下来。”张文轩道。此话一出，刘雪顿时大笑起来，好像是听到了什么好笑的笑话一般。一旁的李冰兰也吃了一惊，她连忙压低声音道：“张文轩，你别冲动，这辆高配宝马 X6 落地价100万整，哪怕首付都要30万，你买不起的。”李冰兰没想到张文轩这么冲动，她连忙劝解。然而张文轩依旧面带笑容，他没有争辩什么，而是直接拿出了银行卡：“李经理，麻烦帮我办理手续吧，这辆高配宝马 X6 我要了。”张文轩大手一挥，直接全款。李明微微一笑：“没问题，我马上为张先生办理手续，请跟我来。”在李明的热情邀请之下，张文轩与李冰兰来到不远处的休息区坐下。没一会儿的时间，李明便拿来了一连串的购车文件。哗！不远处看好戏的那些销售员们都惊呆了，一个个都忍不住露出惊讶之色。不是吧，这个男人居然真的要买下来，而且还是全款。这辆高配宝马 X6 可是100万，他买得起吗？就算是首付都不行吧，何况是全款。这男人该不会是扮猪吃虎吧？看上去平平无奇，但实际上很有钱，否则怎么随便拿出100万来买车？众销售员都忍不住议论纷纷。刘雪则是惊疑不定，她很快冷笑了起来：“张文轩，没想到你居然玩这种打肿脸充胖子的把戏，等会儿你付款失败的时候，我看你怎么解释。”刘雪冷笑着讥讽张文轩，轻笑着：“这就不需要你操心了。”说话之间，他目光在不远处那群销售员身上扫过，最终落在了一个身材娇小的女销售员身上。这人看上去也就是17、18岁的样子，估计才高中毕业不久出来实习。“喂，麻烦你过来指点我签这些文件。”张文轩指向那人。那女实习销售愣了一下，神情有些犹豫不决，但最终还是小跑过来：“先生，请问需要什么帮助？这些文件该怎么签？你帮我看一下。”张文轩道。“啊！”女实习销售愣了一下，这些文件不是很简单吗？她没有吐槽出来，履行自己的职责，手把手给张文轩解释这些文件的条款。“小月，你解释这些没用的，无非只是浪费时间而已。这家伙根本买不起这辆车，他这是在故意耍你。”刘雪戏谑嗤笑。张文轩直接给他怼回去：“不会说话就闭嘴，没人把你当哑巴。”“好好好，张文轩，我倒要看你等会儿刷卡付钱的时候怎么装。”刘雪咬牙切齿。李冰兰全程目睹了这一幕，她有些无语，心中想着张文轩是不是太冲动了。“张文轩，你到底在搞什么？等会儿你要是收不了场，可别指望我帮你解决。”李冰兰凑到张文轩耳边低语。两人的距离十分亲密，张文轩甚至能从李冰兰的身上闻到一股淡淡的异香，这莫非就是李冰兰的体香？之前孙雅的身上也有，两人身上的体香味道有着细微的不同。体香果然是美人的标配啊。他转过头去道：“冰兰姐，你就放心吧，今天的事我会处理好。”“你怎么处理？你有这个实力吗？”李冰兰有些着急。张文轩内心笑着，他刚想说话，猛然之间发现两人的姿势不太对劲。李冰兰有些太靠近他，以至于衣领下的春光都展现在了他的视线里。以他这个角度看过去，那禁区内的春光简直是一览无余。高耸的山峰一下子牢牢吸引了他的目光，让其挪不开眼睛。美人衣服下的风景无限美好，相比于用透视能力来观看，在这样的情况下偷看更加让人心动。可惜这个时候，女实习销售走过来打断了他。购车手续很快准备好，张文轩将所有的文件签名，紧接着就是最关键的一步，刷卡付款。女实习销售很快拿来了一台 POS 机，她语气有些紧张：“先生，请刷卡吧。”张文轩神情自然，拿出银行卡直接刷卡付钱。这一幕被所有人看在眼里。就在刘雪准备好大声嘲笑的时候， POS 机发出了一道清脆悦耳的声音：“嘟！”这一道声音响起，代表着支付成功。什么？刘雪瞬间面露震惊之色，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这不可能！你这张银行卡怎么可能支付成功？那银行卡里有多少钱我很清楚，里面怎么可能刷出100万来？
刘雪大惊失色，女实习销售也是惊了一下，没想到居然真的刷卡成功了。张文轩哈哈笑出声来：“刘雪，你对我的印象还停留在以前，但我很抱歉的通知你，我张文轩现在已经完全不一样了，区区100万罢了，对我而言又不是什么大数字，为什么刷不了？”刘雪蹭连续后退了好几步，脸上的表情精彩到了极致。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经理李明眼里惊异不已，他脸上笑容十分灿烂。多谢张先生选择在我们5S 店内购买，以后如果张先生还有其他的购车需求，请随时给我打电话。这是我的名片。李明微笑着将名片递过来，张文轩笑着收下，他似笑非笑。李经理，你们5S 店什么都好，但唯独销售员的素质有些堪忧。关于这一点，我希望你们好好优化一下，希望我下次再来购车的时候，不要再发生今天这样的事情。李明歉意道：“十分抱歉，是我们店培训不到位，后面我们一定会整改。”说到这里，李明立刻转过头去，他目光看向刘雪。刘雪心中咯噔一声，内心顿时浮现出不好的预感。李经理，他的话还没有说出来，李明便直接道：“刘雪，很抱歉的通知你，因为你的工作失误导致店内名声受到损失，从现在开始你被开除了，收拾你的东西准备离开吧。”什么？刘雪大惊失色。李经理，你听我解释。他又惊又怒，怒视着张文轩。张文轩，你居然害我！你这个狗男人简直不是好东西，你不得好死！张文轩哈哈大笑，刘雪那狗急跳墙的样子让其忍不住笑出声来。刘雪，你可没资格骂我，谁才是真正的人渣，你自己心里清楚。我还有事先走了，你自己慢慢享受吧。对了，我是这个叫小月的销售员接待我的，因此这辆车的提成就给他。留下这句话，张文轩大笑着离开了。他与李冰兰坐上车，一脚油门踩下去，引擎发出一阵咆哮声。张文轩的身影很快彻底消失在了刘雪的视线里面。刘雪当场抓狂：“张文轩，我是不会放过你的！”张文轩开车带着李冰兰回到小区内，两人从车上下来，李冰兰不停上下打量着张文轩，看着他一阵心里发毛。怎么了？张文轩忍不住后退了一步，想着是不是自己刚才占便宜太厉害，李冰兰要跟自己清算了。张文轩，你现在行了？你哪儿的100万？李冰兰皱着眉头，脸上的神情全都是疑惑。在他的印象里面，张文轩就是一个十分努力的普通打工人，挣扎于社会的底层，一个月工资6、7千块钱。这样的人在这座城市里面随便一抓一大把，但现在对方却能够挥金如土，100万级别的豪车说买就买，而且还是全款，对方哪来的钱？你该不会是做什么违法乱纪的事情了吧？李冰兰目光里有着质疑。面对李冰兰的目光，张文轩不由得哑然失笑。你在胡思乱想什么？我怎么可能做那种事情？只是最近换了工作，所以发了财而已。张文轩语气自信。是吗？李冰兰有些狐疑，不过考虑到两人的关系显然没有亲密到那种程度，他也就不好多问具体是什么工作。你自己把握着点，别进去了就行。李冰兰这么提醒了一句，随后便转身离开。张文轩看着对方离去时那凹凸有致的妖娆背影，忍不住有些心猿意马。真是个惹祸的女人。张文轩忍不住道。他坐上电梯回到家里，脱了衣服后便走进浴室里，舒舒服服地洗了个澡。好好清爽一下后，张文轩满脸舒畅地从浴室里走出来。爽！今天好好的报复了一下刘雪那个贱女人，不出意外的话，他肯定会去询问王东，不知道他们两个会不会打起来。张文轩嘴角忍不住勾勒出笑容。刘雪与王东的事情很快被他放下，他不打算一次就让这对狗男女完蛋，既然是复仇，那当然要好好享受才行。而且他目前也没有一次就让对方完蛋的能力。张文轩闭上眼睛，意识集中在了眉心的位置，很快一块奇异的空间出现在了他的感知当中。在这奇异空间里面，赫然存在着一团大约鸡蛋大小的灵气团。这团能量真的很像是传说中的灵气啊！那么问题来了，这团灵气到底有着什么样的作用？张文轩眯着眼睛。昨天结束了剑识大会后，他便跟着孙雅三人一起去吃饭，等到回来的时候已经是喝醉酒的状态，根本没时间研究灵气。现在终于空闲下来，他可以好好研究一下了。他小心翼翼地将意识探入泥丸宫，很快便触摸到了灵气。当意识与灵气接触的时候，一股奇异的感觉顿时传入了张文轩的心间。这种感觉相当奇妙，灵气在他的控制之下随着意识而流动。张文轩小心翼翼地操控着一丝灵气，然后慢慢离开了泥丸宫，来到自己的肉体当中。当这一丝灵气在肉体里面游动的时候，张文轩明显感觉到了清凉与舒适的感觉。好舒服啊！传说中灵气可是妙用无穷的，不仅可以强壮肉体，益寿延年，甚至还可以让人拥有着非凡的力量。不知道灵气是不是真的这么玄妙？张文轩眼神里面有着兴奋。如果灵气真的这么强大，
那他毫无疑问将拥有超凡脱俗的力量，甚至未来长生久世也并非不可能。他小心翼翼地操控着灵气在肉体里面慢慢地游荡着，最终将围绕着肉体完全转了一圈，然后重新回到了泥丸宫。不对啊，灵气在肉体里面走了一圈，但完全没有任何的减少，这意味着灵气并没有融入肉体当中，那怎么强化肉体？我这怕不是真的灵气。张文轩有些无语，灵气这样的东西他完全是第一次遇见，根本不知道该怎么使用，只能自己慢慢的摸索。既然灵气暂时没有找到用来强化肉体的办法，那就只能进行第二种尝试了。张文轩眼里闪过一抹金光，他再度操控着灵气，这次没有在肉体里面游荡，而是直接来到了自己双眼的位置。灵气慢慢靠近双眼，当两者很接近的时候，顿时张文轩感觉到自己的双眼传来一阵异动，紧接着直接将这一丝灵气吸收了进去。张文轩顿时感觉双眼开始变得炽热起来，有变化。张文轩欣喜，变得来得快，同样去得也快。张文轩打开天眼，然而四周看了一圈，却并没有发现天眼有任何的变化。难道是因为吸收的灵气还不够多？张文轩心中猜测道。他没有任何犹豫，将其他的灵气也慢慢的喂给天眼。一道、两道、三道原本鸡蛋大小的灵气团迅速变小，直到张文轩将所有的灵气全部喂给了天眼。终于，这一次双眼爆发出前所未有的炽热感觉。张文轩强忍着双眼的异状，足足等待了1分钟的时间，他这才重新得以睁开眼睛。他的目光落在面前的椅子上，普通椅子，画木，无名工匠，2年。看到这一连串信息，张文轩顿时瞪大了眼睛。我居然看到了这张椅子的信息，这难道就是天眼升级之后的全新能力？张文轩紧接着又看向面前的桌子，果然又浮现出了信息：普通桌子，画木，无名工匠，2年。张文轩忍不住倒吸一口凉气，随后便是忍不住兴奋而哈哈大笑。太棒了，天眼简直是无敌，不仅可以透视，如今更是有了查看一件物品信息的能力。从信息来看，目前我能看到这件物品的名字、材质、制造者以及年份，这个能力简直与古物鉴定绝配啊！张文轩眼睛亮起，脑海里面马上就有了利用全新能力来赚钱的想法。有了这么一个天眼，那什么样的古物还能逃过自己的法眼？造假工艺强大，呵呵，在自己的天眼面前，他连造假者都能知道是谁，什么样的假货都骗不了他。捡漏，我要去捡漏！张文轩神情兴奋。张文轩深吸一口气，将自己激动的心情平复下来。他摸了摸自己的下巴，我记得冰兰姐似乎就是从事古玩行业的吧？还真是巧了，刚好可以让冰兰姐带着我入门。灵气还真是强大，居然直接让我的天眼升级，一次升级就有了这样的能力，那更多次升级呢？看来我需要更多的灵气。张文轩马上下心决定，以后要想办法搞灵气。本来还想着暂时不去玉石行业，免得太过于显眼。现在看来，不在玉石行业混肯定是不行了，毕竟目前获得灵气的办法只有从某些极品玉石内部才能得到，这意味着他必定要和玉石打交道。张文轩换了一身衣服，然后便去敲响了李冰兰的房门。咚咚咚，谁啊？屋内很快传来了李冰兰的声音。冰兰姐，是我。咯吱，他话音落下，屋内的李冰兰便将房门打开，她面带疑惑，来找我做什么？冰兰姐，你是从事古物行业的吧？张文轩微笑着，一边说话，张文轩一边悄悄开启了天眼，他想看看在天眼的能力之下，李冰兰会呈现出什么样的信息。张文轩的眼睛不断上下打量着李冰兰，确实是绝美。还不等他细细品味，就被一声厉声打断：你这小子乱看什么？李冰兰发现了张文轩不老实的眼睛，轻轻敲了一下他的头。他忍不住紧了紧衣服，皱眉，怎么在张文轩这家伙的目光之下，他总感觉自己好像是没穿衣服一样。这家伙胆子真是越来越大了，以前都非常敬畏自己，虽然偶尔也偷看他，但绝对不会像是现在这么明目张胆。果然男人有钱就变坏。嗨，偷看被眼前的美人抓了个正着，张文轩不由得有些尴尬，同时心中疑惑，刚才用天眼观察李冰兰却没有出现任何的信息，可他看其他地方东西的时候，信息又出现了。看来天眼的能力还不够，无法看到活物的信息。我准备涉足古玩行业，想要请冰兰姐带个路。张文轩说出自己的目的。李冰兰微微皱眉，进入古玩行业，这藏水深得很，不是你该进来的。你的钱来的也不容易，好好花钱在自己身上吧，别投到古玩行业来打水漂。你知道每年有多少人在这行在跟头的吗？李冰兰这么用心的劝解他，反倒是让张文轩脸上露出笑容。有着冰兰姐带路，我肯定会少走很多弯路的，就麻烦冰兰姐指点我一下吧，我只是小试牛刀，如果亏钱的话，我就立刻抽身离开。
张文轩拍着胸膛保证。看着张文轩一副神情坚定的样子，李冰兰没办法，只好点头。行吧，要不是你上次救了我，我根本不会劝解你这些。李冰兰没好气道。说出这句话的时候，她又忍不住想起上次的尴尬场景，自己连男朋友都还没有交往过，却被眼前的家伙看光了身体。想到这里，李冰兰真是又羞又气，偏偏对方又的确是救了她，正所谓救命之恩大于天，这让李冰兰想生气都没办法。没办法，只能先这样吧，嘿嘿。张文轩只能笑着打着哈哈糊弄过去。要是让李冰兰知道自己不仅看光了她身体的每一寸地方，还上手摸了，恐怕李冰兰非得暴怒揍她不可。她可是很清楚眼前的美女房东不是什么温柔的大家闺秀，以前她亲眼看到有流氓骚扰李冰兰，结果被李冰兰三拳两脚打进医院的事情。跟我来吧，正好我要去店里一趟，接下来我领你入门，但记得少做多看。李冰兰如是道。没问题。张文轩点头。李冰兰换了一身衣服后便出发，两人随即前往上江市唯一的古玩街。还没等真正的进入古玩街，一阵人声鼎沸的声音就已经传来。整条街道都是各种各样的古玩摊位以及商店，放眼望去，街道上人来人往，到处都是一副人头攒动的景象。古玩街上非常热闹，除了街道两旁的古玩门店之外，还有摆在路边的一个个个人摊位。张文轩如同好奇宝宝一般四处看着，他没有选择开启天眼，因为他发现开启天眼需要消耗精力，这里各种物品实在是太多，如果开启天眼，恐怕没几下就将自己的精力榨干了。各种各样的摊位上摆放着大量的古玩，这些古玩有玉器，有瓷器，有字画，除此之外还有各种生锈的刀剑铠甲，甚至是杂七杂八的东西等。放眼望去，古玩街摊位上的古物可谓是琳琅满目，几乎什么东西都能在这里找到。这些摊位上你都不用去看，里面9成9都是假货。像你这样刚入行的新手，如果抱着捡漏的心思去看，保证你赔的裤衩都不剩。看着张文轩好奇的四处张望，李冰兰不由得提醒道。张文轩点点头，心中对于李冰兰的告诫则是不以为然。如果没有天眼，那他肯定会对这些地摊远离，但在天眼的强大能力之下，捡漏就成了轻松简单的事情。别人会被骗，但他不会。一路跟着李冰兰深入古玩街，整条街道很长，足足有着几百米，两边的古物门店一路延伸出去，几乎是一眼看不到尽头。李冰兰很快来到了一家古玩店门前停止下来，随后走入其中。张文轩抬起头看了一眼招牌，上面赫然写着冰兰古店几个字。他跟着一起进去，店内的销售员很快走出来。冰兰姐。李冰兰面色平静的点头。只见店内除了一个销售员之外，便是一个已经胡子花白的老者，老者戴着一副老花眼镜，但浑身的气质却相当精明。老板，严老，今天店内的生意怎么样？李冰兰上前道。严明呵呵笑着，他端起旁边的茶杯轻抿一口。还行吧，也就来了几个客人，随便买了点零碎的物件。那个年轻人是？严明人老成精，看出张文轩与李冰兰的关系似乎不一般，在他的印象里面，自家老板似乎没有带任何年轻男人过来过，他是我的朋友。张文轩，你过来，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严明严老，严老是我店里的定海神针，他老人家干这行已经有超过50年的时间。都说家有一老，如有一宝，严老就是这个宝。之后你有什么不懂的地方，都可以向严老请教。李冰兰介绍道。呵呵呵，严明和蔼地笑着，老板太恭维我了，我就一个快入土的老头而已，除了眼力稍微强点之外，就没别的本事。张文轩十分客气地朝着眼前的严明鞠了一躬。小辈张文轩，以后还请严老能够多多指点。他将自己的态度摆得很正，虽然有着天眼可以作弊，但张文轩十分清楚，天眼并非万能。他要是真的想做出什么成绩来，各方面的知识都需要好好学习，而眼前的严老便是很好的请教对象。两人互相算是认识了。而这个时候，外面响起了脚步声，吸引了几人的目光。只见一个身材略显肥胖的中年男人从外面走进来，男人笑呵呵地走进店内，然后便拿出一个木盒放在桌子上。严老，过来看一下，看看我新收的这宝贝如何。男人语气兴奋，这木盒内不知道放着什么东西。哦，严明来了兴趣，他走过去，男人随即将木盒打开，只见里面所放置的东西赫然是一把锈迹斑斑的古剑。古剑身长1.2米，2指宽，整体剑身覆盖着一层铁锈，仔细看去，依稀能够从剑身上看到繁琐复杂的花纹。除此之外，剑柄保存相对完好，上面同样雕刻着胶形的图案。古剑，吴胖子，我这店里不收这种物件。李冰兰微微皱眉走过来，吴胖子嘿嘿笑着，李老板，别急着赶人啊，你就不能让严老好好看看再说吧？我这古剑可是我花了好大的力气才弄到的，也不怕告诉你，这是我刚刚从那些人手里买到的。吴胖子挤眉弄眼。那些人？一旁的张文轩看着，
很快便明白吴胖子口中的那些人恐怕就是盗墓贼，他不由得来了几分兴趣，目光落在了这古剑上。李冰兰皱着眉头，他这次没有直接拒绝，目光看向了严明。严明从旁边的盒子里拿出一副眼镜更换，然后仔细地查看了起来。他轻轻从古剑上敲下来一小块铁锈。哎呦，严老，您可轻点啊，我这宝贝可经不起您折腾，这玩意弄坏了可不得了。吴胖子满脸心疼，好像是伤到了他的心肝宝贝一般。严明没好气地瞥了他一眼，古剑鉴定可不比其他，不把铁锈敲开看看，我怎么知道里面是什么样子？说着，严明整个人都快凑到古剑的面前，他一寸一寸仔细观察着，口中很快发出了一道惊疑声。这是礼器吧？无论是剑身还是剑柄上都雕刻着花纹，这显然是礼器的标志。从这花纹的形态来看，很像是唐代时期的物件。这剑柄上雕刻着蛟龙，这可不是一般礼器所能够雕刻的，这把礼器很可能是宫廷里的东西。严明口中如是道。他询问吴胖子，那些人怎么说？还能怎么说？那些家伙嘴巴严得很，严老您又不是不知道那些人的规矩，他们只将东西拿出来，至于东西来自哪里，这肯定是打听不到的。吴胖子摊了摊手。严明点点头。李冰兰与张文轩两人在旁边看着，李冰兰在静静的等待，而张文轩的面色则是逐渐古怪起来。怎么样，你能看出什么东西？李冰兰凑到了张文轩的耳边，他看着张文轩一脸认真的神情，不由得调笑一句，这把剑是假的。张文轩道，啊，这话让李冰兰愣了一下，随后直接笑了起来。你今天才入行，能看出什么东西？居然敢这么笃定这是假的？李冰兰轻笑不已。张文轩摊了摊手，我无法拿出什么证据来，但这的确就是假的。他没什么办法，天眼洞察出来的信息，这把古剑就是假的，虚假古剑。铁张天明1年，好家伙，天眼直接给出的信息就点明了这是虚假古剑，年份更是离谱，仅仅只有1年。毫无疑问，这就是现代造假技术所制造出来的假货。而且不仅如此，他怀疑这个吴胖子知道这把就是假货，因为刚才他看到对方露出了戏谑的笑容，虽然不明显，但逃不过他的眼睛。在开启天眼的状态下，他的洞察力也得到了巨大的提升，因此看得很清楚。这家伙恐怕是故意拿着假货过来坑人的。李冰兰听着张文轩的话，他显然是不相信。你能力还浅，现在你要做的事情就是多看多听少说，等过几年你自然就能分辨一些了。李冰兰微微笑着。张文轩明白李冰兰的话没错，正常人的确是这么个流程，但问题他不是正常人，他可不是来这里慢吞吞学习的。冰兰姐，不如我们打了赌怎么样？张文轩微微笑着。李冰兰转过头来，你想打什么赌？就赌这把古剑是不是真的，我赌它的年份不超过3年，这是利用现代造假工艺制造出来的假货。张文轩如是道。李冰兰眨了眨眼睛，他很快笑了起来。张文轩，你的胆子可真不小啊，这么离谱的话都能说得出来。严老可是有着50年鉴定经验的老师傅，经由严老鉴定过的物件没有1万也有8000，连严老都没有判定是现代伪造品，你居然一眼就能一眼看出来。好，我跟你赌了。张文轩顿时笑了。好，我若是输了，我给你洗脚1个月，你要是输了的话，亲我一下就可以。咚！此话一出，李冰兰没好气的在张文轩的头上敲了一下。你这家伙胆子真是越来越大了，现在还敢明目张胆的想占我便宜。不过我跟你赌了，正好就用这次机会给你一个教训，让你明白古玩这行的水有多深。李冰兰如是道。眼见着李冰兰答应了赌约，张文轩的脸上忍不住露出了笑容。100%必赢的赌约，这有什么不玩的道理呢？两人走到了严明的一旁，这个时候严明已经将这把古剑基本上鉴定完了。严老，情况怎么样？李冰兰询问道。严明轻抚自己的胡须，他道，这是唐代时期的古剑，大概率是宫廷礼器，有不小的价值。李冰兰点点头，他显然对严明的话十分信任。对面的吴胖子听到这句话，口中笑了起来。严老果然是好眼光啊，不愧是从业几十年的老师傅。李老板，这把古剑我准备卖给你们，不知道你们能给出个什么价钱？吴胖子搓了搓手。李冰兰略微沉吟，很快给出了一个数字，50万。吴胖子的脸色顿时垮下来。李老板，你这也太黑了吧，这可是唐代时期的宫廷礼器，而且还保存得这么完好，50万怎么可能，至少也要这个数。吴胖子伸出了一根手指头。李冰兰顿时皱起眉头，100万，这可不是什么小数字啊。如果一口气拿出100万的现金来，对于店内接下来的运营来说，显然会造成一定程度的影响。他隐秘地看向严明，后者巧然对着他点点头。好，这把古剑我李冰兰准备答应购买下来。
就在这个时候，张文轩的声音响起：“等等！”张文轩走上前来，他没好气道：“冰兰姐，我不是跟你说了这把古剑是假货吗？你居然还真的打算花100万购买？”此话一出，吴胖子顿时炸了毛：“小兄弟，你在胡说八道些什么？你居然说我这把宝贝是假货，你有什么依据？连严老都鉴定这是唐代时期的宫廷礼器，你有什么资格否定？”吴胖子语气全都是不满，当即呵斥张文轩。严明苍老的面容上微微皱眉：“文轩，你说这把古剑是假货，为什么这么认为？”对于张文轩直接否定的行为，严明有些不太高兴。不过看在对方是李冰兰带过来的人，严明还是耐着性子询问。李冰兰也转过头看向他，三人目光里面的意思都很明确。既然张文轩说这把古剑是假的，那就给出依据来。张文轩耸了耸肩，他还真给不出什么依据。虽然天眼给出了他这把古剑的简单信息，但想要明确指出这把古剑到底哪里有问题，他一个刚入行的新人哪有这本事？不过张文轩嘴角勾勒出一抹笑容，这把古剑的确就是假的，它是由现代造假工艺制造出来的假货，而且出厂的时候不超过3年。想要验证的办法很简单，直接将这把剑砸碎，断刃可以展现出其内部的情况，绝对是一览无余。张文轩道：“他的话音刚落，吴胖子顿时大笑了起来：“小兄弟，我还以为你会说出什么高论，没想到这么搞笑。这可是价值100万的古剑，你居然只是凭借着猜测想要砸碎。那如果这把古剑是真的怎么办？岂不是白白让我损失100万？”吴胖子嗤笑，严明皱紧了眉头，李冰兰目光则是有些失望。张文轩，别闹了。李冰兰开口制止。张文轩语气自信，他直接看向吴胖子：“如果这把古剑是真的，那100万的损失我赔给你；如果是假的，那你就拿着破烂碎片离开，如何？”什么？张文轩这话让三人吃惊。吴胖子闻言心中一惊，眼神不由自主地闪烁一下，虽然只是一瞬间，但依旧没有逃过张文轩的眼睛。这家伙果然知道这把古剑是假货。李冰兰被气到了：“张文轩，你这简直是胡闹，哪有你这么鉴定古物真假的？”严明一时不满，两人都觉得张文轩简直是在胡闹，将古物直接砸碎来验证真假，这不是扯淡是什么？吴胖子嗤笑出声来：“小兄弟，你看上去应该是刚入行吧？你一个刚入行的新人，这里可不是你能说话的地方，你在一旁老老实实看着就好。而且看你的样子也拿不出100万来，你在这里捣乱。”说完，他准备将这把古剑卖给李冰兰。张文轩直接上前阻拦了他：“100万而已，我还不放在眼里。你这把假货不能卖给冰兰姐。”吴胖子被张文轩左一口假货右一口假货激怒了，他大怒不止：“年轻人，你不要太过分了。好，我让你砸，但我警告你，如果我这把剑是真的，那你必须全额赔偿我的全部损失。”张文轩顿时笑了，他要的就是吴胖子这句话。好，说完这句话，没等其他人反应过来，张文轩立刻将这把古剑拿起来，然后便狠狠地砸在地上。砰！古剑掉在地上，瞬间发出清脆的声音，随后当场碎裂成了无数的碎片。我的古剑啊！吴胖子发出如同杀猪一般的惨叫声。严明与李冰兰两人也是大惊失色，没想到张文轩居然这么果断，直接说砸就砸，这可是100万啊！小子，你砸了我的古剑，你这个疯子，今天你必须赔偿100万给我！吴胖子又惊又怒。而这个时候，张文轩却蹲在地上将古剑的碎片捡起来，他仔细一看，顿时笑出声来。他将碎片交给严明：“严老，你再仔细看看这古剑碎片，真的有唐代时期的吗？哪有唐代时期的剑刃碎片居然还能这么新呢？”什么？严明大吃一惊，他接过碎片仔细一看，顿时脸色一下子大变，这是造假品。李冰兰凑过来仔细观察，很快也发现了不对劲，他脸色不太好看，转过头看向吴胖子：“吴胖子，你这把古剑是假的？”吴胖子此刻冷汗直流，怎么会是假的？没想到我居然也走了眼，我可是花了20万买下这把古剑，这下子血亏啊！他露出痛心疾首的神情。李冰兰看着他这副模样，不好判断对方是故意还是其他什么。古玩这行就是这样，自己被骗了，只能自责眼力不行。今天幸好有张文轩在这里，否则他要亏足足100万。冰兰姐，看来我才是对的，你什么时候履行约定？张文轩迫不及待凑过来。唰！听着张文轩的话，李冰兰面色瞬间浮现出一抹红晕，她忍不住伸手揪住了张文轩的耳朵：“你急什么？我又没说会赖账。你是怎么看出这把古剑是假的？”他十分好奇。张文轩微微笑着：“可能是直觉吧。”啊，仅仅只是直觉，你就敢用100万去赌？万一赌输了怎么办？李冰兰满脸愕然。
张文轩耸了耸肩，我的直觉向来很准，而且冰兰姐，你这几年也帮了我不少的忙，我总不可能看着你血亏100万吧？这话让李冰兰脸上刚消退下去的红晕再度浮现出来，她有些气恼。你现在胆子真是大了，开口闭口整天想着调戏我。我哪有，只是实话实说而已。张文轩怎么可能承认？一旁的严明看着两人这打情骂俏的样子，眼观鼻，鼻观心，浑然当作没有看见。吴胖子已经离开了，他没脸带走古剑碎片，整个人被揭穿之后便十分狼狈地逃离了古玩店。跟我来。李冰兰勾了勾手，张文轩眼睛亮起，马上跟着李冰兰来到了古玩店的2楼，然后推门走进一个用来休息的房间。房间内灯光有些昏暗，张文轩进门后便走上前，十分自然地伸手抱住了李冰兰。你干什么？我可没答应要给你抱。李冰兰没好气道。不抱着怎么亲？张文轩理直气壮。李冰兰翻了翻白眼，只是亲脸而已，你难道还想要跟我接吻不成？啊，难道不是接吻吗？张文轩大失所望。李冰兰心中无语，她发现眼前的张文轩变化真大，这家伙以前可不敢跟他玩这种花花肠子。当然是亲脸，不过看在你今天表现不错的份上，我允许你抱一下，但不可以得寸进尺。李冰兰，张文轩心中喜悦，既然美人都已经同意，那他自然不会客气什么。他直接走上前去，一伸手便抱住了李冰兰那纤细的柳腰，仅仅只是微微用力，李冰兰便已经顺势倒在了他的怀中。轻点。李冰兰面颊上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布满了红晕，她已经有些后悔自己居然鬼使神差地答应了给张文轩抱一下的要求。强烈的男人气息扑面而来，整个人被张文轩抱在怀里，他不由得感觉身体有些发软。快点，亲了我们赶紧下去，否则严老肯定要看笑话了。李冰兰轻捶了一下张文轩的胸膛。嘿嘿。张文轩脸上满是享受的神情，他早就对李冰兰垂涎3尺，毕竟是如此这般的美人，正所谓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以前他没有能力，自然是不敢对李冰兰有任何的奢求，没想到他居然有一天也能将美人拥入怀中。两人身上的衣服都十分单薄，此刻在昏暗的房间里拥抱在一起，基本上等于是身体紧贴。从李冰兰的身上，张文轩能清楚地感觉到一团柔软的山峰挤压在自己的胸膛上，带来惊人的触感。淡淡的体香从李冰兰的身上散发而出，这味道独特且宜人，让张文轩忍不住有些陶醉。他一双手抱着李冰兰的柳腰，静静感受着这种怀抱美人的美感感觉。好了没有？你怎么还不亲啊？李冰兰语气有些紧张地催促起来。别急嘛，说是抱一下，但又没说抱多久。张文轩嘿嘿笑着。李冰兰有些羞怒，不许给我耍这种无赖，你要是再不亲，那我就默认你放弃了。别。张文轩连忙道，能一亲美人芳泽的机会可不多见，要是就这错过了他，非得后悔死不可。张文轩低下头，却见着李冰兰只是侧着脸，以他这个位置，除了亲脸之外根本没有第二个选择。可惜。张文轩有些失望，随后在李冰兰的脸上亲吻了一下。好了，我已经履行了约定，现在快点放开我。李冰兰挣扎起来，她没好气地从张文轩的怀里爬起来，有些慌乱地整理自己身上略显凌乱的衣服。你先出去吧，严老后面会教你一些鉴定方面的知识。李冰兰开始赶人。行。张文轩深知过之犹不及的道理，十分自然地转身离开了房间。他面色如常地回到1楼的店面，顿时看到了严明似笑非笑的表情。年轻真好啊。严明神情似乎有些怀念。张文轩浑然当作没有听到，他微笑着上前。严老，我对于鉴定方面的知识一窍不通，接下来还请严老能多多指点。没问题，不过我这个老家伙也不是什么都会的，就像刚才那把古剑我就没看出来，幸好你指出了问题。严明心有余悸，上百万的损失可不是小数字，哪怕李冰兰不说，他心中也会不舒服，更何况这会对他的名声造成严重的影响。严明随后开始教导张文轩有关于古物方面知识。古物多种多样，其中的知识更是浩瀚如烟，想要短时间内学会肯定是不可能的。张文轩已经做好了长期学习的准备。过了好一会儿后，李冰兰这次从2楼走下来，此刻她的脸上已经重新恢复了镇定。你们在店里聊吧，我还有事先离开了。李冰兰道。她的身形很快消失在两人的视线里。严明指点了大半个小时，眼见着张文轩因为海量的知识而头晕脑胀，他随后停止下来。今天就到此结束吧，后面你自己多学多看，慢慢就可以融会贯通。严明道。好嘞，多谢严老。张文轩松了一口气，古玩鉴定果然是一门学问，哪怕能精通一项就已经相当困难。幸好我有着天眼，可以极大帮助我在这项立足，而且可以百战百胜。我需要的仅仅只是拿出一个让人信服的理由而已。张文轩微微笑着。
他目光落在店内这些古玩上，准备好好练习一番。他打开了天眼，目光很快落在一件手串上。这是明代时期的手串，虽然是民间艺人所做，但工艺还算不错，因此算是值点钱。严明道。张文轩点点头，他目光在一件件古玩上扫过，突然一件古物吸引了他的注意力。这件古物里面居然有灵气。张文轩揉了揉眼睛，怀疑自己是不是看错了。他没想到，除了在一部分极品玉石内，古物内部居然也有灵气的存在。张文轩立刻走过去，他仔细看着这件古物，轻轻用手触摸上去，一道大约发丝粗细的灵气从古物内部流淌而出，顺着指尖进入他的身体，最终被他储存在了泥丸宫内。真的是灵气。张文轩又惊又喜，但同时又疑惑，为什么这件古物会有灵气存在？他仔细看向这件古物的信息，古物玉佩，冰重玉，汤红，520年。严明走过来，这块是明代时期的玉佩，从工艺上判断出自宫廷玉器雕刻师，这上面的花纹非常精明，放在明代那个时期绝对是难得一见的精品。虽然玉佩本身的玉质算不上极品，但也是上品行列，因此这块古物玉佩价值不菲，算是这家店的几件镇店之宝，价值至少250万。张文轩心中惊讶，这些古物果然个顶个的值钱啊。他心中思索着，这块古物玉佩到底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为什么其他古物都没有灵气，偏偏它有？等等，是不是其他古物也有灵气呢？抱着这样的想法，张文轩将店内一件件古物挨个用天眼进行查看。玉簪，翡翠玉，无名工匠，150年，这件没有。花瓷瓷瓶，陶瓷，无名工匠，230年，这个也没有。破旧陶碗，陶器，无名工匠，200年，还是没有。张文轩一件件古物看过去，足足找了20几件后，终于又找到了一件古物内部存在着灵气。虎形玉雕，玻璃重，照光，600年。张文轩眼睛亮起，他手伸过去轻轻触摸，将这件虎形玉雕内部的灵气吸收。为什么？这件虎形玉雕以及那件玉佩，两者有什么共同点吗？为什么它们的内部都有灵气？张文轩眯着眼睛，他仔细对比着两件古物的信息，很快发现了共同点。这两件古物都有着超过500年的历史，其次它们都是经过能工巧匠精心雕刻的。虎形玉雕的雕刻工艺以及玉佩的工艺都很出色，这是否就是因为它们能拥有灵气的原因？张文轩摸着自己的下巴，他继续寻找，花了1个小时将整个店内的古物全部查看了一遍，总共超过300件古物，最终在22件古物内找到了灵气，概率连1/10都没有。通过对这些古物的对比，张文轩找到了共同点，没想到还真的跟我猜测相同。古物想要拥有灵气，需要满足2个条件，第一是年份，年份不够无法附着足够的灵气上去；第二便是工艺，所有拥有灵气的古物都是经过工匠精心打造的。那就可以做一个猜测了，至于经过工匠精心打造的古物，才能够在岁月的洗礼下慢慢拥有灵气，而他们能够吸附灵气，很可能就是因为工匠们在制作这些古物的时候投入了大量心血，所以心愿力量附着在了上面，最终在岁月的洗礼下慢慢吸收四周的灵气。年代越久远，制作越精美的古物，内部的灵气就越庞大，这显然符合我的猜测。张文轩心中兴奋，心中有着惊叹，没想到这些古物内居然蕴含着这样的大秘密。感知了一下泥丸宫内的灵气团，在吸收了22件古物内灵气后，灵气团已经庞大到了成年人拳头大小。灵气我不嫌多，甚至越多越好。张文轩目光兴奋，他没有任何犹豫，马上外出准备来一波灵气收割。张文轩直接在古玩街内游荡，一个个店面纷纷逛过去，然后吸收那些古物里面所蕴含的灵气。普通古物他直接略过，他只去看那些制作精美且年代超过500年的古物。这样的古物在古玩街数十家店面内有着不少。等到张文轩将半个古玩街逛了一遍后，天色不知不觉间已经彻底昏暗下来。张文轩从一家古物店内走出，尽管脸上神情疲惫，但他内心却相当激动。泥丸宫内，一个足足有着篮球大小的灵气团静静地储存在其中。发财了！张文轩心中狂喜，感受着已经快被榨干的精神，张文轩迅速回到家里，刚到家便忍不住倒在了床上，当场昏睡过去。等到重新醒过来的时候，张文轩发现自己居然已经睡了1天1夜，现在已经是第2天的傍晚。我居然睡了这么长的时间，看来以后不能将精神压榨得太过于极限，否则一睡不醒可就悲剧了。张文轩心有余悸，他拿出手机，发现李冰兰给自己打了好几个电话，显然他当时正在昏睡，浑然没有听到。嘟嘟嘟，他直接打电话过去，电话接通，里面传出李冰兰略显疲惫的声音：喂，你终于睡醒了吗？你已经睡了1天1夜了，既然醒了，那就过来接我一下吧。
我在外面参加酒局。李冰兰报上自己的地址。张文轩毫不犹豫点头，没问题，我这就过来。洗了个澡，换了一身衣服，随后便开着宝马 X6 前往上江饭店。没一会儿时间，他来到饭店门口，当即便看到了一身职业装的李冰兰正站在饭店门口。她一身黑丝职业装，高挑的身材在职业装的衬托之下，尽显都市成熟女人的魅力，惊人的身体曲线引人注目。除了她之外，一个中年男人赫然正站在她的旁边，似乎正在劝解什么。李冰兰的脸上明显有着假笑，不断礼貌性的拒绝中年男人。张文轩立刻开车过去，一脚刹车停在李冰兰的面前。冰兰姐。张文轩从车上走下来，立刻走过去。文轩，你总算是来了。王总，我弟弟文轩来接我了，就不劳烦你送我回去，我们下次再出来吃饭吧。李冰兰微微笑着，然后便走上前，依靠在了张文轩的身上。张文轩顺势抱住了李冰兰的柳腰，顿时一股浓重的酒气从他的身上传来。闻着李冰兰身上这浓浓的酒气，张文轩不由得皱眉，他到底是喝了多少酒啊？李冰兰此刻似乎已经是站不稳了，只能依靠在张文轩的身上。眼前被称之为王总的中年男人见状似乎有些不满。李总，他是你的弟弟，我怎么没听说过你还有个弟弟？王承安皱眉。李冰兰强撑着清醒，文轩是我的表弟，这几天才从乡下过来找我。原来是表弟啊，怪不得他跟你看起来一点都不像。王承安用不善的目光看向张文轩，他随后微笑着走上前，你表弟恐怕是没照顾过人，还是让我来送你回去吧。怎么说都是因为你才会喝这么多酒，我要是这点忙都不帮，实在是太不负责了。说话之间，王承安不等李冰兰点头，他便已经直接走上前来，同时伸手去抱李冰兰的腰。张文轩直接上前一步，他伸手直接将李冰兰抱在怀里，然后用身体挡住了王承安。王总，你实在是太客气了，照顾冰兰姐的事情我会负责处理，就不劳烦王总费心了。冰兰姐身体似乎不太舒服，我就先带着她回去，之后再聊吧。丢下这句话，张文轩没有再多说什么，他弯下腰，直接以公主抱的形式将李冰兰抱起来，然后转身便将其放在副驾驶上。王承安看着他这么果决的动作，整个人脸色顿时不太好看起来，他显然还想要说些什么，但张文轩已经不理会他，给李冰兰系好安全带之后，便直接上车关上了门。他一脚踩下油门，坐下的宝马 X6 如同离弦之箭一般激射而出，很快就消失在了王承安的面前。王承安看着两人离去的背影，脸色有些阴沉，这跟他计划的可不同。这小子，王承安恼怒不已，但此刻也无可奈何。半个小时之后，张文轩开车带着李冰兰回到小区，副驾驶上的李冰兰已经醉得不省人事，不知道什么时候直接睡了过去。要不是安全带绑着他，恐怕这个时候已经倒在椅子上。冰兰姐，冰兰姐。张文轩摇晃了几下李冰兰的肩膀，她却没有任何反应。怎么会喝得这么醉啊？冰兰姐难道不知道自己有多漂亮吗？这也太危险了。张文轩忍不住吐槽，同为男人，刚才王承安那样子，他怎么会看不出来？那老男人明显是对李冰兰抱着坏心思。幸好自己醒过来及时，然后给李冰兰打了电话，否则的话，要是让王承安那个老男人将李冰兰带走，他简直不敢想象今天晚上会发生什么。张文轩解开李冰兰身上的安全带，然后将其抱起来。已经醉过去的李冰兰此刻毫无意识，张文轩忍不住低头对方这不设防的状态，心中忍不住心猿意马起来。一个大美人就这么在怀中昏睡过去，除了柳下惠等少数男人，恐怕没几个人能够忍得住。忍住，我可不是什么禽兽，成人之危的事情我绝对不能做。张文轩咬着牙，他深吸一口气，然后抱着李冰兰乘坐电梯一路回到家里。他从李冰兰的身上摸出了钥匙，打开房门，然后将其放在了房间的床上。这个时候李冰兰悠悠地苏醒过来，她刚刚睁开眼睛，目光还有些迷糊。别碰我！李冰兰语气警惕，尽管身体无力，但依旧口齿不清地呵斥道：冰兰姐，你现在已经到家了，别紧张。张文轩端着一盆热水从外面走进来，李冰兰的意识稍微恢复，她观察四周，这才意识到自己已经被张文轩送回了家。李冰兰心中松了一口气，原本紧绷的神经也松懈下来。谢谢你送我回来。李冰兰语气感激，她强撑着身体勉强坐起来，整个人靠在床头上。冰兰姐，醉酒状态就别做这么多动作了，你自己简单擦拭一下身体，然后你就好好睡一觉吧。张文轩拿着热毛巾走过来，那个王总是什么人？你怎么会陪他喝那么多酒？张文轩不是傻子，酒桌上的应酬他自然知道，唯一惊讶的是以李冰兰的财力，居然还需要去这么跟人应酬喝酒。李冰兰略微有些沉默，罕见的并没有解释。没什么，这件事情跟你没什么关系，你就不要多问了。李冰兰强硬道。张文轩略微皱眉，
但见着李冰兰态度强硬，他只好不再询问。这个时候，李冰兰忍不住呕吐了出来，整个人哇哇大吐特吐。因为事发太过于突然，李冰兰自己都没反应过来，以至于直接吐在了身上。给你桶。张文轩迅速将桶递给对方。哦，李冰兰吐个不停，足足过了好一会儿，这才稍微恢复了一些。整个房间内都是浓浓的酒气，同时还有着一股臭味。张文轩过去将窗户打开，让房间内空气流通起来。来，我帮你翻个身，你现在的状态趴着会更加舒服一些。张文轩走上前，他伸手将李冰兰抱起来，然后让其趴在床上。李冰兰满脸晕乎乎的表情，一张脸因为醉酒而通红一片，整个人完全是毫无设防的状态。哦，李冰兰很快又吐了起来。看着他这副生活都不能自理的样子，张文轩有些无奈，只能留在这里继续陪着对方。张文轩轻轻拍着李冰兰的后背，好好吐吧，等吐出来就会舒服很多。李冰兰身体浑身无力，她神情尴尬。谢谢，接下来我恐怕需要你照顾一下。没关系，以前你也照顾了我不少次，现在轮到我照顾你一晚上也是理所应当的。张文轩安抚着李冰兰，他很清楚李冰兰是非常要强的女人，此刻如此狼狈的样子被他看见，虽然看不到李冰兰的脸，但猜得出来对方此刻肯定非常尴尬。看着李冰兰如此难受的样子，张文轩不由得想起了灵气，不知道灵气能不能解决冰兰姐现在的问题。他决定尝试一下，反正自己目前的灵气很多，说不定通过这次尝试可以挖掘出灵气的新功效。说干就干，张文轩马上行动起来。趁着给李冰兰拍背顺气的动作，张文轩用意识操控着灵气，慢慢控制一道头发丝粗细的灵气出来，然后慢慢进入李冰兰的身体。你用毛巾放在我背上了吗？李冰兰说话迷迷糊糊。是啊，你身体太热了，我给你降温一下。张文轩随后糊弄。你感觉怎么样？李冰兰面颊上满色醉红，感觉有点凉。快把毛巾拉开，好不舒服。是吗？张文轩马上停手，既然李冰兰说不舒服，他便没有继续下去。他随后转移目标，我给你揉揉头吧，估计你能舒服一些。说话之间，张文轩双手轻轻给李冰兰按摩头部。李冰兰这次没有再抗议，一丝细微的灵气从张文轩的手指注入进去，李冰兰原本紧皱的眉头顿时为之一松。好清凉啊，我感觉舒服了许多，不要停，继续按摩吧。李冰兰语气轻快了起来。张文轩眼睛不由得亮起，有效果。他没有选择加大灵气输入，而是继续保持着现在的情况。他不懂什么按摩穴道，只是将灵气汇聚在五指，然后通过按摩的方式慢慢输入给李冰兰。没想到这样的效果似乎十分出色，短短不过几分钟的时间，李冰兰原本因为醉酒而头晕脑胀的感觉居然就消退了许多。灵气果然有恢复肉体的功效，张文轩心中喜悦，至少用来治疗醉酒下的头晕脑胀是相当不错的。李冰兰静静地趴在床上，不知不觉间脸上已经浮现出享受的神情。这娇媚诱人的声音让张文轩身体都忍不住抖了一下，他没想到李冰兰居然会发出如此娇媚蚀骨的声音。冰兰姐，你感觉怎么样？张文轩询问道。非常好，继续按摩不要停。好舒服啊。李冰兰神情上全是享受，嘴角都不知不觉勾勒出了笑容。那你翻个身，这样我按摩方便一些。张文轩道。李冰兰十分乖巧的点头，任由张文轩将她翻转过来，轻轻躺在床上。张文轩坐在李冰兰的上方，一双手轻轻按摩着她太阳穴附近的位置。好舒服，没想到你居然还有这么一手按摩手法。李冰兰满脸享受的神情，口中时不时发出一道呻吟声。有这么舒服吗？张文轩自己都吃了一惊，他忍不住有些口干舌燥，内心的魔鬼在不断的涌动，他的目光也忍不住开始游走起来，落在了李冰兰那挺拔的山峰上。这个，冰兰姐，你还需要按摩其他地方吗？张文轩壮着胆子。李冰兰完全沉浸在舒适的享受当中，面对张文轩的询问，随口便答应。咕咚，张文轩忍不住咽了一口口水，这简直是魔鬼的诱惑，这谁挡得住啊？张文轩干脆直接闭上了眼睛，他怕自己再看下去真的会把持不住，到时候犯下大错可就完蛋了。足足过了好一会儿，张文轩发现床上的李冰兰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熟睡了过去，他停止下按摩，口中也是大大松了一口气。他小心翼翼帮李冰兰调整了一下身体，不过看着床上的污秽呕吐物，张文轩有些头疼。等冰兰姐明天醒来，要是发现自己在这么脏的床上睡了一晚上，怕是要抓狂。他伸手将李冰兰抱起来，然后送到了自己的房间，顺便帮对方清理了一下身上的呕吐物。等到这一系列的动作忙活下来，李冰兰睡得很安详，张文轩自己则是差点没累死。他脱掉身上脏乱的衣服，然后舒舒服服地洗了个澡。
等到从浴室里出来的时候，墙壁上的时钟显示现在已经是午夜12点。我也睡了吧，有什么事情明天再说。刚才小心翼翼操控灵气去给李冰兰按摩，着实消耗了他不少的精力。此刻一时感觉有些疲惫，他随意整理了一下沙发，直接躺在了上面，很快便进入梦乡。4日清晨的阳光从窗外照射进来，透过窗帘挥洒在了李冰兰的脸上。或许是因为阳光太过于刺眼，李冰兰缓缓睁开眼睛，入眼所看到的是一片陌生的天花板，自己也躺在一张完全陌生的床上。李冰兰瞬间面色巨变，我在什么地方？她连忙拉开身上的被子，当看到自己身上的衣物全部都在后，李冰兰这才大大的松了一口气。冷静下来后，也发现自己似乎在张文轩的房间里。咚咚咚，这个时候外面敲门声响起。冰兰姐，你醒了吗？外面传来了张文轩的声音。进来吧。李冰兰。张文轩推门进来，看着已经苏醒过来且状态良好的李冰兰，他笑着，看来冰兰姐你恢复得不错，早饭我已经做好了，起来吃点东西吧。李冰兰面色有些复杂，脑海里也逐渐想起了昨天晚上所发生的事情，自己是被张文轩带回来的，而且还吐了一地。唰的一下，李冰兰面颊上全是尴尬，没想到在张文轩面前做出这么丢人的事情，她此刻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看着李冰兰的神情，张文轩顿时猜到了对方的想法，他轻笑起来，冰兰姐，昨天我可是忙活到了大半夜才帮你收拾好，我又是开车过去救你，又是照顾你几个小时，你怎么报答我？李冰兰直翻白眼，你想要什么报答？跟上次一样。张文轩毫不犹豫，这话让李冰兰羞怒，拿起旁边的枕头便狠狠地砸向张文轩。他满脸狐疑地看向张文轩，你昨天晚上趁我意识不清醒，恐怕都已经占我好多便宜了吧？难道你还没吃够？现在居然还想要？张文轩直喊冤，污蔑，我根本没对你做什么，我又不是什么禽兽，怎么可能做那种趁人之危的事情？是吗？李冰兰有些不太信，她可是很清楚自己有多漂亮的，自己在昏睡状态下躺在这个男人面前，她真的忍得住不对自己动手动脚？当然。张文轩理直气壮，看着张文轩的表情，李冰兰点点头，不知道是否相信了。两人很快来到客厅，张文轩已经煮好了2碗面条，面条散发着诱人的香味，让李冰兰食欲大开。好奇怪，我昨天晚上醉成那样，今天醒过来居然一点不适都没有。李冰兰有些疑惑。张文轩微微一笑，心中明白肯定是因为灵气的原因，不过他没有说出口，这个功劳关乎他的秘密，他自然不会开口。李冰兰昨晚吐了一地，腹中早已经是空空如也，很快便狼吞虎咽的吃面。明明是一碗普通的面条，硬是被他吃出了山珍海味的感觉。吃饱喝足，李冰兰脸上露出满足的神情，我回去了。李冰兰起身来，她随后便准备离开。就在李冰兰到了门口的时候，她停下了脚步，似乎像是想起了什么。李冰兰转过身来，她迅速来到张文轩的身边，然后踮起脚尖，主动凑上前，在张文轩的嘴上亲吻一下。这是给你的奖励。李冰兰抿嘴轻笑，说完这句话，她便打算离开。但这个时候，张文轩却伸出手，直接一把抱住了她的柳腰。啊！李冰兰忍不住惊呼：“冰兰姐，你这样蜻蜓点水似的一吻，可不足以当作感谢。”张文轩微笑着，在李冰兰惊愕的目光里，他直接低头主动吻在了李冰兰的红唇上。李冰兰瞪大了眼睛，她不由得挣扎起来，但她的力气又怎么比得过张文轩？眼见挣扎没有作用，李冰兰不再反抗，整个人慢慢软瘫在了张文轩的怀中。两人拥吻在一起，足足持续了好几分钟的时间。张文轩将怀中的美人紧紧抱住，同时肆意品尝着美人的味道。李冰兰的身体彻底柔软了下来，最终仿佛变成了烂泥一般依偎在张文轩的怀中。良久之后，张文轩这才恋恋不舍地将怀里的李冰兰放开。李冰兰气恼不已，她一张面颊此刻早已经布满了红晕，不知道是羞的还是气的。她直接掐住了张文轩腰间的软肉，随后360度旋转。腰间的剧痛让张文轩忍不住倒吸一口凉气，疼。李冰兰又羞又恼，张文轩，你胆子真是太大了，我有允许你这么吻我吗？你都没问过我的意见。张文轩找不到反驳的地方，只能高举双手任由李冰兰惩罚。李冰兰翻了翻白眼，她只是掐了片刻后便放开，算是便宜你这家伙了，以后没经过我同意不许吻我，否则别怪我生气。张文轩连连点头，是，刚才的事是我的错，我保证不会再犯，如果下次要再吻你的话，我肯定会先询问一下。李冰兰闻言不由得直翻白眼，她面颊上还有着大量的红晕，整个人还没从刚才那激吻中恢复过来。为了避免留在这里继续被欺负，李冰兰转身就走，下次再收拾你。丢下这句话，
李冰兰脚步匆匆地离开了。看着李冰兰离去的背影，张文轩咂了咂嘴，口中嘿嘿直笑。美人的味道着实美妙，怪不得那么多男女甚至大街上就抱在一起接吻，原来是这种感觉。刘雪啊刘雪，我还真是要好好的感谢你，要不是你将我害惨，我也无法扭转机遇一飞冲天。张文轩神情戏谑。1个小时后，张文轩开车来到了古玩街。昨天对古玩街的灵气搜刮还没有完成，今天他打算继续下去。泥丸宫内的灵气依旧还有着篮球大小，等到今天搜刮结束，肯定会达到全新的层次。他很快走进了一家古物店，这家古物店的规模十分巨大，上下足足有着4层，仅仅只是第1层就堪比李冰兰那家店的整个店面。店内整体的装修十分具有古风气息，与橱柜内摆放的古物可谓是十分搭配。张文轩刚刚进门，便在这家店内看到了一道熟悉的身影。是你？中年男人赫然是王承安，他也直接认出了张文轩，瞬间眯起了眼睛。原来是李总的表弟啊！昨天晚上你将李总送回家后，没发生什么吧？李总醉成那个样子，想要照顾他可不容易。王承安语气有些阴沉，他看向张文轩的目光带着几分冷意。张文轩心中冷笑着，从王承安这不对劲的语气，他立刻确定了对方昨天晚上的却是打算对李冰兰欲行不轨。幸好半途杀出自己这个程咬金，否则的话还真会让这家伙得了手。是啊，冰兰姐喝醉之后吵吵闹闹，我可是花了好大的力气才给她照顾好，以后不能让冰兰姐在外面喝醉了，否则万一遇到某些不轨的家伙怎么办？张文轩语气讥讽，话语当中意有所指。王承安显然是聪明人，如何听不出来张文轩话语里面隐藏的意思？他皮笑肉不笑，不好意思，我没想到李总的酒量那么差，这才让其喝多了一些。你来到我这店里想买点什么？既然你是李总的表弟，那我怎么也得意思一下。我这店里你看上什么，只要是第1层大厅内的古物，你都可以随意拿走一件。哦，张文轩眯着眼睛，他没想到这家店居然就是眼前王承安的店面。这么说来，王承安也是古玩界的人。如此一来，昨天晚上李冰兰的应酬恐怕是因为商业上的纠纷。既然王总都这么说，那我就不客气了。张文轩微笑着点头，有人愿意送礼物给他，他自然是不会拒绝的。他的目光很快在这古玩店的第1层转了一圈，很快便心中无语。这第1层的古物都十分普通，他大体上看了一圈，目光所及之处，哪怕最贵的古物也很难超过3万块。就在张文轩这么想着的时候，忽然1层大厅角落里面一件古物吸引了他的注意力。仔细看去，那古物赫然是一个陶罐。这个陶罐看上去平凡普通，属于随处可见的造型类型。隐藏秘密的陶罐，泥塑，无名工匠，120年。如果仅仅只是普通的陶罐，那的确是没什么好注意的，但这个陶罐却有所不同，上面的名字标注居然是隐藏秘密的陶罐。这是什么意思？张文轩目光里面有着惊讶，他还是第一次见到这样的情况，心中不由得好奇起来。仔细看去，陶罐直接被看透，这次张文轩终于明白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原来这陶罐的底部有着一个夹层，而在这个夹层里面赫然藏着一幅画。东双图，山水古画，唐伯虎500年。看到这样的信息，张文轩的目光顿时亮了起来，他兴奋不已，没想到自己的运气居然这么好，这个陶罐里面居然隐藏着一张唐伯虎的真迹。作为明代著名的画家，唐伯虎绝对是鼎鼎大名，这一幅东双图他没有听说过，但既然是唐伯虎的真迹，想来价值也是不会差的。张文轩脸上忍不住露出笑容，从这幅东双图上，他同时感知到了浓郁的灵气，甚至比他吸收过的很多古物都要多得多。这个陶罐我可以要吗？张文轩手指指向那个陶罐。王承安看了一眼，随后脸上便不由得露出了笑容。他一眼就看出这只是一个普通的陶罐而已，虽然有着年份，但也只能勉强算是一件古物。摆放在1楼的东西都是不怎么值钱的，作为这家古物店的老板，王承安自然非常清楚。没问题，只是一个普通陶罐而已，如果你想要，那就拿走吧。王承安直接点头。张文轩脸上露出笑容。真的吗？如果这个陶罐隐藏着什么秘密，或者说其他的东西，你应该不会在意吧？此话一点，王承安顿时大笑了起来。他如何不明白张文轩的话到底是什么意思？你是想要捡漏吗？这可不是什么容易的事情，虽然古物是最容易捡漏的行当，但想要在这个行业捡漏，没有一双慧眼是绝对不行的。王承安语气带着几分嘲讽，他浑然不在意张文轩的话。先不说他这家店里所有的古物都是经过反复鉴定的，1楼的古物就那么点档次，哪怕张文轩再拿走几个，他都不介意。谁知道这家伙居然这么天真，居然幻想着在自己这里捡漏，真是让人发笑。放心吧，古玩行业自然有相应的规矩，能捡漏就是你的本事。我既然将这个陶罐送给了你，
那之后无论这个陶罐有什么秘密，都跟我没关系。王承安如是道。呵呵，这次轮到张文轩笑了。为了避免王承安反悔，他甚至直接拿出了手机录音。好，有着王总你这句话，那我就放心了。张文轩微笑着走上前去，他直接将陶罐拿起来，脸上的笑容怎么都遮挡不住。王承安见着他这个样子，口中不由得嗤笑出声来。年轻人，你有简陋的想法是好事，不过以你的能力，最好还是不要有这样的妄想。像你这样刚入行就幻想着简陋的人，我见过太多了，但他们基本上结果都很惨，血本无归，甚至家破人亡都有。王承安嗤笑着。噗嗤，店内的其他人也是纷纷笑出声来，不少人都神情戏谑地看向张文轩。是吗？那恐怕要让你失望了，我今天的运气就是这么好。张文轩微微一笑。咣当，伴随着陶罐被摔碎的声音，张文轩当着所有人的面直接将手中的陶罐砸在了地上。他这个动作将店内的不少人都吓了一跳。王承安皱着眉头，你干什么？张文轩没有理会众人的反应，他直接弯下腰，在陶罐的碎片里面搜找着什么。没几下的时间，张文轩便从这一堆陶罐碎片当中找到了一个被完全密封起来的小盒子。这是什么？这样的情况瞬间吸引了店内不少人的注意，许多人听着动静都纷纷转过头来。那个东西是陶罐碎片里面翻找出来的，该不会是陶罐里面有夹层吧？一人如是道。容器当中存在夹层，这并非是什么奇怪的事情，一下子引起了众人的兴趣，连王承安自己都被吸引。张文轩拿着手中的盒子，脸上的笑容万分灿烂，他直接走上前来到了柜台面前。看来我的运气不错，没想到今天居然真的捡漏了。柜台后是一个戴着眼镜的老者，老者满脸精明，他看着张文轩的动作不由得摇头。这盒子明显不是什么值钱的东西，我估计那个陶罐应该是100多年前陶罐拥有者用来藏私房钱的，这种情况并不少见。眼镜老者如是道。张文轩没有理会他，而是直接将木盒打开，只见里面存放的东西并不是什么私房钱，而是大约一幅画卷。张文轩小心翼翼，他从口袋里拿出了2张纸巾，然后小心翼翼一点一点将画卷打开，居然是一幅画。旁人见状都有些惊讶，店内1楼的人都纷纷围了上来，准备看热闹。王承安此时已经皱紧了眉头，他一时不由自主地走过来，准备好好看看这到底是什么情况。在所有人的目光之下，张文轩将这幅画卷终于全部打开，里面赫然是一幅绘画背景为冬天的山水画，而在画卷的底部左下角，上面赫然盖着一个名章：唐寅。唐寅，这幅画居然是唐寅所画的，这开什么玩笑？不可能吧？旁边有人也看到了画卷右下角的署名，脸上顿时露出了愕然的神情。什么？唐寅？听到唐寅这2个字，四周的人顿时发出一片哗然声。都安静，所有人全部离开我，任何人都别靠近过来。张文轩大吼一声，他马上推开原本围着自己的人，店内瞬间有些沸腾起来，众人脸上的神情都是惊疑不定，所有人脸上的表情都有惊讶，同时还有深深的怀疑。唐寅自然是鼎鼎大名，但他的画作怎么会出现在这里？而且刚好被眼前这个年轻人捡漏了，这该不会是什么骗局吧？这个时候，王承安从人群里走出来。张文轩，你在玩什么把戏？这里是我的古玩店，不是给你表演猴戏的地方。王承安上前来便是训斥。原本我看在你是李小姐表弟的面子上，才让你随意挑选一件古物，当作是我送给你的礼物。没想到，你居然在我的店里做这种事情。王承安冷笑着，看向张文轩的目光，仿佛是在看一个白痴。你这种把戏好几年前就已经过时了，装作捡漏，然后拿出一鸣惊人的所谓珍品，目的就是为了吸引眼球，好鱼目混珠。你以为这样的把戏能够将我骗过吗？一旁的眼镜老者不由得摇头。年轻人，你在这里玩这种把戏，未免有些班门弄斧了。老夫我在古玩街混了几十年，什么样的手段没有见过？你这样的把戏就想要欺骗我们，未免有些太过于可笑了。哗！四周顿时一片哗然，围观众人看向张文轩的目光都变得不一样起来。原来居然是骗局吗？我还以为这个年轻人运气真的这么好，居然捡漏捡到了唐伯虎的真迹。一人道。旁边的人嗤之以鼻，怎么可能是真迹？唐寅的那些画卷早就已经被人收藏了，现在哪儿还有真迹在外面？那幅画叫什么？东双图。唐寅有画过这幅吗？一道道议论声在店内接连不断。面对众人的话语，张文轩脸上的神情没有半点的慌乱与紧张，反倒是笑容更加浓郁了几分。骗局？到底是不是骗局？只需要鉴定一下不就知道了吗？这位老爷子，既然你是这里的鉴定师，那你帮我看一下吧。张文轩将东双图放在了眼镜老者的面前，眼镜老者想都没想便直接摇头。年轻人，你的把戏已经被揭穿了，现在离开还能体面一下，何必继续自取其辱呢？王承安嗤笑着。
钱老，居然他想要鉴定，那你就给他鉴定一下吧。对了，来个人去通知一下槟榔谷物店的老板娘，让她过来看好戏。一个店员迅速跑了出去。张文轩，不要再演了，否则你表姐等会儿过来只会跟着你一起丢脸。王承安。张文轩耸耸肩，他对天眼的能力有信心，既然天眼告诉他这幅画是唐伯虎的真迹，那他绝对相信。人可能看走眼，但天眼这样逆天的能力肯定不会。没一会儿的时间，李冰兰便已经脚步匆匆从外面走进来。他刚刚走进店内，便直接冲上前来抱住了张文轩。这个举动让外人小小的哗然一下，王承安脸色则是不太好看。张文轩顿时感觉两团柔软的山峰紧贴在了自己的身上，这触感让他心神荡漾。没等他仔细品味这美好，便听着李冰兰气恼的声音：张文轩，你在干什么？你这么做我会很难看。对面的王承安冷笑着：李老板，你们别说什么悄悄话了，张文轩是你的表弟，今天他到我的店内来做这样的骗局，该不会是你授意的吧？大家都在这条街开店做生意，平日里面抬头不见低头见，你这样的做法未免有些不太道德，要是传了出去，恐怕会对你店内的名誉造成很大的损失。面对王承安这样的话语，李冰兰一时之间有些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她咬着牙，然后在张文轩的腰间狠狠掐了一下。李冰兰气不打一处来，她也在古玩这一行业混了好些年，自然知道张文轩现在所做的事情是典型的骗局，但她有些想不明白，为什么张文轩要做这样的事情。面对神情急迫的李冰兰，张文轩表情微笑依旧：冰兰姐，我并没有玩什么把戏，接下来你好好看着吧。张文轩语气里面有着浓浓的自信，这话让李冰兰更加气恼。他刚想要说些什么，对面的王承安已经大笑起来。王承安毫不掩饰自己的笑意，好像是听到了什么好笑的笑话一般。张文轩，你还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啊，连李老板都已经到了这里，你居然还这么嘴硬。张文轩开口打断了他：我说了，我并没有玩什么把戏，你们真要是嘲讽，那等鉴定后再说吧，免得等会儿打脸太疼。哼！王承安轻蔑一笑：行，既然你嘴硬，那就好好鉴定一下，等钱老将结果鉴定出来，看看你还有什么话说。他看向眼镜老者：钱老，给他鉴定一下那幅画。好吧。眼镜老者虽然有些不耐，但也点头。他走到东双图面前仔细观察起来，店内也随之安静下来。众人谁都没有说话，硕大的店内安静到了极致，似乎连一根针掉落在地上都能够听到清清楚楚。李冰兰见状心中急切，她凑到张文轩的耳边，两人此刻亲密接触之下，李冰兰身上的体香不由得钻入张文轩的鼻尖。李冰兰那柔软的身体触感让张文轩十分享受，不过对方则是质问起来：现在没外人，马上告诉我你的计划，等会儿我好带你脱身。李冰兰如是道。张文轩有些无语，李冰兰还真是一点都不信任自己，她有那么不可靠吗？我没有骗人，那幅东双图真的是唐伯虎的真迹。张文轩，李冰兰气恼不已，这都什么时候了，你怎么还骗我？唉，张文轩心中无奈，他不再解释了，一切让事实来说话吧。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众人都在耐心等待着。王承安看了一眼眼镜老者：钱老，鉴定结果还没出来吗？这样的假货一眼就可以分辨吧？面对王承安的话，此刻眼镜老者却一改之前的态度。只见他苍老的面容上不知道什么时候神情凝重。等等，我还要仔细观察一下，这幅画似乎不太像假的。什么？此话一出，简直是石破天惊。眼镜老者的话如同是往一个平静的湖面投下了一枚深水炸弹，顿时掀起了万丈波涛。王承安皱紧了眉头：钱老，你在说什么？这样一幅画难道还有争议吗？唐伯虎的真迹哪儿是那么容易出现的，何况是藏在一个罐子里面。眼镜老者一遍一遍仔细观察，他的手中甚至已经拿着一个放大镜去观看画卷上的线条，他脸色上的神情也有着震惊。像，实在是太像了，这线条，这风格，这意境，简直就是唐寅的惯用手法。每个画家都有其独特的手法，这源自于画家的习惯，因此难以模仿。而这幅东双图上的细节与唐寅完全相同，我完全找不出任何的问题。什么？店内一片哗然，众人简直怀疑自己的耳朵是不是出现了问题。王承安面色大变，他迅速走上前来：钱老，这个玩笑可开不得。眼镜老者微微皱眉，他抬起头来，口中叹息一声：我不是很确定，从我的能力看来，这幅画毫无疑问就是唐寅的真迹，或许可以找其他人也来鉴定一下。这下子王承安真的吃惊了，眼前老者的能力他可是十分信任，否则的话也无法担任鉴定师的工作。没想到老者居然给出这样的答复，不如去请崔元正崔老吧，他老人家鉴定过大量唐寅的真迹，
对于唐英的风格再熟悉不过。有人到，王承安眼睛亮起，好，他马上派人去请。此时此刻，店内的气氛已经完全不同了。李冰兰脸上也是惊疑不定的神情，她压低声音道：张文轩，这幅假画你是从什么地方得到的？居然到了连钱老都能骗过的程度。钱老在我们上江古玩界是有名的鉴定大师，你这幅画居然连他都能够骗过。听着李冰兰的话，张文轩有些无语，这女人居然根本不相信自己。他直接伸手过去抱住了李冰兰的柳腰，后者身体不由得一僵，马上挣扎起来。别乱动，我在跟你说话呢，难道你不想知道真相吗？张文轩神情轻笑着。李冰兰翻了翻白眼，她发现张文轩的胆子真是越来越大了，现在居然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还敢明目张胆地占他的便宜。真相是什么？李冰兰低声道。张文轩凑在李冰兰的耳边轻语，我这幅画是真迹。李冰兰没一会儿的时间，刚才出门的店员便已经返回，同时身边跟着一个身穿中山装的老者。崔老来了。人群自动让开了一条路，崔元正从外面走进来，王承安马上热情地上前去迎接。崔，他的话还没有说出口，崔元正已经到。唐英的冬霜图在什么地方？他目光看到了柜台上的冬霜图，立刻脚步匆匆地过去。当目光落在冬霜图上时，崔元正的眼睛顿时亮了起来。他没有开口，而是俯下身体仔细观察起来。王承安口中轻笑着，张文轩，崔老是署名的山水画鉴定师，在我们上江市这片区域，崔老的水平是最好的。他尤其钟爱唐英的画作，没有任何一幅唐英的假画能够骗过他的眼睛。等会儿崔老鉴定完成，我看你还怎么狡辩。王承安的语气里面已经充满笑意。面对这样的讥讽，张文轩不紧不慢，反倒是轻笑。是吗？希望等会儿你还能这么高兴。呵呵。王承安心中嗤笑，根本不相信这幅冬霜图是真品。此时崔元正还在观看这幅冬霜图，越是看他脸上的神情就越是变化，从最开始的惊疑不定，到后面的惊喜，再到最后的激动。所有人都在耐心等待着崔元正的鉴定结果。好好好。突然崔元正激动的声音响起，随后只见他起身来，口中连续说了3个好字，脸上的神情满是激动与喜悦。没想到终于让我找到了唐英的冬霜图，这幅冬霜图我找了整整10年时间，今天终于让我看到了。崔元正喜悦不已，他询问道：这幅冬霜图的所有者是谁？哗！随着崔元正的话，店内一片哗然，所有人都惊愕不已，气氛瞬间炸开了锅。崔元正的话实在震撼，这幅冬霜图居然是唐英真迹。不可能。崔老，你说这幅冬霜图是唐英的真迹？这怎么可能？王承安脸色惊愕，表情万分精彩。崔元正连连点头，对于唐英的画作我再熟悉不过了，我可以以我的名誉担保，这幅画就是唐英的真迹。冬霜图是唐英后期所绘画，相比于其他的画作，这幅冬霜图并没有那么出品，因此知道的人并不多。这幅冬霜图是毫无疑问的真品，其价值……崔元正顿了一下，随后道：2000万。轰！店内气氛沸腾，2000万的数字着实惊人。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王承安面色巨变，整个人忍不住后退了几步，他有些难以接受，随后忍不住看向不远处那已经破碎的陶罐。一副唐英的真迹居然就这么藏在一个看似普通的陶罐里面，我居然将2000万送给了张文轩。张文轩的笑声响起，这次轮到他笑了。多谢崔老的鉴定，这幅冬霜图是我找到的。说起来还要多谢王老板，他让我随便在这家店内挑一件古物免费送给我。我看那个陶罐似乎不错，于是就选了陶罐，没想到在看似平平无奇的陶罐里面，居然隐藏着唐英的真迹冬霜图。说出这句话后，张文轩满脸笑意地看向王承安，他摆了摆手：王老板，这幅冬霜图谢谢你送给我，那我就不客气地收下了。张文轩，刷刷刷，一道道目光纷纷看向了王承安，所有人的表情都非常古怪。王承安此刻表情僵硬到了极致，张文轩的话如同一柄利剑，直接穿透他的心脏。他露出一个比哭还要难看的笑容。陶罐是我送给你的，你从里面开出什么东西都是你的本事，与我无关。王承安用咬牙切齿的语气说出这句话，他的心都在滴血。2000万，2000万啊！看着王承安脸上那副心痛不已的神情，张文轩差点忍不住笑出声来。他不是瞎子，哪里会看不出来王承安这个洒脱的样子只是强撑出来的。噗嗤，店内有人直接笑出声来，不少人脸上都是幸灾乐祸的神情。这些都是围观者，他们一个个看热闹，不嫌事大，自然不会在乎什么。王老板这下子血亏啊，这可是整整2000万。
是啊，我要是亏了2000万，那我非得吐血不可。哼，古玩市场就是这个样子的，看的就是人的眼光更加高明，自己眼力不行，看不出那个陶罐里面有宝物，又能怪得谁呢？每年都有捡漏的人，不过这2000万的漏可不是什么小数字，那个年轻人的运气真是太好了。旁人议论纷纷，有人羡慕，有人嫉妒，还有人对王承安嘲讽与戏谑。王承安听着四周众人的议论，他脸上的神情都快要绷不住，特别是感受着众人那戏谑的眼神，他现在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对面的张文轩心中大笑，他脸上直接笑开了花。2000万入手，还有什么是比这更加让人高兴的？冰兰姐，我们走吧。张文轩微微笑着，他伸手过去想要搂住李冰兰的腰，但他刚刚伸手过去就被李冰兰灵巧地躲开。李冰兰给了张文轩一个白眼，直接伸出手在他身上拍了一下，人群自动分开一条路。在众人羡慕嫉妒的目光之下，张文轩与李冰兰两人直接带着东双图大摇大摆地离开了古玩店。两人回去店内，李冰兰便直接拉着张文轩上了2楼。砰！他直接关上房门，一双眼睛里满是惊疑不定。张文轩，你到底是怎么做到的？你怎么知道那个陶罐里面有东双图？李冰兰忍不住问出自己心中的疑惑。王承安店内的古玩古物都是反复检查过的，但都没有发现陶罐里面有东双图的存在，可想而知陶罐内的夹层必然隐藏得非常好。在这种情况之下，张文轩是怎么凭借肉眼发现的？李冰兰目光里面不由得带着几分审视，同时还有着浓浓的疑惑。张文轩微微一笑，想知道答案吗？想。李冰兰毫不犹豫地点头。张文轩得意笑着，然后伸出了手张开，给我抱抱，我就告诉你答案。这话让李冰兰直翻白眼，她忍不住伸出手指在张文轩的额头上弹了一下。你这家伙占我便宜上瘾了吗？早知道我最开始就不该纵容你。李冰兰没好气道。张文轩双手一摊，如果你不给我抱，那我就不说。李冰兰黑着脸恼怒不已，她很想要拒绝张文轩，但奈何心中又对这件事情非常好奇。经过天人交战之后，李冰兰最终只能点头答应，只给你抱一次。李冰兰没好气道。得到了美人的同意，张文轩大喜，毫不犹豫直接伸手过去将李冰兰抱在怀里。美人在怀，李冰兰身上的体香顿时钻入张文轩的鼻尖，感受着怀中美人柔软的身躯，张文轩心中激动。如此这般的美人自己能够抱在怀里，这是他以前做梦都不敢想的事情。冰兰姐，你的身材也太好了吧！张文轩夸赞道，一双手不老实的开始在李冰兰的身体上游走起来。啪！李冰兰直接一巴掌拍掉张文轩的手，不许乱动，否则我以后都不给你抱了。张文轩顿时老实起来，不再有任何的动作。行了，现在便宜给你占了，你应该告诉我你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吧？李冰兰抬起头看着张文轩，目光里面全身好奇。张文轩嘿嘿一笑，告诉冰兰姐你一个秘密，其实我有透视眼，能够透过陶罐看到里面的东西。李冰兰这个回答差点没将李冰兰气得暴走。我难道看起来像傻子吗？你不想说就算了，居然编出这么离谱的理由。李冰兰气得不行，同时在张文轩怀里挣扎起来。别啊！好吧，我说实话，因为我在一本书看过有关于那个陶罐的记载，东双图实际上是陶罐的主人专门放进去的。当初看到那篇记载的时候，我以为是假的，没想到里面居然真的有东双图。张文轩如是道。李冰兰惊疑不定，目光里有着质疑。真的吗？不然呢？难不成我真的有透视？张文轩笑着道。李冰兰翻了翻白眼，她自然不会相信这么离谱的解释，但她却并不知道，就是这么离谱的解释反倒才是真相。好吧，没想到你的运气居然这么好，这幅东双图可是价值2000万。李冰兰语气里面有着羡慕。如果冰兰姐你有兴趣的话，我可以将这幅东双图卖给你。张文轩道。李冰兰有些异动，但随即便摇头。我最近资金不太够，可拿不出2000万来。没事，那就先欠着吧，等冰兰姐你什么时候有钱了再还我也不迟。张文轩笑着道。李冰兰表情微微惊愕。你开玩笑吧？这可是价值2000万的东双图，你知道2000万是多大的数字吗？张文轩表情依旧带着微笑。区区2000万而已，我并不在乎。冰兰姐你要是能拿下这幅东双图，哪怕只是放在店内也足以大大提升你古玩店的名气。既然能够帮到你，那我自然十分乐意。这话让李冰兰表情复杂，她伸出手狠狠在张文轩腰间掐了一下。真是反了你了，你现在胆子越来越大，整天就知道调戏我。难道你想要追求我不成？我明确的告诉你，我是不婚主义者。说出这句话的时候，李冰兰瞥过头去，张文轩心中嘿嘿一笑，
事实上，他还真的不在意东双图这2000万。有着天眼这个逆天的能力在，以后还会缺钱吗？用2000来博美人一笑，完全值得啊！更何况等拿下了李冰兰，这东双图还不是自己的。这个时候，李冰兰忽然开口说了一个消息：明天晚上咱们上江有一场古玩交易会，或许你可以将东双图拿上去进行交易。如果能碰到合适的卖家，这幅东双图一定可以卖出一个高价。李冰兰道：古玩交易会？这个交易会是什么性质的？张文轩来了兴趣。李冰兰解释道：这个交易会只有拥有邀请函的人才可以参加，能够参加这场交易会的人基本上都是上江有头有脸的人物。不少达官显贵对于古玩古物都很有兴趣，他们喜欢购买这些东西来装点门面，因此在10年前就专门有人牵头举办了这么一场交易会，之后就一直保留下来。得到邀请的人就可以带着自己的古玩古物去参加，如果运气好的话就能找到一个冤大头。听到冤大头3个字，张文轩立刻就明白，这场交易会内有不少的假货。有意思，张文轩来了兴趣。这场交易会很符合他的目标，自己可以将东双图拿上去售卖，同时也可以去交易会捡漏。如果运气好的话，说不定可以再发财一次。好，我明天去参加。张文轩道。李冰兰点头。好，到时候你跟着我一起过去，拥有邀请函的人可以另外带一个人。说完之后，李冰兰拍了拍张文轩的手：抱够了吧，赶紧将我放开。张文轩有些恋恋不舍，怀抱着美人如此舒适，抱再久也不会腻啊。不过为了避免李冰兰反感，张文轩还是十分自然地将手放开。东双图就暂时放在冰兰姐你这里吧，明天我们在一起去交易会。说完了这句话，张文轩不给李冰兰拒绝的机会，转身便离开了。他径直地回到了家中，兴奋地摩拳擦掌。张文轩闭上眼睛，感知了一下自己泥丸宫内的灵气，原本篮球大小的灵气团经过今天的努力已经膨胀了1倍。今天又收集了大量的灵气，有着这么多灵气，肯定足够我再将天眼升级一次了。张文轩目光里面有着期待，上次天眼升级一次，让自己拥有了辨别古物真假的能力，不知道再升级一次的话，又能拥有什么样的能力？没有任何的犹豫，张文轩直接将泥丸宫内的灵气引导出来，然后注入自己的双眼。大量的灵气顿时源源不断地进入双眼内，很快便被天眼吸收。张文轩耐心地等待着，心中无比期待天眼的变化。然而很快，天眼还没变化，他的脸色却已经开始变化了。怎么回事？这次需要的灵气居然这么多吗？张文轩心中惊愕，上次天眼升级所需要的灵气数量并不多，为了避免出现灵气不够导致天眼升级失败的情况，他特意等到今天将古玩街完全横扫一遍，凑齐了足够庞大的灵气之后再进行升级的。没想到现在天眼居然如同无底洞一般，任凭自己投入多少灵气进去，竟然都无法掀起半点波澜。不会吧？难道我投入所有的灵气，居然都无法将天眼升级一次？张文轩心中忍不住有些紧张起来。他不确定天眼的升级能不能中断，如果中断就导致天眼升级失败，那就完全是血亏了。泥丸宫内的灵气在他的牵引之下源源不断进入天眼内，此时天眼就如同无底深渊，疯狂地探视着灵气。灵气团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在缩小，很快就只有篮球大小。随着时间的渐渐流逝，灵气团只剩下棒球大小，最后是乒乓球大小。完了完了，这次恐怕真的要升级失败。张文轩心中已经忍不住担忧起来。然而就在他脑海里冒出这个想法的时候，原本疯狂吞噬灵气的天眼终于停止下来，随之而来的便是炽热的暖流。张文轩只感觉自己的双眼十分滚烫，这种感觉将他吓了一跳。张文轩本能地闭上眼睛，然后慢慢感知着天眼的变化。滚烫的炙热包裹着双眼，足足持续了好几分钟的时间。张文轩耐心等待着，终于等到这异样的感觉慢慢的消散。当天眼的异变彻底平静下来之后，张文轩这才重新睁开眼睛。入眼的世界一下子变得清晰，张文轩惊讶地发现自己原本的近视此刻已经彻底消失不见。不仅如此，自己的视力还变得相当惊人。他看向窗外，只见几百米外街道上一辆汽车的车牌号，他居然都看得清清楚楚。这个时候，一只蚊子从他的面前飞过，张文轩本能地看过去，顿时那蚊子清晰地呈现在他的视线里面，甚至连蚊子翅膀的扇动频率他都勉强能看见。张文轩忍不住倒吸一口凉气。这次天眼升级，连带着我肉体的眼睛也得到了强化。我这眼睛恐怕已经不正常了吧？哪有人的视力居然能变态到这种程度？张文轩心惊不已，随之而来的就是狂喜。仅肉体上的变化就让他非常满意，眼前的世界仿佛一下子变得高清起来，从原本的 720P 一下子变成了 1080P， 两者之间的差距显然是相当巨大的。好，接下来就看看天眼的变化吧。张文轩已经开始期待起来。
这次天眼升级必然变化很大，毕竟连肉体都得到了这么巨大的强化，没理由天眼没什么变化。他打开了天眼，顿时眼前的墙壁直接被透视穿过，短短只是眨眼之间，张文轩的天眼便将整栋大楼完全透视过，一直看到了对面的大楼。好家伙，透视能力得到大幅度的增强。以前我最多只能透视3面墙壁而已，现在足足能够透视10面墙壁，提升了3倍，有于张文轩狂喜。如今天眼具备2种能力，透视以及鉴别，如果能单独关闭一种就好了。他的脑海里浮现出这种想法，随后让人惊讶的一幕便发生了，透视能力居然被关闭，但天眼依然还是开启状态，居然真的可以单独关闭透视能力了。张文轩又惊又喜，好啊，天眼，你做得好。他欣喜若狂，透视能力虽然强大，但也会给自己带来不便，比如他想要利用天眼来鉴别物品，如果无法关闭透视能力，那他的目光就会直接穿过自己所需要鉴别的物品。而且最关键的是，透视能力不受他的控制，以至于他每次开启天眼都会看到白花花一片的肉体。如果是美人的身体，那自然是赏心悦目，可关键是大部分人都是普通人，特别是男人的身体，他可没有任何兴趣想要看。这次天眼升级真是太值了。张文轩目光看向不远处桌子上的茶杯，顿时一串信息便浮现出来。茶杯，陶瓷，无名工匠，4年，5块，多了一个信息。5块是什么意思？是这个茶杯的价值吗？张文轩惊喜不已，他目光看向房间内其他的东西，果然这次鉴别能力发动后，每件物品除了名字、材质、制作者以及出产年份外，还多了价值这一栏。还不错，有了价值评定，至少让我不会被奸商坑。张文轩咂了咂嘴，这个时候他的目光扫过房间内的镜子，镜子里赫然倒映出自己的面容，而这个时候一连串的信息随之出现。张文轩，天眼，21、85，亚健康，轻微腰肌磨损，轻微营养不良，轻微贫血。一连串的信息出现在张文轩的视线里面，让他狠狠地吃了一惊。这是我自己的信息？天眼升级之后已经可以鉴别出人类的信息了吗？张文轩感觉万分惊喜，这些信息包含了我的名字，那个天眼是什么意思？难道是我的天赋吗？在后面21、85又是什么意思？21似乎是我的年龄，那后面的85难道是我的年龄上限？除此之外还有我的身体健康状态，我居然是亚健康，倒也正常，这些年那么辛苦。张文轩两眼放光，没想到天眼居然给了自己这么大的惊喜。有了这个能力，哪怕我去做一个神棍都可以轻松发财。他马上来到阳台上，然后目光看向了楼下小区，刚好有一个少女就在小区花园里面。张文轩的目光立刻落在她的身上。张宇，5、18、90，亚健康，果然可以，这个女孩才18岁啊，不过她的年龄比我更长，可以活到90岁。这个年龄上限会变化吗？如果不能的话，我85岁的上限未免有些太低了吧？张文轩皱着眉头，他目光又去看其他人，一个个人的信息纷纷在他的面前浮现出来。张文轩玩得不亦乐乎，脸上的笑容一直没有断过。MB 太 MB， 天眼的新能力简直是无敌，而且这还是2次强化的天眼，以后天眼肯定还可以继续强化，如果强化到极致，不知道能达到什么样的程度。张文轩心中有着浓浓的期待，不知道未来能否达到一眼看穿世间万物一切奥秘的程度。张文轩哑然失笑，他不确定自己的天眼能不能达到这种逆天地步，不过他觉得哪怕可以，自己估计也没那么多灵气来提升天眼，仅仅只是第2次强化天眼，所需要的灵气就已经相当庞大。天眼每一次强化，恐怕所需的灵气数量都是几何倍数往上升，估计我升不了几次就是天文数字了。张文轩摇摇头，心中有些无奈，不过这点无奈很快就消失，天眼如今的能力已经足够强大，自己不应该太过于贪心。咕噜噜，忽然腹中一阵饥饿感传来，张文轩摸了摸肚子，决定出门吃饭。今天这么好的日子，当然要好好庆祝一下才行。去吃日料吧。张文轩咂了咂嘴，他换了一身衣服后随即便出门。叮，电梯门打开，张文轩走进去，只见电梯里面有着一个少女。少女长相十分漂亮，她年龄看上去大概15、16岁的样子，十分稚嫩。不过少女模样虽然稚嫩，但身材却发育得相当出色，哪怕穿着宽松的 T 恤，那傲人的身材也遮挡不住。高挑的身材加上雪白的肌肤，眼前的少女绝对是校园里无数少男们的女神。少女如此漂亮，以至于张文轩忍不住多看了几眼。哼！少女口中轻哼一声，看向张文轩的目光里面有了一分厌恶。汗！张文轩不由得有些尴尬，连忙收回目光，然后走进电梯里面。叮！
电梯很快发动，两人谁都没有说话。张文轩没想到这栋楼里面还有这么一个漂亮的少女，以前从来没有见过。怀揣着好奇的心思，他打开了天眼的鉴别能力。唐子月，绝对音感，17、19，病危，消化道癌症中期，正在向身体其他部位扩展，预计3个月。嗨，看到少女的信息，张文轩直接被自己的口水呛着，他瞬间瞪大了眼睛看向眼前的少女，简直怀疑自己是不是看错了。你干什么？少女顿时炸毛，她双手怀抱着自己，然后蹭后退了好几步。你这个变态，我警告你别碰我，我是学过散打的，你要是敢碰我一下，别怪我对你不客气。唐载月露出凶狠的样子瞪着张文轩，但他这一副面容太过于可爱，哪怕刻意装作凶狠的样子也没有多少的威慑力。张文轩摆手，别误会，我没有坏心思。他的解释在唐载月看来显然是苍白无力。唐载月不仅没有放松下来，反而是更加警惕了，看着对方一副看变态的眼神看着自己，张文轩有些无奈。你似乎得了癌症，我建议你去医院看一下。张文轩将自己看到的说出来。此话一出，唐子月瞬间暴怒，他直接冲上来，一拳便打向张文轩的腹部。他的身形很是灵巧，张文轩目光一灵，眼前唐子月的动作瞬间放慢了无数倍。他要打我！张文轩马上想要后退，但动起来才发现自己的动作居然僵硬无比，简直比蜗牛还要缓慢。尽管眼睛看清楚了，但身体却无法做出相应的反应。砰！唐载月一拳打在张文轩的腹部，发出一道沉闷的声音。张文轩瞬间疼得弯下了腰，口中忍不住发出一句国粹：卧槽！张文轩疼得额头上直冒出冷汗，对面的唐载月则是愤怒地盯着他：你有病啊，没事咒我干什么？唐子月呵斥。张文轩口中倒吸一口凉气，勉强重新站直身体。他有些恼怒，自己只是好心提醒对方身体出了问题而已，没想到这丫头没个感谢也就罢了，就算不喜欢他的话，也不至于直接对他动手吧。你才是有病，我好心提醒你，你居然还打我！张文轩黑着脸，唐载月同样黑着脸。你没事咒我得了癌症，我不打你打谁？你……唐载月的话还没有说完，突然之间他感觉腹中传来一阵剧痛，这让他瞬间将后面的话咽了回去。啊！唐载月疼得忍不住叫出声来，一张精致可爱的脸蛋上满是痛苦的神情。看着唐载月忽然剧痛起来，张文轩也不由得吓了一跳，连忙后退一步。他再度打开天眼看向对方，唐载月的信息也随之浮现。对方健康那一栏原本的癌症中期后面多出了几个小字，正在并发。他发病了。张文轩有些吃惊，随即有些幸灾乐祸起来。看来被我说中了，现在你还有什么话要说？听我一句劝，你赶紧去医院看看吧，你这还没到晚期，应该还有救。说完这句话，张文轩转身就打算离开。他可不是什么烂好人，刚才只是提醒唐载月一句，对方却直接对他动手，以至于他现在对唐载月没有半点的好感。叮！这个时候电梯门打开，张文轩转身就准备走，不过就在他走出电梯的时候，身后却传来了倒地的声音。张文轩转过头一看，顿时吓了一跳，只见唐载月正满脸痛苦地倒在地上，他捂着自己的腹部满头大汗，整个人甚至痛苦的五官都紧皱在一起。你没事吧？张文轩面色微变，他迅速走上前，想要将唐子月搀扶起来。好痛啊，救我！唐载月强忍着痛苦道，一改刚才那警惕的态度。张文轩连忙拿出手机拨打急救电话，虽然刚才与唐载月发生了一点小矛盾，但他还不至于到见死不救的程度。我已经拨打报警电话了，你好好躺下，救护车很快就会到了。张文轩安抚着满脸痛苦的唐子月。唐载月病情发作，他痛得面色发白，甚至连身体都开始有些抽搐起来。救我！唐载月满脸痛苦地向身边唯一的人求援。看着他这个样子，张文轩也急得满头大汗，但他也没什么办法。我不是医生啊，我也不懂什么急救的手段，你这种食道癌我一点办法都没有。张文轩心中无奈，忽然他想起了灵气。灵气可以解决目前的麻烦吗？哪怕只是缓解一下唐载月的痛苦也行。张文轩决定尝试一下，他双手按在了唐载月的腹部，然后将一丝丝灵气输入了进去。为了避免出现什么意外，张文轩仅仅只是输入了一丝灵气而已。他不确定灵气是否能够对唐载月生效，灵气还有镇痛功能，不清楚。然而神奇的一幕出现了，当灵气注入唐载月腹部的时候，原本还痛得身体抽搐的唐载月迅速平静了下来。张文轩看向他的脸色，唐载月脸上的痛苦神情明显减弱了许多，居然真的有效。张文轩惊讶不已。唐载月神情上依旧有着痛苦，但相比于最开始的样子已经好了许多。感觉怎么样？张文轩询问。
唐载月强忍着痛苦道：“稍微好一些了，虽然还是剧痛无比，但至少他勉强可以说话。”救护车很快赶来，急救医生与护士迅速来到电梯所在的地方。医生，病人在这里，他是食道癌发作了，麻烦你们快救他。张文轩道：“食道癌？”急救医生吓了一跳，然后对着护士道：“快，马上将病人抬走，送往急救室，给他注射一点镇痛剂。”护士迅速将唐载月抱起来放在担架上，然后抬着上救护车。“你是他的男朋友吧？跟我们一起过去吧。”一个护士道。张文轩有些犹豫，他摆手解释：“我不是他的男朋友，只是路过的路人而已。”想了一下，张文轩还是跟着一起去了，就当是送佛送到西。他迅速上了救护车，一路跟随着前往了上江医院。车上被注射了镇痛剂的唐载月稍微恢复了一些。“你家里人号码多少？我给你爸妈打一个电话。”张文轩道。唐载月强忍着疼痛，他勉强拿出电话交给张文轩，他随即便拨打过去。嘟嘟嘟，没一会儿的时间，电话便被接通，一道温柔且成熟的声音从电话那头传过来：“子月，怎么打电话给妈妈？”“你好，请问是唐载月的妈妈吗？你的女儿刚刚食道癌发作，目前正在被送往上江医院，你赶紧来医院一趟吧。”张文轩道。“什么？”那头的女人声音瞬间急促起来：“我女儿出事了。”“好，我马上到上江医院来。”没一会儿的时间，救护车便已经到达了上江医院。唐载月被推着送进了急救室，一个护士走过来：“病人家属过来交纳费用，你女朋友的病情可能比较严重，先交纳1万吧。”护士道。“好。”张文轩点头，拿出银行卡支付了1万过去。急救室的灯很快亮了起来，张文轩在走廊里面耐心等待着。这个时候电话再度响起来，是唐载月的妈妈打来的电话：“喂，我已经到上江医院了，我女儿在哪个急救室？我马上出来接你。”张文轩道。他走出去医院外面，很快便看到了一个美妇就在医院门口。看到美妇的时候，张文轩不由得眼睛亮起。唐载月这个女儿长得漂亮可爱，果然妈妈也不差。美妇大约30多岁的样子，皮肤白皙，穿着一身职业装，下半身的黑丝长腿十分引人注目，丰盈成熟的身躯如同一颗熟透的水蜜桃，再加上那一身职业装的衬托，让其更显魅力。张文轩的目光落在美妇的身上，顿时看到了她的信息：田梦5 37 85亚健康。这里。张文轩拿着唐载月的手机对着美妇挥挥手，美妇见着手机，她立刻焦急地快步过来：“我女儿的情况怎么样了？”田梦语气急促，一张精致美丽的面颊上写满了焦急：“你女儿正在急救室里面，你跟我来吧。”张文轩转身在前面带路，两人来到了急救室的外面等待着。田梦神情上写满了担忧，整个人焦急无比，在门口走来走去。张文轩张了张嘴本想安慰，但随后还是没有说话。食道癌作为癌症，其可怕程度他有所耳闻，虽然是中期，但唐载月能不能治好他可没什么把握。这个时候，田梦的目光落在了他的身上：“你好，请问你跟我女儿的关系？”田梦的目光里面有着几分疑惑。对于眼前的张文轩，他只感觉万分陌生，搜索了记忆一圈，完全找不到。“我叫张文轩，是跟你们同一个小区的。今天我出门在电梯里面碰到你的女儿，她突然发病倒在了电梯里面，我将其送了过来。我并不是认识她。”张文轩道。田梦露出了然之色，他神情激动地走上前，握住张文轩的手：“谢谢你救了子月，真是太感谢你了。”“没关系，只是举手之劳而已。”张文轩微微笑着，他稍微犹豫一下，最后还是道：“田女士，你女儿的情况可能比较严重，你最好要有心理准备。”田梦闻言，顿时不由得面色微变：“医生那边说什么了？”“可能是癌。”张文轩道。“什么？”此话一出，田梦瞬间面色煞白。作为现代人，如何不知道癌症的可怕？他身形一晃，眼看着就要倒下去。张文轩连忙上前抱住田梦，小心些：“抱歉，我有些失态了。”田梦稳定了身形，但面色依旧有些煞白。“医生真是这么说？有没有可能是误诊？”田梦声音有些颤抖。张文轩摊了摊手：“我不太清楚，还是等医生仔细检查后再询问吧。”田梦深吸一口气，他坐到了旁边的椅子上，但脸上的神情则是写满了担忧。“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田梦显然难以接受。看着田梦如此深受打击，张文轩心中不由得叹了一口气。一个妈妈突然听到自己的女儿得了癌症，有这样的神情完全不奇怪。“田女士，你的老公呢？打电话让他也过来吧。”张文轩道。田梦摇了摇头：“我老公10年前就去世了。”“啊，原来是寡妇，这就有点惨了。”张文轩没有再多说什么，
自己毕竟是外人，有些事情还是不要多嘴比较好，免得被人误会什么。两人就这么等待着，一直过去半个小时后，急诊室的大门这才重新打开，一个身穿白大褂的医生从里面走出来。田梦连忙起身过去：“医生，我女儿的情况怎么样了？”“不太乐观。”医生面色沉重：“你女儿的肠道部位有些病变，初步推测是癌变，但具体的情况我们需要进行更加详细的检查。不过是癌变的可能性很大，你要做好心理准备。”这话彻底让田梦面色发白。“先去缴费和办理住院手续吧，然后进行检查。”医生道。“好。”田梦连连点头。唐载月很快从急救室内被推出来，他的面色已经恢复了正常，虽然神情有些疲惫，但至少没有再满头大汗。田梦很快去办理了住院手续，唐子月也被送去进行了详细的检查。检查完之后，唐子月被送往了病房，他已经换上了病号服，正躺在床上。田梦办理了一个4人间的病房，这里的环境明显比其他病房更加的出色。“妈妈，我没事吧？”医生那边怎么说？唐载月神情紧张地抓着田梦的手，脸上的神情满是紧张与担忧。面对唐载月的询问，田梦脸上勉强露出一个笑容：“放心吧，一切都会好起来的。”田梦安慰着。哒哒哒，脚步声响起，提着水果的张文轩从外面走进来，母女两人的目光立刻看了过来。田梦脸上露出温和的微笑：“张先生，真是让你破费了，快请坐吧。子月的事情今天多亏了张先生仗义出手，等事情结束之后，我一定好好感谢张先生。”田梦微笑着：“没关系，仅仅只是小事而已。”张文轩摆手。田梦看向病床上的唐子月：“子月，还不快向张先生说谢谢？今天要不是张先生将你送过来，后果简直不堪设想。”唐子月神情有些尴尬，他想起来自己在电梯里面的时候，因为误会而打了张文轩一拳。现在想起来，当时的确太冲动了。如果现在病房里面有个地缝的话，他恨不得现在就钻进去。张先生，谢谢。另外，我再向你道歉，之前在电梯里面我不应该对你动手的。唐载月的神情尴尬无比。田梦有些愕然：“子月，你打张先生干什么？”这个唐载月支支吾吾说不出话来。张文轩笑着：“没关系，电梯里面仅仅只是误会而已。”田梦没好气道：“子月，你真是太冲动了，还不快好好道歉？”“对不起。”唐载月满脸歉意的低下头。这个时候，医生从外面走进来：“田女士，检查报告已经出来了。”医生。田梦连忙起身来：“医生，我女儿的身体，很抱歉的通知你，你女儿是食道癌中期，虽然还没到晚期的程度，但扩展的情况已经不容乐观。幸好这次她急性发作送来了医院，如果再晚来几天的话，那癌细胞就彻底扩散了。”医生如是道。唰，听到是食道癌，田梦与唐载月母女两人都是面色巨变。怎么会是癌症？医生，是不是诊断出了问题？田梦语气急促。医生摇头：“没有错误，就是食道癌。”病床上，唐载月面色惊恐的同时，他忽然想起来之前在电梯里面张文轩对他说的话，他目光立刻看向了张文轩：“你怎么知道我是食道癌？”张文轩眨了眨眼睛，他没有回答，总不可能说自己用天眼看的吧。好在唐载月的注意力很快被医生转移，因此没有继续关注这个问题。医生很快给出了治疗的手段，但食道癌中期还可以进行治疗，但受罪肯定是免不了的。田梦仔细听着医生给出的治疗方案，他很快点头肯定。旁边的张文轩见着这一幕，随后便打算离开了。这里已经没他什么事，他之前就打算吃饭，因为唐载月的神情而耽误了时间，现在早就饿得前胸贴后背。田女士，我还要去吃饭，就先离开了。张文轩道。田梦点头。等一下，张先生还没吃饭吗？那我请客吧。因为子月的事情让你忙活这么久，我怎么也得请客一顿才是。行。张文轩点头。他倒不是对美妇有什么想法，既然有人请客，那他肯定是不会拒绝的。唐载人暂时1个月在病房里面，张文轩则是与田梦两人离开了医院。田梦拿出手机，很快打了一个电话出去。两人来到停车场，田梦拿出车钥匙准备打开车门。然而就在这个时候，正准备打开车门的田梦忽然身体一软，一下子就往地上倒下去。田女士。一旁的张文轩见状迅速上前，将马上要倒下去的田梦抱住。田女士，你没事吧？他低头一看，这才发现田梦面色苍白，整个人手脚都冰冷一片。糖，在我衣服的口袋里。田梦说话声音颤抖。张文轩闻言，他迅速打开天眼，果然看到田梦的身体状态那一栏出现了变化，低血糖发作。原来是低血糖。张文轩松了一口气，这个病他听说过，并不是什么大问题，只要吃点糖就行了。怎么母女身体健康都有问题？
他马上顺着田梦所说的去拿他口袋里的糖，但目光落在裤子上，才发现根本没有口袋。你口袋在哪儿？张文轩微微皱眉。在我上衣口袋里。田梦艰难开口。闻言，张文轩这才看到田梦的衣服内有着一个口袋，然而那个口袋的位置在上衣胸口的内侧，这个位置显然是有些尴尬。田梦的衣服十分修身，正是因为修身，所以紧贴身体。他要是将手伸进去，难免要触碰到田梦那饱满的山峰，这张文轩有些尴尬。自己要是伸手进去，等会儿田梦恢复过来不会打他吧？田女士，你这个衣服……张文轩犹豫道。他说话时看过去，这才发现田梦已经因为低血糖而昏迷过去了。行吧，既然人都已经昏迷过去了，那他的动作自然不会被发现。张文轩立刻将手伸进去，刚刚将手伸进衣服，顿时便感受到了那惊人的柔软。好大，那柔软的触感十分惊人。张文轩这才发现田梦居然没有穿内衣。他手伸进田梦的衣服口袋里面，很快找到了一包糖，但这柔软的触感实在是让他心中恋恋不舍，以至于手有些不太老实起来。张文轩忍不住吞了一口口水，咬着牙将手抽出来。他拨开糖喂给田梦吃下去，田梦很快悠悠苏醒过来。田女士，感觉怎么样？田梦晃悠悠地起身来，她略微喘息，神情带着几分尴尬与谢意。抱歉，让你见笑了。我这低血糖是老毛病了，时常就会发作。平日里面我都有时常吃糖的习惯，只是刚才太担心子月，这才忘了吃糖。田梦解释道。张文轩点点头表示理解。田梦将糖放回自己衣服的口袋，忽然他愣了一下，随后脸上略微浮现出一抹红晕，显然是想到了什么。唰，现场的气氛瞬间有些尴尬下来。张文轩，我们上车吧。田梦神情很快便恢复，脸上重新有着笑容。眼见着田梦装作不知道，张文轩自然不会不识趣的去提，两人都默契的当做这件事情没有发生过。田梦开车带着张文轩过去，没一会儿的时间便来到餐厅所在的位置。看到眼前这家餐厅的时候，他目光有些惊讶，没想到田梦居然直接订了一家5星级的餐厅。张先生，请吧。田梦微笑着。两人走入餐厅内，服务员很快便上前来。田总。田梦点点头。我要接待客人，包厢准备好了吗？已经准备好了，5号包厢现在没有客人。服务员，那我去5号包厢吧。田梦点头。两人的对话让张文轩有些惊讶，这家餐厅该不会是田梦的吧？田女士，这家餐厅是你的？张文轩询问。田梦微微笑着。是啊，这家餐厅是我5年前开的，一直经营到现在。餐厅的大厨手艺不错，等会儿张先生想吃什么千万别客气。好家伙，张文轩有些吃惊，之前看田梦一身打扮非富即贵，他就猜测对方应该很富有，可能是什么公司的老板，但没想到居然这么有钱。上江虽然不是什么1线大城市，但能够在市区中心开一家5星级餐厅，这也绝对不差了。眼前的田梦绝对有上亿的资产。田梦走在前面，主动给张文轩带路。张文轩的目光不由自主地落在田梦身上，对方那曼妙的背影瞬间吸引了他。从背后看过去，田梦的身姿凹凸有致，性感成熟女人的魅力在田梦的身上可谓是展现得淋漓尽致。张文轩赶忙收回目光，避免被人当作痴汉。他强忍着想要打开天眼一睹美丽风景的欲望，尽量让自己正常一些。跟着田梦一路来到5号包厢，服务员很快递上来菜单。张文轩没有客气什么，随意的点了4菜1汤。没一会儿的时间，服务员便将菜肴端上来，浓郁的香味顿时在包厢里面飘荡。几份菜肴都是色香味俱全，仅仅只是闻着味道就让人胃口大开。田女士餐厅的厨师手艺当真出色，难怪我看餐厅内的生意这么火爆。张文轩笑着夸奖。田梦抿嘴轻笑，那丰满的山峰轻轻颤抖着，一时之间让张文轩有些挪不开眼睛。张先生过奖了，这些都是普通的家常菜，不知道合不合你的胃口。张文轩哑然失笑，他很快将目光收了回来。闻着这些菜肴的香味，他早已经饥肠辘辘了。哪怕此刻美人在前，张文轩也不故作优雅什么的，顿时开始品尝起来。不愧是5星级大厨的手艺，果然是非同凡响。这顿饭绝对是张文轩活这么大吃过最好吃的饭菜，差点没让他将舌头都吞下去。4菜1汤，田梦没吃什么，大部分都进了张文轩的肚子。吃饱喝足之后，两人这才离开了餐厅。张先生，我先送你回去吧。田梦主动道。好。张文轩点头。田梦开车将张文轩送回了小区，他随后这才回去。目送着田梦离去的背影，张文轩不由得咂了咂嘴。我现在明白为什么那么多人沉迷美肤的魅力了，果然是非同凡响啊。张文轩不由得感慨这一句。跟唐载月这样的少女相比，田梦这位少妇完全是不同的味道。
怪不得那么多男人追求女大三抱金砖，他现在算是彻底体会到这句话的意思了。时间很快来到了第二天晚上，李冰兰过来敲响了张文轩的房门，两人随后一同出发前往参加古物交易会。今天晚上，李冰兰穿着一身素色的长裙，乌黑的长发披在身后，与平时的职业精英打扮有着巨大的差别。她此刻的样子很像是要去出入上流社会的社交场合，修身的束腰长裙将李冰兰的身姿展现得淋漓尽致，那完美的曲线近乎都勾了出来，一时之间让张文轩有些看呆了眼睛。别看了，我们快出发吧，交易会已经快要开始了。见着张文轩有些看呆了自己的美貌，李冰兰嘴角不由得勾了出一抹微笑。她走上前，轻轻在张文轩的脑袋上敲打了一下。冰兰姐，你今天晚上真漂亮，等会儿到了交易会会场，你一定是最漂亮的那个女人，哪怕是那些贵妇也绝对比不过你。张文轩由衷的夸赞道。李冰兰抿嘴轻笑着，我的漂亮还用你夸吗？我们走吧。两人随后出发，开车前往交易会所在的山庄。张文轩自然是带上了冬霜图，对于今天晚上的交易会，他显得十分期待。若是自己运气好的话，说不定能在交易会上又捡漏到宝贝也不一定。没一会儿的时间，在一栋山庄门前停止下来，车门打开，两人从车上走下来。李冰兰出示了邀请函，门口的安保这才放心，两人进入其中。在侍者的带领之下，两人一路来到了山庄的深处的大厅里面，这里赫然就是交易会的现场。此刻交易会显然已经开始了，硕大的大厅里面现场十分热闹，众多人已经来到这里，放眼望去，到处都能够看到一个个衣着华贵的人。与此同时，会场里面同时摆放着一张张桌子，大部分的桌子旁都有着一个人，而桌子上则是盛放着一件件古物。这些古物琳琅满目，有玉器、瓷器、书画数十件古物摆放在各自的桌子上，看上去可谓是琳琅满目。众多对古物感兴趣的人都受邀来到这里，此刻都在各个古物面前欣赏或者议论着。张文轩脸上也有着期待之色，他朝着这些古物所在的位置走过去，随之打开了天眼。这一看不得了，整个交易会上的古物几乎一半都有灵气的存在，这样的比例当真是相当惊人。这一件件古物里面的灵气看得张文轩十分眼热，尽管每一件古物里面的灵气数量并不多，但如果全部吸收的话，也绝对不是小数字。他与李冰兰很快走动一件古物的面前，除了他们两人之外，还有其他人也围在这附近。这件唐代的青花瓷工艺果然不错啊，看着瓷瓶上的图案与形制，很大概率是皇宫内的御用。一人面带微笑，他仔细观看着眼前的青花瓷瓶，脸上有着喜悦。旁边的人纷纷点头附和。拥有这个青花瓷瓶的所有者则是满脸笑意，脸上有着自豪之色，那种神情就好像是在展示自己的宝贝一般。张文轩可不关心这些，趁着众人没注意的时候，他的手十分自然地触碰了一下眼前这个青花瓷瓶，只是这一下的动作，青花瓷瓶里面的灵气便被他所吸收。感受着泥丸宫里面的灵气已经增加了些许，张文轩的脸上不由得露出满意的笑容。做完了这个动作后，张文轩立刻将目光瞄准了在场的其他古物，他随后便如法炮制，很快将在场所有具备灵气的古物全部吸收了个遍。你就这么看一遍就可以了吗？李冰兰看着张文轩的动作有些奇怪，每件古物只是稍微看一下，甚至连半分钟的停留都没有，这能看出什么？这些时间足够了，反正我今天只是过来卖掉冬霜图而已，至于这些古物我并不怎么感兴趣。张文轩摊了摊手。李冰兰听着他的话不由得翻了一个白眼，他有些不太能理解张文轩的行为。就在这个时候，一道熟悉的声音从身后传来，张文轩。听到这声音，张文轩不由得眯起了眼睛，他转过头去，果然就见到了两个老熟人就在自己的身后。又是你们啊！张文轩直接不给什么好脸色，面前的人赫然就是王东与刘雪这对狗男女。此刻刘雪正亲密地抱着王东，看着他们这对狗男女的姿态，张文轩便感觉心中一阵恶心。没想到在这里也能碰到你们，真是把我的好心情都毁了。张文轩毫不客气的讥讽，说话要多难听有多难听。他的话让王东与刘雪两人脸色都不太好看，两人看向张文轩的目光充满了浓浓的敌意。王东直接道：张文轩，这句话应该是我们说才对，你怎么会在这里？这场古物交易会可不是你这种泥腿子该来的地方。王东毫不掩饰自己话语里面的讥讽，一旁的刘雪也在帮腔。没错，张文轩，你根本没有资格进入这场交易会，我怀疑你根本就是混进来的。呵呵。面对两人的指控，张文轩心中不由得冷笑，看来之前对你们的打脸还不够啊，你们不会还在用以前的目光看我吧？张文轩这话让王东与刘雪的面色都不由得有些变化。这个时候李冰兰走了过来，她微微一笑，随后便直接上前挽住了张文轩的胳膊。李冰兰整个人都十分亲昵地贴了上来，绝美的面颊上有着精致的笑容。文轩是跟着我一起进来的，
你们两个又是什么人？我是古玩街槟榔古玩店的店长，这是我的邀请函，你们还有什么疑问？李冰兰直接将自己的邀请函亮出来，在两人的面前晃了晃。王东是第一次见到李冰兰，当看到这么漂亮绝美的李冰兰居然如此亲昵地抱住张文轩，他眼珠子都差点瞪出来。在他心里，不过只是底层泥腿子的张文轩，现在居然有了一个这么漂亮的女朋友。王东瞪大了眼睛，看着两人这明显是情侣的姿态，他的脸色相当难看。张文轩，你居然当了小白脸？王东语气酸溜溜道，他眼神里面有着浓浓的嫉妒。跟眼前的李冰兰比起来，他身边的刘雪无论是容貌、身姿还是气质，双方完全不是一个层面。刘雪整个人都被李冰兰完全碾压了。张文轩这个家伙到底是怎么做到的？这个叫李冰兰的女人难道是瞎子吗？她怎么能看上张文轩？张文轩听出了王东语气里面的酸味，他忍不住笑了起来。王东，我怎么做事还轮不到你来教训我？我看你们还是管好自己吧，我今天还有事情要做，没兴趣跟你们废话。冰兰，我们走吧。丢下这句话，张文轩转身就离开。他今天可是要将东双图卖出去的，这可是关乎到2000万的大生意，哪有空跟王东和刘雪废话？万一等会儿闹起来被赶出去，那可就亏大了。两人直接就走，留下王东与刘雪两人脸色不太好看的站在原地。张文轩与李冰兰直接来到了一张桌子面前，然后将东双图拿了出来。张文轩刚刚将东双图放在桌子上，一个戴着金丝眼镜的中年男人便走过来。咦，小兄弟，这张山水画是什么？中年男人目光顿时落在了东双图上。张文轩微微一笑，这是唐寅所画的东双图。东双图？中年男人先是愣了一下，随后略微皱眉。我怎么不知道唐寅还有东双图这幅山水画？中年男人语气明显有些怀疑。张文轩不多做什么解释，他刚才一路走来，看到了不少人都拿出古画，今天这场交易会这么多人，肯定有识货的。更别说他已经在会场的人群里面看到了一个熟人。说曹操，曹操就到。不远处的崔元正目光看到了张文轩，他眼睛亮起，立刻快步朝着这边走过来。张先生，李老板，我刚才还在找你们，你们果然带着东双图过来了。崔元正语气里面有着兴奋。崔元正的声音引起了不少人的注意力，一些喜好山水画的人纷纷跟着崔元正过来。这幅画难道就是前几天出现的唐寅真迹东双图？一人的语气里面明显有着惊喜。听到东双图3个字，这些人纷纷凑上前来。的确就是东双图，快看这构图以及画作手法，这是典型属于唐寅的风格。我也只是听说唐寅晚年的时候画过一幅山水画名为东双图，但从来没有见过，没想到今天真的能够看到真迹。不愧是唐寅的作品，这样的山水意境果然出色。众人脸上都有着惊喜，所有人的目光都在东双图上。刚才的金丝眼镜男人开口询问道：小兄弟，这幅东双图不知道你是否愿意割爱？这句话顿时让张文轩笑了起来。当然，2000万。撕这个价格瞬间让金丝眼镜男人冷静下来，脸上忍不住浮现出一丝尴尬之色。2000万可不是什么小数字，哪怕今天前来参加古物交易会的人都身价不菲，但想要一口气拿出2000万来购买东双图，这显然也是相当困难的事情。不远处，王东与刘雪两人将这一幕看在眼里。两人听到2000万的时候，无论是王东还是刘雪都瞪大了眼睛。张文轩，你疯了吗？这幅画你居然敢卖出2000万这样的天价，我看你是想钱想疯了。刘雪忍不住道。张文轩口中嗤笑，刘雪，你不懂就不要乱说话，我这幅东双图乃是唐寅真迹，2000万并不过分。刘雪看向四周的其他人，然而却见着众人却并没有提出什么异议，显然都认可2000万这个价格。刘雪忍不住心中震撼，内心翻起了惊涛骇浪。这幅画居然价值2000万，如果能够卖出去，那张文轩岂不是发财了？摇身一变，直接成为千万富翁。可惜我手中的资金不够，否则一定将这幅东双图买下来。崔元正口中不由得叹息。这个时候，一道声音传出来：2000万这幅东双图我要了。这声音让众人吃了一惊，人群自动分开一条路。只见一个衣着华贵、气质儒雅的中年男人从人群里走出来。陈总！众人第一时间认出了儒雅男人。陈峰威笑着走上前来：小兄弟，这幅东双图我想要收藏，2000万随时可以转账。没问题，既然陈老板想要，那我自然愿意割爱。张文轩心中喜悦，2000万可不是什么小数字，没想到这么快就有人豪爽的掏钱。张文轩报上自己的银行卡号，随后陈峰让身边的秘书直接转账2000万过去。双方交易正式达成，眼见着一笔2000万的古物交易完成，现场交易会的气氛瞬间点燃。在场的许多人都对张文轩投去了羡慕的目光。2000万到账之后，
张文轩也将东双图交给了眼前的陈峰。得到了自己想要的东双图，陈峰也心满意足地转身离开。这场交易点燃了这场交易会的气氛，原本会场内就热烈的氛围顿时更上一层楼。众人很快各自离开，张文轩则是与李冰兰在交易会会场转了起来。刚才只是粗略看了一遍，并没有真正对会场内的谷物进行鉴定。如今东双图已经卖出去，是时候好好转一转交易会会场了。恭喜你啊，现在2000万到账，你也算是真正发财了。李冰兰说出这句话的时候，感觉啧啧称奇。张文轩在他那里住了好几年的房子，他可是很清楚这几年张文轩都过得很贫穷。现在东双图卖出去，有着2000万到账，眼前的张文轩算是彻底翻身了。嘿嘿，张文轩轻轻一笑，神情有些得意。正所谓金钱是男人的胆气，如今有着2000万进账，张文轩走路都硬气了许多。花了一会儿时间，张文轩这次彻底将整个交易会转了一遍，然而结果让他有些失望，出现在这里的谷物基本上都是经过大家反复鉴定过的，根本没有漏给他捡。他想要再次捡一个像是东双图这样的大便宜，根本不可能。想来也是，这些人拿着谷物来参加这场交易会，自然是将手中的谷物不知道研究了多少遍。真要是有隐藏的秘密，这些眼光毒辣的家伙早就已经挖掘出来了，哪儿还有漏给他捡？算了，眼见着无法占到便宜，张文轩顿时对这场交易会没了兴趣。反正东双图已经卖出去，自己来到这场交易会最大的目的算是完成了。想到这里，张文轩对着李冰兰道：“冰兰姐，你还要继续逛吗？我想要回去了。”行，反正我也没什么好买的，我们一起回去吧。李冰兰点头，两人随后便离开了交易会现场，然后便坐上车返回小区。回到家门口，张文轩正打算进屋的时候，李冰兰忽然叫住了他：“张文轩，等一下。”张文轩眼睛顿时亮了起来，他马上走过去：“冰兰姐，是不是有奖励给我？”看着张文轩一副急色的样子，李冰兰忍不住翻了翻白眼：“你脑子里难道就只有那种东西吗？”李冰兰没好气道：“切！”眼见着不是奖励，张文轩顿时没了兴趣。李冰兰有些无语，他道：“过几天黑岩古城有一场大型的谷物交易集市，你要不要陪我去参加？”谷物交易集市？这是什么？某种大型交易会吗？张文轩来了兴趣。虽然今天又得到了一些灵气，但距离满足天眼下次升级显然是遥遥无期。他已经在这些天的摸索当中逐渐发现了灵气的好处，灵气简直是妙用无穷，而且他有一种直觉，自己还没有发掘出灵气更多的用法。灵气对他而言自然是越多越好，目前对他来说，吸收那些制作精良的谷物内部的灵气就是最好的办法。因此听到谷物这2个字，张文轩顿时就有了兴趣。黑岩市有咱们江南最大的谷物交易市场，每年黑岩市都会举办一场谷物集市，每当到了开市的时候，很多谷物货商都会带着谷物前来参加。这1年1次的谷物集市也成了我们这些古玩店的进货渠道。不过能不能弄到好的谷物古玩，还得看各自的眼力。以前都是钱老跟着我过去，但我发现你的眼力与运气似乎都不错，今年我想让你跟着我去，不知道你有没有兴趣？李冰兰道。哦。张文轩眼睛亮了起来，居然还有这场的集市，具体是什么时候？张文轩马上追问。这样的谷物集市，既然集市上有着大量的谷物出现，那他怎么可能没兴趣？如果运气好的话，说不定可以一夜暴富，再让天眼升级1次也不一定。如今2次升级的天眼能力已经足够强大，如果再升级1次，他简直不敢相信天眼能强大到什么样的程度。3天后，如果你要去的话，就好好准备一下。李冰兰道。张文轩毫不犹豫地点头，没问题。他搓了搓手，冰兰姐，如果我这次在谷物集市上帮你淘到了大量的优质谷物，你有没有什么奖励？李冰兰没好气地给了他一个娇媚的白眼。你这家伙就知道占我的便宜，你要是真能帮我淘到大量的优质谷物，那我就允许你再亲我1次。李冰兰微微一笑。张文轩眼睛亮起，顿时感觉动力更加充足了。有着灵气与美人之吻作为奖励，那自然是热血沸腾。李冰兰扭着小蛮腰，很快就回去房间。张文轩也回到了家里，他脱了衣服，好好的泡了个澡，整个人大半的身体都躺在浴缸里面，脸上满是享受的神情。闭上眼睛，感知了一下泥丸宫内的灵气，经过今天晚上的辛苦，原本因为天眼而基本消耗干净的灵气已经恢复到了成年人拳头大小。灵气到底还有什么作用？目前发现灵气的功能有止疼醒酒和强化天眼，但灵气这么强大的东西肯定不止这么点作用。那么多修仙与武侠小说里面都描写灵气可以用来修行，但我自己尝试了一下，却完全没有任何的作用。灵气根本无法强化我的肉体，更别说什么经脉丹田一类的东西。张文轩略微有些皱眉，要么就是灵气根本无法让人修行，要么就是我没有找对办法。或许明天可以去那些武馆看一下，
说不定能够找到什么有用的东西。张文轩眯着眼睛，哪个男人能够拒绝拥有强大的力量？如今有了数千万的金钱，张文轩自然想要拥有能够守护这笔金钱的力量，更何况他也想要活得更长，这样才能更好地享受生活。在浴缸里面泡了10几分钟后，张文轩从浴室里面出来，他坐到电脑前开始搜索上僵尸的武馆。啪啪啪，张文轩的双手在键盘上敲打着，搜索上僵尸范围内武馆的相关信息。很快网络上就冒出一大堆的搜索词条，什么跆拳道馆、泰拳馆、摔跤馆、散打馆一大堆，随便一看就有足足数十家之多。除了这些武馆之外，还有着大量的健身房，健身房的数量更多，有着上百家甚至更多。上江市居然有这么多习武的地方，张文轩有些吃惊。不过一想到上江市毕竟是一座人口几百万的大型城市，他也就释然了。上江市虽然比不过魔都、京都这样的超一线城市，但也是2线城市的顶峰。这里有钱人一抓一大把，人们有了钱，自然就想要拥有一副好身体，健身习武再正常不过了。他自己不也是这样的想法？张文轩搜索阅读着这些武馆的信息，但他转了一圈后发现并没有自己想要的东西。他想要的可不是花拳绣腿，而是真正可以修行的东西。但他找了一圈下来，除了一些现代格斗术以及健身信息之外，并没有找到自己想要的。不会吧？难道传说中的国术并不存在？亦或者说隐藏起来了？张文轩眯着眼睛，灵气既然是真实存在的，他不信泱泱华夏数千年就没有第二个人拥有灵气，更何况放眼全球数十亿人，难不成只有自己一个人拥有灵气不成？这显然是不可能的，恐怕是隐藏起来了。看来网络上搜索不出什么东西，还是要亲自去看看更加靠谱一些。张文轩咂了咂嘴，他关了电脑去休息。次日一大早吃过早饭后，张文轩便开上自己的宝马 X6 出发。他先是来到了一家有着300名会员的大型散打馆，一路开车了半个小时，一家名为极限武馆的散打馆便出现在他的面前。张文轩停车之后走进去，或许是因为太早的原因，散打馆内学员并没有几人。不过整个散打馆的装修与面积都十分不错，一个巨大的武字赫然在散打馆正面墙壁的最中心。散打馆内有着各种各样的习武器械，除了常规的健身器械之外，还有沙袋等等，同时还有着几个竞技台，用以进行学员之间的施展。张文轩刚刚走进来，散打馆前台顿时走上前来：“先生，想要来我们武馆学习散打吗？我们散打馆是整个上江市最好的，我们有超过300名会员，同时还有20个散打教练，其中有8位教练都曾经在省级比赛当中取得优秀的成绩。”前台介绍着散打馆的情况。张文轩咂了咂嘴，他没有被前台的话唬住，仅从外表来看，这家散打馆的确相当不错，但他想要的是传说中的国术，而不是散打。你们这里有国术教练吗？张文轩询问道。啊，前台稍微愣了一下，随后看向张文轩的目光有些怪异起来。先生，那只是小说而已。前台看向张文轩的目光如同在看一个傻子。嗨嗨，张文轩神情不由得有些尴尬，不过他很快就恢复过来，自己都能拥有灵气，谁说国术就不能存在？说不定只是眼前的前台不知道而已。你们武馆实力最强的教练是谁？我想看看他的实力，再决定是否加入你们会员。张文轩道。前台有些无语，他面露为难之色。先生，周教练平日里面一般不会过来，如果你想要看看周教练的实力，我们这里有周教练曾经参加省级比赛的录像。张文轩点点头，顿时来了兴趣。那我看一下。前台很快将录像拿出来，张文轩全神贯注地盯着，但很快他的脸上就露出失望之色。录像里面的格斗比赛明显只是正常人的范围而已，虽然格斗技术的确强悍，但他想要的可不是这些。就这样吗？张文轩有些皱眉。前台无语道：先生，这已经是省级的比赛了，如果你想要更强大的格斗选手做你的教练，那恐怕只有去魔都、京都那样的大城市。前台没好气道。张文轩。没一会儿，他从散打馆里面走出来。张文轩心中满是失望，完全很普通啊，根本没有我想要的东西。去下一家看看吧。张文轩开车前往下一家武馆。接下来一个上午的时间，张文轩都在各个武馆里面转悠，无论是跆拳道馆、散打馆、泰拳馆、摔跤馆，这些他都全部看了一遍。这些武馆里面的教练实力都明显在正常人范围内，只是掌握着格斗技巧，与自己想要的武道国术完全不是一回事。每当他说出自己想要的东西时，武馆前台都会用看白痴的目光看着他。一个上午下来，完全一无所获。张文轩有些无语，难道是上江市地方还是太小了？如果上江市找不到我想要的，莫不成我要去魔都、京都才行？张文轩皱眉，他暂时不想去那些国际化大城市，目前上江市就够他混的了。更何况
他还没拿下李冰兰这个美人呢，现在就离开怎么行？张文轩开着车来到最后一家武馆，他准备看完这家后就离开。等来到武馆门口的时候，看着眼前有些破败的武馆大门，张文轩有些失望。这武馆明显不行啊，不仅地段在郊区，而且明显武馆的装修陈列也有些年头。抱着来都来了的想法，张文轩走进武馆里面。这家散打馆的面积并不大，看上去仅仅只有100多平米而已。不出他所料，武馆内的陈列相当老旧，不仅器械都明显有着年头，而且连武馆的装修也相当频繁。但唯一让他奇怪的是，明明是普通的武馆，却有着20几个学员正在里面训练。哟，难道有东西？张文轩瞬间来了兴趣。砰砰砰，这个时候一道道沉闷的拳击声响起，瞬间吸引了张文轩的目光。只见武馆的角落里，一个身高超过1.9米的壮汉正在练拳。壮汉一身精悍的肌肉，仅仅只是那身高就给人巨大的压迫感，再结合身形，属于足以吓哭小朋友的类型。壮汉双手戴着半指套，正在一拳一拳打着沙袋。他的拳头沉重有力，而且拳速迅捷，每一拳打在沙袋上，强大的拳劲都会让沙袋狠狠地颤动一下。张文轩瞬间被武馆内的壮汉所吸引了目光，对方那高大的身形与精悍的肌肉有着强烈的视觉冲击力，情不自禁吸引了他的目光。大师兄，有客人来了！张文轩被武馆内的学员发现，一个学员喊了一声，那壮汉这才停止下来，然后朝着张文轩走过来。兄弟，抱歉，我练武太入迷了，所以没有注意到你。你要加入武馆学习格斗吗？壮汉脸上带着豪爽的笑容走过来。张文轩上下打量着眼前壮汉的身躯，目光里面有着羡慕。眼前这壮汉的身材实在是太合他的胃口了，哪个男人能够拒绝拥有一副精悍强化的肉体？我想要学拳，你们这实力怎么样？虽然被壮汉的能力吸引，但张文轩还没傻到因为壮汉一人就直接交钱加会员的程度。这家武馆的条件这么差，真要是在这里习武，实在是让人有些难受。听着张文轩的话，壮汉脸上笑着露出一口大白牙。我们这儿实力如何？你只需要看这些学员就能知道了。如果不是因为有真本事，我这家武馆怎么能招收到这么多学员？壮汉语气自信，有几分道理。张文轩暗自点头，看似平平无奇的武馆，居然有20多个学员上午就在这里挥汗如雨。张文轩的目光看向那些学员们，这一看他顿时发现不对劲。这些学员的脸色有些怪异，似乎有些欲言又止的感觉。不对劲。张文轩眯着眼睛，他好歹也是在社会上摸滚打趴了这么多年，想要忽悠他可不是什么容易的事情。这些学员虽然有20多个，但他们的表情不太对劲。最关键的是，这些学员都死气沉沉的，感觉没什么干劲一般。抱歉，我可以暂时学1节课观察一下吗？张文轩警惕道。壮汉闻言露出笑容，当然没问题。我这家武馆总共有2个教练，分别是110节课与510节课，每节课的时间是1个小时。你要选哪一个？什么？张文轩吃了一惊。510节课？你认真的吗？张文轩表情愕然。就算是之前去看过的极限武馆，其顶级教练大概也就是这个价格了。但人家什么环境？你这里什么环境？什么教练能值510节课？张文轩觉得自己是不是听错了，但看壮汉的神情并没有开玩笑的意思。这个510节课是什么意思？教练难道是国家级的格斗高手？张文轩疑惑。壮汉裂开嘴露出微笑，相信我，510节课你绝对不会失望的。张文轩，好吧，我尝试一下。他最终点头答应。如果是以前，别说510节课，哪怕100他都不可能答应。不过现在作为总资产超过3000万的有钱人，区区500块不过只是毛毛雨而已。好，哈哈，来兄弟转账吧。壮汉兴奋地拿过来2维码，张文轩扫码付款了500过去，壮汉却转身要离开。等等，不是你教我吗？张文轩愕然。我是110节课那个。壮汉语出惊人。张文轩更加惊讶了，连壮汉这种纯爷们都只是100块1节课，那他倒要看看500块1节课的到底是什么教练。范马新人。就在张文轩这么想着的时候，一阵脚步声很快传来，随后从武馆深处的房间内走出来一个人。当看到这个人的时候，张文轩的嘴角忍不住抽搐一下，顿时明白所谓510节课是什么意思了。从房间内走出来的赫然是一个身材高挑性感的美人。美人一身小麦色的皮肤，身高1.7米，面容绝美清冷，一身乌黑的长发扎了一个单马尾的发型。她上半身穿着一件运动背心，尽管运动背心大幅度压制了美人的身材，但那硕大的山峰依旧好像是包裹不住一般。下半身那一双腿长度惊人，火辣的身材如同是从维密时装秀走出来的模特，腹部标准的马甲线更是吸引人。随着美女教练从房间内走出来，
整个武馆顿时所有学员的目光都落在了他的身上。这些学员们一个个眼睛直勾勾地盯着美女教练，恨不得眼睛都直接贴上去。张文轩也忍不住被美女教练所吸引，心中明白为什么这节课这么贵了。感情是这么回事，好吧，的确挺值的。如此漂亮的一个美女教练，实在是让张文轩有些挪不开目光。这美女教练与李冰兰那样的职场精英女强人是完全不同的风格，对方那精悍的气质很是独特，浑身上下散发着一种野性与暴力的美，再加上美女教练那一脸冰冷与高傲的神情，更是对男人有着致命的吸引力。有着如此这般的一个高冷美女教练，怪不得这家武馆看上去平平无奇，却能有着20几个学员在这里习武练拳。我叫谭云双，你可以叫我谭教练，接下来1个小时由我负责教导你格斗术。你以前有过基础吗？谭云双语气清冷道。谭云双的声音十分冰冷，如同是12月的风雪一般，让人情不自禁地打了一个寒战。张文轩迅速清醒过来，他摇头，没有。那我就从最基本的教导你，先测试一下你的体能吧。谭云双上来便进入了教练状态。张文轩点头，他目光情不自禁落在谭云双那性感火辣的身体上。冰山美人啊！眼前的谭云双十分漂亮，以至于张文轩有些挪不开眼睛。不过很快，张文轩就明白了什么叫做冷若冰霜。谭云双无论是说话还是做事都相当冷冽，他的语气仿佛从来没有任何起伏一般，看向张文轩的目光里面更是没有任何的波动。先跑步测试一下你的耐力。张文轩直接被架上了跑步机，很快他就没精力去欣赏眼前冰山美人的美丽风景。1个小时之后，已经累成狗的张文轩躺在地上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他身上的衣服早已经被汗水所打湿，整个人累得浑身发软，连动弹一下的力气都没有。不行了，我动不了了。张文轩连忙摆手。谭云双冷着脸走过来，你的身体素质还可以，看来以前应该干过不少的活。之后你如果想要继续学拳的话，可以直接开始学习拳架，不过今天的私教课时间已经结束了，如果你想要我继续教你，那就再交钱。张文轩心中无语，他累得摆手，暂时不学了，我要好好休息一下。听着他的话，谭云双转身便走，连一句话都没有再说。张文轩见状不由得直翻白眼，这冰山美人也太冷了吧。这个时候之前的壮汉走过来，他脸上笑着，张先生，我们武馆的教练水平还不错吧？这500块钱是不是花得很值？张文轩无力吐槽，对于这位冰蓝美人教练，他只能评价对方的身材水平极其完美，但教导水平嘛，完全不知道。鬼知道刚才1个小时自己都经历了什么。他怀疑这个冰山美人就是故意折腾自己，各种冲刺跑、耐力跑、跳远、跳高，他感觉自己像是参加了一场奥运会，此时累得一根手指头都不想抬起来。张文轩不想再说话，干脆直接闭上眼睛好好休息。不知道灵气对于身体疲惫有没有恢复效果。张文轩脑海浮现出这样的想法，他立刻感知到泥丸功，然后操控着一丝灵气进入自己的身体。原本以为应该没用，但没想到这次奇异的情况出现，一丝灵气在他的牵引之下进入肉体，马上便以惊人的速度被肉体所吸收。成功了！张文轩又惊又喜，心中涌现出兴奋的情绪。这么看来，他又摸索出灵气的第3种用法，那就是恢复体力。灵气恢复体力的效果似乎相当不错，仅仅只是一丝发丝粗细的灵气，他便已经不再喘息了。张文轩马上又控制了3根发丝粗细灵气进入身体，灵气在他的控制之下在肉体内游走起来，所到之处，张文轩明显感觉到自己原本疲惫的肌肉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恢复，这种恢复效果相当惊人，甚至连肌肉酸痛的问题都解决了。灵气的效果居然这么好！张文轩惊讶不已，灵气可以恢复体力，这岂不是说只要有着足够的灵气，那他就耐力无限？在灵气的滋养之下，张文轩的气息很快就平稳下来，脸上的疲惫之色也消失不见，取而代之的则是满脸享受意。不远处，壮汉注意到了张文轩的异常，他略微有些惊讶，他怎么回事？刚才明明还非常疲惫，怎么一下子气息就平稳下来了？壮汉惊讶不已，他内心涌现出好奇，想要过去看看情况。但这个时候，张文轩已经从地上起来。教练，我还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呢？我叫谭星。壮汉道。张文轩恍然大悟，你们是兄妹？没错。谭星点头。张文轩没有多说什么，眼前的谭星的确实力不错，但似乎也不是他想要找的人。虽说这家武馆有着谭云双，但他也不是看着美女就走不动路的人，更何况自己身边还有李冰兰这个容貌与身材不输谭云双的美人，他还不至于为了谭云双就留在这家武馆里面学拳。怎么样，张兄弟，我这家武馆办理会员1年只需要5000块，而且每个月还有10节课可以得到我的免费教导，至于超过10节就需要支付私教费了。另外
我妹妹也随时都有时间，只要能支付足够的私教费，她可以对你进行1对1教导。谭鑫微笑着道。张文轩，谭鑫的话让他有种微妙的无语，怎么感觉像是拉皮条的？抱歉，谭教练，你这家武馆不是我想要的，我去其他地方看看。张文轩摇头。说完后，他转身便打算离开。等等，张兄弟，我这家武馆虽然看上去平平无奇，但我跟我妹妹的水平，放眼整个上江都是顶级。谭鑫连忙挽留。张文轩微微眯着眼睛，我想要学的不是这种普通的格斗术。哦，那你想学什么？此话一出，谭鑫的神情似乎变得有些微妙起来。说话之间，他上下打量着张文轩，似乎在审视着什么。谭鑫的神情变化落在张文轩眼里，让其不由得心中一动，不由得想起之前谭鑫打沙袋的场景。眼前的谭鑫恐怕真的没说谎，对方实力的确不一般。张文轩打开了天眼，目光随后落在谭鑫的身上。谭鑫，天生神力，28、75，强化。什么？当看到谭鑫的属性时，张文轩心中忍不住吃了一惊。天生神力，这还是第一次见到除了自己之外第2个人拥有天赋的，而且还是天生神力这种天赋。谭教练，你的力气很大吗？张文轩不由得询问。谭鑫微微一笑，然后伸出了一只手。只要你能搬动我这只手，我免你1年的会员费。好，张文轩想要尝试一下，以验证眼前的谭鑫到底是不是天生神力。他直接2只手伸过去，按在谭鑫的右手上，随后猛然爆发出力量。然而惊人的一幕出现了，张文轩发现无论自己怎么用力，眼前谭鑫的右手居然都纹丝未动好大的力量。这下子张文轩彻底相信谭鑫的天赋，眼前这人真的拥有天生神力。好，我加入圣心拳馆。张文轩毫不犹豫地点头。张文轩直接支付了1年的会员费。谭鑫脸上笑容更甚。张兄弟不再买几节私教课吗？如果你想要学到真正的好东西，私教课是必须要上的。张文轩点头。行，那就来100节吧。我要上另一个谭教练的课。张文轩直接拿出了银行卡。谭鑫吃了一惊，这可是5万，小钱而已，只要能学到真东西，这点钱算什么？张文轩毫不在意，以他现在的身价，还真的不在乎区5万块。不过张文轩今天没有继续学下去，毕竟刚刚他才因为体能测试而力竭，如果马上又进行高强度训练，那只要不是傻子都能明白有问题。他随后便离开了圣心拳馆，他准备等到从黑岩市谷物市场后再回来开始进行训练。3天的时间很快就过去，张文轩与李冰兰2人开车前往黑岩市，2个城市几乎可以说是相邻，仅仅只是半个小时不到就已经到达。李冰兰作为司机开车，他一路上都显得是轻车熟路，没一会儿的时间，一片古城区域就出现在了张文轩的视线里面。2人下车后就进入黑岩城，刚刚进入集市，迎面而来的就是热闹非凡的景象。古物集市上完全是一副人山人海的场景，放眼望去，到处都是人头攒动的样子。能够热闹到这样的程度，着实将张文轩都吓了一跳。巨大的集市足足占据了好几个街区的范围，张文轩仅仅只是随意的扫了几眼，就看到了好几处有着灵气的古物。要发财了！看着规模如此巨大的古物集市，张文轩心中兴奋不已。这里简直就是灵气的天堂，如果他将整个古物集市上的那些拥有灵气的古物全部吸收一遍，那说不定第3次天眼进化所需的灵气都能够凑齐。怎么样，这场集市没白跟着我来吧？看着张文轩2眼放光的兴奋样子，李冰兰不由得笑着。张文轩连连点头，他赞同道：这里简直就是天堂。这场集市大约会持续多长的时间？李冰兰：3天。好，那今天我们就暂时分开一下吧，否则凑在一起效率不够高。张文轩找了一个借口，之所以要支开李冰兰，自然是为了避免被他发现自己吸收灵气的小动作。虽然李冰兰看不见灵气，但如果自己做出一些异常的举动，还是有可能会被这个心思缜密的女人发现。任何可能性他都要杜绝，毕竟天眼是他最大的秘密，他这辈子不准备将其告知任何人。行，如果你碰到合适的古物就买下来，我会支付给你一个满意的价格。李冰兰点头，2人暂时分道扬镳，各自在古物集市上游荡着。张文轩转身走进了一条街道，放眼望去，整条街道上摆放着一排排摊位，这些摊位上全部都摆放着各种各样的古物，种类众多的古物几乎是琳琅满目，甚至还有一些看上去十分奇怪的东西。张文轩很快来到了第一个摊位上，他十分自然地打开了天眼的鉴别能力，目光顿时被摊位上的一个十分破旧的古碗所吸引。古碗，陶瓷，无名工匠，500年，5万。摊位眼光毒辣，一眼就看出张文轩相中了这个瓷碗。小兄弟真是好眼光啊，我这可是明朝时期的瓷碗，看这瓷碗的手艺和精美程度，你要是有兴趣的话，
只要10万就可以拿走。摊位热情地给张文轩介绍起来。闻言，张文轩直翻白眼，天眼给他的信息也只是5万而已，这摊主居然敢向自己要10万，还真敢开口。1万，张文轩砍价道。摊主顿时连连摆手，1万，这根本不可能，我这可是明代时期的瓷碗，怎么可能才1万？价格没谈拢，张文轩没有再废话，浪费时间。想捡漏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特别是能来参加这次古物集市的摊主都有些东西，想要在这里捡漏还得看运气才行。他转身便打算离开，但这个时候摊位角落上的一根玉簪引起了他的注意。玉簪，翡翠玉，无名工匠，1200年，500万。一根价值500万的玉簪瞬间就让张文轩的眼睛亮了起来。他没想到自己这么快就遇到了好东西。他瞥了一眼摊主，发现对方正在接待旁边的一个人，又看了看玉簪所在的位置，脸上顿时露出了笑容。看来可以捡漏了。张文轩的心中冒出这个想法，这个有着1200年历史的翡翠玉簪绝对是好东西，但摊主仅仅只是将其放在摊位角落的位置。从这个放置位置来看，就知摊主并不在意这根玉簪。巧了，这不是天降横财是什么？张文轩装作不在意的走过去，他随手拿起了那根玉簪。老板，这根玉簪多少钱？摊主瞥了一眼，眼见着只是他放置在角落里面的玉簪，顿时道：3万，3万，你怎么不去抢？你这根玉簪仅仅只是玉石品质不行，造型也相当普通，根本不可能值这么多钱。我最多给你1万。张文轩道。摊主闻言顿时笑了。好，成交。他笑眯眯地露出笑容。哈哈，这根玉簪是我300块买来的，这小子真是个白痴。张文轩的心里也在大笑，一根价值500万的玉簪仅仅只是1万就买到了，大赚。他十分豪爽地拿钱出来付账。不过就在张文轩准备转身离去的时候，一个女人拦住了他。先生，请等一下。张文轩定睛一看，眼睛顿时亮了起来。拦住他的人赫然是一个30多岁的成熟女人，女人长相十分漂亮，一双丹凤眼好像是勾魂夺魄一般，她的容貌上丝毫不逊色于李冰兰，风韵成熟的身躯同样高挑，随意看上一眼都会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女人身上佩戴着价值不菲的昂贵首饰，张文轩的目光落在她的耳环上，金玉耳环，玻璃重，无名工匠，1年24万。好家伙，仅仅只是一对耳环就价值24万，这绝对是有钱的富婆。有什么事吗？张文轩微微眯着眼睛，心中有些好奇，自己似乎并不认识眼前的美富婆，对方找自己的目的是什么？抱歉，先生，我可以看一下你手中这根玉簪吗？美富婆目光落在张文轩的手上，原来是冲着玉簪来的。不行，这根玉簪已经买下来了，那就是我的。张文轩想都没想就直接拒绝。被张文轩这么拒绝，美妇并没有生气的意思，她脸上依旧有着微笑。美妇轻抚耳边的秀发，殊不知她这个动作不经意间展现出的风情，让四周的男人都看直了眼睛。我想要买下你这根玉簪，开个价吧。美妇面带微笑。张文轩咂了咂嘴，一口价500万。什么？此话一出，旁边的摊主顿时就惊呆了。美妇也是稍微愣了一下，她显然是略微有些诧异，忍不住上下打量了张文轩几眼。没想到先生你也是识货的人，既然这样，那我就不夺人所好了，再见。美妇面露惋惜之色，随后便转身直接离开了。看着美妇离去那曼妙的身姿背影，张文轩有些挪不开眼睛，真是个妖精啊。张文轩恋恋不舍地收回目光，一旁的摊主忍不住道：喂，兄弟，你要价也太狠了吧，我这根玉簪卖给你也就1万而已，你居然想转手就卖出去500万，你疯了吧？呵呵。张文轩口中轻笑，他没兴趣跟摊主多解释什么，带着玉簪直接就走了。一根价值500万的玉簪收入手中，张文轩的心情十分不错。第一个摊位就让我找到了玉簪这样的好东西，看来这次来古物集市真是来对地方了。张文轩心中有着期待，他继续在古物集市上游走着，很快就又看到了那个美妇的身影。这么漂亮的美妇行走在人群里面，可谓是如同黑夜中的萤火虫，随便做点什么都引人注目。古物集市上，许多男人的目光都在美妇的身上，一些人甚至当场露出了狼狈的模样。美妇面对众人的目光，她显然是早就已经习惯了，一路上面色如常的转身走进了一家古物玉器店。张文轩抬起头看了一眼，随后也跟着走进去。玉器加上古物，这也正是他的目标。欢迎光临，先生想要买什么样的玉器首饰？我们这里不仅有现代的工艺品，同样也有古物玉器。服务员微笑着走上前来，张文轩目光在古物玉器店内扫了一圈，店内一个个柜台上摆放着大量的玉器首饰，大大小小有数百件之多。我随便看看。张文轩随意道。店内有着众多的玉器，
张文轩一一用天眼看过去，很快便发现了好几件古物玉器首饰当中都有着不少的灵气。服务员，请将这件古物玉器拿出来给我看看。这个时候，不远处的美妇开口道。一个服务员立刻朝着他走过去，按照美妇所说，将柜台内一个盒子取出来。盒子内赫然放着一块古物玉镯手环，玉镯手环通体血红色，有着如同鲜血一般，丝丝的纹路在血色手环的内部，看起来美丽之中带着一丝妖艳。女士真是好眼光，这点血玉手镯是我们店内的镇店之宝之一，这是500年前明朝某位贵妃所佩戴的。那位贵妃死后，血玉手镯就被其后人妥善保存，至今已经有500年的时间。服务员微笑着，美妇拿起盒子，仔细看着里面的血玉手镯，绝美的面颊上有着欢喜，目光甚至满意。两人的对话引起了不远处张文轩的注意，听到血玉手镯4个字，他的目光也不由得看了过来。好漂亮的血色手镯，那血玉手镯十分美丽，精美的同时又带着妖艳。张文轩打开了天眼，但下一刻他的面色便怪异起来。普通手镯，人造血玉，无名工匠，1年15000啊！张文轩心中吃了一惊，没想到这么漂亮的血玉手镯居然是人造玉石。这个血玉手镯多少钱？美妇询问道。服务员微笑着，请稍等，我去询问经理。没一会儿的时间，古物店经理走出来，然后给出价格数字600万。美妇心中思索了一下，她摇头，血玉虽然稀少，但这可不值500万那么多。女士，您这就误会了，我们这个血玉玉佩不仅仅是上品血玉，同时还是有500年历史的古物，两者叠加之下，自然有这个价格。经理笑着，美妇轻点下巴，她点头道：好，600万我买了。经理笑容瞬间浓郁，马上让服务员过来。女士，您真是有眼光，血玉手镯十分有价值，无论是用来收藏还是自己佩戴，都极为合适的。经理笑容满面，旁边的服务员很快准备过来将血玉玉佩包装起来。不远处的张文轩全程目睹了这一幕，看着美妇马上要当冤大头，他立刻走上前。等等，美女，这块血玉手镯是假的，那不过只是人造玉石而已。张文轩道。此话一出，美妇表情略微惊愕，而经理的面色则是瞬间阴沉下来。先生，请不要胡说八道，这块血玉手镯有着专业的鉴定证书，绝对是真品。美妇这个时候认出了张文轩，你是刚才在摊位上买了那块玉簪的人。说完，美妇看向血玉手镯的目光里顿时露出狐疑之色。先生，这块血玉手镯真的是假的？美妇不由着道。张文轩点头，没错，这个玉镯生产出来最多1年的时间，其价值不过2万不到。经理有些生气，先生，没有证据，请你不要胡说八道。张文轩笑着，你既然坚持这个血玉手镯是真的，那敢跟我玩一玩吗？我将这块血玉手镯砸了，如果是真品，那600万我赔给你。经理闻言脸色略微变化。美妇见状，哪里还能不明白这血玉手镯的确有猫腻。抱歉，这血玉手镯我不要了。先生，谢谢你提醒我，你是从事玉石行业的。美妇看着张文轩，目光里有着好奇。张文轩微微一笑，勉强有些许涉猎吧，就玉器而言，很少能逃过我的双眼。美妇闻言眼睛亮起，我有一个不情之请，我一位长辈即将过生日，我准备送其一件古物玉器作为礼物，不知道先生愿不愿意帮我挑选一件合适的。美妇邀请道，她一双如同狐狸一般魅惑的眼睛看着张文轩，目光里仿佛带着几分引诱。哎呦，这谁招得住啊？美妇的请求让张文轩略微惊讶，但这么一个大美人用请求的语气说话，恐怕天底下没几个男人能够拒绝。没问题，不过事成之后，我需要收取20万作为酬劳。张文轩毫不犹豫，美色归美色，但该付多少钱不能少的。好，只要你能帮我找到合适的古物玉器。美妇没有思索什么，便立刻点头。我叫吴晴。吴晴伸出手来，张文轩伸手与吴晴握在一起。吴晴的手十分手软，皮肤更是细腻，握在手中如同是触摸到了一团柔软的白玉一般，让人有些爱不释手。张文轩，两人自我介绍之后，随即便一起走出了这家古物玉器店。晴姐，你家那位长辈对于古物玉器有什么讲究吗？张文轩询问道。他目光忍不住落在吴晴的身上，眼前的吴晴当真是漂亮且诱人，对方那绝美中带着几分狐媚的气质，万分独特。如此这般的气质，简直是男人的克星。吴晴轻轻抿嘴，大部分的古物玉器他都能接受，如果是什么大型器件，那就更好了。集市另一边有大型的玉器市场，我们去那边吧。张文轩点点头，好，晴姐你带路吧。运气好的话，说不定很快就可以碰到合适的。吴晴微笑着点头。吴晴随后带着张文轩前往集市中玉器市场的部分，
两人很快进入集市真正核心的区域，这里才是古物集市真正热闹的地方。随便走到什么地方都是人山人海，到处都是人头攒动的景象，密密麻麻的人流让古物集市的街道显得有些拥挤。两人接下来要穿过这片区域，面对这样的情况，吴晴显然有些不太适应，他微微有些皱眉。迎面走来的拥挤人群让吴晴不太舒服，四周许多男人的目光都在他的身体上，那些火辣辣的目光让吴晴感觉不太妙。人流太过于拥挤，一人不小心撞了吴晴一下，站立不稳的他瞬间就被撞到了张文轩的身上。啊！吴晴的口中忍不住发出一道小小的惊呼声，张文轩则是感觉一对柔软的身体紧贴在了自己身上。吴晴的身上仅有一件长裙，张文轩也是 T 恤，两人身上的衣服都很是单薄，以至于他甚至能够感受到从吴晴身上传来的温度。唰的一下，吴晴的面颊有些微红。不好意思，人实在是太多了。吴晴神情有些尴尬。张文轩摆手，没关系，街道上人太多了，你不介意的话就靠近一些吧，免得被人流挤到其他地方去了。吴晴有些无奈，他摇头拒绝。与一个刚见面的陌生男人靠得太近，他显然不喜欢。但很快走了几步后，吴晴便发现古物集市上的人流实在是太多，他好几次差点被挤走。最关键是人太多，以至于人群中刚才居然有人伸手想要占他的便宜。啊！吴晴心中恼怒，他想要找到那个占他便宜的人，但人群庞大，对方早就没了影。怎么了？有人咸猪手。张文轩转过头来，没事，可能只是别人不小心撞到我了。吴晴语气有些无奈，尽管心中不愿，但他发现好像除了靠近张文轩一些，没什么其他的办法。与其被不知道哪儿伸过来的咸猪手占便宜，倒不如靠近张文轩一些，至少这个青年看上去比较正派。想到这里，吴晴挪动着脚步朝着张文轩靠近过来。人群汹涌，很快就将吴晴挤到了张文轩的身上，两人身体紧贴在一起，看上去就如同情侣一般。吴晴又是无奈又是羞涩，想要挣扎却也没什么办法。张文轩见状差点笑出声来，感受着身体上传来的柔软触感，他沉浸其中。吴晴的身上散发着一股淡淡的异香，这股味道与李冰兰不同，但却非常好闻，让他内心有些沉醉。两人跟随着穿过人流，期间吴晴为了避免被咸猪手，只能选择靠近张文轩。他的身体时不时就被撞在张文轩的身上。张文轩此刻暗爽，嘴角的笑容都快控制不住。他算是感受到了什么叫做天堂般的美妙，身边一个性感风韵的大美人时不时便贴上来，而且对方脸上还挂着3分羞涩5分无奈的模样。感受着吴晴身上的柔软，张文轩差点没把持住。穿过几百米的人流密集区域，两人足足用了好几分钟时间。等到从这片区域出来的时候，吴晴整个人都快挂在了张文轩的身上。他赶忙从张文轩身上下来，一张脸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带着几分红晕。不好意思，刚才人实在是太多了。吴晴道歉。他心中无奈，明明是自己被占了便宜，结果还要向眼前的青年道歉。张文轩满脸笑容，没事，像是晴姐你这么漂亮的女人，走在人堆里面难免会被某些人占便宜，可以理解。吴晴忍不住翻了翻白眼，其他人没占到她什么便宜，反倒是全便宜你了。这句话吴晴没有说出来，她眼角的余光瞥了一眼张文轩的某个部位，顿时脸更红了。嗨嗨！张文轩也发现了自己的失态，他有些尴尬的轻咳一声，然后转移话题。我们走吧。两人已经来到了集市的另一边，放眼望去，这条街道上赫然是各种各样的古物玉器摊位，一个个摊位上摆满了各种各样的玉器古物，玉镯、玉杯、玉环、玉佩、玉项链等等，各种各样的玉器古物琳琅满目，几乎看得人眼花缭乱。除了小型物件外，还有着不少的大型玉器古物，诸如玉马、玉枕，甚至是几十厘米大小的玉像等等。张文轩很快开启了天眼，目光扫过一件又一件的玉器古物。玉杯，玻璃重，无名工匠，180年，12000。玉马，混种，无名工匠，200年，3万。玉器古物很多，一时之间让张文轩有些看花了眼。张先生，有没有什么合适的？吴晴看向他，面对吴晴的询问，张文轩略微摇头。别急，想要找到合适的玉器物件，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张文轩解释道。吴晴也明白自己有些心急了，于是便不再催促。他跟着张文轩，两人在玉器古物街上行走。整条街道上都是各种各样的玉器物件，数量众多，可谓是琳琅满目，一眼看过去甚至有些眼花缭乱的感觉。众多人在一个个摊位上搜寻着自己感兴趣的玉器物件。张文轩用天眼看过去，然而结果却让他有些无语。这些摊位上的玉器物件相当大一部分都是假的，别说是古物了，一部分甚至连玉器都不是，这造假也太夸张了吧。
张文轩有些无语。张先生不用着急，我的时间有不少，只要能够在今天找到就行。吴情看着张文轩皱着眉头的样子，于是便开口缓和。张文轩点点头。这个时候，他眼角的余光扫到了不远处一尊玉雕佛像，他仔细一看，顿时眼睛亮了起来。伪装佛像，混种，无名工匠，200年，30万。伪装佛像。看到这4个字，张文轩马上意识到这尊佛像的内部别有洞天。他立刻打开了天眼的透视能力，立刻看到了佛像内部的情况。冰心佛像，玻璃重，无名工匠，500年，1000万。好家伙，一尊价值1000万的玉雕佛像，这是真品啊！真正的冰心佛像隐藏在里面，如果不是张文轩这样拥有透视能力的人，普通人想要看穿这尊佛像表面的伪装，可不是什么容易的事情。张先生，那尊佛像很出色吗？我看上去平平无奇啊。见着张文轩一直盯着那尊伪装佛像，吴情忍不住开口。他这一喊，张文轩顿时本能地看过来。他此刻可是还在开启天眼透视的状态，这一看不得了，眼前雪白又性感的美丽风景，差点没让张文轩将鼻血喷出来。那硕大的山峰饱满浑圆，绝对是他见过最大的。这猝不胜防下的突然冲击，让张文轩只感觉一阵热血上冲，他连忙捂住自己的鼻子，同时迅速关闭天眼。怎么了？吴情有些疑惑，为什么张文轩突然做出这样的动作？吴情低头看了一眼，他没走光啊。嗨，张文轩明白自己失态，他赶忙转移话题。没什么，我们过去看看那尊佛像吧。如果不出意外的话，那尊佛像应该就是你要找的东西。哦，听着这话，吴情马上就被转移了注意力。张文轩装作不动声色的样子，然后带着吴情走过去。这个摊位上有着不少的好东西，以至于围在摊位四周的人特别多。两人走过来才发现人群太多，根本挤不进去。让我来。张文轩伸出手将吴情抱过来。吴情面色有些微红，他很快意识到张文轩的想法，于是没有反抗，任凭张文轩将他护在怀里。他也想要进去看看那尊佛像到底是什么模样。张文轩抱着吴情，然后强行从人群里挤出一条路。哎呦，挤什么啊？旁边的人一阵抱怨。因为人群拥挤，以至于吴情都被挤在了张文轩的身上。感受着怀中美妇那玲珑有致的身躯，张文轩不由得想起刚才不小心所看到的那美好风景，顿时有些把持不住。怀中抱着如此性感诱人的美妇，张文轩作为一个血气方刚的青年，如何做得到面不改色？他强忍着内心的躁动，然后带着吴情好不容易挤进人群里面。佛像的真容也出现在吴情的面前。然而看着佛像真正的细节，吴情微微有些皱眉。眼前这尊佛像虽然不错，但显然是无法满足他的需求。张先生，这尊佛像似乎十分普通。他用质疑的目光看着张文轩，严重怀疑眼前这个男人是想要用佛像为借口，然而故意借助刚才的机会占他的便宜。想到这里，吴情心中对张文轩愿意帮忙而生出的些许好感瞬间消失。看着吴情冷着脸，张文轩马上解释。他压低声音，别着急，这尊佛像另有乾坤，我用我的名誉做担保，这佛像至少值100万以上，如若不然，我任你处置。是吗？吴情有些愕然，他有些惊讶，再度看向面前的佛像，但任凭他怎么看都看不出任何的异常。沉吟片刻之后，吴情还是决定给张文轩一个机会。玉雕佛像的四周有着不少人正在围观这尊玉雕佛像，高度1米，佛像雕刻精致，尽管在岁月的冲刷之下，佛像已经不复当初的精美，但依稀能够从佛像的细节上看到一些当初的风采。整个玉雕佛像大部分都采用玉石来雕刻制作而成，同时镶嵌着一些黄金与白银作为点缀，最终形成了一尊庄严宝气的玉雕佛像。好威严的一尊玉雕佛像，看起来十分不错啊，可惜在玉质太差了，而且岁月侵蚀损坏有些太严重了，否则一定很有收藏价值。旁观围观的人道。那人这话得到了不少人的认可，四周的人都纷纷点头。一人询问价格，老板，这尊玉雕佛像多少钱？50万。摊主报出了价格。听着这个数字，围观的人顿时摇头。这佛像虽然工艺不错，但从形式来看明显是清朝时期的，这样的一尊玉雕佛像哪里值得了50万？一人道。众人纷纷点头。这个时候，一直围观的张文轩开口：50万我买了。啊！张文轩话音落下，四周的人顿时看向了他。小兄弟，这尊佛像根本值不了50万，依我看最多30万就顶了天了。有人摇头劝解。张文轩微微笑着，没关系，我就喜欢这样的佛像，反正也就50万而已。他这番发言有些惊人，以至于众人的面色都有些怪异，看向张文轩的目光如同是在看一个白痴傻子。张文轩没有理会众人那奇怪的目光，他拍了拍怀中的吴情。付钱吧，
50万很划算。张文轩道。吴情微微皱眉，他还是有些怀疑，特别是在听着众人议论的时候。犹豫了片刻，吴情最终还是拿出银行卡。转账吧。吴情道。摊位老板喜笑颜开，马上进行转账。叮，50万很快到了摊位老板的卡上。刚刚做了这么一笔大生意，摊位老板显然是心情一片大好。小兄弟，你真是好眼光啊！我这玉雕佛像的确是不凡，不过它的体积有些大，不如我叫人帮你送出去吧。这玩意儿有好几十斤呢。摊位老板十分热情，任谁赚了几十万都会如同摊位老板这般热情。谁知闻言，张文轩却摇头。不用了。老板，你这里有锤子吗？张文轩询问道。摊位老板拿出了一个大约婴儿巴掌大小的小锤。你要锤子做什么？张文轩接过老板手中的小锤，然后直走到了佛像的面前。众人看着他的动作都忍不住大吃一惊。张先生，你要干什么？无情神情一时浮现出惊愕，当然是让真正的宝物露出他的庐山真面目。张文轩微微笑着，他这句话说完，随后拿着小锤轻轻开始在佛像上敲打起来。啊！众人见状都满脸愕然，觉得眼前的张文轩是不是疯了？庐山真面目，难不成这佛像的内部还有着什么东西？张文轩没有理会众人，他已经打开了天眼的透视能力，很快就看到了佛像的粘合痕迹。实际上这尊佛像是被人用高超的技术粘合起来的，只不过粘合后留下的痕迹很小，再加上岁月的侵蚀，就更加不明显。但在张文轩的天眼透视能力面前，表面这层佛像的粘合痕迹完全倾斜空间。咚咚咚，他轻轻在佛像上敲打起来，四周的人都神情愕然，不过没有人站出来阻拦。不会吧？难不成这尊佛像是假的？里面隐藏的东西才是真正的宝贝？一人忍不住道。旁边的人立刻反驳：这怎么可能？玉石佛像的内部怎么藏东西？难道挖空？总有痕迹啊。是啊，我刚才也没有看到痕迹，而且这么透的佛像里面能有什么东西？四周的人都纷纷摇头。无情皱紧了眉头，他没有开口打扰张文轩，反正也不差这点时间。眼前的张文轩到底是好色的骗子还是有真本事的高手，很快就可以得出结果了。咔嚓！就在这个时候，一道清脆的声音响起，传入众人的耳朵。刚才还在议论的众人立刻闭上嘴，目光纷纷看过来。吴情也迅速集中注意力到这边，就连摊位老板也不例外。在所有人的目光之下，只见玉雕佛像的表面出现了一道裂痕，而且随着张文轩的敲打，这些裂痕越来越多，越来越密集。暴殄天物啊！这么优秀的一尊玉雕佛像，就这么被这小子敲坏了。一人不禁道：啪！然而这个时候，一块玉雕佛像的碎片掉落下来，随后是第二块、第三块、第四块。因为张文轩的敲打，外面这层用以伪装的佛像被敲碎，变成一块块碎片不断掉落下来。终于，慢慢的玉雕佛像内部那真正的宝贝展现在了众人的面前。哗啦啦！当最后一块支撑碎片被敲掉的时候，剩余的碎片没了支撑点，顿时如同多米诺骨牌一般不断的掉落下来。所有的伪装碎片全部掉落，里面的冰心佛像彻底展现出了真容。这赫然是一尊大约30厘米高度的淡蓝色佛像，通体完全由极品玻璃种打造而成。精美的雕刻工艺让佛像本身栩栩如生，就连佛像半身的袈裟细节都仿佛展现得清清楚楚。淡蓝色的冰心佛像在阳光的照耀之下闪烁着莹莹的光芒，佛像晶莹剔透，宛若珍贵的宝石。轰！现场的气氛瞬间炸开，所有围观的人一片哗然。刚才还嘲讽张文轩暴殄天物的人忍不住面露震惊之色。好美丽的一尊玉雕佛像，这竟然是由极品玻璃种雕刻而成的佛像，这样的雕刻工艺，这样的玉石品质，这简直是稀世珍宝。有人忍不住失声惊呼。现场一片哗然，四周的人都不禁朝着这边快速涌过来，每个人都神情兴奋与激动。站住！所有人全部不准过来。这时张文轩将旁边差点被推倒的吴情抱在怀里，同时口中大喝一声，他的声音如同惊雷一般炸起，瞬间镇住了在场的所有人。刚才还激动的人群安静下来，全都愕然地看向张文轩。大家都别动，这是价值千万的冰心玉雕佛像，谁要是挤过来弄坏了这宝贝，那你就得赔钱。所有人全部退后，全部退后。都是混古玩界的，这些规矩都不懂吗？张文轩大声呵斥。众人这才反应过来，尽管被张文轩吼了一通，心中有些不爽，但还是明白玉雕这样的易碎品不能靠近过去。摊位四周很快空出了一片区域，张文轩见状也不由得松了一口气。这里人太多了，要是刚才有人拥挤上来，那冰心佛像恐怕就保不住了。他迅速上前：老板，来一个箱子。摊位老板此刻面色复杂到了极致，他满脸纠结与后悔。这佛像里面居然还能有乾坤，我怎么没发现啊？
摊位老板一脸懊悔，这可是价值1000万的宝贝，他有眼不识珠，居然50万就卖出去了。小兄弟，咱们……摊位老板不甘心，他想要说些什么？张文轩马上对回去，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完成了交易，我钱都转账给你了，现在你想反悔？古玩界的规矩你不在乎了吗？张文轩一句话直接让摊位老板闭上了嘴。操！是我有眼无珠，算我倒霉。摊位老板只能自己认栽，空有宝物却丢失，谁让他自己没眼力了，只能自己认栽。摊位老板很快拿来一个箱子，箱子里面还放置着泡沫，专门用来放置易碎品古物。张文轩手脚麻利，将冰心佛像放入其中，然后迅速带着吴晴离开。张文轩牵着吴晴的手，两人脚步匆匆，一路快步离开古物集市区域。美妇果然不愧是美妇，手掌十分细腻，皮肤依旧保持着28少女的芳华，丝毫没有粗糙的感觉。牵着美妇的手，等到走出古物集市的时候，张文轩甚至都有些舍不得放开。停下吧，这里应该差不多了。吴晴有些喘息，张文轩大力一路拉着她冲出来，差点没让她喘不过气起来。伴随着吴晴急促的呼吸，那饱满的山峰也在不断的起伏，惊人的弧度让张文轩有些挪不开眼睛。不愧是叔父，张文轩看直了眼。吴晴很快就发现了他那直勾勾的目光，顿时拍打了他一下。我们找个地方谈谈这尊冰心佛像吧。吴晴主动提出话题。好。张文轩点头。吴晴轻点下巴，然后带着张文轩来到了这附近一家他熟悉的餐厅。很快，一家风格古典的餐厅便出现在张文轩的面前。这家餐厅的装修十分复古，整体的风格很有唐代时期的造型，就连餐厅内的服务员都穿着古装。吴女士，吴晴显然经常来这家餐厅吃饭，侍者很快微笑着上前来迎接。还有空闲的包厢吗？吴晴询问道。侍者微笑点头。现在距离饭点还有一段时间，还有2间空闲的包厢。随便带我去一个吧。吴晴。在侍者的带领之下，张文轩与吴晴进入餐厅内，在穿过长长的走廊后，两人进入了一个包厢。淡淡的檀香香味在包厢里面飘荡。张文轩与吴晴两人对立而坐，侍者很快端来茶水为两人倒上。张文轩将装着冰心佛像的箱子放在桌子上。吴晴主动开口。张先生，我们之前的约定还有效吗？当然，这尊冰心佛像是你的。说着，张文轩没有任何的犹豫，直接将箱子推到吴晴的面前。他这个举动让吴晴惊讶不已。张先生，你就这么直接给我了？这尊冰心佛像虽然是我花钱买的，但完全是你选中的。吴晴忍不住道。张文轩微微一笑。我们之间有过约定，我帮你选，你事成之后支付我30万。约定既然定下了，那自然不能违背。我张文轩还不至于为了区区1000万就自打自怜。吴晴抿嘴轻笑，看向张文轩的目光多了一分欣赏，心中一时多了好感。这可是价值1000万的冰心佛像，哪怕对于他而言，1000万也不是小数字了。没想到眼前的张文轩遵守约定直接给他。吴晴询问自己，这要是换了他，恐怕都无法给他这么豪迈。谢谢张先生的慷慨，我愿意支付张先生100万作为咨询费，请张先生不要拒绝，毕竟这尊冰心佛像实在是太珍贵了。如果只是支付30万，我良心不安。吴晴认真道。张文轩轻笑。行。他报上自己的银行卡号，吴晴拿出手机马上给他转账了100万咨询费过去。100万换1000万，看似是张文轩自己亏了，但他看得很清楚，眼前的吴晴绝对是不简单的身份，自己没必要为了1000万毁约，从而给对方留下不好的印象。当然最主要的原因是他不缺钱，他现在银行卡里面有4000万，既然不缺钱，那自然可以大方。张先生应该不是黑岩市人吧？吴晴好奇。我从未听说过张先生的大名。张文轩点头。我来自隔壁的上江，未来吴女士有兴趣的话可以来找我。一定会的，像是张先生这样有能力的人，我当然要打好关系才行，说不定以后还需要张先生的帮忙。吴晴抿嘴轻笑着，咯咯咯的笑声带着几分媚态。张文轩深吸一口气，压下心中的火气。跟美人相处就是有这点麻烦，时刻都得控制好自己，免得不小心就失态了。没一会儿时间，侍者端着饭菜上来，一份份菜肴琳琅满目，色香味俱全的菜肴让张文轩胃口大开。两人简单的喝了一点小酒，酒过3巡，菜过5味，一顿午饭下来宾主尽欢，100万早已经到账。吃完午饭之后，张文轩与吴晴两人从餐厅里面走出来。张先生，我们就在这里分别吧。今天的事情多谢张先生的帮忙，以后如果张先生在黑岩市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地方，请随时打电话给我。吴晴微微笑着，他伸出手，张文轩与对手握手道别，美妇那细腻的纤纤玉手实在是让他喜欢。两人随后便分道扬镳。不过就在张文轩转身准备离开的时候，刚才还离开的吴晴突然脚步匆匆地折返回来。
张先生，有人在追我。吴情语气带着几分慌乱，他迅速朝着张文轩这边过来。他迅速来到张文轩的面前，一把就扑到了他的怀里。张文轩只感觉香风袭来，但听着吴情的话，随即变了脸色。他顺着吴情的目光看过去，只见不远处2个身材高大的男人径直地朝着这边走过来。对方目光明确，直接锁定了吴情，眼里似乎有着寒光。这显然不是什么过路的路人。操！张文轩面色微变，这是冲着吴情来的，还是冲着冰心佛雕来的？电光火石之间，张文轩已经考虑了很多。这2个人来历不明，如果他贸然插手，说不定会给自己带来什么麻烦。但如果坐视不管的话，又实在是有些憋屈。张文轩低头一看，怀里的美妇楚楚可怜地看向自己，那柔弱与害怕的样子，当真是我见犹怜。干了！张文轩咬了咬牙，当即决定帮忙。自己并不是黑岩市的人，就算真的在这里惹上什么麻烦，他也可以拍拍屁股直接离开。他就不信对方还敢跨市追杀，更何况如今是法治社会，如今光天化日之下，又有几个人敢乱来？跟我走，我们装作情侣。张文轩一把搂住吴情的腰，然后便直接带着吴情转身走进旁边的商城里面。啊！女人的腰十分敏感，吴情被张文轩这么一抱，整个人身体都差点直接软瘫下来。张先生，没必要这样吧？吴情脸上浮现出红晕，面对吴情的询问，张文轩面不改色。当然有必要，难道你想要被那2个人看穿吗？张文轩理直气壮，他可是冒着很大的风险在救吴情，现在占点便宜怎么了？这是理所应当的。这么想着，张文轩心中那点负罪感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他直接搂着吴情的柳腰，然后带着他就转身走进旁边的商场里面。这个商场内售卖的东西都是各种各样的古玩小玩具，四周的客人不少，以至于商场显得十分热闹。张文轩用眼角的余光看了一眼身后，果然就见到那2个人也跟着一起过来了。还真是坚持啊！张文轩心中略微凝重，他不禁开口询问：吴小姐，这2个人是冲着你来的，还是冲着冰心佛像来的？吴情摇了摇头，我不知道，我没有见过他们2个，这就有些麻烦啊。弄不清楚这2个人的目的，张文轩就不确定这场麻烦到底有多大。不过现在商场里面到处都是人，他就不信这2个人真的有逆天的胆子，敢光天化日之下在商场这样的地方被他们2人出手。只是为了避免麻烦，张文轩依旧在带着吴情躲避这2个人。商场门口，那2个壮汉很快就发现了在商古玩商场里面的张文轩与吴情，2人面色冷淡，然后毫不犹豫就朝着这边走过来。吴情见状，忍不住面露焦急之色。他们2个过来了，我们走。张文轩立刻带着吴情离开。刚好这个时候，他看到不远处有着一个紧急通道，他眼睛亮起，立刻搂着吴情的腰从紧急逃生通道内离开。那2个壮汉一直盯着张文轩2人的动作，眼见着2人要逃，这2个人也毫不犹豫地追击过来。前面的张文轩2人一路加快速度逃窜，很快他们就重新回到了古物集市。这里人更多，想要从这里离开自然是更加的简单。2人混杂在人群里面，想要找到他们可不是什么容易的事情。给警察打电话。张文轩开口道。吴情点头，他拿出手机迅速拨打了报警电话。刚才因为太过于着急，以至于他一时之间都忘了，现在经过张文轩的提醒，这才想起来。吴情很快拨打了报警电话，但距离警察到来肯定需要一些时间。张文轩带着吴情隐藏在人群里面，他小心翼翼观察着那2个壮汉。这2个人恐怕是冲着你来的吧？看他们的样子，明显是受过专业训练的特殊人士。张文轩如是道。被张文轩说破，吴情的脸色不由得有些尴尬。对不起，我骗了你，这2个人是我一个死对头派过来的，最近我身上有一些麻烦，如果他们抓住我，说不定会直接杀了我。吴情语出惊人。什么？张文轩吓了一跳，脸上的神情瞬间有些难看起来。你为什么不早点说？这么危险的事情，你将我卷入进来，简直就是在坑我。张文轩低声呵斥，敢在光天化日之下杀人，这2个人恐怕是什么杀手之类的角色。他有些后悔，一时贪恋美色，没想到卷入到了这样的事件里面。吴情神情带着浓浓的歉意。对不起，等事后我会给你补偿的。现在我们想办法赶紧离开这里吧。张文轩直翻白眼。此时2人正躲藏在人群里面，而不远处那2个杀手则是在不断搜寻2人的所在。看2个杀人那神情冰冷的样子，要是真的被他们撞上，恐怕真的如同吴情所说有生命危险。他原本以为这2个人只是冲着冰心佛像来的，没想到实情居然这么危险。我们走那边的巷子。张文轩指了指旁边的小巷子。好。吴情连连点头。2人小心翼翼地朝着那边过去，慢慢进入巷子里面。尽管动作已经相当隐蔽，
但还是没能逃过那2个杀手的眼睛。2个杀手立刻发现了2人的背影，然后便毫不犹豫地追上来。他们迅速冲进了巷子里面，然而仔细一看，巷子内却空无一人，完全不见张文轩与吴情的所在。嗖，他们肯定在这个巷子里面。一杀手声音冰冷道。2人立刻开始仔细搜查。这个巷子明显是用来堆积杂物的，因此各种各样的箱子以及杂物特别多，几乎将大半巷子都堆满。想要在里面藏2个人，实在是再简单不过。就在2人地毯式搜索的时候，巷子深处的某个杂物堆里面，张文轩与吴情2人赫然就躲藏在这里。狭小的空间当中，张文轩将吴情紧紧地压在身下，他一双眼睛小心翼翼地看向外面，慢慢地看着那2个杀手距离这边越来越近。怎么办啊？吴情有些慌乱起来，他的呼吸都忍不住有些急促。张文轩深吸一口气，让自己冷静下来。不用担心，这里很安全，除非他们将外面的杂物彻底掀开，否则无法发现我们。只要我们不弄出动静就行。张文轩如是道。他低头看向怀里的吴情，对方则是满头大汗。他们2人正躲藏在杂物堆深处的缝隙里面，这里十分隐蔽，想要发现这里可不是什么容易的事情。外面那2个杀手显然也在刻意避免闹出动静，免得引来其他的人。由于空间狭小，此刻张文轩将吴情按在身下，他一双手直接将吴情抱住，2人的姿态此刻看上去非常暧昧。吴情马上就感受到了张文轩的呼吸，脸上忍不住浮现出尴尬的神情。张先生，能不能稍微后退一些？不行，这里空间太小了，我已经无法后退了。张文轩理直气壮。现在情况特殊，你就稍微忍耐一下吧。吴情顿时泄了气，他心中万分无奈，只好不再说话，默默忍受着此时这异样的姿态。看着吴情不说话，张文轩心中涌现出兴奋。狭小空间下不敢反抗的美人，这简直是致命诱惑啊！哪个男人能够挡得住此刻的诱惑？怀里抱着这样的美人，张文轩的一双手开始逐渐不老实起来。吴情的脸色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越来越红。张先生，请不要乱动。吴情羞怒不已，他轻咬着牙齿，用无奈的目光盯着张文轩。张文轩嘿嘿一笑，不好意思，我的手有些僵硬，所以稍微活动一下。这话让吴情直翻白眼，要是现在张文轩将占他便宜的手拿出去，他的话才有说服力。嘿嘿，张文轩心中偷笑，他理直气壮地占怀中吴情的便宜。吴情虽然已经30多岁，但因为保养得当的原因，皮肤完全不输28少女。2人此刻在这狭小的空间里面，他甚至能够清晰地闻到由吴情身上散发而出的香味。怀中抱着一个如此性感火辣的成熟美人，这样的场景换了任何一个男人过来都把持不住，因为是夏天的原因，2人身上的衣服都非常单薄。张文轩能够清晰地感受到怀里吴情身体的柔软，如此这般的享受实在是让人难以把持。空气中的气氛都逐渐变得暧昧起来。突然，吴情好像是感受到了什么，他的脸唰的一下变得通红一片。吴情心中欲哭无泪，他忍不住扭动身体，想要避开张文轩，但这狭小的空间里面，他又如何逃得掉？吴情甚至动作都小心翼翼，生怕不小心发出什么动静，从而吸引到了那2个杀手的注意。别乱动，小心被发现了。张文轩在吴情的耳边低语。他低头一看，怀里的吴情一张绝美的俏脸早已经布满红晕，如同一颗熟透的红苹果一般，让人忍不住想要咬一口。看着美人这样的姿态，张文轩差点没直接吻上去。好在他最后克制了自己，这才没有直接犯下错误。情不得已的情况可以解释，但如果主动占便宜，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从吴情身上传来的那火热温度与柔软，让张文轩欲罢不能。刚才还因为被杀手追杀而恼怒的内心，此刻心中那点不爽已经消失得干干净净。有这么一个尤物级别的美人可以抱着享受，区区那点危险算什么？都说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风流，他现在算是深刻体会到了这句话的含义。吴情面颊布满红晕，虽然已经活了30多年，但他从未与男人有过如此亲密的接触。从张文轩身上传来的男人气息扑面而来，让他身体都开始逐渐发软。吴情轻咬着嘴唇，他忍不住看向外面。这个时候刚好外面的杀手已经近在眼前，这情况让吴情心都提到了嗓子眼，整个人情不自禁地缩进张文轩的怀里，甚至反手抱住了他。张文轩顿时感觉一团巨大的柔软紧贴在了自己的身上，他甚至能够感受到上面散发出来的温度。吴情这突如其来的举动将他吓了一跳，转过头便发现杀手已经在门口。张文轩拍拍吴情的后背，安抚着怀里慌乱的吴情。此时他的内心同样有着慌乱，早已经屏住呼吸，时间在这一刻都好像是凝固了下来。就在这个时候，外面传来了脚步声，有外人进入了巷子里面。喂，你们2个在巷子里干什么？偷东西吗？一个摊主满脸不善地看着2个杀手。2个杀手微微皱眉，一人道：只是好奇过来看看，这里是杂物间，不是给你们看的地方，外人不能在这里乱窜，
赶紧走！”那摊主摆手赶人，马上离开，再不走我就要叫人了。面对摊主的威胁，两个杀手互相对视了一眼。他们环顾巷子里，找了一圈没有看到无情的身影，两人不由得怀疑自己刚才是不是看错了。既然如此，那就离开吧。想到这里，两人随后便转身离开，伴随着一阵脚步声，两个杀手的身影最终很快离开了。巷子内终于重新恢复了平静。哗啦啦，一阵动静响起，张文轩与吴情两人推开杂物，从藏身的缝隙里面走出来。他们好像都已经离开了。接下来我们也走吧。张文轩看着已经空无一人的巷子，心中不由得大大的松了一口气。他转过头一看，发现吴情正满脸通红的坐在旁边的巷子上。等一下，我身体有点软，我稍微休息一下。吴情红着脸。张文轩没有多想，只是以为吴情刚才吓着了。没事，那就休息一下吧。张文轩道。吴情给了他一个白眼。休息了几分钟后，直到两人确定外面的杀手已经完全离开，张文轩与吴情两人这才从巷子里面走出来。两人迅速离开古物集市，一路来到了另一边的停车场。在吴情的带领之下，两人来到了一辆火红色的兰博基尼跑车面前。炫酷的跑车让张文轩眼睛亮起，流线型的车身在阳光的照耀之下熠熠生辉，牢牢吸引了张文轩的目光。吴情打开了车门，将装着冰心佛像的箱子放到车上。他转过头看向张文轩：“张先生，刚才的事情还希望你能保密。今天的事情谢谢你救了我，你想要什么报酬？只要是我能拿出来的东西，那我绝不推辞。”说出这句话的时候，吴情很认真，显然没有开玩笑的意思。张文轩轻笑：“要不然我抱一下。”吴情翻了翻白眼，原本平复下去的脸又重新红润起来。他轻啐一口，没好气道：“刚才在巷子里面还没占够便宜吗？”被吴情直接说出来，饶是自认为脸皮厚的张文轩也不由得有些尴尬。嗨，报酬就不用了，往后说不定我还要再来黑岩市，到时候你再请我吃饭吧。张文轩说完这句话，张文轩便转身便离开了。等一下，吴情叫住了张文轩，然后直接走上前来，主动抱住了张文轩。美人投怀送抱，然而还没等张文轩享受什么，吴情便离开了。我们俩亲了。吴情道。张文轩哭笑不得，但也有些惊讶，没想到吴情居然真的主动上来抱他。再见。他心中满意，随后十分爽快地转身离开，身形很快消失在吴情的视线里面。与吴情分开之后，张文轩重新回去了古物集市。这时电话铃声响起，拿起一看是李冰兰打来的电话。文轩，你在哪里？你那边收获如何？李冰兰的语气带着几分期待。我还在到处玩，等会儿再做正事。张文轩解释道。李冰兰没有反对。没关系，这场集市会开3天的时间，哪怕后面2天再挑选合适的古物也不迟。对了，我听说明天上午将会有一场高档的古物交易会，到时候会出现很多珍贵的古物。我已经弄到了2张门票，你要去参加吗？古物交易会？张文轩犹豫一下后点头。上次上江的古物交易会并没有让他捡漏到什么好东西，毕竟能够参加交易会的人都是有眼光的，想要捡漏实在是太困难了。相比于直接购买古物，他更喜欢捡漏。但既然是李冰兰的邀请，他还是答应下来，去凑个热闹也是不错的。两人很快挂断了电话，约定等会儿晚上一起吃饭。之后的几个小时，张文轩都在古物集市上游荡，靠着天眼的能力，他捡漏了好几次。不过这几次的捡漏远远无法让他满足，基本上只是10几万、几十万的小生意而已。等到晚上回去酒店的时候，张文轩将自己捡漏得到的古物放在李冰兰的面前，总共8件古物，但基本上都是几十万这个级别的。就算是古物集市，想要捡漏也不是什么简单的事情啊，花了1天的时间也没有找到100万级别的漏。张文轩语气有些无奈。听着他的话，坐在对面的李冰兰则是翻了翻白眼，有些无语。你别太眼高手低了，几十万级别的古物已经是很少见，你真以为那些价值100万甚至是1000万的古物是路边的白菜吗？李冰兰没好气道。倒也是。张文轩咂了咂嘴，这才发现是自己有些眼光太高了。他放平心态，很快那点失望就消失得无影无踪。对了，冰兰姐，今晚咱们一起睡吗？张文轩指了指房间内的2张床，脸上顿时露出兴奋的神情。李冰兰无奈道：没办法，因为古物集市的原因，附近的酒店宾馆都已经住满了人，我找了1个多小时才订到这么一个空房间，而且还是双人间。说出这句话的时候，李冰兰神情警惕地看向张文轩。我警告你，晚上不许悄悄摸上我的床。张文轩嘿嘿一笑。放心吧，我又不是什么禽兽。李冰兰给了他一个白眼，但也没再多说什么。两人吃了晚饭，时间已经来到了11点。张文轩早早的进浴室洗了澡，李冰兰也拿上换洗的睡衣进入浴室里面。
哗啦啦，没一会儿的时间，一阵流水声就已经从浴室里面传来。这声音马上吸引了张文轩的目光，他看向浴室的半透明玻璃，李冰兰那凹凸有致的身形顿时出现在了他的视线里。这酒店的浴室完全是半透明的玻璃，从房间虽然无法看清楚浴室内的情况，但身形却能看得清清楚楚。李冰兰那妖娆的身形姿态被玻璃墙完全展现出来，让张文轩有些心痒难耐。他克制住想要打开天眼的念头，与这么一个大美人睡一个房间，这谁顶得住啊？浴室内的李冰兰没花太多的时间，很快她便从里面走出来。张文轩定睛一看，顿时看直了眼睛。刚洗完澡的李冰兰身上还冒着腾腾的热气，单薄的睡衣根本遮挡不住她玲珑有致的身躯，黑丝睡衣甚至将李冰兰的身形完全勾了出来，那半透明的材质让其里面的肌肤都若隐若现。张文轩心中惊讶无比，没想到李冰兰居然穿着这种半透明的黑丝睡衣。李冰兰感受着张文轩那火辣的目光，面颊上忍不住飞起一团红晕。别看了，我也没想到居然只能订到双人间，所以只带了这种睡衣。李冰兰语气无奈又羞涩，在张文轩面前穿这种半透明的睡衣，这让他有些无所适从。他双手抱胸挡着自己有些走光的身躯，嗔怪道：看够了吧，赶紧关灯睡觉了。张文轩皮笑着：冰兰姐，你这么漂亮，无论看多少次都是不够的，想不到冰兰姐你居然会给我发这种福利，这是奖励吗？李冰兰直翻白眼，她迅速过去将房间的灯关上，没了灯光的视线，顿时整个房间陷入了一片黑暗当中。张文轩只感觉有些可惜，他还没看够呢，美景无法再欣赏到。这次张文轩老老实实的躺回了自己的床上，一夜无话。次日，等到张文轩起床的时候，李冰兰早已经起床换好了衣服，赶紧起床洗漱吧，吃完了早饭我们就去参加交易会，如果运气好的话，说不定能够买到合适的古物。李冰兰的语气里面有着期待。张文轩对此没有太兴奋，他对古物根本不怎么感兴趣，唯一能够让他兴奋的就只有少部分古物当中所蕴含的灵气了。洗漱后换了一身衣服，两人来到酒店餐厅吃了早饭，随后便前往交易会所在的位置。交易会赫然就在集市的最中心，这里是一处造型古朴的花园，门口有安保在守卫。李冰兰出示了邀请函后，两人这才得以进入交易会内部。两人一路来到花园内，只见众多人已经来到了这里。花园里面摆放着一个又一个的摊位，与外面的摊位不同，这里摊位上所摆放的古物明显更加高级。张文轩目光看过去，很快就看到了十几件古物当中都有着灵气的所在，不愧是高档交易会，果然与外面的情况不同。张文轩眼里有着亮光，外面集市上那些古物虽然数量庞大，但大部分都入不了他的眼，而眼下交易会内的古物才是真正的精品。文轩，等会儿你帮我好好看看有没有合适的。李冰兰微微笑着：可以啊，不过我要奖励。张文轩嘿嘿一笑，李冰兰给了他一个白眼，然后动走上前来，十分自然地抱住了张文轩的手，整个人身体轻贴了上来，感受着身边美人身躯的柔软与温度，张文轩脸上忍不住露出了笑容。李冰兰心中嗔怪，一只手在他的腰间轻轻掐了一下：别愣着了，我们快走吧，我可是提前给了你奖励，今天你必须要给我找到几件合适的古物才行。李冰兰没好气道。张文轩脸上满是自信，随后带着李冰兰一起走进古物交易会现场。花园里面十分热闹，到处都能够看到人影，能够来参加这一场交易会的人基本上都是非富即贵，出现在这里的古物品质也远非外面的可比。张文轩已经悄然打开了天眼，他的目光在这些古物上一一扫过。张文轩带着李冰兰花了一点时间在花园里面转了一圈，期间他目光在一个个摊位上扫过，但却没有任何停留下来的意思。没有合适的吗？李冰兰有些不解，这么多件古物在这里，绝大部分都相当不错，难道就没有能够让张文轩满意的？不急，我看看能不能捡漏一下。张文轩道。李冰兰哭笑不得，捡漏哪儿有那么容易，能够在参加这一场交易会的摊主都是有眼力劲的老油条，想要从他们的手中捡漏可不是什么容易的事情。这话张文轩是赞同的，只是他有些不甘心，所以想要碰碰运气而已。他的目光又在一个摊位上扫过，然而还是没有看到有合适的漏给自己捡。难道真的捡漏不了了？张文轩的脑海里不由得冒出这个想法。然而就在这个时候，不远处一个古物瓷瓶引起了他的注意。张文轩的目光落在那瓷瓶上，顿时这件古物的信息便出现在了他的视线里面。百花瓷瓶，陶瓷，无名工匠，450年，55万。张文轩又看了一眼摊主所标注的信息，对方的卖价是15万，这意味着这件百花瓷瓶可以转手卖出去赚40万，还行吧。他立刻带着李冰兰走过去。小兄弟，要买点什么？见着张文轩过来，摊主热情的接待。我要这个瓷瓶。张文轩直接道。
15万你拿走，这些都是明码标价。摊主十分豪爽。张文轩给了李冰兰一个眼神，后者顿时心领神会，直接掏钱将这个百花瓷瓶买下来。摊主拿出一个盒子，将瓷瓶装起来，交给两人。拿到了自己想要的东西，张文轩随即便带着李冰兰离开。这个瓷瓶有多少的价值？等到离开摊位后，李冰兰忍耐不住好奇询问，大概能卖出55万。张文轩，李冰兰顿时眼睛亮起，不错嘛，转手就可以赚40万，看来我没白给你奖励。他轻轻笑着，原本抱住张文轩的手臂也稍微用力了一些。张文轩顿时感觉到一团饱满的山峰静压在自己的身上，那惊人的柔软让其脸上不由得露出享受之意。不过还没等他好好的享受一下，李冰兰便已经重新放开了他。冰兰姐，你也太小气了吧，我可是帮赚了40万。张文轩吐槽。李冰兰翻了翻白眼，可别得寸进尺，行吧。张文轩耸了耸肩，两人继续在交易会上游荡，看看能不能再捡漏到合适的谷物。张文轩偶尔停留，时不时去触摸一下谷物。在外人看来，他看上去好像是在检查什么，实际上是他在吸收这些谷物里面的灵气。尽管单个谷物里面所蕴含的灵气并不多，但架不住数量多。等到整个集市转了一圈过来，张文轩身体内储存的灵气团已经大了足足一圈。张文轩露出满意的笑容，他继续打开天眼寻找合适的谷物。就在这个时候，他眼角的余光忽然闪过一件谷物，虽然只是一闪而过，但那件谷物的信息却差点闪瞎了他的眼睛。什么情况？张文轩大吃一惊，他目光立刻看过去。神秘玉佩，混种，李清，800年，4。当看到这个信息，张文轩简直怀疑自己的眼睛是不是出现了问题。一块有着800年历史的古物玉佩，这并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但这块玉佩的价值却是3个问号，这着实惊呆了他。什么情况？为什么是问号？张文轩百思不得其解。这还是他第一次遇到这样的情况。张文轩以为是自己的天眼出现了问题，然而他看向其他的古物，却发现天眼依旧正常，唯独只有这件古物的价值信息栏上就是3个问号。难道这件古玉的价值已经大到连天眼都无法判断了？不，张文轩觉得不太可能是这种情况。他马上带着李冰兰走过去，然后拿起了那块古玉。老板，这块古玉多少钱？摊主瞥了一眼，5万，我要了。张文轩毫不犹豫点头。摊主见着张文轩居然这么爽快，心中不由得有些后悔。张文轩直接付钱走人，根本不给摊主任何反悔的机会。这块古玉是你要买的吗？它有什么奇特的地方？李冰兰有些不解。这块古玉的材质仅仅只是混种而已，工艺也称不上出色，虽然有些历史价值，但最多也就几万块钱而已。你买这样的古玉干什么？张文轩自然不可能说出这块古玉的奇特之处，他笑了笑，买来收藏，既然都来了这里，总不可能什么东西都不买吧，反正几万块对我而言也不多。李冰兰有些无语，她看出来张文轩应该是隐瞒了什么，不过她是一个聪明的女人，既然张文轩不想说，她也就没有再追问下去。之后的几个小时，张文轩与李冰兰两人将整个交易会完全逛了一遍。等到将每一件古物都鉴定了一次后，张文轩的精神已经疲惫不堪。我们回去休息吧，看来你是鉴定古物太多，所以有些累了。李冰兰搀扶着神态疲惫的张文轩。张文轩点点头，频繁的动用天眼，对他的精神力量也是很大的消耗。两人随后便离开了古物交易会。等回到酒店房间后，张文轩直接倒在床上便呼呼大睡。不知道过去多久，等到他重新苏醒过来的时候，外面的天色已经彻底黑了下来。你醒了，你睡了整整一下午。李冰兰的声音传来。张文轩打了一个哈欠，从床上起来，他摸了摸已经空空如也的肚子。冰兰姐，我们去吃饭吧。好，正好我也饿了。李冰兰点头。这家酒店旁边就是餐厅，哪里的厨师手艺不错。两人换了一身衣服后便出门去吃晚饭，等到吃饱喝足后这才重新回来。这个时候的时间已经是晚上11点。刚睡醒的张文轩此时神采奕奕，对比之下李冰兰则是显得有些疲惫。他拿着睡衣走进浴里面，没一会儿的时间，一阵哗啦啦的流水声从里面传出来。趁着李冰兰去洗澡的功夫，张文轩将白天从交易会上买来的古玉取出来。他再度打开天眼鉴定一次，这次价值栏那一项还是3个问号。这块古玉到底是怎么回事？连天眼居然都给出了问号，要么就是古玉的价值太大，已经超出了天眼的鉴定范围，要么就是古玉十分特殊，其价值难以界定。张文轩微微眯着眼睛，相比于第一个猜测，他觉得第二个猜测可能性更大一些。毕竟这块古玉就算价值再大，了不起几个亿，这个数字虽然惊人，但还不至于到天眼无法显示的程度。难以界定价值，
难不成是这块古玉有什么秘密？张文轩眼睛亮了起来，他将古玉拿起来，仔细观察上面的纹路。这块古玉就如同之前李冰兰所说，材质只是混种，雕刻工艺也相当普通，古玉内部甚至连灵气都没有，足以可见其相当普通。仅从表面上来看，几万块基本上就是这块古玉的最终价值了。这块古玉一定有什么秘密。张文轩语气十分笃定。就在他研究古玉的时候，浴室里的李冰兰已经洗完澡重新走出来，她依旧是穿着昨天晚上那件半透明的黑丝睡衣，十分修身的贴身睡衣穿在李冰兰的身上，将她那凹凸有致的性感身躯完全勾勒了出来。半透明的材质让其衣服下的身躯若隐若现，这种朦胧的诱惑更加为李冰兰增添了几分魅力。张文轩马上将古玉收回了口袋里。古玉什么时候都可以研究，但美人出浴的睡衣诱惑可不是什么时候都可以欣赏到的。别看了，快点将灯关掉。看着张文轩火辣辣的目光直勾勾盯着自己，李冰兰面颊有些微红。嘿嘿。张文轩起身来，朝着李冰兰走过去。李冰兰瞬间面露警惕之色。你想干什么？不许对我动手动脚。冰兰姐，你误会我了，我只是想要给你按摩一下而已。今天你走了一天的路，我给你按摩一下腿吧。张文轩道。李冰兰给了他一个白眼，以他的聪明又怎么会看不出张文轩想要占他的便宜。不过李冰兰这次没有拒绝，她走过去躺在了床上，然后将一双大长腿展现在了张文轩的面前。来吧。李冰兰面带微笑。张文轩顿感惊喜，二话不说马上就过去。美人玉腿就在眼前，哪有不上手的道理。他将李冰兰的腿放在自己的身上，然后便开始抚摸起来。李冰兰的腿十分修长，这一双恰到好处的长腿对于某些有特殊爱好的男人而言简直是致命诱惑。虽然他并不是足控爱好者，但面对这么一双长腿也有些难以抗拒。他一双手把玩着李冰兰的玉腿，细腻的肌肤让他有些爱不释手。别光顾着摸，你不是要给我按摩吗？李冰兰没好气道。嗨嗨。张文轩正色起来，这才开始给李冰兰按摩起来。突然张文轩想起了上次用灵气给李冰缓解头疼的事情，不知道自己现在用灵气能否加强按摩效果。张文轩马上尝试一番，一丝丝灵气在他的牵引之下慢慢进入李冰兰的身体。咦，想不到你还真的有几分手艺，按摩的不错，挺舒服的。李冰兰微微眯着眼睛。张文轩询问道。感觉如何？不错，腿温暖舒适，感觉很舒服。李冰兰露出享受的神情。她只感觉张文轩那双手仿佛有魔力一般，抚摸所到的地方温暖舒适。张文轩内心惊讶，灵气有这样出色的按摩效果，做事出乎他的预料。他偷偷看了李冰兰一眼，眼见着美人享受着，眯起了眼睛有些沉醉。张文轩这一双手开始逐渐不老实起来。刚开始只是按摩脚掌与小腿的位置，慢慢的他这双手开始逐渐往上，渐渐来到了大腿。不要乱摸。李冰兰感受到了张文轩不老实的动作，她啐了一口，但却并没有起身阻拦。张文轩忍不住兴奋，李冰兰既然没有阻拦，那就是默许咯。得到了美人的许可，张文轩胆子瞬间大了起来。他的双手再度往上，直接伸到了睡裙的里面去抚摸把玩大腿的位置。李冰兰的口中发出一道细微的呻吟声，这道声音如同小猫一般撩人心弦。张文轩肆意地把玩着美人的双腿，不知不觉间已经来到了李冰兰的上半身。他一双手已经伸进了李冰兰睡衣里面，美人那细腻的肌肤让张文轩心中激动。不知道什么时候，李冰兰的睡衣已经半遮半露，如此诱人出现在张文轩的面前，让其完全挪不开眼睛。咕咚，张文轩忍不住咽了一口口水。他尽力克制着自己的动作，免得因为过于猴急而导致引起了李冰兰的反感。灵气仿佛某种奇异的暖流一般，随着张文轩五指所到之处，逐渐在李冰兰的身体上游走起来。李冰兰眯着眼睛，整个人已经完全沉浸在了灵气所到来的享受当中。她轻轻扭动着身，那水蛇腰扭动出惊人的幅度。操，这也太撩人了吧！张文轩呼吸都急促起来。他开始有些后悔给李冰兰按摩了，虽然舒服的过了一番手瘾，但这种只能看不能吃的感觉着实是难受啊。张文轩一咬牙，干脆直接收回了手。没了舒适的享受，李冰兰很快睁开眼睛。怎么停下来了？她面颊还带着几分残余的红晕，一双眼睛媚眼如丝看着张文轩。冰兰姐，你是舒服了，但我可遭罪啊。要不，张文轩道。他的话还没说完，李冰兰当即拒绝。不行，你这臭小子，我给你摸了还不够吗？不准得寸进尺。李冰兰没好气道。她伸出手轻轻掐了张文轩一下，然后将他赶下了自己的床。张文轩满脸郁闷，亏了，简直是血亏。自己除了过了一番手瘾外没爽到，反而将自己弄得很难受，而且还损失了灵气。血亏啊！
张文轩满脸郁闷地回到了床上。啪！房间内的灯光很快黑暗下来，屋内也陷入了寂静当中。李冰兰享受过后，很快便舒服地睡着了。隔壁床的张文轩则是难受地翻来覆去睡不着，一直折腾到了半夜，这才慢慢地睡过去。次日，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响起，将睡梦中的张文轩吵醒过来。文轩，你电话响了。旁边传来李冰兰娜的声音。喂。张文轩迷迷糊糊接起电话，电话里传来吴晴的声音。张先生，抱歉这么早过来打扰你，不知道你今天有没有空？吴晴的声音响起。听到是吴晴，张文轩意识慢慢清醒过来，原来是吴小姐，有什么事吗？是这样的，前天你帮我挑选的冰心佛雕非常好，能得到那座冰心佛雕完全是你的功劳。我已经将那块冰心佛雕送给了我爷爷，他老人家对冰心佛雕非常喜欢，因此想要见见你，不知道你今天有没有时间？吴晴如是道。哦。张文轩略微有些犹豫，我只是代替你选古物作为礼物而已，你爷爷那边跟我似乎没什么关系。那座冰心佛雕是张先生你挑选出来的，你才是真正的功臣。我爷爷也非常好奇你是怎么看出冰心佛雕隐藏在那尊佛像里面的。吴晴语气微笑。张文轩咂了咂嘴，面对吴晴一而再再而三的邀请，他最终点头答应了。好，你过来接我吧。张文轩，没问题。吴晴毫不犹豫的点头。挂断了电话，张文轩打了一个哈欠，从床上起来。他刚下床就看到了李冰兰正用奇怪的目光看着自己。怎么了？你前天还帮女人选古物了？李冰兰双手抱胸，语气里面明显不太对劲。啊！张文轩暗道一声不好，李冰兰这是兴师问罪啊！那人花了100万请我帮他选的。张文轩摊开手。100万？李冰兰大吃一惊。什么样的古物仅仅只是出手费就这么多？一座价值1000万的冰心佛像。张文轩没有隐瞒什么。李冰兰倒吸了一口凉气，目光里面全是惊讶，怪不得出手费100万，这样的佛像的确有这般的价值。他脸上的神情恢复了正常，能够拿出100万出手费的必然不是一般人，他便不再多问了。张文轩很快洗洗漱完，刚好这个吴晴也开车到了。我出去一趟，等会儿不用等我吃饭了。张文轩道。李冰兰点头。你去吧，等会儿古物集市那边我一个人去就可以了。昨天我们逛了一天，也有不少的收获，这次也足够了。张文轩换了一身衣服后下楼走出酒店，只见一辆火红色的跑车已经在酒店的门口等待。吴晴赫然就站在跑车面前，他今天穿着一身红色的衣服，这代表着火焰的颜色，为吴晴更加增添了几分风采。凹凸有致的丰盈身躯，不知道让多少男人停足观看。香车美人的搭配瞬间吸引了路过所有男人的注意，许多男人甚至眼睛都看直了。张文轩目光也忍不住落在吴晴的身上，眼睛微微亮起，真是一个性感的尤物啊！张文轩心中如是感慨道。吴晴与李冰兰各有魅力，两女在长相上不分上下，但气质却各自不同。如果说吴晴是高贵优雅的百合花，那李冰兰就是孤傲独立的梅花。相比于李冰兰，吴晴显然更加成熟一些，成熟女人的韵味在她身上展现得淋漓尽致，宛若熟透的苹果，让人忍不住想要咬上一口。见着张文轩走出来，吴晴的脸上露出了灿烂的微笑。张先生，上车吧。他主动为张文轩打开车门。谢谢。张文轩上车坐在了副驾驶位上。吴晴上车后关上车门，他一脚踩下油门，伴随着引擎发出一阵犹如野兽一般的咆哮声，火红色的跑车宛若离弦之箭一般激射而出，很快就消失在了路边所有人的视线里。车上，张文轩想起了什么，他道：吴小姐，不知道你爷爷喜欢什么，我既然上门拜访，怎么也得带的礼物不是？吴晴轻笑着。张先生太客气了，今天是我爷爷邀请你，并非是你上门拜访，礼物就不用了。我爷爷几年前就已经退休，他老人家没什么别的爱好，唯独就喜欢各种各样的古物古玩。我从小在他的耳濡目染之下，也学了不少古物古玩的知识。张文轩轻轻点头，脑海里勾勒出一个戴眼镜的老头形象。吴晴的车技十分稳重，一路上张文轩都没感觉什么起伏。红色跑车穿过大半个黑岩市后，很快行驶到了郊区的范围，一座小型山庄出现在了张文轩的视线里面。整个山庄坐落在一片竹林旁边，这附近风景秀丽，静谧优雅。咯吱，伴随着刹车声，跑车停止下来，车门打开，张文轩在吴晴的带领之下进入山庄内。看着眼前这一座山庄，张文轩心中啧啧称奇。吴晴果然是富贵人家，黑岩市的房价可不便宜。吴晴的家族能够在黑岩市修建起这么一座山庄，足以可见家族的财富实力。在吴晴的带领下，张文轩来到了山庄的深处，只见一个老者赫然就在花园里面，不过除了老者之外，还有着一个年轻人正在其中。年轻人大约30岁左右的样子，他
他面容英俊，一身穿着打扮一看就价值不菲，右手手腕上戴着一块劳力士手表，显然是出身不凡。青年面带微笑，他拿出一个盒子，打开后里面放置着一枚造型独特的古玉。吴老，我最近又收了一块古玉，今天过来拜访，便是希望您能长长眼，看看我这块古玉成色如何。青年面带微笑，说话之间，他将装着古玉的盒子放在老者的面前。听到古玉2个字，老者的目光瞬间就被吸引，他随手从旁边拿过来眼镜戴上，俯下身体仔细观察起来。这古玉应该是玻璃种，从玉质本身来看成色不错，但这雕工很明显是唐代时期的风格，这应该是民间工匠雕刻而成。不过古玉保存得很好，这块古玉小唐你花了多少钱？老者笑呵呵地询问着。唐河云面带微笑，不算多，这块古玉是我昨天在古物集市上从一个摊主那里买下来的，花了3万。大赚啊，这块古玉的价值应该在20万左右。吴山露出笑容，小唐，你现在的眼力真是越来越好了。唐河云谦虚地笑着，哪里，跟吴老爷子您比起来，我只是初出茅庐的小子而已。哈哈，吴山爽朗大笑，看着吴山满脸笑容，唐河云心中得意。这个时候，一阵脚步声传来，打断了2人。爷爷，吴琴喊了一声。吴山笑呵呵看过来，他目光马上落到了张文轩的身上，眼里露出亮光。这位小兄弟就是选中冰心佛像的张先生吗？吴山如同看到知己一般，快速走过来。张文轩保持谦虚的神情，吴老爷子客气了，昨天能在古物集市上找出冰心佛像，仅仅只是我的运气而已。吴山轻笑，能看穿冰心佛像的伪装，并且还敢花几10万买下来，那可不是运气能够解释的。没有足够的眼力做不到这一点，除了眼力之外，还需要胆量。现在的年轻人真是长江后浪推前浪，一浪更比一浪强啊！像我这种老家伙，真是不中用了。吴琴抿着嘴，爷爷，您在胡说什么呢？您还是老当益壮，哪怕再活几10年都没问题。哈哈，我这把岁数，要是再活几10年，岂不是成了老妖怪？张小兄弟，来请坐吧，咱们好好聊聊冰心佛像的事情。吴山满脸兴奋的笑容，他话语滔滔不绝，十分热情地将张文轩邀请过来。这个时候，唐河云走出来，他的目光落在张文轩的身上，神情有着疑惑。吴老爷子，这位是？唐河云眯着眼睛看向张文轩的眼神里面有着审视。吴情解释道，张先生就是。吴山笑着，没错，张小兄弟的眼光实在是毒辣，要是换了昨天我这个老家伙在那里，也不一定能够看出那尊佛像的问题。唐河云面带惊叹之色，张先生真是厉害，冰心佛像我也看过了，绝对是稀世珍品。一个藏在佛像中的佛像，张先生居然都能够看穿其伪装，这样的眼光的确称得上是毒辣。不知道张先生在哪儿高就？面对唐河云的询问，张文轩不由得眯起了眼睛，不知道是不是他的错觉，他总觉得眼前这家伙似乎态度不太和善。对方看向自己的眼睛里面带着几分敌意，现在露出来的微笑不过只是伪装的假笑而已。高就不敢当，我只是在古玩这一行上勉强有涉猎而已。张文轩打个哈哈糊弄过去。唐河云深深看了他一眼，张先生看上去十分年轻，应该还在读书吧？不，我早就毕业了。张文轩，唐河云故作惊讶，不会吧？以张先生的能力，连冰心佛像都能够看得出来，怎么会连大学都没有考上？或许张先生可以考虑考古系，正好我认识一个考古系的大学教授，如果张先生有兴趣的话，我可以帮你介绍一下。此话一出，张文轩顿时眯起了眼睛，他好歹也是在社会上混了几年，什么叫做阴阳怪气他还是可以看出来的。自己跟眼前这家伙有仇吗？为什么一上来就针对自己？难不成张文轩眼角的余光瞥了一眼旁边的吴情，心里面已经有了猜测。他皮笑肉不笑，谢谢你的好意，我对读书没什么兴趣，涉猎古物这个行业也只是我的兴趣而已。唐河云还想要说些什么，吴情皱着眉头开口打断了他。唐河云，你的话有些太多了，张先生想怎么做事是他的自由。吴情看向唐河云的目光里面十分冷淡。唐河云面带微笑，小晴，你误会我了，我对张先生没有任何的恶意，只是随口说说而已。他打了一个马虎眼糊弄过去。吴山热情的接待，几人来到花园里内的石桌旁坐下。吴情坐到了张文轩的身边，而唐河云则是坐在对面。女佣很快走过来，为几人倒上一杯茶，悠然的茶香飘荡而出，带着几分悠然与空灵。吴山热情地向张文轩询问昨天发现冰心佛像的细节。张小兄弟，你是怎么发现那尊佛像里面隐藏着冰心佛像的？吴山此刻满面红光，脸上的神情明显是上了头。面对如此热情的吴山，张文轩大感吃不消。之前在车上的时候，他听吴情说自家爷爷很喜欢古物，
张文轩并没有将这句话放在心上，现在看来，这位老爷子恐怕已经不是普通喜欢那种层次了。面对再三追问的吴山，张文轩只好发挥自己那点可怜的古物知识，含糊其辞，勉强糊弄过去。自己之所以能够看出佛像里面有问题，完全是靠天眼的透视能力。真要是详细的讲述自己是怎么发现冰心佛像的，100%要出问题。在吴山这个老油条面前卖弄，这不是关公面前耍大刀是什么？想到这里，张文轩伸出手，在桌子下拍了一下吴情。吴情面对这突然的情况吓了一跳，本能地看向张文轩。他见着张文轩一个劲对着他挤眉弄眼，吴情悬着的心放了下来。他感受到自己被人抹了一把，还以为是张文轩要占他的便宜。他很快心领神会，马上打断了吴山刨根问底式的追问：爷爷，今天张先生仅仅只是来做客而已，哪有您这么逼问客人的？吴情打断吴山：嗨。吴山略显尴尬的咳嗽几声：我只是好奇而已。张小兄弟，我这个老家伙有些失礼了，我们喝茶。吴山端起了茶杯。眼见吴山不再追问，张文轩的心中不由得松了一口气。老爷子言重了，像是老爷子能够对古物抱有这么大的热情，很是难得。我听说老爷子您有不少的古物古玩收藏，等会儿不知道能不能参观一下。张文轩眼睛一转，提出了这个请求。吴山爽朗笑着：没问题，我们现在过去就行。吴山十分热情，马上便带着张文轩前往自己的古物古玩收藏室。他就如同是一个献宝炫耀的老顽童一般，很快便带着张文轩来到一个房间里面。推开收藏室的房门，顿时一件件古物呈现在了张文轩的面前。好家伙，整个房间有着足足上百个玻璃展柜，里面全部放置着各种各样的古物古玩。这些古物古玩什么种类都有，有书画，有玉器，有瓷器，还有一些古代兵刃，甚至铠甲。老爷子的收藏当真丰富啊！张文轩吃了一惊，赞叹道。吴山轻抚胡须，露出得意的神情。收藏室里面的这些古物古玩显然都是吴山的得意收藏。张文轩打开天眼看了一眼，顿时馋的口水都快流下来。这些收藏品全部都是精品，几乎大部分古物内部都有着灵气的存在，有好几件古物内部的灵气甚至都快闪瞎了他的眼睛。宝贝啊！张文轩看着这些价值不菲的古物，两眼放光。他对这些古物收藏本身没什么兴趣，但古物内部的灵气却让他眼馋不已。如果能够吸收这些古物内部的灵气，那少说可以让他现在的灵气翻3倍灵气，这种东西怎么都是不会嫌多的。可惜这些古物藏品全部都在玻璃展柜里面封存起来，自己想要吸收古物内部的灵气，必须要有肉体层面的直接接触。这些古物藏品都在展柜当中，以至于他根本无法触碰。可惜啊！张文轩心中不由得感慨一句。吴山热情地给张文轩介绍这些古物藏品，后者也是两眼放光。在吴山看来，这是张文轩喜欢的表现，殊不知他只是喜欢这些古物内部的灵气而已。一旁的唐和云看着吴山热情地接待张文轩，脸上的神情有些不太好看。今天他特意带着好东西过来拜访，原本是想要好好提升一下与吴山的好感度，但没想到现在竟然半路杀出一个程咬金，一下子抢了他的风头。这个人到底是什么来路？唐和云不由得微微皱眉，看着吴山如此热情地对待张文轩，唐和云的心中不由得升起一股危机感。他目光落在张文轩的身上，一抹寒光从他的双眼里面一闪而过。原本准备过一会儿再拿出来，现在看来不得不提前拿出杀手锏了。唐和云转身离开，没一会儿的时间他便重新返回，手中则是多出了一个长条形状的盒子。吴老爷子，我前段时间淘到了一件好东西，我想请老爷子您再帮忙长长眼。唐和云脸上带着微笑。哦，他的话瞬间吸引了吴山的目光。吴山转过头俩，就看着唐和云将长条盒子摆放在桌子上。盒子打开，这次里面的东西赫然是一幅画卷。唐和云慢慢将画卷摊开，里面的画卷内容展现在了三人的面前。吴山定睛一看，顿时就被牢牢吸引了目光。他迅速走过来，戴上眼镜，仔细地观察画作的细节。这赫然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其整体的意境十分出色，哪怕是完全不懂山水画的外行都能看出这幅画的水准。绝美的画面细致入微，让人不由得沉浸其中。吴山越看越是激动，苍老的面容上露出激动的神情。这难道是唐代画家李思训的《江帆阁楼图》？吴山声音一下子提高了8度，他的语气里面有着兴奋。唐和云笑容浓郁，不愧是吴老爷子，果然是好眼光，一眼就看出这是《江帆阁楼图》。我这段时间运气相当不错，这幅《江帆阁楼图》是我好不容易弄到的收藏。吴山神情喜悦，如同在看什么稀世珍宝一般，他几乎要凑到《江帆阁楼图》的面前，苍老的面容上有着毫不掩饰的喜爱。对于吴山这样喜欢收藏古物古玩的人而言，眼前这幅《江帆阁楼图》简直是无与伦比的至宝。好一幅《江帆阁楼图》，
果然不愧孙思训的著作，这样的意境与线条处理，完全就是孙思训的手笔。吴山看着面前的江帆阁楼图赞不绝口。一旁的吴情一时不由得走过来，虽然他是不懂山水画的外行，但也看得出来这幅江帆阁楼图相当出色，的确是近乎完美的精品。不过这幅江帆阁楼图是真品吗？吴情不由得有这样的疑问。古往今来画作造假的太多，尽管难度很高，但并非没有，特别是某些知名画作更是如此。不，这不是赝品，这幅江帆阁楼图绝对是真品。李思训的在山水画上的意境绝非普通画家所能够比拟的。吴山语气确凿。唐和云大笑，有吴老爷子您这句话，那我就放心了。说出这句话的后，唐和云随后语出惊人，既然吴老爷子您这么喜欢江帆阁楼图，我准备将其送给老爷子您。什么？吴山吃了一惊，他马上摇头，不行，这幅画实在是太珍贵了，正所谓无功不受禄，我怎么能收下这么珍贵的东西？唐和云轻笑，老爷子您太客气了，您平日里面没少照顾我，更何况这幅江帆阁楼图在我的手中仅仅只是物件而已，只有在您这位懂得欣赏的人手中，它才能够真正发挥价值。面对如此热情的唐和云，吴山有些盛情难却，而且眼前的江帆阁楼图他实在是喜欢。看着吴山明显异动的样子，唐和云的脸上不由得露出了笑容。他看了张文轩一眼，给了他一个挑衅的眼神。张文轩有些无语，这家伙这是将自己当作竞争对手了啊！他又不是白痴，怎么会看不出来唐和云的想法是什么？这人明显是看上了吴情，因为自己今天的到来让唐和云有了危机感。但不得不说，吴情的确非常漂亮，如此这般的美人又有几个男人能够放弃？但唐和云招惹到了自己的头上，这绝对是他做过最错误的决定。呵呵，张文轩心中有着冷笑。吴山眼看着就要答应下来，这个时候张文轩上前一步，等一下。三人的目光都看向了他。张小兄弟，怎么了？吴山有些不解，唐和云则是冷笑起来。张先生，这幅江帆阁楼图是我要送给吴老爷子的礼物，你恐怕是没什么阻拦的资格。张文轩双手抱胸，你别误会，我没有想要阻拦的意思，我只是想要提醒一句，你这幅江帆阁楼图是赝品。什么？此话一出，面前的三人都露出愕然之色。吴情吃了一惊，怎么会？吴山也是惊讶。张小兄弟，你恐怕看错了吧？这幅江帆阁楼图明显就是李思训的作品，怎么可能是赝品呢？唐和云当场大笑出声来，他的笑声里面满是嘲弄与戏谑。张先生，你在胡说八道些什么？我这幅江帆阁楼图是我花了100万买下来的，连吴老爷子都认为这是真品。你知不知道吴老爷子最喜欢的就是山水画，老爷子在鉴赏山水画上的造诣，放眼整个黑岩市古物界都没几个人能够媲美，连老爷子都认为这是真品。你居然说我这幅江帆阁楼图是赝品，难道你是想要说老爷子学艺不精，看走眼了吗？唐和云语气讥讽，他的话语阴阳怪气，抓住机会便是对张文轩狠狠的嘲弄。面对唐和云的攻击，张文轩的面色没有任何的变化。吴情有些着急，他连忙来到张文轩的面前，他压低声音，张先生，这幅江帆阁楼图基本上不可能是假的，恐怕是你看走了眼。唐和云说的没错，我爷爷在鉴赏山水画上是不可能看走眼的。吴情压低声音提醒张文轩。吴山不气不恼，他苍老的面容上依旧带着微笑，同时又有些好奇。张小兄弟，你既然说这幅江帆阁楼图是假的，我很好奇你的依据是什么？这幅江帆阁楼图明显就是李思训的真迹，上面的绘画手法完全是一模一样。吴山如是道。唐和云口中嗤笑，老爷子，我看这位张先生恐怕是胡言乱语，我这幅江帆阁楼图根本不可能是赝品，他居然敢放这种豪言，不是在胡说八道又是什么？唐和云疯狂拱火，他在中间挑拨离间，场中的局面一下子对张文轩非常不利。眼见这样的情况，他不紧不慢，我敢这么说话，自然是有着我的理由。张文轩语气自信，他的天眼落在江帆阁楼图上，顿时这幅画的信息便呈现在他的面前。仿造江帆阁楼图，山水画，赵清，150年，30万。再度确认了一遍信息，张文轩脸上笑容更加浓郁了几分。哼，简直是胡说八道！既然你说我的江帆阁楼图是假的，那你拿出证据来吧。唐和云口中嗤笑。吴山与吴情爷孙两人也在看着张文轩。吴情有些着急，他不明白为什么张文轩要这么说。吴山倒是显得镇定许多，只是等待着张文轩的解释。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说过赵清这个人？张文轩道。赵清。闻言，唐和云露出迷惑之色，吴情也是摇头，唯有吴山略微吃惊。赵清老夫当然知道，
他是100多年前有名的临摹画家，一生临摹了许多名家的画作，而且他的临摹功力很深，不少出自他之手的画作几乎可以达到以假乱真的程度。等等，张小兄弟，你认为这幅江帆阁楼图是赵青临摹的？吴山狠狠地吃了一惊。张文轩点头，没错，这幅江帆阁楼图就是临摹的。不可能！唐和云当即否认，他面色微变。如果这幅画真的是赝品，那无疑他今天要丢尽颜面，这让他怎么能够接受？张文轩，你简直就是胡说八道！凡事要讲究一个证据，你说这是临摹的，难道我的江帆阁楼图就是临摹的吗？唐和云呵斥。吴情眨了眨眼睛，临摹画作不可能100%与原作一样，总会有差别的吧？他看向吴山，在场几个人里面，吴山的鉴定能力无疑是最强的。吴山露出沉吟之色，然而他却摇头，不好说。赵青此人乃是鬼才，他的临摹功力已经到了出神入化的程度，经由他临摹的作品，甚至有好几次都被人认为是真迹，这已经不是第一次出现了。啊！吴情神情愕然，那怎么证明这幅江帆阁楼图是真迹还是临摹赝品？唐和云神情难看。等等，我这幅江帆阁楼图是真迹，根本不是什么临摹。吴山有些拿不定主意。小唐说的没错，以我的眼光来看，这幅江帆阁楼图完全没有任何的破绽，我也愿意相信它是真迹。这话让唐和云松了一口气，脸上也重新露出笑容。张文轩，吴老都已经这么说了，你还要坚持你的胡说言论吗？你根本没有任何调查，就在这里胡说八道。我严重怀疑你上次的冰心佛像到底是怎么鉴定出来的，你该不会是玩了什么手段吧？唐和云冷笑着，他毫不犹豫地反击回来。张文轩哑然失笑，他脸上笑容依旧。谁说我没有办法检测？据我所知，赵青临摹画作有一个习惯，他喜欢在画作里留下一点小惊喜，而这就是分辨临摹与真迹的强有力证据。张文轩，什么？张文轩的这番话让吴山微微有些惊愕，他神情疑惑，有这样的事情吗？老夫从来没有听说过。唐和云顿时嗤笑，张文轩，你听到了吧？连吴老都没有听说过，你不过只是在胡说八道而已。检查一下不就能知道了吗？你这幅画里面就有赵青所留下来的记号，就在画纸的夹层里面。张文轩语气确凿，画纸夹层。三人都不由得看向桌子上的江帆阁楼图。如果这番话是从其他人的嘴里说出来，恐怕根本没有人会相信。不过现在张文轩这信誓旦旦的样子，反倒是让人惊疑不定。笑话，简直就是笑话。张文轩，你知不知道我这幅江帆阁楼图到底价值多少？你居然想要看画纸夹层，我这幅画要是被你损坏了，那你赔得起吗？唐和云大怒。张文轩不紧不慢，他嘴角勾勒出笑容。你这幅江帆阁楼图根本就是假的，一幅临摹的画作而已，又能值几个钱？不如我们赌一把吧。唐和云皱着眉头，怎么赌？由我来将这幅画拆开，如果这幅画的画纸里面没有夹层证据，那么我赔偿你的全部损失。张文轩说出这番话，他的语气里面充满了自信。吴情心中吃惊，他迅速上前来劝解。张先生，这样太冒险了，不需要担心，我有绝对的把握。张文轩微笑着。对面的唐和云直接大笑出声来。张文轩，你的胆子可真大啊，居然敢说出这种赌约。好，我跟你赌了，我倒要看看你的眼力到底是不是真的那么准确。不过你要是输了的话，你不仅要赔偿我的损失，还需要给我道歉。唐和云嗤笑道。他看向张文轩的眼神里面全都是讥讽的神情。没问题，如果证明是我赢了，那你就给我100万作为鉴定费用吧。张文轩随意道。好。唐和云毫不犹豫地点头。他心中嗤笑，根本不相信自己的江帆阁楼图是假的。在他看来，眼前的张文轩不过只是在装模作样而已。什么夹层证据，根本就是胡扯。两人约定下来，一旁的吴情有些无奈。只见着张文轩直接走上前来，下一刻，当着在场三人的面，张文轩抓着江帆阁楼图，然后直接将其撕开。撕拉，江帆阁楼图瞬间在张文轩的手中被撕裂成了2半。他这么果决的动作将三人都吓了一跳。你，唐和云又惊又怒。然而就在这个时候，吴山却快步走上前，他脸上浮现出惊愕的神情。这江帆阁楼图居然真的有夹层？什么？吴山的话让唐和云面色巨变，他连忙看过去，只见在张文轩手中的画卷裂口上，一张薄薄的夹层赫然就在里面。张文轩顺着夹层将画纸分开，顿时里面的夹层展现出了他的庐山真面目。仔细看去，这夹层上赫然还有着一个一个标识，上面写着赵青2个字。这吴山惊讶不已，苍老的面容上全是惊愕。他鉴定过如此多的山水画，与赵青的临摹画打交道也不是第一次了，
这还是他头一次知道这件事情。不可能！唐河云面色巨变，他死死地盯着这分离出来的夹层，脸上的神情瞬间变得万分精彩。居然真的有夹层，这不可能啊！我这幅江帆阁楼图居然是假的。唐河云有些难以接受，他的脸色一下子变得万分精彩，一会儿青，一会儿白，犹如跑马灯一样不停地变化。江帆阁楼图是假的，这意味着他不仅损失了100万，而且还在吴山爷孙两人面前丢了大脸。最关键的还是被张文轩啪啪啪打脸，这让他怎么能够接受？张文轩将夹层放在桌子上，他面带微笑。唐河云，现在你还有什么话要说？铁证如山，你这幅江帆阁楼图就是假的。该死！唐河云握紧了拳头，他眼神里面涌现出愤怒。这个时候，唐河云感觉尴尬到了极致，恨不得当场找个地缝钻进去。刚才他嘲讽张文轩有多厉害，现在被打脸的就有多疼。我不知道，我也是被人骗了。那个该死的卖家告诉我这是江帆阁楼图真迹，没想到我居然走了眼。唐河云给自己找借口。啪啪啪！这个时候，吴山鼓掌起来。好，张小兄弟真是好眼力啊！能否请教一下，你到底是怎么看出这幅江帆阁楼图内有夹层的？老夫也不是第一次研究赵青的临摹图，但从来没有发现过这样的事情。吴山神情上有着浓烈的好奇。张文轩轻轻笑着，他随便找了个理由糊弄过去，总不能说自己有着透视能力，能够看清楚画纸内的猫腻吧？只是运气而已。我听说一些高明的临摹画家会弄出夹层这样的东西，所以只是想要尝试一下。张文轩编了个十分蹩脚的借口。吴山爽朗大笑，没有多问。他人老成精，怎么会看不出来张文轩不想多说？张小兄弟的眼力真是让我这个老家伙大开眼界，果然是长江后浪推前浪。今天要不是张小兄弟在这里，我们三人都要被骗过了。吴山赞不绝口，看上张文轩的目光里面有着浓浓的惊奇与欣赏。吴山一个劲地对着张文轩称赞。至于唐河云，这个时候已经没有人去关注他了。时间不早了，张小兄弟就留下来吃个午饭吧。吴山道：没问题。张文轩点头答应。一旁的唐河云神情尴尬到了极致。老爷子，我还有些事情，等下次再来拜访。好。吴山没有挽留，对待唐河云的态度平淡下来。唐河云神情难看到了极致，他临走的时候咬牙切齿，狠狠瞪了张文轩一眼。等一下，我的100万鉴定费。张文轩拦住了将要离去的唐河云。唐河云咬着牙，100万他不在乎，但就这么输给张文轩，让他非常不甘心。银行卡号多少？唐河云最终灰溜溜地离开了。刚才有多耀武扬威，现在离开的背影就有多狼狈。张文轩则是成为了吴山的座上宾。吴山态度热情，看向张文轩的目光都不一样了，眼神里面全是称赞与欣赏。对了，张小兄弟，你的眼力非常出色，我想请你帮我鉴定一下我这收藏室内的藏品到底是真是假。吴山提出了这个请求。张文轩眼睛亮起，他正愁怎么找理由去触碰这些藏品，从而吸收其中的灵气。没想到他还没开口，吴山反倒是主动提出来了。美餐送上门来，他怎么可能拒绝？吴老爷子客气了，能欣赏这样的极品收藏也是我的荣幸。张文轩恭维道。在吴山的带领之下，张文轩开始给这些藏品进行鉴定。既然是鉴定，那隔着玻璃肯定是不行的。吴山很快拿来了钥匙，将玻璃展柜打开，趁着鉴定的机会，张文轩用手轻轻触碰了几次，古物藏品内的灵气很快便被他吸收。他装作鉴定的样子，实际上在吸收这些古物藏品内的灵气。随着大量的灵气被他所吸收，泥丸宫内储存的灵气团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开始迅速增加。总共84件藏品，花了2个小时，张文轩将其全部鉴定了一遍。他的脸上不由得浮现出一抹疲惫之色，这是精神力消耗过度的表现。不过精神虽然疲惫，但张文轩的内心却非常喜悦。感知了一下泥丸宫内的灵气团，其直径此时已经超过了30厘米。爷爷，张先生连续鉴定这么多古物藏品，已经有了累了，接下来让张先生好好休息一下吧。吴情开口道，他看出了张文轩眉宇间的疲惫。吴山露出歉意之色，抱歉，张小兄弟，今天的鉴定就到此结束吧。小晴，你带着张小兄弟去休息。好。吴情点头。张先生，跟我来吧。张文轩点点头，他跟着吴情离开，两人很快走出了收藏室。在吴情的带领之下，张文轩来到了一个休息的客房内。张先生，抱歉，我爷爷有些太激动了，刚才将翻阁楼图的事情多谢你，否则的以爷爷的性格，收藏一幅赝品假画一定会让他伤心的。吴情语气里面有着感激。张文轩摆手，吴小姐太客气了，刚才我也只是举手之劳而已。忽然他好像是想到了什么，随后走上前来到吴情的身边。
吴情看着张文轩靠近，本能的忍不住后退一步。吴小姐，昨天追杀你的那2个杀手，是不是唐河云派来的？张文轩目光看着吴情，吴情表情微微一变，他露出沉吟之色。我不清楚，不过你的猜测有一定的道理，只是我没有证据。吴情微微皱眉，唐河云这个人我很不喜欢他，他这人心胸狭窄，做事向来不择手段。我也怀疑昨天那2个杀手跟他有关系。说到这里，吴情脸上露出浓浓的歉意。抱歉，张先生，因为我的原因将你卷入了这些麻烦。刚才你揭穿了唐河云那副江帆阁楼图式赝品，他一定是记恨上你了。吴情目光里有着愧疚。张文轩嘴角忍不住抽搐一下，这人这么记仇的吗？他不会派杀手来对付我吧？张文轩有些无语。吴情无法保证什么，他轻抚耳边秀发，脸上神情无奈。我也不知道，不过张先生，你并不是黑岩市本地人，我估计等古物集市结束后你就会离开，到时候唐河云就算想要报复你也没办法。张文轩翻了翻白眼，平白无故卷入这样的麻烦里面，我好像吃了很大的亏啊。这话让吴情脸上歉意的神情更加浓郁了几分。对不起，不如这样吧，这2天张先生你就住在山庄里面，他唐河云胆子就算再大，也不敢派遣杀手到这里来对你动手。吴情如是道。张文轩摊了摊手，仅仅只是这样，你总得给点补偿吧。他的目光不由得落在吴情的身上，目光逐渐火热了起来。昨天在那巷子里面与吴情的亲密接触，可是让他流连忘返，此刻孤男寡女共处一室，一下子让张文轩的内心不由得火热起来。吴情脸色一红，他哪里听不出来张文轩话语到底是什么意思。不行，我可以给你50万作为补偿。吴情红着脸，他双手抱胸，整个人后退了一步。张文轩摊开手，我难道缺50万吗？我不会用自己身体来作为补偿的。吴情红着脸，语气坚定。昨天在巷子里面是迫不得已，当时那样的情况他只能任由张文轩抱着占便宜，但现在还想要他，吴情毫不犹豫地拒绝。想什么呢？我张文轩也是有底线的人，我只是想要让你帮我按摩一下而已。刚才帮老爷子鉴定藏品消耗了我不少精力，我现在有些头疼。张文轩轻笑着。吴情给了他一个娇媚的白眼，他这次没有反对，走上前坐在了床上。来吧，嘿嘿。张文轩心中兴奋，直接上前躺在床上，然后将头枕在了吴情的大腿上。他的鼻尖闻到了一股幽香，这股香味他很熟悉，赫然就是从吴情身上传过来的。吴情的大腿十分柔软，从他的角度看过去，顿时看到了一对挺拔饱满的山峰。好大，不愧是叔父。张文轩心中享受。吴情面颊略微有些微红，若是换了一个男人，他绝对不会答应这样的事情。偏偏张文轩又救了他，再加上因为他的原因导致对方被卷入危险当中，心中歉意之下，吴情这才愿意做出这样暧昧的补偿行为。吴情伸出手轻轻按在了张文轩的头上，然后五指轻轻揉捏按摩。张文轩舒服地闭上眼睛，脸上浮现出几分享受。吴小姐，想不到你的按摩技术还真不错。张文轩享受道。吴情的手法十分温柔，力道与准确度都刚刚好，有这么一个成熟美人给自己按摩，要是换了以前，他想都不敢想。张文轩舒舒服服地躺在吴情的大腿上，他略微眯着眼睛欣赏着眼前美景。吴情的身材十分火辣，这一点哪怕是李冰兰都比不上。成熟女人的魅力在吴情的身上可谓是展现得淋漓尽致，她就如同一颗熟透的水蜜桃一般，让人想要狠狠地咬上一口。头枕着吴情的大腿，鼻尖闻着美人身上散发的幽香，同时还能享受美人的贴心按摩，这样的享受真是太棒了。要是让唐河云知道此刻张文轩如此这般的享受，恐怕嫉妒的眼珠子都要瞪出来。张文轩闭上眼睛轻轻的享受，或许是因为吴情的按摩太舒服了，以至于他不知不觉间就睡了过去。张文轩的呼吸渐渐平稳下来。吴情看着已经熟睡过去的张文轩，他没有停下动作，而是又给他按摩了半个小时。做完了这一切后，吴情小心翼翼地将张文轩的头抬起来，然后将其慢慢放在床上，他的动作十分轻柔，全程没有惊醒熟睡的张文轩。等到张文轩睡醒已经是几个小时后，太阳临近下山，阳光透过窗户照耀进来，挥洒在张文轩的脸上。或许是因为阳光太过于刺眼，张文轩缓缓睁开眼睛。张文轩揉了揉太阳穴，从床上起来，他拿出手机，已经下午5点了，我居然睡了5个小时。张文轩略微惊讶，手机上有着2个未接来电显示，赫然是李冰兰打来的电话。张文轩起身整理了一下衣服，然后走出房间。一个女佣刚好从旁边路过，我要见吴老爷子。张文轩叫住了女佣，女佣点点头，然后带着张文轩来到了之前的花园里面。只见花园中吴山正在画画，
张文轩安静地站在一旁没有出声。这时吴山注意到了他，他放下画笔：“张小兄弟，你睡得怎么样？谢谢老爷子关心，我是过来告别的，我还有些事情，现在就该离开了。”张文轩道。吴山有些好奇，张小兄弟是哪里人？上江。上江那个地方好像不大，像是张小兄弟你这样的天才，我想黑岩市或许更加适合你发展。吴山真心道。上江他听说过，但不过只是一个2、3线城市而已，跟黑岩市这样的1线城市比起来，完全不是一个层次。吴山的话有着几分道理，张文轩略微沉吟，自己未来想要发展的话，自然到大城市更好一些，无论是谷物的质量还是数量都更好。谢谢老爷子的提醒，之后我会考虑的。如果到时候我要来黑岩市发展，我一定来向老爷子请教。张文轩轻笑着道。吴山爽朗大笑。婉拒了吴山晚饭的邀请后，张文轩便离开了。临走的时候没有看到吴晴，张文轩有些失望。他很快离开了山庄，吴山安排了司机将他送回去酒店。张文轩回到酒店房间内，见着他回来，李冰兰没好气道：“你终于是舍得回来了。”汗。张文轩耸了耸肩，没办法，因为一点事情耽误了。我们去吃饭吧，谷物集市那边应该已经结束，等明天我们就回去上江。好。李冰兰点头。次日，张文轩与李冰兰两人回到上江，刚刚回来，李冰兰便带着从谷物去了店内。张文轩回到自己的家里，刚刚到家，还没等他喘口气，电话响了起来，拿起一看，赫然是孙雅打来的电话。张先生，好久不见。没想到孙雅会给自己打电话，张文轩的脑海里不由得浮现出对方美丽的清冷身影。孙老板，是玉石那边有什么事需要我帮忙吗？张文轩开口便是直入主题。孙雅点头，没错，明天晚上玉石协会那边将会举办一场原石慈善拍卖会，到时候会有不少优质的原石拿出来拍卖。我想要请张先生，你跟我一同参加，到时候帮我参谋一下。事成之后，我会支付张先生30万的酬劳。区30万，对于现在的张文轩来说已经是9牛1毛了。不过孙雅之前毕竟帮了他的忙，他的第一个1000万就是从孙雅身上赚到的。现在孙雅打电话过来请求帮忙，他自然不好拒绝。没问题，明天晚上你过来接我吧。张文轩点头。孙雅，谢谢。对了，明天晚上的慈善拍卖会需要正装出席。正装啊？张文轩神情有些尴尬，他以前就是一个穷屌丝，哪里参加过这种慈善拍卖会，什么正装那就更是不懂了。他第一反应是去找李冰兰帮忙，不过现在李冰兰刚刚结束谷物集市回来，谷物店那边肯定有很多事情要忙，于是他打消了找李冰兰帮忙的想法。我不知道穿什么衣服好，孙老板不如帮我选一下吧。张文轩语气有些尴尬。好，那明天下午我过来找你。孙雅十分爽快地答应了。两人挂断了电话，张文轩对于明天晚上的慈善拍卖会略微期待。进了浴室洗了个澡，张文轩换了一身衣服后便出门，坐上自己的宝马 X6， 张文轩开车前往盛兴武馆。前天在巷子里面，幸亏我运气好，否则差点就被那2个杀手干掉。但如果我有出色的格斗实力，那2个杀手根本不是我的对手。接下来还是去武馆好好学习一下格斗术，以后肯定能够帮忙上。张文轩的脑海里寓着这样的想法。他开车来到了盛兴武馆的门口，然后推门走进去。刚刚进门就听到了武馆里面传来一阵砰砰砰的打沙袋的声音。张文轩，我还以为你不来了。他刚刚进门，谭鑫的目光便落在了他的身上。怎么可能？我可是已经付了钱的，如果不来的话，岂不是血亏？张文轩道。谭鑫哈哈大笑，有道理。今天你需要我指导吗？谭鑫活动了一下身体，似乎有些跃跃欲试。看了一眼谭鑫那一身爆炸性的肌肉，张文轩果断拒绝。我要谭云双教练指导我。张文轩道。谭鑫点点头，他转身走进了武馆深处的房间。没一会儿的时间，谭鑫重新出来，同时身边还跟着谭云双。谭云双一出现，整个武馆所有的学员目光都落在了他的身上。咕咚，不知道是谁咽了一口口水，在此刻寂静的环境下有些清晰。谭云双今天依旧穿着一身白色的运动内衣和运动短裤，高挑完美的身材几乎展现得淋漓尽致。纤细的柳腰那一条马甲线清晰可见，饱满的山峰哪怕是被运动内衣束缚，依旧遮挡不住，勾勒出挺拔的线条。张文轩的目光瞬间就被吸引了，真是尤物啊！如此这般的美人，这天下间又有几个男人能够挡得住？难怪这家武馆明明环境不怎么样，但2次过来都有20几个学员在这里，这些人根本就不是过来学拳的。张先生，我们开始吧。谭云双面色清冷地走上前来，他气质如同一尊冰山，给人一种寒风般冷冽的感觉。好，今天我想从最基本上的拳术开
开始进行学习。张文轩提出自己的要求，他可是花了510节课的费用，自然是可以提出自己的要求。没问题。谭云双轻点下巴。拳术大体上可以分为2个部分，站立或者地面。你是初学拳术的新人，因此就从站立开始学习。先学习站桩马步吧。说话之间，谭云双走上前来，他双手放在张文轩的身上，然后引导着他张开腿蹲下腰，一股强大的力量作用在自己的身上，张文轩顿时蹲下去。这就是标准的马步。马步的作用是为了锻炼你的腿部肌肉，提高你下盘的稳定性。谭云双一边指点修行，一边给张文轩讲解。马步蹲下去的那一瞬间，张文轩顿时感受到了一股压力。刚开始还没什么，但随着时间渐渐流逝，张文轩明显感觉到自己的双腿开始逐渐酸涩与疼痛起来。谭云双双手为张文轩纠正着错误的动作，他的动作十分轻柔，一股淡淡的幽香从他的身上散发而出。一个如此这般的美人亲自贴身指点，张文轩顿时感觉510节课实在是太值了。眼前的谭云双十分漂亮，无论是身材还是容貌，比起李冰兰和吴晴而言都是丝毫不逊色。她有着其他女人与之不同的别样魅力。谭云双就如同是一朵清冷高洁的梅花，那冰冷的气质与清冷的面庞给人的感觉拒人于千里之外。原本张文轩还以为谭云双的指导动作会比较冷淡，没想到谭云双上手之后竟然非常温柔。这样的反差让张文轩有些惊讶，忍不住多看了面前的美人一眼。谭云双的皮肤呈现出健康的小麦色，同时因为经常训练的原因，她的双手显得有些粗糙，特别是拳锋上有着一层老茧。张文轩在谭云双的指导下维持着马步的动作，挺胸、抬头、收腰。马步最重要的就是姿态，只有姿态站对了才能有最好的效果。谭云双声音清冷，张文轩老老实实按照谭云双的话去做。他能够感受到武馆里面有20几道羡慕与嫉妒的目光落在了他的身上。除了这些之外，武馆内的一些学员们也很快露出了幸灾乐祸的神情。来，赌一把这小子能够坚持多长的时间？有人戏谑道。旁边的学员顿时笑了起来。这小子能坚持5分钟就了不起了。5分钟？我赌他3分钟都坚持不了。哈哈哈，我赌2分钟。众多学员们议论纷纷。作为一路走过来的老学员，他们深知蹲马步的痛苦，现在一个个都想要看张文轩出丑。当初他们来学拳的时候都是由谭鑫指导的，他们也想要让谭云双这个大美人手把手教导，但谭云双的私教费用实在是太贵了，510节课可不是什么人都能承受的。现在见着张文轩能够接受谭云双的贴身指点，他们如何能够不羡慕，同时也想要看到张文轩出丑。这些人的议论声传入张文轩的耳朵里面，别听他们的议论，不要分心自己。蹲马步需要投入进去，这样才能有更好的锻炼效果。谭云双提醒道。张文轩轻轻点头。滴答滴答滴答，时间1分1秒的过去，很快1分钟就已经过去了。张文轩口中忍不住倒吸一口凉气，他没想到蹲马步居然这么痛苦。此刻他能清楚地感觉到双腿酸疼不已，一股十分酸爽的感觉让他双腿都在轻轻地颤抖。我居然才只能蹲1分钟，不行，绝对不能让人看扁了。张文轩咬了咬牙，他没有任何的犹豫，马上便牵引着一丝灵气从泥丸宫出来。灵气被注入到双腿，顿时酸疼的感觉一下子减轻了大半。灵气所到之处，张文轩脸上顿时浮现出了享受的神情。爽！灵气的恢复效果非常出色，张文轩能清晰地感觉到自己原本酸疼的双腿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恢复。面前的谭云双微微有些疑惑，作为教练，他刚才一直在观察着张文轩的神情变化，以此来确定对方的身体极限。但刚才明明眼前的张文轩快撑不住了，却忽然一下子身体缓和下来，这是怎么回事啊？谭云双有些不解。张文轩闭上眼睛，他尽量控制自己的表情，一丝丝灵气在他的控制之下滋养恢复着自己的肉体。在灵气的帮助之下，张文轩蹲马步的事件很快就已经超过了5分钟。如此这般的情况让不远处那些打赌的学员们可谓是大跌眼镜，一个个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这家伙居然能蹲这么长的时间，众人下巴差点惊掉下来。听着众人不可思议的议论，张文轩的嘴角不由得微微勾勒出一抹笑容。他计算着时间差不多了，于是直接一屁股坐在了地上。不行了，不行了，我已经到极限了。张文轩揉捏着自己的双腿，双腿的剧痛与酸爽让他五官都有些扭曲。接下来好好休息10分钟，然后我们进行下一项训练。谭云双的声音响起。好。张文轩疼得龇牙咧嘴。蹲马步的滋味并不好受，但现场还有许多人在这里看着，他也不可能继续用灵气来恢复肌肉。10分钟的休息时间很快就过去，谭云双过来叫起张文轩，然后继续开始训练。之后便是进行全身各项的专项训练，
几个小时的折腾下来，彻底榨干了张文轩的最后一丝体能。刚开始谭云双给他指导的时候，他还能享受着美人的服务，但到了后面，在谭云双严厉的指导下，他全部的注意力都不得不用来进行训练，哪怕美人就在眼前，他也没心思去关注这些了。不行了，不行了，今天的训练就到此结束吧。张文轩连忙摆手，全身上下的酸疼让他有些龇牙咧嘴，他只感觉自己整个人都好像是被谭云双给榨干了，连动弹一下手指头都万分困难。你的体能表现相当不错，虽然身体有些僵硬，但潜力却相当出色。假以时日好好训练的话，你在格斗界可以有一番成就。谭云双评价道。张文轩已经没力气说话了，只能躺在地上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你需要按摩吗？经过高强度的训练后，最好是按摩一下身体，放松肌肉，免得明天你下不来床。谭云双道。按摩？听到这两个字，张文轩顿时感觉身体不疼了。你给我按摩吗？张文轩眼里有着亮光。谭云双点头。你可以选我，或者选我哥。我的费用是200一次，我哥的费用是110次。我选你，200块只是小钱而已，不过我没力气了，你能不能抱我过去？张文轩眨了眨眼睛。谭云双弯下腰，直接以公主抱的形式将张文轩抱了起来，一下子躺在美人的怀里。张文轩只感觉浑身舒畅。谭云双身上的味道十分好闻，他的动作同样温柔。被美人这么抱在怀中，张文轩能够清楚地感觉到谭云双那性感的身材到底有多火爆。在其他学员羡慕嫉妒的目光之下，谭云双抱着张文轩来到了隔壁的房间里面。谭云双将张文轩放在了床上，然后打开了旁边的柜子。等会儿放松肌肉的过程会有些疼痛，你要是忍不住就喊出来吧。谭云双提醒道。说话之间，谭云双已经拿着药酒走过来，他脱掉了张文轩身上的衣服，最终只留下一条裤衩。等等，也不需要脱得这么干净吧？这么赤身裸体躺在一个美人面前，张文轩不由得有些尴尬。最让他尴尬的还是那兄弟，此刻可谓是清晰可见。在美人面前这么丢脸，张文轩恨不得马上找个地缝钻进去。然而谭云双的脸色却没有任何的变化，仿佛早已经是见怪不怪。他将药酒倒出来，涂抹到自己的双手，然后直接按在了张文轩的腿上。啊！谭云双这么一按，张文轩的口中顿时发出如同杀猪一般的惨叫声。停！怎么这么疼啊？张文轩疼得直冒冷汗。谭云双解释道，这是肌肉放松的必要过程，都是这样的，忍耐吧，实在忍不住我可以将你捆起来。张文轩，他忽然有些后悔了，早知道放松肌肉会这么疼，自己就应该用灵气来恢复的。啊！接下来的10几分钟内，张文轩的惨叫时不时就从房间里传出来，明明是美人那温柔的玉手在身上按摩，却带给了张文轩如同受刑一般折磨的痛苦。等到一切结束后，张文轩已经躺在床上直喘息。按摩结束，接下来你可以回去了。回去之后好好洗个澡，等你的身体彻底恢复后再来找我训练，中间最好间隔几天，免得你的身体无法承受。谭云双道。说完这番话，他转身就走，房间里面只剩下了张文轩一人。足足过了好一会儿，回过神来的张文轩这才从床上爬起来，简直是地狱一般的折磨。后面我不要再按摩了，我还是自己用灵气来恢复吧。张文轩打了一个寒战，语气里有着后怕。他穿上衣服走出房间。张先生，感觉怎么样？我妹妹的按摩手法还不错吧？谭鑫笑着走过来。张文轩听着他的话，怎么从这家伙语气里听出了幸灾乐祸的味道？张文轩环顾无馆，发现谭云双并不在这里。谭云双教练平日不在这里训练吗？谭鑫点头，当然，他平日里在2楼，那里是我们的私人训练场所，不对外开放。原来如此，张文轩恍然大悟，他略微沉吟，问出了一个自己关心的问题：谭教练，格斗修行到极致能达到什么样的程度？谭鑫笑着，如果是普通人的话，肯努力训练以1达3不成问题。仅仅只是这样？张文轩略微皱眉，难道这个世界不存在真气之类的东西？那自己的灵气是怎么回事？不然呢？难不成你以为有真气、内气之类的东西不成？谭鑫不由得笑出声来。张文轩，他有些失望，没想到真气与内气是不存在的，那自己以一挡千、长生不老的幻想岂不是破灭了？不对，既然存在灵气与天眼这样的东西，那这个世界绝对不简单。谭鑫不知道，恐怕只是没有接触到那个层面。张文轩不太甘心，他没有再多说什么，转身便离开了圣心武馆。回到家中，现在的时间已经是下午。张文轩随便做了顿饭填饱肚子，他将之前在古物集市上买下来的神秘古玉拿出来。这神秘古玉到底是什么东西？神秘玉佩，混种，李清800年。用天眼对这块神秘古玉进行鉴定，得出的结果与之前并没有任何的不同。
明明只是一块普通的混种玉佩而已，制作工艺也十分普通，这块神秘玉佩的价值怎么会连天眼都鉴定不出来？张文轩皱着眉头。张文轩坚信这块神秘玉佩一定是内有乾坤，只是自己还没有发现而已。等等，这块神秘玉佩该不会是什么修真法器，所以需要滴血认主吧？张文轩脑洞大开，他拿来了一根针，然后刺破自己的手指指尖，一滴猩红的鲜血慢慢流淌出来，然后滴落到了神秘玉佩的表面，但神秘玉佩并没有展现出任何的特殊之处。这下子让张文轩有些麻着了，滴血没用，那该如何探究这块神秘玉佩的秘密？张文轩皱紧了眉头，略微沉吟片刻后，张文轩决定用灵气尝试一下。他拿着神秘玉佩，然后调集了一丝灵气注入了其中。张文轩目光紧紧地盯着这块神秘玉佩，随后让他惊喜的一幕出现了，神秘玉佩居然吸收了这一丝灵气，成功了！张文轩面露惊喜之色。吞噬了一丝灵气之后，神秘玉佩看上去依旧没有任何的变化，但张文轩没有失望的意思。不怕神秘玉佩不产生变化，就怕灵气也没有作用。既然神秘玉佩吞噬了自己的灵气，那就说明灵气是的确可以对神秘玉佩生效的。正好我又收集到了不少的灵气，那就让我来满足一下你吧。张文轩的眼里闪过一抹金光。目前他的泥丸宫里面有着充足的灵气，只要不是这块神秘玉佩是什么饕餮巨兽，那满足对方绝对不是问题。抱着这样的想法，张文轩马上将大量的灵气注入神秘玉佩内，一道又一道灵气接连不断地注入神秘玉佩当中。随着大量的灵气注入，神秘玉佩终于开始有了反应。只见淡淡的光芒从玉佩的表面散发而出，虽然这光芒很平淡，但也足以让张文轩激动。果然这神秘玉佩不是普通的东西。张文轩心中激动，他就知道这个世界不简单，毕竟自己都有灵气与天眼，那再出现什么修仙者、武道家，甚至异能也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就算现在有人御剑飞行来到他的面前，他也不会有任何的惊讶。大量的灵气在张文轩的控制之下，好像是不要钱一样源源不断地注入神秘玉佩。神秘玉佩表面的光芒越来越浓郁，然而很快张文轩就变了脸色，刚才的惊喜消失不见，取而代之的则是惊愕。这家伙到底要吃多少灵气啊？张文轩口中忍不住倒吸一口凉气，自己已经将泥丸宫大部分灵气都注入神秘玉佩了，然而神秘玉佩却并没有任何反应。随着他不再注入灵气进去，神秘玉佩身上那淡淡的光芒也消失不见。眼见着已经重新恢复平凡的神秘玉佩，张文轩的嘴角忍不住狠狠抽搐一下。离谱，简直是离谱！这么多灵气居然都无法引起反应吗？这神秘玉佩里面到底有着什么样的东西？张文轩心中惊叹不已。犹豫片刻之后，他没有再选择将自己剩余的灵气也注入神秘玉佩当中。这块神秘玉佩还不知道要吃多少的灵气，他需要保留一部分灵气以备不时之需。灵气功效非凡，留一部分灵气在身上才能更让他安心。灵气还是不够啊！原本天眼就已经是吞噬灵气的大户，没想到现在又来了一个神秘玉佩，我需要更多的灵气。张文轩心中无奈。4日，今天张文轩没有选择去圣心武馆学习格斗术，虽然他的身体已经完全恢复了，但今天还有其他事情要做。临近下午的时候，孙雅的电话打了过来。张先生，我已经到你家小区门口了，我马上下来。挂断电话，张文轩马上出门。他快速来到小区门口，只见一辆白色的 SUV 正停在路边，孙雅正站在车门前，见着张文轩从小区里出来，他立刻朝着他招手。张文轩的目光不由得落在孙雅的身上。今天孙雅没有再穿着职业装，她一身日常休闲的常服穿着，上半身是一件简单的白色 T 恤，而下半身则是牛仔裤与帆布白鞋。尽管打扮普通，但其绝美的容颜依旧遮挡不住，引得小区门口路过的男人们频频侧目。张先生，孙老板。张文轩朝着孙雅走过去，两人随后上车。孙老板，我们去哪里买衣服？张文轩坐在副驾驶上，孙雅面带微笑，不用叫我孙老板，直接叫我的名字就可以了。你也一样。张文轩笑着，我们去岷江商城吧，那里有我们所需要的东西。孙雅如是道。他一脚踩下油门， SUV 很快行驶出发，没一会儿便消失在了街道的尽头。岷江商城，孙雅开车来到停车场，两人从车上下来，随后便一同进去商城。走进商城内，入眼所看到的便是数量众多的高档服装商店，除此之外还有着玉器首饰店与黄金珠宝店。岷江商城是上江有名的奢侈品商城中心，能够开在这里的商店都是奢侈品，普通人哪怕随便来这里买一件衣服都要花上1个月的工资起步。要是以前，张文轩是万万不会来这种高档商城消费的，他1个月工资也就6000左右，
也就勉强买件衣服，甚至都可能不够。在孙雅的带领之下，张文轩来到了一家售卖男士服装的商城。两人刚刚进门，店内的导购员便已经微笑着走上前来：“欢迎光临。”孙雅开口道：“给他配一套参加宴会的正装。”导购员微笑点头，目光随后落在了张文轩的身上：“先生，请跟我来吧。”张文轩跟着导购员过去，他目光在旁边货架上的衣服牌子上扫过。好家伙，随便一件衣服都至少是5000以上，那一长串的零，如果让以前的他看见，非得心脏骤停不可。导购员的眼光十分犀利，没一会儿的时间就已经为张文轩搭配好了一身正装。张文轩换上正装从换衣间内走出来，都说人靠衣装马靠鞍，这价值不菲的正装穿在身上，一下子将张文轩的气质拉高了不止一个档次。先生，这套西服真是非常适合您，导购员称赞着。张文轩走到镜子面前，看着已经气质大变的自己，连他自己都有些惊讶。孙雅轻轻点头，的确非常适合。张文轩心中满意，那就这套吧，顺便按照这个尺寸再选2个款式。导购员很快去做，没一会儿的时间，两人从男士服装店内走出，张文轩的手中已经多了3个袋子。我们现在就去参加慈善拍卖会吗？张文轩目光看向孙雅。孙雅道：不，我也要买一套礼服。张文轩自然是没什么意见，他跟着孙雅来到2楼一家专门卖女士礼服的服装店。欢迎光临。两人刚刚走进服装店，一个导购员便走过来。然而看清楚这个导购员的样子，张文轩的脸上顿时露出戏谑的神情。张文轩，怎么是你？这个导购员赫然就是刘雪。当看到张文轩的时候，他的脸色瞬间阴沉下来。刘雪目光里面有着愤怒：张文轩，你又来找我干什么？上次你害我丢了工作，我还没有找你算账呢。刘雪说话的时候都咬牙切齿，上次他5S 店的工作是他好不容易才找到的，只要卖出去1辆豪车，他就可以得到相当丰厚的提成。然而因为张文轩的原因，导致他直接被5S 店开除了。这个仇他现在都记得清清楚楚，现在又见到张文轩，刘雪心中当即涌现出愤怒与恨意。听着刘雪的话，张文轩口中嗤笑：刘雪，你未免太看得起你自己了吧？我可不是专门冲着你来的，我不过只是恰逢机会来到这里而已。张文轩讥讽道。一旁的孙雅听着两人的对话，他看向张文轩：我们需要换一家吗？不用，就这家吧，我看这家礼服店的款式还不错，没必要更换。张文轩微笑着。孙雅轻点下巴，他没有任何的意见。两人直接走进去，刘雪这个时候才注意到跟着张文轩一起来的孙雅，这家伙身边怎么又有一个漂亮的女人？刘雪看向孙雅，眼神里面忍不住涌现出嫉妒。孙雅无论是气质还是容貌还是身材，都完全将她碾压。在孙雅面前，她就如同是丑小鸭一般可笑。这样的情况让刘雪有些难以接受。她突然发现，自从她跟张文轩分手之后，似乎张文轩就一下子发达起来了，不仅有了钱，而且身边还出现了比她更加出色的美人。无论是之前的李冰兰还是现在的孙雅，2个女人都比她更加优秀，这让刘雪的内心忍不住涌现出强烈的不满。这个时候，张文轩的呵斥声传来：喂，你愣着干什么？作为导购员，你就是这么接待客人的吗？张文轩语气没有任何客气的意思。看来上次给你的教训还不够，你是不是想被开除？刘雪脸色阴沉，她勉强挤出一丝比哭还要难看的笑容。她心中咬牙切齿，但表面上却不得不陪笑。女士，请问您要买什么款式的礼服？刘雪勉强笑着。孙雅没有理会她，目光则是在橱柜内的礼服上一件一件扫过。很快，她的目光落在了一件黑色礼服上。我要是穿一下这件。孙雅道：没问题，请稍等。刘雪咬着牙陪笑。她按照孙雅所说将礼服拿出来。孙雅拿着礼服走进换衣间内，张文轩则是在外面耐心等待着。对于孙雅等会儿换上礼服的样子，他心里不由得有些期待。没有让他等待太长的时间，很快已经换上衣服的孙雅便从更衣间内走出来。怎么样？孙雅的脸上有着淡淡的微笑，她询问张文轩的意见。张文轩看向孙雅，眼睛顿时差点看直了。此刻孙雅已经换上了她选中的这件黑色礼服，这是一件黑色低胸露背长裙，贴身的长裙将孙雅傲人的身材展现得淋漓尽致，那饱满的山峰挺拔而浑圆，背部大片的肌肤显露出来，雪白细腻。黑色长裙将孙雅高贵古典的气质完全衬托，此刻她就如同是从童话中走出的皇后一般绝美惊艳。好，这件衣服非常适合你。张文轩的目光直勾勾地落在了孙雅的身上，身穿礼服的孙雅魅力提升了不止一个档次，差点让张文轩挪不开眼睛。孙雅捂着嘴轻笑着，张文轩这看呆的样子让他非常满意。礼服店内在场的其他人也都差点看呆了，刘雪更是如此，
看着如此绝美的孙雅，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一直以来，他都对自己的容貌与身材有着自信，但现在跟孙雅一比，一股浓浓的挫败感从刘雪的内心升腾而起。这件礼服我要了。孙雅道。孙雅拿出了一张银行卡，刷卡，付钱，装包，走人。整个动作一气呵成。张文轩与孙雅两人直接离开。至于刘雪，此刻他还沉浸在刚才孙雅礼服给他带来的震撼当中，久久无法平静下来。夜幕很快降临，上江酒店，一辆白色的宝马行驶而来，最终在酒店的门口停止下来。车门打开，从驾驶位上下车的人是张文轩。此刻他已经换上了一身黑色的正装，就连头发也进行了打扮，与平常的模样呈现出巨大的差别。副驾驶门打开，一身黑色礼服的孙雅走下来，门童快步的上前来，张文轩将车钥匙交给对方，然后与孙雅一同走进酒店内。两人出示了自己的请柬，然后走进酒店大厅。只见大厅内，此时一场慈善拍卖会已经即将开始，众多衣着光鲜亮丽的上流人士在拍卖会上等待着。孙雅十分自然地走上前，随后轻轻挽住了张文轩的手臂，她的身体轻贴上来，一阵淡淡的幽香钻入张文轩的鼻尖。感受着手臂上传来的柔软触感，张文轩心中暗爽，眼角的余光不由得看向身边的孙雅。我们走吧。孙雅主动道。对于孙雅如此亲密的举动，张文轩不由得有些惊讶。不过既然每人都不介意跟他亲密接触，他自然是不会拒绝的。两人如同情侣一般，手挽着手一起进入慈善拍卖会。两人一同走进拍卖会，顿时不少人的目光便被吸引，一道道目光纷纷看向了孙雅，男人们眼里都露出异彩。孙总。一个中年男人手持酒杯微笑着走过来，他看着冷艳动人的孙雅，目光里面有着惊讶。没想到孙总今天这般打扮，实在是让人惊艳。看来今天晚上这场慈善拍卖会，孙总一定就是最耀眼的那颗明珠。中年男人目光锁定在孙雅的身上，舍不得离开。孙雅面带微笑，谢谢。孙总，不给我们介绍一下吗？这位是……中年男人看向了张文轩，他叫张文轩，是我今晚的男伴。孙雅微笑着道。此话一出，在场众多男人们的目光都纷纷落在了张文轩的身上，嫉妒、羡慕、敌意。这一瞬间，张文轩只感觉自己仿佛是站在了现场大多数男人的对立面。眼见着这样的情况，张文轩脸上的神情稍微僵硬了一下。果然，美人的福利不是那么好享受的。此时此刻，张文轩哪里还能不明白，自己是在不知不觉间当了孙雅的挡箭牌。现在孙雅叫他过来的目的，恐怕不仅仅是需要他帮忙鉴定原石，还有着找一个挡箭牌用以阻挡其他男人搭讪的想法。这个时候，孙雅凑到了张文轩的耳边，抱歉，我不太喜欢出席这种场合，那些男人实在是太烦人了，邀请你过来帮忙挡住这些人，实在是没办法的办法。孙雅语气带着几分歉意。张文轩翻了翻白眼，他心中有些不爽。孙雅这样的做法分明就是在利用他，要是提前说出来也就罢了，偏偏现在才告诉他，这顿时让他有种自己被算计的感觉。好你个孙雅，没想到你居然跟我玩心眼。尽管心中不爽，但张文轩并没有表现出来，他反倒是面露微笑。他伸出手，然后绕过孙雅的身体，直接抱住了她的柳腰。张文轩轻轻用力，便当着所有人的面将孙雅抱在了怀中。他目光扫过在场的众多男人们，丝毫没有任何躲避他们目光的意思。孙雅也因为张文轩的动作而吃了一惊，她面色微变，没想到张文轩居然会这么大胆，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居然就敢这么直接将她抱在怀里。强烈的男人气息扑面而来，让孙雅的面颊不由得泛起一抹红晕。她挣扎了一下，但在张文轩强有力的手臂下根本无法挣脱。别挣扎，否则会被别人看出问题的。张文轩低头凑到孙雅的耳边，孙雅轻咬着牙齿，有些气恼，但这次没有再挣扎。张文轩微微一笑，然后便搂着孙雅那纤细的柳腰，走到一旁的角落里面坐下。张文轩抱着孙雅坐在椅子上，他的手有些不太老实，轻轻在孙雅的柳腰上抚摸起来，别乱动。孙雅轻轻呵斥，她面露无奈之色。对不起，我不该在没有征求你同意的情况下，就做出刚才那样的事情。啊，没什么问题啊，既然我今天晚上是你的男伴，那我抱一抱摸一摸，自然也没什么问题了。张文轩装作不知道，脸上笑容满面。孙雅十分聪明，哪里还能不知道张文轩在故意跟他装疯卖傻，就是为了惩治他刚才自作主张的行为。不少人的目光此刻都还在两人的身上，孙雅见状，最终选择无奈默认了。要是现在跟张文轩翻脸，那就等于他自打自怜。这对于向来很在乎颜面的孙雅来说，显然是无法接受的。想到这里，孙雅只能无奈默认了张文轩占他便宜的行为。不过他还是警告了一句，别太过分，否则的话，我就算拼着丢脸也要离开。孙雅喝止道。张文轩闻言，脸上的笑容瞬间灿烂起来。放心吧，我有分寸的。这里大庭广众之下，我再怎么样
也不能过分不是。张文轩轻笑。孙雅翻了翻白眼，她没有再反抗张文轩的亲昵举动。两人亲昵地坐在一起，孙雅任由张文轩的手抱着她。在外人看来，两人就如同是情侣一般，完全看不出任何的问题。张文轩心中暗爽，虽然刚才被孙雅算计了一把，但现在能这么好好享受一番美人的柳腰，也完全值得了。唯一的问题就是以后肯定要被不少人记恨，说不定一些孙雅的极端追求者还会对他出手。张文轩的右手肆无忌惮地在孙雅的柳腰上抚摸着，孙雅的腰肢十分纤细，那盈盈一握的柳腰皮肤细腻且光滑。把玩着孙雅的腰肢，张文轩爱不释手，右手情不自禁地慢慢往下。啪！就在张文轩的手马上就要摸到孙雅屁股的时候，孙雅毫不犹豫地反击，一巴掌拍在了他的手上。别太过分！孙雅恼怒，用警告的语气对着张文轩道。张文轩笑了笑，随后老实地将手重新放回腰上。这个时候，一阵脚步声传来。孙总，你果然也在这里。一道熟悉的声音传来，张文轩转过头一看，出现在他面前的人赫然是程宇航。今天这场原石慈善拍卖会邀请了玉石界众多有头有脸的人物，我自然也会来参考。孙雅面色平静道。程宇航目光落在孙雅身上，眼神里面有些贪婪，不过他再仔细一看，脸上的表情略微有些僵硬。你是谁？程宇航看到了与孙雅亲密坐在一起的张文轩。张文轩道。程总真是贵人多忘事啊，你前几天才输给我1000万，这么快就已经忘记了吗？听到1000万这3个字，程宇航脑海里的记忆顿时浮现出来。是你？你怎么会在这里？今天这场原石慈善拍卖会邀请的是上江玉石界的各大玉石公司老板，你不过只是区区一个鉴定师而已，有什么资格前来参加这场原石慈善拍卖会？程宇航皱着眉头，他看向张文轩的目光有着几分冷意。他低头一看，当看到张文轩的手正抱着孙雅的柳腰时，程宇航的目光更加冰冷下来，一抹寒光从他的双眼里面涌现而出。如果目光可以杀人的话，恐怕程宇航现在就恨不得将张文轩千刀万剐。两人的对话吸引了会场其他人的注意，众人见着这边张文轩与程宇航对峙起来，不少人都露出了饶有兴趣的笑容。看来要发生一场龙争虎斗了啊！是啊，整个上江玉石界谁不知道程总对孙总有想法，不过没想到今天孙总竟然带着男人过来参加，这显然是一种信号。那个青年到底是谁？他看上去非常面生啊，咱们上江玉石界什么时候有了这么一号人物？拍卖会现场的众人不由得议论纷纷，众人七嘴八舌，你一言我一语，不少人甚至都抱起了胳膊，准备看一出好戏。面对程宇航的质问，张文轩面色不变，而孙雅则是解释道：张文轩是我的男伴，他今天是跟着我一起来的，每张邀请函都可以带一人参加。难道是程总不知道吗？孙雅语气平静。此话一出，程宇航脸色不太好看，他阴冷的目光盯着张文轩，语气阴阳怪气。有些人真是浑然没有自知之明，今天这样的场合可不是什么阿猫阿狗都可以来参加的。面对程宇航的挑衅，张文轩心中嗤笑，他毫不犹豫地直接对回去：我是小雅邀请过来的，我有没有资格参加还轮不到你来评判，而且你不过只是我的手下败将而已，看来上次1000万的损失还没有给你教训，如果你还想再品尝一次失败的滋味，那我不介意成全你。张文轩直接跟程宇航针锋相对，这句话等于是直接揭开了程宇航的伤疤，他双眼内瞬间涌现出强烈的寒光。好一个失败！张文轩，上次仅仅只是你运气好而已，你真的以为自己有强大的实力吗？你不过只是一个鉴定师，有什么资格敢挑衅我？程宇航冷冷的讥讽。两人针锋相对，谁也不肯让步，以至于现场瞬间充满了火药味。孙雅皱紧了眉头，够了，程宇航，张文轩是我的男伴，我不允许你侮辱他。拍卖很快就要开始了，你还是回去做准备吧。程宇航目光依旧冷冽，他没有理会孙雅，而是直接对着张文轩道：张文轩，你好歹也是一个男人，难道就只会躲在女人的身后吗？张文轩口中嗤笑：我躲在小雅身后怎么了？你想躲还没得躲呢。如果你对我出现在这里有什么不满，那你可以去跟拍卖会的举办方说，然后让拍卖会的举办方将我赶出去。你在这里废话再多，除了让你显得像一条疯狗之外，没有任何的作用。程宇航瞬间大怒：张文轩，你不要太张狂了。你……程宇航还想要说些什么，但这个时候一道钟鸣声响起，顺便传遍了整个拍卖会会场所有人的耳畔。拍卖会马上开始了，有人立刻道。钟声的出现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会场内众人都将目光本能地汇聚到了会场中心的高台上。我现在要参加拍卖会，等会儿再跟你算账，希望你的实力就跟你的嘴一样硬。留下这句话，程宇航也随之离开了，他迅速找了一个位置坐下。刚才还有些喧闹的宴会现场瞬间安静下来，硕大的会场寂静的没有任何声音，
就好像是一根针掉落在地上都能够听到清清楚楚。所有人的目光都看向了拍卖台，众人都在耐心等待着。孙雅压低声音，她凑到张文轩的耳边：“你小心一些，程宇航这个人心黑手黑，你今天晚上这么得罪他，他以后恐怕要找机会算计你。”张文轩微微笑着：“没关系，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我不信他能玩出什么花样来。”张文轩语气里面有着自信，自己银行卡里还有着超过4000万，只要有钱，大部分的困难都可以轻松化解。这么想着，他目光忍不住往下落在了孙雅的身上。以他的视角看过去，孙雅礼服胸前那美丽的风景完全是一览无余，浑圆饱满的山峰勾勒出深深的鸿沟，牢牢吸引了张文轩的视线，差点让他有些把持不住。张文轩恋恋不舍地移开目光，不是自觉，而是他怕自己继续看下去，等会儿控制不住。太撩人了，这女人简直是男人的克星。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今天晚上的原石慈善拍卖会终于正式开始了。哒哒哒，一阵脚步声响起，随后一个中年男人出现在了众人的视线里面。各位，欢迎大家前来参加今夜的原石慈善拍卖会。本次拍卖会的原石由玉石协会提供，拍卖所得到的资金将全部捐献给贫困山区。现在我宣布，拍卖正式开始。拍卖师声音落下，拍卖台上的帷幕拉开，顿时10个被黑布遮挡起来的原石出现在了众人的面前。所有人的目光都第一时间被吸引，拍卖师走过去，掀开了第一颗原石上的黑布。众人定睛一看，这块原石赫然是已经半解状态，原石的一部分已经被切开，露出了里面的一片玉石。刷刷刷，所有人都仔细地看着那块半解原石。这便是今夜的第一件拍卖品，一块半解原石，起拍价5万，每次加价不得少于5000。拍卖师的声音落下，众人并没有急着开始喊价。能够来参加这场原石慈善拍卖会的人都是上江玉石界的各大玉石公司老板，虽然今天是慈善拍卖，但能够由玉石协会拿出来的原石自然是不简单。紧着第一块半解原石，那显露出来的部分就赫然是玻璃种，晶莹剔透的色泽直接吸引了众人的目光。这块原石内是玻璃种，看这色泽显然达到了上品的行列，不过仅展现了这么一部分，还有大半都隐藏在石料里面。在这种情况下进行拍卖，完全就是赌博啊！万一隐藏的石料中根本没有出色的玉石，那就完全是血亏了。一人忍不住道。众人看着拍卖台上的这块半解原石，一个个都在议论纷纷。孙雅转过头来，这块原石你觉得怎么样？张文轩此刻已经打开了天眼，原石内部的情况顿时一览无余。不行，他没有详细说太多，只是给出这么一个相对粗略的评价。孙雅点点头，他立刻打消了想要竞价的想法。会场内很快就有人喊出了价格：6万、7万、8万。竞拍的价格开始持续性走高，短短时间里面就从最开始的6万一路飙升到了15万的程度。到了这个数字的时候，众人的热情这才消退下来。半解的原石相比于普通原石而言风险较小，因为可以看到一部分原石内部的情况，但相对应的价格都会更高一些。这块半解原石最终被人以18万的价格拍卖下来。很快，第二块原石的黑布拉开，放置在其中的原石也展现在众人的面前。这块原石的体积更加庞大，不过与上一块不同，这块原石完全就是纯粹的石料。一块原石石料，拍卖价格3万，每次加价不得少于3000。拍卖师的声音响起，张文轩第一时间开启了天眼，仔细一看，他的目光稍微明亮了一些。30万左右。张文轩低声对着孙雅道。孙雅点点头，他随后喊出价格：10万。哗！孙雅这样直接喊价10万，吸引了不少人的注意。不远处的程宇航目光也看过来，他口中冷哼一声，随后道：11万、12万、13万、15万。两人你来我往，不断将竞拍的价格抬上去。当价格喊到25万的时候，孙雅差不多开始犹豫起来。不要再喊价了，这块原石大概也就是这个价格，再拔高上去不值得。张文轩阻止了孙雅，他能够清楚地看见原石内部的玉石到底是什么模样。根据他的估算，这块原石最多也就这个价格。孙雅轻点下巴，没有再继喊价下去。25万一次，25万2次，25、3次，成交。拍卖师手中的木锤轻轻落下。程宇航转过头来，给了张文轩与孙雅两人一个挑衅的眼神。张文轩直接无视了他，他此时可没兴趣跟程宇航争论什么。他一只手抱着孙雅的柳腰，右手轻轻抚摸着，感受着怀中美人那纤细的腰肢。张文轩心中别提有多爽了，有美人可以把玩不享受，非要去跟程宇航争论什么。孙雅感受着张文轩那一直作怪的手，他忍不住轻轻拍了一下。你摸够了吧？孙雅没好气道。嘿嘿。张文轩厚着脸皮，没够。
这腰哪怕让我摸上一辈子也不会无聊。孙雅翻了翻白眼，眼看着无法阻止厚脸皮的张文轩，他没有再去多说什么。他自知理亏，现在只好任由张文轩占他的便宜。好在张文轩知道分寸，没有更进一步下去，仅仅只是摸腰还在孙雅的忍耐范围内，如果想要更进一步，恐怕孙雅就要当场翻脸了。张文轩靠着孙雅的方向靠了靠，闻着身边美人身上散发出来的淡淡幽香，他的脸上满是享受的神情。第2块原石被程宇航买下，然后是第3块、第4块、第5块，一块又一块原石上的黑布纷纷被揭开，竞拍的价格也在持续性的走高。每一块原石张文轩都告诉孙雅一个大概的价格，至于是否要竞拍下来，则由孙雅自己决定。很快就已经来到了第8块原石，这次张文轩终于是稍微认真了一些。这块原石内部是大料，我估计至少价值300万左右。300万！孙雅吃了一惊，她不由得抬起头来。你怎么看出来了的？而且还能给出这么精准的数字？300万可不是什么小数字了。你确定里面真的是大料吗？张文轩自信点头，我有90%的把握。这块原石你可以放心叫价，只要没有超300万，那就可以赚。好，我信你。孙雅点头，拍卖师的声音也随之响起。本块原石起拍价10万，每次加价不得少于1万。孙雅立刻喊出了价格，11万。他的声音落下，暂时还没有人跟上。众人都在观察着这块原石的成色，推测其出料的几率到底有多少。其他人可没有张文轩的透视能力，他们想要判断一块原石到底值不值得拍卖，自然要花费不少的时间。足足过了好几分钟，这才有人跟着竞价。12万，孙雅马上加价上去。15万，16万，20万。孙雅每次加价都是5的倍数，短短时间就将这块原石的价格增加到了30万的程度。那个与孙雅竞价的人见状，顿时摇了摇头放弃。30万已经不是小数字，万一这块原石内无法开出什么好料，那就等于30万打水漂了。30万一次，30万2次，30万3次，成交。拍卖师手中的木锤轻轻落下，孙雅心中大大的松了一口气，她还真有些担心有人跟自己竞争这块原石。眼看着张文轩口中这块价值300万的原石被拍卖下来，孙雅的内心忍不住有些好奇，这块原石里面的玉料真的能够价值300万吗？拍卖依旧还在继续，后面竞拍的价格有高有低，不知不觉间已经来到了最后一块石料。当黑布掀开的时候，会场内的众人仔细一看，顿时一片哗然。极品冰重，居然是极品冰重！有人忍不住失声惊呼，有好几人甚至当场忍不住站起身来。只见拍卖台上，这最后一块原石石料是半解状态，一部分石料已经被切开，露出了其中玉料的真容，而显露出来的这部分玉料赫然是极品冰种。这一下子让会场内的所有人哗然一片，许多人直接两眼放光。不过真正的聪明人都马上明白，这块原石的竞争一定会非常激烈。孙雅双眼里同样有着亮光，她已经开始心动起来。没想到居然是半解的极品石料，仅仅只是露出来的这部分就是极品冰种玉。如果隐藏起来的那部分石料里面也是冰种玉的话，那这块料子的价格至少可以达到200万以上。孙雅语气有些惊喜，她这句话说出来还没高兴几秒，一旁的张文轩马上给她泼了一盆冷水。不，这块半解石料有陷阱，虽然表面上看上去是极品冰种，但实际上仅仅只有显露出来的这部分才是极品冰种，更深的石料内部完全是混种，整个玉料加起来的价值我估计不超过30万。张文轩如是道。这话让孙雅愕然。假玉！孙雅惊愕不已，要不是这句话从张文轩的嘴里说出来，他恐怕不会相信。没错，就是假玉。玉石协会的人很阴险啊，弄个假玉出来坑人。张文轩摇头。孙雅惊讶，他目光再度看向那拍卖台上的石料，以他的眼光，无论怎么看这块原石都不是假玉。他不由得有些好奇，张文轩到底是怎么一眼就看出这是假玉的？如果是假玉的话，那这局竞争恐怕就很有意思了。孙雅不由得轻笑起来。一群人显然没有想要假玉的可能性，等会儿他们一定会因为竞争而打得头破血流。等到将这块半解石料买回去，到时候解开一看，发现里面是假玉，恐怕要当场气的吐血。拍卖师的声音在这个时候适时的响起，半解石料起拍价30万，每次加价不得少于1万。他的声音刚刚落下，立刻便有人竞争上了价格。40万，50万，60万。众人的喊价热情十分高涨，不过只是几个呼吸的时间，这块半解石料的竞价就被喊到了100万。到了100万也没有停下来的意思，竞价的数字还在不断疯狂攀升。120万，程宇航的声音响起。130万，有人马上回价。呵呵，程宇航口中轻笑。200万，
一下子从130万提升到200万，在场的不少人都忍不住倒吸凉气。程总这是展现自己一定要拿下这块半解石料的决心吗？有人忍不住道。程宇航微微笑着，这是拍卖会，各自展现实力就可以了。任何人想要这块半解石料，只需要喊出比我更高的价格就可以。这话让不少人都摇头起来。200万已经不是什么小数字，这个价格买下来已经有着不小的风险，万一出现了什么意外，这可是几十上百万的损失。眼见着众人不再喊价，程宇航目光不由得看向了张文轩与孙雅两人。孙总，你不喊价吗？我看你这一轮好像非常沉默。程宇航道。孙雅语气平静，这块半解原石谁都看得出来里面的玉料非同一般，竞拍价格必然非常恐怖。我的公司最近现金流有些问题，因此我就不竞价了。程宇航大笑了起来，既然孙总不竞价，那这块半解原石我可就拿下了。拍卖师的目光环顾全场，眼见着没有人竞价，他开始了倒计数：200万一次，200万2次，200万3次，成交。拍卖师手中的木锤轻轻落下。各位，今天这场原石慈善拍卖会正式结束，感谢大家的捧场。现在请竞拍下原石石料的人缴纳相应的慈善费用，将原石石料带走吧。孙雅起身来，他过去刷卡，将自己买下的2块原石石料准备带走。刚好这个时候，程宇航也走过来领取他所买下的原石石料。这个时候，张文轩忽然说了一句：“程总，你这块半解石料不如现场解了吧，正好也让我们长长见识，看看里面到底是什么。”张文轩微笑着，他这句话引起了不少人的兴趣，众人纷纷看了过来。对于最后这块半解石料，人们的心中有着好奇。程宇航面露微笑，他目光扫过全场，看来大家都想要让我将这块半解原石彻底解开。既然如此，那我就满足大家的好奇心吧。程宇航得意洋洋的点头，他看向玉石协会的工作人员：“有手持切割机吗？”那人点头：“有，我马上去拿过来。”工作人员的动作很快，没一会儿的时间就拿着一台手持切割机过来。程宇航身边的男人直接走上前，他接过手持切割机：“让我来切吧。”他直接启动了切割机，砂轮切割在原石石料上，顿时发出一连串的声音，滋滋滋。众人在这附近围成了一个圈，大部分人的眼里都有着好奇之色。人群里面唯有张文轩与孙雅两人面带微笑。张文轩嘴角勾勒出一抹戏谑的笑容：“程总，不知道你有没有心脏病、高血压之类的疾病？”程宇航皱眉：“当然没有，我的身体非常健康。”“那我就放心了，既然你身体健康，那想必承受一些打击也没有问题。”张文轩轻笑。此话一出，程宇航顿时大怒：“张文轩，你这话是什么意思？你在咒我这块原石石料吗？”程宇航冷冷地说道。张文轩口中大笑：“我不是咒你，只是陈述事实而已。如果我没有看错的话，你这块半解原石是假玉，隐藏起来的那一大半原石里面根本没什么好东西。”哗！此话一出，整个会场可谓是石破天惊，众人都满脸愕然地看着张文轩。假玉？这不太可能吧？我看这块半解玉石的色泽与品相都非常好，不太可能是假玉。旁人都纷纷点点头。没错，我也认为不太可能是假玉。众人七嘴八舌，都纷纷发表自己的意见与想法。程宇航看着张文轩冷笑：“张文轩，你都听到了吧？这里根本没人认为这块半解原石是假玉，这么多人里面只有你一个人认为而已。你觉得是谁错了？”程宇航语气里面充满了讥讽。张文轩嗤笑：“既然你不相信，那我们就拭目以待吧。”张文轩的嘴角勾勒出讥讽的笑容。众人看着两人针锋相对，两人有着完全不同的意见，但半解原石石料只有一块，那就一定会有一个人正确，一个人错误。有意思哎！不少人都抱起胳膊，纷纷准备看一出好戏。而这个时候，半解原石的解石过程也是逐渐来到了尾声。啪！一道细微的声音响起，整个原石石料被切割成两半，这一瞬间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众人纷纷看过去，然而当看清楚石料内部的情况时，瞬间所有人面色巨变。程宇航定睛一看，同样神情大变。不可能！他口中失声惊呼，现场一片哗然。轰！会场当场沸腾起来，所有人都在议论纷纷。假玉，居然真的是假玉！被这个年轻人说中了，这怎么可能？他怎么看出是假玉的？我们这么多人都没有看出来，没想到居然是假玉！程总这下子亏大了，这块石料他至少亏了150万。天啊，居然是假玉！如果不是真正切出来，有几个人会相信这居然是假玉？现场气氛沸腾起来，所有人都在议论纷纷。众人看向张文轩的目光彻底变了。原本以为有着不同意见的张文轩是小丑，没想到搞了半天，小丑竟是我自己。
这块半解石料居然是假玉！人群里面，孙雅也是惊讶不已，她目光忍不住看向张文轩，眼神里面有着好奇与惊叹。他到底是怎么看出来这是假玉的？难道有透视眼吗？孙雅的脑海里忍不住浮现出这个想法。不可能！程宇航当场失态，他猛地冲上前去，他将已经被切成2半的石料拿起来反复观。然而，任凭他怎么看，这石料里面都只是一些垃圾的混种玉而已，而且品相非常差劲。假玉，居然真的是假玉！程宇航脸色一下子变得万分精彩，只感觉仿佛有一道无形的耳光狠狠地扇在了他的脸上。程宇航马上转过头质问张文轩与孙雅：“你们2个是不是早就看出来这是假玉，所以才没有竞争？”程宇航不由得道。孙雅微微笑着，他走到张文轩的身边，轻轻抱住他的手臂：“这都是他的功劳。张文轩早就看出来这块半解石料是假玉，所以让我没有参与竞价。”孙雅语气里面有着浓浓的夸赞。不少人都满脸惊叹，看向张文轩的目光里面充满了好奇，到底是怎么做到的？人们的脑海里都浮现出这个想法。在众人的目光之下，张文轩面带微笑，他一边搂着孙雅的柳腰，一边享受着众人的惊叹目光。孙雅，趁着现场有工具，不如将那块原石解开吧。张文轩道。孙雅马上明白张文轩的意思，他让工作人员将第8块原石抬上来。我来切。张文轩接过切割机，滋滋滋，他亲自上手砂轮切割着原石石料，熟悉的声音再度响起。众人纷纷看了过来，这次眼神都不一样了。这块原石石料难道能够开出什么好料不成？有人忍不住道。程宇航的脸色难看到了极致，他的表情好像是吃了屎一般。花了整整200万，结果买了一块假玉，这意味着他血亏至少150万。虽然以他的身价，血亏150万还不至于到伤筋动骨的程度，但这件事情无疑会极大程度损害他的名誉。可想而知，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大家都会记得这件事情，他将会成为笑柄。张文轩，你太自信了，你居然现场解石，你难道认为你这块原石能够解出好料吗？程宇航语气讥讽。张文轩没有理会程宇航的嘲笑，他专心解石。慢慢的，桌子上的石料被切割机慢慢切开，出绿了，好像出绿了。有眼尖的人看到了原石内部的玉石颜色，顿时口中惊呼出声来。啪！终于，整块原石被张文轩彻底切开，原石石料内部的庐山真面目也呈现在了众人的面前。一片碧绿之色闪耀在了众人的视线里面，玉石晶莹剔透，在阳光的照耀之下，如同是宝石一般璀璨。翡翠种，这是极品翡翠种，好大一块翡翠种玉石，这块玉石恐怕价值至少200万。人群瞬间沸腾起，所有人都满脸惊叹，神情上有着震撼。好！孙雅绝美的面颊上满是惊喜，她忍不住走上前来，神情上写满了喜悦。现场哗然一片，气氛直接炸开了锅。极品翡翠种玉石，这个年轻人到底是什么样的眼光？这未免也太毒辣了吧！是啊，直接解出了一块极品翡翠种玉石，那块半解石料也被他说中了是假玉，这样的眼光太过于毒辣了。一道道惊叹的声音在人群里面不断的响起，所有人看向张文轩的目光都不同了，人群里面唯有一人神情阴沉万分。程宇航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握紧了拳头，他面露凶光，眼神里面的愤怒与不甘浓郁到了极致。凭什么自己就是假玉，而张文轩直接开出了极品翡翠种玉石，这差距未免也太大了。两者对比下来，他就如同是一个小丑一般。虽然没有人说话，但程宇航仿佛是看到了众人那嘲弄的眼神，他恨不得找个地缝直接钻进去，心中充满了愤怒。作弊！张文轩，你一定是作弊了，我不相信有人的眼光能够精准到这样的程度，一定是你提前得知了这些原石的内部情况。程宇航大声道，他的话让众人面色微变，孙雅面色瞬间冰冷下来。程宇航，你在胡说八道什么？你自己技不如人，居然就说张文轩作弊，我看你完全就是愚蠢。孙雅呵斥。哼！程宇航冷笑，难道不是作弊吗？这个世界上怎么可能有人的眼光毒辣到这种程度？他能够一眼看出假玉，还能看出这块原石里面有极品翡翠种，连续2次都压中，除了作弊之外还能有什么解释？难不成他张文轩会透视不成？程宇航神情冷笑着质问。程宇航的眼神里面有着浓浓的讥讽，在他看来，张文轩能够做到眼前这样的程度，肯定是作弊了。除了作弊，根本不可能有第二个选项。刷刷刷！众人的目光都不由得落在了张文轩的身上，眼神里面带上了一丝莫名的味道。不得不说，程宇航十分懂得拉仇恨，本来没有人多想什么，但是听着程宇航这么一说，人们看向张文轩的目光也开始变得有些不对劲起来。面对众人那质疑的目光，张文轩不紧不慢，
他脸上有着笑容。程宇航，你自己技不如人就说我作弊，未免有些太过于愚蠢了。那你倒是说说我怎么作弊？今天这场原石慈善拍卖会是玉石协会所举办的，难道你想要说我收买了玉石协会的高层，所以才能提前知道这些原石内部的情况？张文轩反唇相讥，直接对了回去。这人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脸上都露出了迟疑的神情。而这个时候，一阵脚步声响起，瞬间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众人纷纷转过头看去，只见走出来的人赫然是玉石协会的会长赵英华。赵会长，赵会长！众人都吃了一惊，然后纷纷给赵英华让开了一条路。赵英华面色带着威严，他语气低沉道：怎么回事？赵会长，我们……程宇航刚想要说话，张文轩便直接打断了他。张文轩抢先道：赵会长，因为我猜中了原石的情况，因此程宇航质疑玉石协会的内部有人出卖了消息。我想这件事情有必要调查一下，这样才能还我和玉石协会的清白。程宇航听着这句话有些急了。张文轩，你不要胡说八道，我可以没有说是玉石协会内部有人违规，你这简直就是血口喷人。张文轩笑出声来，他摊了摊手。那你怀疑我作弊是什么意思？除了从玉石协会内部知道消息之外，我还能通过什么手段作弊？难不成你怀疑我真的有透视眼？哈哈，还真让你猜中了。没错，我就是有透视眼，我能够看到玉石内部的情况，所以才能够百发百中。张文轩大笑着，他直接承认了自己有透视眼的事情。但所有人都不将他的话语当回事，只是以为张文轩在反讽。程宇航的脸色相当难看，他满脸愤怒地盯着张文轩，眼神里面有着愤怒和杀意。赵英华听着两人的对话，又看了看现场众人的脸色，他道：张先生没有作弊，玉石协会内部也不可能有人将今天拍卖会的原石信息出卖出去。程宇航连忙有些手忙脚乱地解释：赵会长，我没有怀疑玉石协会的意思，您别听张文轩胡说八道。张文轩看着程宇航那手忙脚乱的样子，差点直接笑出声来。程宇航这个家伙就是欺软怕硬，在自己面前他敢耀武扬威，但面对玉石协会这个庞然大物，程宇航顿时就怂了，属实是个废物。程宇航，我看你就是怀疑玉石协会，不然的话你怎么蠢到觉得我作弊？你自己技不如人还污蔑我，真是狼狈啊。张文轩话语阴阳怪气，任谁都听得出来他话语里面的嘲讽。够了，张文轩，你不要欺人太甚。程宇航怒火万丈，他一双眼睛死死地盯着张文轩，眼神里面的杀意好像是要凝聚成为实质。如果目光可以杀人的话，他现在就恨不得将张文轩千刀万剐。张文轩在程宇航愤怒的目光之下镇定自若，这里这么多人，他就不信这家伙该对自己如何。大家都是两个肩膀扛一个脑袋，谁怕谁啊？好了，都安静一下吧，大家都是有头有脸的人，吵吵闹闹未免有失体面，给我一个面子，今天的事情就到此结束吧。这个时候赵英华开口。张文轩微笑着点头，好，既然赵会长都这么说了，那我便不再计较程宇航污蔑我的事情。不过下次程宇航再污蔑我，那就别怪我反击了。程宇航气的牙齿都要咬碎了。好好好，张文轩，从未有人可以让我丢脸到这种程度，你给我等着。程宇航心中怒火万丈，他在心里连续说了3个好字，足以可见内心的愤怒已经到了什么样的程度。一场闹剧就这么落下了帷幕，有着赵英华出来打圆场，谁也不会再继续抓着不放。今天这场原石慈善拍卖会算是彻底结束，众人各自带着自己拍卖下来的东西离开。程宇航率先走出拍卖会现场，临走的时候，他用冰冷的眼神看了张文轩一眼，那目光仿佛如同饿狼。张文轩见状并不在意，搂着孙雅那纤细的柳腰也很快离开。张文轩与孙雅两人也很快离开了拍卖会，两人来到停车场里面，眼见着张文轩还搂着自己不肯放手，孙雅没好气道：报够了吧，这里已经没有其他人了。对于张文轩这抓住机会就占便宜的行为，孙雅有些生气。孙总，今天我可是被你害惨了，我以为今天只是过来拍卖会帮你鉴别原石，但没想到你居然还阴了我一手，你可没告诉我，我还要做你的挡箭牌。张文轩直接反将一军，他的话顿时让孙雅有些哑口无言，绝美的面颊上浮现出一抹尴尬。张文轩继续炮轰：当时那些男人们的目光你都看到了吧，他们一个个恨不得吃了我，特别是程宇航。我只是一个普通人而已，今天我为了你跟程宇航发生这么严重的冲突，事后他如果要报复我，那我该怎么办？这孙雅被问得哑口无言，一时之间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张文轩双手抱胸：孙总，这件事情你要怎么补偿我？对不起，我也没想到事情会严重到这样的地步，我只是不想很多男人过来烦我而已。孙雅语气无奈，看向张文轩的目光里面有着歉意。你放心，程宇航的事情我会解决，之后我会警告他，
让他绝对不能对你出手的。孙雅拍着胸部保证。张文轩连翻白眼，同为男人，他太了解男人的性格了。我敢打赌，你要真去警告程宇航，反而会适得其反。我今天付出巨大的代价帮你挡枪，事后大概率会被程宇航报复。今天这件事情，你无论如何都要给我补偿。张文轩理直气壮。孙雅自知理亏，一向性格果决的她此刻有些底气不足。你想要什么补偿？此话一出，张文轩顿时露出了邪恶的笑容，他目光不由得落在孙雅的身上。此刻孙雅身上还是礼服的打扮，黑色的低胸礼服将孙雅那性感妖娆的身姿完全展现出来。孙雅的身高大约1.65米，以张文轩角度看过去，只需要略微低头，映入眼帘的便是一片雪白诱人的风景。那饱满浑圆的山峰充满了致命的吸引力，让其眼睛都有些挪不开。尤物啊！张文轩在心中不由得感慨一句。或许是因为张文轩的目光太过于火辣，以至于孙雅忍不住双手抱胸，挡住自己胸前的美丽风景，一抹红晕从她的面颊上一闪而过。你看够了没有？哪有人用那种目光一直盯着看的？孙雅面露恼怒之色。如果你想要让我做你的女人，这绝对不可能，我不会用自己筹码当做补偿给你。孙雅毫不犹豫地拒绝。张文轩看着孙雅这么坚决，心中不由得闪过一抹失望。如此绝美的尤物，要说她的内心没有任何想法，那肯定是不可能的。正所谓男儿本色，何况他不是什么正人君子。不过既然孙雅明确摆出拒绝的态度，那他也不会强人所难，那样吃相就太难看了。张文轩略微沉吟，心中很快有了想法。我要的补偿很简单，你作为玉石公司老板，我需要你带我去见识一下你公司内的那些极品玉石。啊！孙雅闻言，面颊上闪过一抹愕然。你要看我公司里的玉石做什么？当然是为了那些玉石里的灵气。这句话张文轩并没有说出来，天眼与灵气都是他的秘密，他不会告诉其他人。我喜欢玉石，所以想要见识一下更多的极品玉石。张文轩随意编造了一个借口。孙雅点点头，没问题，明天我去接你，我带你到我的店内走一趟。成交。张文轩微笑着点头。两人随后上车，孙雅一脚油门踩下去，开车将张文轩送到了小区楼下。两人约定时间明天早上，张文轩随后便下车离开。看着孙雅离去的背影，张文轩不由得舔了舔嘴唇。这样的极品尤物简直就是男人的梦想，不知道以后会便宜谁。张文轩心中有些火热，定了定神，他转身回到家中，舒舒服服洗了个澡。张文轩再度将之前那块神秘古玉拿出来，他的脸上露出沉吟的神情。这块古玉到底有什么作用？张文轩脸上有着苦恼之色，自己注入了大量的灵气进去，但古玉却没什么反应。大量的灵气消耗着实让他有些心疼。忽然，张文轩的脑海里面冒出一个大胆的想法，他灵机一动，随后将古玉贴在了自己的额头上。张文轩闭上了眼睛，随后用自己的意识去沟通神秘古玉。原本只是抱着试一试的态度尝试一下，没想到就在他意识触碰到神秘古玉的那一刻，异变陡生。刹那之间，意识一下子就沉入进神秘古玉当中，与此同时，大量的信息涌入他的意识里面。啊！张文轩一下子忍不住惨叫出声，大量的陌生信息涌入，让他头疼欲裂，只感觉自己的脑子像是被人强行塞进去什么东西。剧烈的痛苦疼的张文轩口中倒吸凉气，并且越来越浓烈。短短几个呼吸之间，张文轩就再也坚持不住，整个人眼前一黑，当场昏迷了过去。不知道过去了多久，或许是1分钟，也或许是1个小时。张文轩缓缓睁开双眼，他本能的从床上起身来，眼神里面闪过一抹迷茫。发生什么事情了？短暂的迷茫后，张文轩回过神来，想起自己昏迷前发生的事情，他略微回忆，一连串陌生的记忆便浮上心头。张文轩仔细查看着这些记忆，很快脸上的神情就发生巨大的变化，狂喜、激动、振奋、不敢置信。张文轩忍不住大笑出声，脸上兴奋与激动的神情任谁都能够看得清清楚楚。武道功法，我终于得到了！张文轩激动不已，没想到神秘古玉居然真的就是蕴含着超凡力量的东西，里面记载了一本叫做纯阳功的功法。张文轩两样放光，之前找了众多武馆都没有找到有关于武功、真气一类的超凡力量，他还以为世界上没有，现在终于是出现了。除了纯阳功之外，神秘古玉还给我了大量修行的基础知识，包括经脉、丹田、真气等等。毫无疑问，这些东西对他而言是非常重要的。有了这些知识，他完全可以在无人指导的情况下开始修炼。纯阳功分为2大境界，后天与先天。后天还处于正常人的范畴，一旦达到先天，便算是彻底超凡脱俗，寿元150载，而且还拥有着强大的力量。根据神秘古玉给出的信息，一旦成为先天强者，哪怕只是丢出一片树叶都可以轻易杀人。张文轩心潮澎湃，
这让他想起了小说里面的那些大侠们，他们高来高去，摘叶飞花，如同谪仙降临凡间。冷静，神秘古玉给出的信息明确标注，想要达到先天境界并非那么简单的，常人哪怕修行一生都无法踏足先天的大门。不知道我的天赋如何？张文轩看了一眼墙壁上的时钟，自己昏迷了3个小时，现在已经是午夜1点，开始尝试着修行一下吧，万一我是武学奇才呢？张文轩内心满满都是期待，他马上盘腿坐在床上，尝试着摆出5星向天的姿势。然而这第一关就让他犯了难，盘腿比他想象中的困难得多，普通人在没有经过专业训练的情况下根本做不到，更别说高难度的全盘了。看来必须从基础开始才行。张文轩嘴角不由得抽搐一下，他尝试着慢慢的盘腿，僵硬的双腿想要盘腿在一起，着实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费了老大的力气，张文轩才勉强摆出一个合格的盘腿姿势，但双腿的疼痛却让他龇牙咧嘴。操，好疼啊！剧痛让张文轩忍不住倒吸凉气，他马上调动灵气，然后汇聚到自己的双腿上。这次有着灵气的滋养，张文轩瞬间感觉自己双腿的疼痛好了许多。灵气果然强大啊！张文轩露出笑容。时间1分1秒的过去，转眼就是2个小时。张文轩慢慢的尝试着撤掉灵气，惊奇的发现自己的双腿居然已经开始适应盘腿的姿势了。灵气当真是好强大！如果没有灵气的姿势，我身体想要适应盘腿的姿势，少说要半个月甚至更长，而现在仅仅只是2个小时就初步适应了。张文轩啧啧称奇，他马上闭上眼睛，开始尝试着修行纯阳功。修行武道功法的第一步便是吐纳，通过特殊的呼吸，进而让自己的身体诞生内气。等诞生了内气，就算是真正意义上踏足后天境界了。呼哧，呼哧，呼哧。张文轩按照纯阳功上的内容，他不断调整着自己的呼吸频率。然而武道功法并非那么好修行的，虽然用灵气作弊迈过了盘腿这一关，但现在呼吸吐纳成了第2个难题。纯阳功的呼吸方式十分复杂且特殊，跟网络上随便一搜的烂大街吐纳术完全是天壤之别。之前盘腿尚且可以通过灵气来作弊，现在改变自己的呼吸休息吐纳就完全是水磨功夫了。时间一转眼又过去2个小时，呼吸吐纳没什么进步，一阵困意则是涌上心头。2个小时下来完全没什么成功，果然修行不是1日之功，没有几年甚至10几年几10年很难有什么成就。罢了，今天先睡觉，明天再修行吧。困意如同潮水一般袭来，张文轩不得不解除修行，他简单的活动了一下双腿，然后躺在床上很快便睡去。次日，艳阳高照，窗外的阳光透过窗帘照耀在地上，映照出星光点点的光芒。铃铃铃，急促的电话铃声响起，将张文轩从睡梦中吵醒过来。谁啊？拿起一看，是孙雅打来的电话。喂，我已经在你家楼下了，你什么时候下来？孙雅的声音响起，张文轩一个机灵从床上起来，这才发现已经早上10点了。15分钟，我马上下来。冲澡、洗脸、刷牙、穿衣一连串的动作十分丝滑，张文轩3下5除2将自己整理好，迅速下楼去与孙雅碰面。小区路边，一辆火红色的跑车正静静地停放在那里，流线型的车身在阳光的照耀之下熠熠生辉。车门前一个美人正轻轻依靠着，美人容貌绝美，半身灰色衬衣搭配黑色短裙，再往下便是一双被黑丝包裹的长腿，丝滑的黑丝将孙雅的双腿勾勒出惊人的弧度，再加上她高挑的身材，一眼看过去，目光立刻被那一双惊人的长腿所吸引。挺拔的山峰将衬衣高高撑起，似乎连衬衣的口子都快要遮挡不住，显示出惊人的海拔。一个黑色的太阳眼镜遮挡了孙雅大半面容，但显露出来的部位依旧让人痴迷。好一个黑丝尤物！张文轩眼睛一亮，目光忍不住多看了孙雅几眼。小区门口路过的行人此时频频侧目，男人们的目光接连落在孙雅的身上。豪车加上美人，如此这般的搭配简直是男人的克星。抱歉，我有些来迟了。张文轩迅速走上前去。孙雅微微一笑，没有多说什么。上车吧。张文轩直接上车，路边男人们的目光全部落在他的身上。操，那小子谁啊？居然能上那个大美人的车，他凭什么？一个青年忍不住语气酸溜溜道。旁边的男人亦是双眼闪烁着嫉妒视啊，那小子看上去也不帅气，就算当小白脸也不够资格啊。那个大美人一看就是富婆，难道现在的富婆眼光都已经这么差了吗？两人的语气像是吃了3斤柠檬那么酸，这些话都传入张文轩的耳朵里。他微微一笑，心中得意洋洋。以前都是他羡慕别人，没想到自己今天也成了其他人羡慕的对象。轰！引擎发出一阵犹如野兽一般的咆哮声，随后火红色跑车如同离弦之箭一般激射而出，
很快消失在了路人的视线里面。半个小时之后，孙雅开车来到了一个商场的停车场内，两人从车上走下来，随后在孙雅的带领之下，张文轩进入了商场2楼，最终在一家玉器首饰店门前停止下来。老板，老板！见着孙雅走进来，玉器首饰店内的店员们都纷纷打招呼。孙雅轻点下巴，她随后转过头看向张文轩，这里就是我公司旗下8家玉器店其中之一，我收购的大部分玉石都会被加工成为各种各样的玉器首饰，用以供应各个玉器首饰店。孙雅介绍道。张文轩吃了一惊，虽然早就知道孙雅的事业不错，没想到居然惊人到了这种程度。8家玉器店，这可不是什么小打小闹了。他的注意力很快在店内的各种玉器首饰上，整个店铺占地面积足足有上百平方米，在商场这样寸土寸金的地方，可想而知这个店铺的租金绝对不便宜。店内有着各种各样玉石打造的首饰，耳环、项链、手镯、戒指、手串，各种玉器首饰可谓是琳琅满目，看得张文轩眼花缭乱。店内的店员们用好奇的目光看着张文轩，几个店员忍不住议论起来：那个男人是谁啊？看上去跟孙总的关系似乎不一般。一人忍不住道，旁边的人都纷纷赞同点头。不过这个时候，正在看玉石首饰的张文轩却发现了不对劲。后台内的孙雅也听到了这道声音，两人随后一起走出去，便见到一个面容精致的美妇正在外面大声呵斥着。美妇衣着华丽，全身上下都是精致的首饰，给人的感觉便是浓浓的暴发户气息扑面而来。她的容貌在普通人当中称得上是漂亮，虽然比不上孙雅这样的人间绝色，但也与刘雪相差无几。此刻美妇那张漂亮的脸蛋上全是怒容，她怒斥着首饰店内的店员：你们老板在什么地方？马上打电话让你们老板过来！美妇呵斥着。一众店员见状连忙上前安抚：女士，请问发生什么事情了？如果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地方，我们一定为您解决。哼！美妇将一个盒子拿出来，然后放在桌子上。盒子打开，里面赫然是一连串的手镯，这些是我昨天在你们店内买的手镯，当时花了我整整30万，总共10件玉石首饰。当时购买的时候，你们告诉我这些都是上好的玉石打造而成，没想到我拿回去检测，这些竟然全部都是假玉石。美妇说到这里的时候，满脸怒容，脸上的神情相当冰冷。什么？店内的店员内听到这句话都惊讶不已。此刻正是早上人流量大的时候，美妇的声音吸引了商城内不少路人的注意，许多人都纷纷走过来，见着有热闹可以看，许多人都来了兴趣。当听到假玉这2个字的时候，围观的人群目标都变得有些微妙起来。店员们心中吃惊，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有些不知所措，显然他们都不知道这件事情。眼见如此，美妇不想多说什么废话，马上给你们老板打电话，让他出来解决。话音落下，孙雅的声音响起：我就是这家玉石首饰店的老板，我可以看一下你盒子内的玉石首饰吗？孙雅面色平静地走上前，她气度沉稳，强烈的气场从她身上散发出来，瞬间镇住了在场的所有人。老板！几个店员都让开一条路，见着孙雅出现，他们不约而同地松了一口气。张文轩这个时候也跟着一起出来，当看到美妇拿着玉石手镯上门的时候，他的心里已经忍不住叹了一口气。他目光看向那盒子里面的玉石手镯，玉石手镯，人造玉石，无名工匠，1个月300；玉石项链，人造玉石，无名工匠，1个月500；3个玉石手镯，3个玉石项链，3个玉石戒指外加上1个玉石耳环。好家伙，全部都是人造玉石制作而成，其中最贵的也没有超过500块。眼见如此这般，张文轩的嘴角都忍不住抽了一下。孙雅这下子有麻烦了。此时孙雅已经走到盒子面前，她定睛一看，立刻认出了这些玉石首饰都是自己店内的。她店内的玉石首饰都有独特的标志，外人很难作假。她上去检查了一下，然后目光看向不远处的张文轩。张先生。孙雅用眼神向张文轩示意。张文轩没有说话，只是对着孙雅摇了摇头。见状，孙雅一颗心顿时沉了下来。美妇见状，她口中呵斥：你就是这家玉石首饰店的老板吗？你这个人做生意还讲不讲良心，居然用这种人造玉石来糊弄我。我花了整整30万买这些玉石首饰，没想到连一个真玉石都没有，这就是你做生意的品质。哗！四周围观的人一片哗然，人群忍不住议论纷纷起来。不会吧，10件玉石首饰居然全部都是假的，这造假率也太高了吧。操！这家玉石首饰店的老板居然黑心到了这种程度，她看上去这么漂亮，没想到做生意这么黑心。是啊，果然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外表这么漂亮的人，内心居然这么肮脏。人们都在议论，一个个人对着孙雅指指点点。孙雅脸色不太好看，她深吸一口气压下心中的情绪，然后对着美妇鞠了一躬。
女士，十分抱歉，这些玉石首饰的确是我们店内的问题，我也是被供应商骗了，这才出售这下假玉石首饰。我愿意10倍赔偿女士您的损失。这10件玉石首饰价值30万，那我愿意赔偿你100万。孙雅语气诚恳。听到100万的赔偿，美妇不由得吃了一惊，随后脸色很快恢复之前的怒容。100万就想将我打发了吗？我昨天带着这些首饰去参加宴会，没想到当场被人认出来，我当时脸面都丢尽了。区100万怎么能弥补我？这件事情我一定要深究。说话之间，美妇拿出电话给商场的管理人员打了过去。没一会儿的时间，商场的管理人员便赶过来。当听完了现场的情况之后，管理人员不由得皱眉。孙店主，这些玉石手镯是你店铺里卖出去的？管理人员道。孙雅心中叹息，但也点头。是。孙店长，你售卖虚假产品，现在我只能按照规矩办事。从现在开始，你的店铺必须关停，彻底整改。关停期限1个月。至于你给商场造成的名誉损失，我们之后会联系你。管理人员毫不犹豫道。啪啪啪，四周围观的人顿时响起热烈的掌声。对于孙雅店铺被关停的事情，围观的人都拍手叫好。这个时候，美妇再度走上前来。这件事情没完，接下来我要起诉你，你等着吃官司吧。说完之后，美妇转身就要离开。孙雅连忙叫住对方。等等，女士，这件事情我们可以私了，我愿意赔偿100万作为补偿。孙雅语气急促。美妇口中冷笑，直接甩开孙雅的手。放开，别拉着我。你看我这一身穿着打扮，我像是缺你这100万吗？这点钱打发要饭的呢？孙雅脸色不太好看。那你想要多少？1000万。美妇直接狮子大开口。不可能。孙雅想都没想就拒绝。1000万可不是什么小数字。美妇见状冷笑。那你就等着吃官司吧。对了，我已经报警，同时还通知了市监局的人，他们很快就会过来。美妇的话音落下没多久，市监局的人果然来了。我们是市监局的人，接到举报这家店铺售卖虚假产品，你们老板是谁？市监局工作人员走上前来。美妇迅速上前。是我举报的，这家黑心店铺卖了10件玉石首饰给我，总价值30万，但这些玉石首饰全部都是假的。我怀疑他这家店内还有很多玉石首饰都是假货，请你们好好进行调查。市监局工作人员点点头，随后便进入店内开始进行检查。他们很快叫来了专业人员，对店内的玉石首饰进行鉴定，结果让人大吃一惊，几百件玉石首饰竟然有超过30件都是假货。如此惊人的假货概率，简直让围观的人叹为观止。当检测结果出来的时候，现场直接炸开了锅，围观的所有人都在议论纷纷，一个个指责着孙雅，对着她口诛笔伐。怎么会这样？孙雅亦是满脸不敢置信。她从未使用过人造玉石生产玉石首饰，自家店内的所有玉石首饰来源都是可查的，但现在店内怎么会有这么多人造玉石首饰？这根本不可能。你就是这家店的老板吗？市监局工作人员过来。孙雅面色有些苍白。是我。由于你的店内售卖大量的虚假产品，现在查封你的店铺，在这件事情没有彻底调查清楚之前，你这家店不能再运营。另外，你也要接受到调查，请配合我们。工作人员道。孙雅面色苍白的点头。好。市监局大手一挥，店铺直接关门，一个大大的封条贴在了店铺的大门上。孙雅也被带走调查情况。张文轩全程目睹了这一切，他紧锁着眉头。孙雅居然用这些人造玉石以次充好。不，我认识他的时间虽然不长，但他应该不是这种人。不出意外的话，孙雅恐怕是被人坑了。张文轩皱紧眉头，虽然他对商业上的事情不懂，但也看得出来这次孙雅有大麻烦了。店铺造假绝对会给他的公司造成巨大的损失。张文轩很快也离开了店铺，他犹豫了一下后决定帮忙。不管怎么说，我跟孙雅的关系也是不错，这件事情说不定我能帮上一些忙。张文轩咂了咂嘴，他回到家里后给李冰兰打了一个电话过去，然后将事情说了一遍。冰兰姐，我那朋友，你觉得之后会有什么麻烦？电话那头的李冰兰听完，语气凝重道：假如你这个朋友没有自己以次充好的话，那他就必然是被人算计了。幕后黑手肯定不会这么放过他，估计后面还会有一系列的招式。不出意外的话，他肯定是完蛋了，运气好破产，运气不好估计要坐牢。张文轩不由得吃了一惊，他皱着眉头想着自己有什么可以帮忙的，但思索半天发现以自己目前的能力而言，似乎对于孙雅的困难帮不上什么忙。是谁在背后算计孙雅？难道是程宇航？张文轩猜测道，但这只是猜测而已，他手中并没有任何的证据。时间很快来到了晚上，张文轩接到了孙雅打来的电话。张文轩，可以陪我出来喝酒吗？孙雅的声音传来。张文轩吃了一惊，
电话里孙雅的语气十分不好，似乎显得很是沉闷。没问题，你现在在什么地方？你家楼下。孙雅。10分钟后，张文轩换了一身衣服下楼，很快便见到孙雅那辆火红色的跑车正停在路边，他走过去直接上车。我们去什么地方？酒吧。孙雅语气平静，她一脚踩下油门，引擎发出一阵犹如野兽一般的咆哮声，火红色的跑车犹如离弦之箭一般激射而出，很快就消失在了街道的尽头。听到酒吧2个字，张文轩有些吃惊，他看了一眼孙雅，发现对方的面色很差。之前还容光焕发的孙雅，此时面色显得有些憔悴，如同是失去了高光一般。他这个样子让张文轩有些心疼。店铺那边的事情怎么样？现在不谈公事，等会儿你陪我好好喝酒就好了。你要是能将我灌醉，那今晚你就有机会了。孙雅直接道。卧槽！孙雅这话相当生猛，差点没将张文轩的腰给闪了。张文轩心脏顿时扑通疯狂跳动起来，原本到了嘴边劝解的话直接咽了回去。孙雅这样的大美人说出这番话，换了任何一个男人都顶不住。火红色的跑车很快来到一家酒吧门前，车门打开，张文轩与孙雅2人走下车，然后直接走入酒吧内。刚刚走入酒吧，迎面来的就是震耳欲聋的音乐声，入眼是一片嘈杂与混乱的景象。这家酒吧十分的狂野，酒吧内部灯红酒绿，大量的男女在舞池内跟随着震耳欲聋的音乐声扭动着身躯。张文轩微微皱眉，他有些不太适应这里的环境。在孙雅的带领之下，2人来到了酒吧角落的卡座坐下，一个侍者很快微笑着走过来。2位要喝点什么？侍者将清单递上来，张文轩瞥了一眼价格，不由得瞠目结舌。1瓶威士忌。孙雅道。白开水吧。张文轩咂了咂嘴。侍者用怪异的目光看了张文轩一眼。哪有人到酒吧来喝白开水的？孙雅有些不满。你陪我喝酒怎么用白开水？我一般不喝酒。张文轩摊手道。孙雅没有强求，没一会儿时间，侍者便端着酒瓶过来与白开水过来。孙雅二话不说给自己倒了一杯，然后狠狠地灌了一口。嗨嗨，或许是喝得太急，孙雅被威士忌呛了一下，顿时剧烈咳嗽起来。张文轩坐过去给他轻拍着后背。不能喝就别喝了吧。孙雅没有理会张文轩的话，他一杯一杯给自己灌酒。看着他完全不理会，张文轩自讨没趣，也就不再劝酒，反正等会儿孙雅喝醉了对他来说没坏处。孙雅的酒量十分不错，大半瓶威士忌下肚，他的脸上这才有着几分淡淡的醉意。一抹醉意的红晕在孙雅的面颊上浮现出来，她一双眼睛渐渐朦胧起来，整个人身体似乎都软了几分。没事吧？张文轩询问道。孙雅又喝了一杯，随后直接依靠过来，靠在了张文轩的身上。好家伙！张文轩心中直呼，要不是已经跟孙雅认识一段时间，他都以为这是有人在仙人跳了，美人这么醉醺醺的直接贴过来，顿时让张文轩怦然心动。如此这般诱人的场景，谁能顶得住？张文轩忍不住咽了一口口水，淡淡的美人体香从孙雅的身上散发出来，钻入张文轩的鼻尖，让他的内心更加蠢蠢欲动。此刻2人坐在酒吧偏僻角落的卡座上，孙雅就这么紧贴在张文轩的身上，他只是轻轻一低头，身边美人那诱人的异香更加浓郁。咕咚，这谁顶得住啊？张文轩再也忍不住，既然孙雅都不介意，那他就不用装什么正人君子了。想到这里，张文轩十分大胆地伸出手，左手伸过去，顿时搂住了孙雅那纤细的柳腰。别乱动。孙雅嘟囔了一句，她微微眯着眼睛，看上去似乎醉意上来了。张文轩轻咳一声，给自己辩解道：我没乱动啊，只是我怕你摔倒，所以扶着你。一只手搂着美人那柳腰，张文轩心脏都砰砰砰直跳。孙雅嘴上说着别乱动，但却没有任何的抗拒动作。眼看着孙雅似乎并不反对自己的动作，张文轩顿时大胆了起来。他的左手轻轻开始在孙雅的腰肢上抚摸起来，甚至直接伸进了衣服里面。孙雅的皮肤十分细腻，或许是因为保养得当的原因，那滑嫩的肌肤完全如同28少女一般细嫩。张文轩感受着怀中美人的滋味，顿时爱不释手。他心中激动，现在的情况与之前在拍卖会里面不同，当时是大庭广众之下，而现在是酒吧昏暗的角落，而且孙雅还喝醉了，依靠在他的怀中，顿时一股暧昧的气氛似乎在空气中开始蔓延起来。孙雅，张文轩轻轻拍了拍美人的肩膀，我还没醉。说着，孙雅又给自己灌了一杯威士忌，威士忌的醉意似乎是慢慢涌上来，此刻孙雅的面颊已经布满了醉意的红晕，淡淡的酒气就她身上散发而出，混杂着诱人的美人体香。张文轩的手逐渐大胆，仅仅只是抚摸腰肢已经开始有些满足不了他。怀中的美人以这种不设防的姿态依靠在怀里，这样的场景换了任何一个男人来都顶不住，何况是张文轩这样血气方刚的青年。
张文轩左手忍不住慢慢的往上移，然而就在这个时候，怀里的孙雅却拍了他一把：“不要得寸进尺，看在你陪我出来喝酒的份上，我才让你占点便宜，但不许更进一步。”孙雅抬起头来，她没好气地看着张文轩。张文轩瞬间无语：“你不是说随便我怎么摸吗？”张文轩只感觉自己受到了欺骗。孙雅给了他一个白眼：“我只是说说而已，你还真以为可以随便摸啊？”“是啊，我就是这么以为的。”张文轩心里面忍不住吐槽：“孙雅这个骗子，搞了半天就只给他摸腰。”“好吧，我不乱摸。”张文轩无奈道。忽然他好像是想到了什么，随后嘿嘿一笑，双手一把将孙雅抱起来，然后直接放在了自己的腿上。“你干什么？”孙雅被张文轩的动作吓了一跳，本能的想要起身，却被张文轩抱住，动弹不了。“别动啊，我只是抱抱而已。”张文轩厚脸皮笑着道。孙雅直翻白眼：“哪有你这么抱的？把我放下去！”“不放，我陪你出来喝酒，你不给我点好处怎么行？”张文轩理直气壮道。孙雅心中无语，她又挣扎了几下，发现无法挣脱张文轩的怀抱后，干脆就不再反抗，反正只是抱抱而已，就让他抱着吧。孙雅这么想着，随后便直接躺在了张文轩的胸膛上。哇！张文轩心中兴奋，如此这般抱着一个美人，这是他从未体验过的。以这样的姿势抱着孙雅，他能明显的感受到怀中美人身体的柔软。这样的场景若是换了以前的他，那是想都不敢想。与孙雅这样的绝色美人如此亲密，这样的好事不知道会羡慕多少男人。孙雅又是一杯威士忌下肚，她躺在张文轩的怀中，轻轻挪了一下身体，给自己找了一个更加舒服的位置。但这一调整，孙雅很快发现了不对劲。孙雅很快明白过来，顿时忍不住掐了张文轩一下：“你别乱想些东西。”“嗨嗨。”张文轩神情有些尴尬，他满脸无辜：“我也没办法，谁让你这么个大美人抱在怀里？”孙雅给了他一个白眼。就在孙雅想要说些什么的时候，忽然脚步声响起，一个人从外面走过来。“孙雅，你怎么在这里？像是酒吧这样的地方，可不是你该来的地方。”熟悉的声音响起，孙雅抬起头一看，来者赫然是程宇航。“程宇航，你来这里干什么？你跟踪我？”孙雅面色瞬间冰冷下来。程宇航面带微笑，浑然不管孙雅那冰冷的脸色。看着孙雅那带着几分醉意红晕的面颊，程宇航心中激动，他马上准备走上前。但这个时候，程宇航这才看到了同样在沙发上的张文轩。“张文轩，你怎么也在这里？而且你居然还抱着孙雅！马上将她放开！”程宇航顿时大怒，张口便是呵斥。看着沙发上孙雅此刻竟然在张文轩的怀里，程宇航双目里涌现出怒火。沙发上，张文轩见到程宇航，心中一时有些惊讶。他听着程宇航的训斥，口中嗤笑：“程总，你是不是管得太宽了？你有什么资格让我放下小雅？”张文轩直接对回去：“小雅。”眼见张文轩居然称呼孙雅这样的昵称，眼神里的怒火更加浓郁。“张文轩，你们两个在这里男女授受不亲，就不怕传出去让别人笑话吗？”程宇航咬着牙。程宇航的话差点让张文轩直接笑出声来。“程总，我跟小雅的事情似乎你没资格管吧？我们都是成年人，更何况现在只是抱一抱而已。你有什么资格指责？”张文轩语气里面有着浓浓的嗤笑。他看向程宇航的目光如同在看待一个白痴。“程总，你为什么在这里？我不认为你今晚会这妖巧合出现在这个酒吧，又刚好走过来，你居然在跟踪我们！”张文轩神情戏谑地看着程宇航。程宇航心中不由得一慌，他连忙找了一个理由：“不，我没有跟踪你们，只是酒吧里面有我一个认识的朋友，他看到孙雅在一个陌生男人的怀里，所以让我过来看看情况而已。”程宇航神情慌乱地解释。然而他这样的解释十分苍白无力，不仅没有将他出现在这里的原因解释清楚，反倒是更加暴露了其目的。孙雅面色冰冷地看着程宇航：“程宇航，你这样的借口我会相信吗？信不信由你们，反正我就是这么过来看看。孙雅，我可是担心你才过来看看的，没想到你居然用这样的态度对我。”程宇航卖惨道：“呵呵。”无论是张文轩还是孙雅，两人心中都是冷笑。大家都是聪明人，程宇航那点小九九又有谁看不出来？张文轩神情戏谑，他双手抱着孙雅，一双手十分肆无忌惮地在美人的柳腰上抚摸起来。就这么当着程宇航的面，张文轩丝毫没有掩饰的意思。程宇航见状，脸色瞬间震怒，用愤怒的目光盯着张文轩。孙雅早就是他看中的女人，这个女人如此漂亮，他早就已经想要了。但奈何孙雅性情高傲，他之前追求了好几次都没有成功。他万万没有想到，自己苦苦追求的女人，如今竟然在另一个男人的怀里。“程总，我们情侣两个人在这里喝酒，你这个外人是不是可以离开了？”张文轩直接道。
程宇航脸上挤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容。别这么见外，我听说孙雅你的首饰店今年遇到了麻烦，似乎是因为你售卖假冒伪劣产品。你的店铺不仅被市监局查封，同时还有人要起诉你。此话一出，孙雅神情瞬间冰冷下来。程宇航，这件事情跟你没有任何的关系。程宇航口中大笑。孙雅，别这么拒绝我，我的人脉关系网还不错，我认识一位市监局的大人物，我可以帮你。而且我可是听说你名下的8家玉石首饰店都出现了同样的情况，这可不是什么简单的麻烦。什么？张文轩闻言吃了一惊，他用惊愕的表情看向孙雅。这是真的吗？怎么会这么严重？张文轩语气吃惊，他顿时明白了，怪不得孙雅今天晚上找自己出来喝闷酒，原来是遇到了这么大的麻烦。8家玉石首饰店全部出现了用人造玉石以次充好的情况，这可不是什么小事了。一旦弄不好，孙雅坐牢的可能性很大。他看向孙雅的表情，见着对方沉默，马上便明白程宇航没有说谎。孙雅神情依旧冷冽。程宇航，同样的话我不想重复第二次，我的事情与你没有任何关系，请你马上离开。程宇航闻言，他脸上笑容依旧。小雅，你现在面临着巨大的麻烦，我又怎么可能坐视不管呢？咱们也是多年的老朋友了，只要你开口，我一定竭尽全力帮你，否则的话你有很大概率要破产坐牢。你花了很大力气才将公司经营到今天的程度，你真的忍心看着多年心血毁于一旦吗？威胁，这是赤裸裸的威胁。虽然看上去是劝解，但这番话从可能是幕后黑手的程宇航嘴里说出来，却充满了讽刺。孙雅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握紧了拳头，脸上全都是愤怒的神情。张文轩神情同样阴沉下来，他看了一眼孙雅的表情，随后轻轻拍了拍对方的后背，压低声音道：交给我。张文轩随后将孙雅放在沙发上，他直接起身走向程宇航。张文轩，你想要干什么？程宇航冷笑。张文轩冷着脸走上前，冰冷的目光看着程宇航，只是说了一个字：滚。程宇航大怒。张文轩，你别太得意了，你有什么资格让我离开？我正在跟小雅说话，这件事情跟你没关系。张文轩双手抱胸，他冷冷道：我是小雅的男朋友，你说这件事情跟我有关吗？我最后说一次，你马上滚，否则别怪我让酒吧安保过来将你赶出去。你跟孙雅交往了？程宇航又惊又怒。是啊，我们都抱在一起了，还能是什么？张文轩轻笑起来，他对着程宇航戏谑道：程宇航，我警告你别骚扰我女朋友，否则我让你吃不了兜着走。张文轩，你算什么东西？你居然敢威胁我！程宇航大怒，他心中怒火万丈，自己看中的女人居然被别人拔了头筹，这让程宇航如何忍耐？威胁你又怎么样？赶紧滚！张文轩丝毫不客气。好好好，连续说了3个好字，足以可见程宇航心中的怒火已经到了什么样的程度。他咬牙切齿地看着张文轩，目光里面杀意盎然。张文轩，你别太得意，我很快就让你哭出来。程宇航丢下这句狠话，他转身便离开。张文轩看着程宇航离去的背影，原本脸上嗤笑的表情消失不见，取而代之的则是皱眉。他转过身回去孙雅的身边，此刻孙雅又在喝酒，她脸上的醉意又浓郁了几分。谢谢。孙雅开口道，语气有着几分沉闷。没关系，那家伙我看他也是相当不爽。你这次玉石的问题，我想恐怕是他在背后动手脚。张文轩沉声道。孙雅轻点下巴，这件事情我知道，但我没有任何证据。程宇航很可能是买通了我手下的人，这才替换了我店铺内的大量玉石首饰，我没想到他会用这种下三滥的招式来对付我。张文轩闻之皱眉。那现在怎么办？这件事情可以用钱来解决吗？如果你需要帮忙的话，尽管开口。孙雅道谢一声。谢谢你的好意，不过这件事情我会解决的，问题还没大到可以压垮我的程度。他看了一下时间，不知不觉间已经是午夜，时间已经不早了，我们回去吧。孙雅道。好。张文轩点头。两人起身结账，随后一同走出酒吧。刚刚走出酒吧，一阵夜晚的凉风袭来，孙雅的醉意很快便涌上来，她的身体微微一晃。张文轩眼疾手快，迅速过去抱住孙雅。我来开车送你回去吧。孙雅无奈的点头。谢谢，麻烦你了。他将车钥匙交给张文轩。张文轩抱着孙雅，将她一路搀扶回去车上，一路开车将孙雅送回去，最终行驶进入一个高档小区。两人从车上走下来，这个时候醉意彻底涌上来的孙雅已经连走路都不稳了。她一身酒气，满脸都是醉意带来的红晕，身体软绵绵提不起力气，只能趴在张文轩的身上。张文轩见着孙雅醉成这样，干脆直接将其背起来，一路乘坐电梯来到8楼。张文轩用钥匙打开孙雅家房门，将其放在她的床上。
感觉怎么样？张文轩拍了拍孙雅的肩膀。孙雅迷迷糊糊，一双眼睛里满是朦胧。我还行，谢谢你送我回来，你先回去吧。孙雅迷糊道。这句话刚说完，孙雅便猛地吐出来。张文轩连忙将她翻身趴在床上，轻拍其后背。你这个样子我怎么放心回去？今晚我留在这里照顾你吧。张文轩有些无语，眼前这一幕实在是有既视感，之前自己也是这么照顾李冰兰的。想到这里，张文轩等待孙雅稍微吐了一些后，他将其放平在床上，然后双手按在孙雅的头部，丝丝灵气涌现而出。张文轩轻轻按摩着孙雅的太阳穴，灵气慢慢滋养进去。孙雅原本脸上难受的神情很快消失不见。好舒服。孙雅面露些许享受之色。张文轩得意一笑，自己这灵气可是万金油，治疗区醉酒自然没什么问题。给孙雅按摩着头部，张文轩让其靠在自己的身上，看着怀中的美人，他忍不住有些躁动起来。看了一眼怀里的孙雅，他此刻还沉浸在按摩的享受当中。美人醉酒，此刻连意识都不清醒，如此这般的场景对于男人而言简直是巨大的诱惑。张文轩忍不住咽了一口口水，他按摩了一会儿后便停止下来，但这个时候孙雅开口：别停，继续按摩。孙雅抓住张文轩的手，然后直接将其放在了自己的身上。卧槽，这么刺激的吗？张文轩好不容易才平静下来的内心瞬间波涛汹涌咕咚，他狂吞口水，尽管心中告诉自己不能做禽兽，但一双手却情不自禁地游走起来。灵气顺着他的五指进入孙雅的身体，孙雅的面颊上很快再度浮现出享受神情，一双手在孙雅的身上按摩。张文轩心潮澎湃，如此这般的美人此刻就在自己的怀中，他处于半醉半醒的状态，可以任由自己享受，这样的机会不知道是多少男人梦寐以求的。我就稍微摸一会儿。小雅，隔着衣服按摩效果不好，我伸进去怎么样？张文轩小心翼翼。孙雅轻轻点头，口中呢喃了一声嘶。张文轩口中倒吸凉气，脸上的神情都因为期待与兴奋而浮现出几分红晕。他慢慢解开孙雅的衣服，顿时一具妖娆的身躯便出现在他的面前。张文轩小心翼翼地看了一眼孙雅的神情，后者没有抗拒，脸上带着几分享受与恬静。灵气透过肌肤进入孙雅的身体，他口中发出一道细微的呻吟声。这声音虽然轻微，但却传入张文轩的耳朵。美人呻吟呢喃，宛若天籁之音。张文轩听着差点把持不住。我不是禽兽，我不是禽兽。他心中不断念叨着，强忍着内心的欲望。以现在孙雅的状态完全是不设防，要是换了一个男人，恐怕已经忍不住扑上去了。他张文轩好歹也是自认有点道德的人，最多也就占点便宜。这么想着，张文轩顿时心安理得地给孙雅按摩起来。美人的妖娆身躯实在是手感极佳，直到孙雅不知不觉间已经睡着后，张文轩这才恋恋不舍地停止下来。他小心翼翼地将孙雅放在床上，盖上被子后这才离开。回到家中，张文轩狠狠地洗了一次冷水澡，冰凉的冷水浇灌在身上，终于让他内心燃烧的火焰彻底熄灭下来。算了，趁人之危的事情我不做，真要是做了，岂不是成了禽兽？张文轩如是道。他洗了澡后回到床上，盘腿继续修行纯阳功。昨天几个小时的修行毫无效果，今天他决定继续。内功修行必然不是一朝一夕的事，这一点他早就有心理准备。等等，我拥有灵气，不知道能否用灵气来加快我的修行速度。张文轩脑海里冒出这个想法，他马上开始尝试。盘腿闭眼开始吐纳呼吸后，张文轩操控着灵气进入自己的身体，然后开始按照纯阳功的行功路线游走起来。灵气在他的控制之下，在身体内按照特定的轨迹游走。渐渐的，张文轩发现原本的灵气发生了变化。成功了！张文轩内心涌现出巨大的惊喜，他继续操控着灵气行进。在围绕着身体行进了3圈之后，原本的灵气彻底发生了变化，成为了一股全新的强大力量。我拥有真气了！感受着丹田内那股盘旋的真气，张文轩心中难掩激动。原本以为自己要花很长的时间才能纯阳功入门，没想到有着灵气的辅助下，竟然只是一次就成功了。他操控着真气散布在自己双手手臂，刹那之间，张文轩顿时感觉双手涌现出巨大的力量。好强！感受着前所未有的充沛感，张文轩惊喜不已。他下床抽出角落里面的臂力棒，这臂力棒是半年前买的，足足有60公斤，这已经是专业级别的臂力棒了，以前的他根本做不了几个。张文轩双手抓住臂力棒的两头，手臂瞬间用力，60公斤的臂力棒仅仅只是我眨眼之间就被他弯曲，好轻松！真气对我的肉体居然有这么强的增幅效果，张文轩惊呆了。他马上测试起来，
双手不断的开合，60公斤的臂力棒在他的手里就好像是玩具一般被随意的拿捏。张文轩一口气做了100个，这才稍微感觉手臂有点酸痛。眼见着这样的成功，张文轩自己都惊呆了。卧槽，简直是离谱！我仅仅只是纯阳功入门而已，靠着真气居然就能做到这种程度，那我以后要是到了先天，岂不是直接化身绿巨人？张文轩震惊不已，真气的效果比他想象中的更加强大，60公斤的臂力棒随便一做就是100个，这样的惊人力量，哪怕是一般的大力士都做不到，太强了！张文轩放下臂力棒，他收回真气，顿时双手充盈的力量感消失，前后巨大的落差让他感觉甚至有些不太适应。仔细感知一下，真气已经消耗了一些，真气果真美妙。我现在只是纯阳功入门就能做到这样的程度，未来先天有多强我简直不敢想。张文轩心中激动不已，没有男人可以拒绝强大的力量，他也不信。回到床上重新坐好，张文轩继续修行真气，感知了一下泥丸宫内的灵气团，还有大约苹果大小，抽取2/3转化成真气吧，剩下的存起来以防万一。张文轩心中如是道，他立刻牵引灵气开始修行，2/3的灵气很快全部被他转化成为真气。等到修行彻底结束，原本丹田内芝麻大小的真气团已经膨胀到了糖豆大小。张文轩缓缓睁开眼睛，这才发现外面的天色已经完全亮了起来。果然是修真无岁月，我居然不知不觉修行了数个小时。张文轩感慨一句。嘟，短信提示音响起。张文轩拿起手机一看，是孙雅发来的信息。谢谢你昨晚帮我，你占我的便宜的事情我就不计较了，这些天我有工作要忙，后面再联系。汗，一抹尴尬之色从张文轩的脸上浮现出来，他摸了摸自己的鼻子，尴尬道，看来昨天晚上给他按摩的事情被发现了。前面按摩头部他可以理直气壮，但后面他解开孙雅的上衣给人按摩，那就是完全占便宜了。自知理亏的张文轩心中松了一口气，既然孙雅没有生气，那自然就是好事。不过孙雅身上的麻烦可不小啊，不知道他能不能解决。我也不认识什么大人物，哪怕想要帮忙都没办法。张文轩皱紧眉头，原本以为自己有着几千万已经是成为人生赢家，但是现在看来区区几千万根本不够。现在孙雅遇到了这样的麻烦，他完全帮不上什么忙。张文轩心情郁闷，他决定去圣心武馆练拳，好好放松一下。下楼路过小区门口的包子铺，张文轩喊了一声，老板，1笼包子，1碗豆浆，2个茶叶蛋。好嘞，老板。他很快提着早餐进地下停车场，没一会儿便吃完早餐前往圣心武馆。再度来到圣心武馆，武馆内依旧还是和以前一样，虽然是破旧的小武馆，但学员的数量却着实不少。刚进门便听到一阵呵呵哈哈的声音，走进去一看，武馆内的学员们今天格外认真，此刻一个个都在挥汗如雨。仔细一看，张文轩顿时恍然大悟，只见谭云双此时正在武馆的1楼，他正在指点着学员们训练，难怪这些家伙今天卖力。张文轩有些无语，张兄弟，今天来的这么早啊？稍等一会儿吧，我妹妹正在指点学员们训练，等过一会儿就可以给你私人教授了。谭鑫哈哈大笑着走过来，张文轩摆了摆手，没事，我可以等，最近我的锻炼效果不错，我想试一下我的力量水平。说话时，张文轩指了指不远处的固定器械，他准备尝试一下看看在真气的增幅下，自己的肉体能达到什么程度。谭鑫笑着，器械都在那里，你作为 VIP 会员想用随时都可以，需要我帮你辅助吗？不用了，我随便玩玩。张文轩摇头，有谭鑫在旁边看着他如何真正的发挥出来。张文轩走到器械训练区，武馆虽然破旧，但各种健身器械还是十分健全，虽然大部分器械看上去已经老旧，都说健身3大项能够体现一个人的实力水平，那我也尝试一下吧。张文轩之前在谭云双的指导下，他已经经过一些训练，现在用起来倒是显得轻车熟路。张文轩首先尝试硬拉，这是最简单的项目，他直接上了4个片子，加上杠铃本身总共100公斤，丹田内的真气瞬间涌现而出，张文轩震散真气，让其扩散至全身上下，瞬间他便感觉自己的身体充满了力量，这力量十分惊人，仿佛要爆炸开来一般。张文轩弯下腰抓住杠铃，瞬间100公斤的杠铃直接离的好轻松。张文轩心中喜悦，他马上加片，140公斤180公斤220公斤，他不断的加片，一次又一次将杠铃拉起来，从100公斤一路加到了300公斤。当杠铃重量达到300公斤的时候，张文轩依旧感觉意犹未尽，自己还有些许余力。砰！300公斤的杠铃沉重的落在地上，哪怕有着缓冲电依旧发出一道声响。张文轩心中万分满意，忽然感觉有人盯着自己，抬起头便发现居然是谭鑫。张兄弟，
你硬拉了多少的重量？谭鑫表情震惊，谭鑫表情上写满了惊愕，他看着张文轩脚边那厚厚的杠铃片，简直怀疑自己的眼睛是不是出现了问题。我去，这家伙什么时候过来的？张文轩没想到自己测试力量被谭鑫发现了，不算多，大概100多吧。张文轩想要蒙混过去，谭鑫翻了翻白眼走过来，我又不是瞎子，你这杠铃的重量怎么可能才100多公斤？他走到张文轩的面前，数了一下地上的杠铃，计算一下，300公斤，这怎么可能？谭鑫忍不住失声惊呼，神情愕然不已。他有些不敢相信，自己上前将杠铃拉起来，感受着手里的重量，谭鑫这才相信这的确就是300公斤。谭鑫口中忍不住倒吸凉气，张兄弟，你居然这么深藏不露，你怎么能拉起300公斤？谭鑫表情相当精彩。张文轩摊了摊手，我不知道，我从小力量就比较大。谭鑫瞳孔微微一缩，难道你跟我一样是天生神力？不可能啊，之前你来训练的时候明显力量很正常。张文轩连忙道，那只是我们用全力而已。是吗？谭鑫神情狐疑。张文轩连忙糊弄过去，谭教练，我准备再练习一下深蹲和卧推，你辅助我一下吧。谭鑫果然被转移了注意了，他毫不犹豫点头，没问题。张文轩立刻走过去，开始测试深蹲与卧推的数据。很快测试的结果就出来了，深蹲300公斤，卧推250公斤，3大项成绩总共加起来850公斤。谭鑫神情惊讶无比，很快便是喜悦。没想到张兄弟，你居然也是天生神力。你这个身体明显不强壮，却能够有着如此巨大的力量。如果让你好好的训练一下，将身体锻炼起来，那你的力量绝对不会比我差。谭鑫看着张文轩，眼神两眼放光。还好，以前我因为家庭原因吃不饱，所以身体没有发育起来。现在我过来武馆训练，就是想要让自己更强壮。张文轩笑着道，3大项成绩850公斤，这个成绩已经相当惊人，绝大部分人都达不到这样的程度。而他的身高不过1.75米，体重不过130斤而已。这样的身高体重称得上马杆，但看似瘦弱的身躯却能爆发出恐怖的力量，真气当真神奇。张文轩心中不由得感慨一句。这时谭鑫忽然道，张兄弟，我们能不能换个地方聊一聊？哦，谭教练有什么私人的事情吗？张文轩面带疑惑。两人一起来到了2楼武馆的私密区域，谭鑫给张文轩倒了一杯茶。张文轩没有去喝，他用警惕的目光看着谭鑫，有点怀疑谭鑫是不是有特殊爱好。张兄弟，我对你没有恶意，我主要是有一件事想要请你帮忙，不知道张兄弟有没有听说过岭南格斗大会？谭鑫道。张文轩摇头，没听说过。看来张兄弟，你的确是进入格斗界。岭南格斗大会是我们岭南地区所举办的一场格斗盛会，许多格斗高手都会参加这样的盛会。如果能够在这场盛会中拿到前排的名字，那不仅可以得到丰厚的奖金，同时还有名气，可谓是名利双收。谭鑫道，这场格斗大会除了单人战之外，还有团体战。团体战一般都是3人一组，都是各自武馆的高手。比如我们圣心武馆就在去年参加过。张文轩微微眯着眼睛，所以呢，我想要让张兄弟你加入圣心武馆，然后跟着我们一起去参加岭南格斗大会。谭鑫说出了自己的真实目的。闻言，张文轩有些犹豫，我只是刚刚进入格斗界的新人而已，我现在连基本的格斗技术都不会。谭鑫露出笑容，没关系，张兄弟你是天生神力，你完全可以用强大的力量来弥补技巧上的不足。岭南格斗大会3年一届，这一届要3个月后才会开始，3个月的时间足以让你格斗入门。谭鑫目光热切地看着张文轩，张兄弟，拜托你好好考虑一下吧。张文轩咂了咂嘴，他有些不太想要参加。不用想也知道，一旦参加的话，未来3个月恐怕就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在武馆里面，这显然不符合他的计划。天眼、灵气、真气，这些才是他的根本。他不想要将大量的时间花费在格斗上，去参加什么大赛。他又不混格斗界，名气有什么用？至于奖金，那就更是毫无吸引力了。抱歉，张文轩开口便想要拒绝。等等，谭鑫马上叫停了他。稍等一下，我换个人来跟你谈。谭鑫说完之后，马上便离开。没一会儿的时间，他重新回来，这次身边多了谭云双。嘿嘿，张兄弟，你跟我妹妹好好谈吧，我这个人嘴笨不会说话，我妹妹伶牙俐齿，我相信她一定会说服你的。谭鑫一脸鸡贼。张文轩闻言顿时无语，没等他说话，谭云双已经走过来，一阵香风顿时伴随着他而来，这淡淡的美人异香撩人心弦。谭云双今天的打扮是运动紧身衣，尽管没有多少的肌肤暴露出来，
但贴身的黑色紧身衣将玲珑有致的线条完全展现出现，看似不露，但因为其过于火辣的身材，反倒是让谭云双更加有吸引力。那挺拔傲人的山峰，哪怕是紧身衣也遮挡不住，撑起一片惊人的弧度。操！谭鑫这家伙鸡贼啊，居然用美人计！张文轩心中无语，但不得不承认美人计对他的确有效。张先生，我哥哥已经将事情跟你讲清楚，我就不多说废话。我希望你能帮忙，作为交换，接下来3个月内，我可以每天贴身教导你格斗术。谭云双开口道。此话一出，张文轩陷入了纠结。美人计可耻啊！谭云双此话极具诱惑力，如果他这番话对下面那群学员说，恐怕那群学员毫不犹豫便答应下来。咬了咬牙，张文轩还是拒绝了。抱歉，我最近有很多事情要做，实在是没时间天天训练。虽说与谭云双这样的美人一起训练的确会很爽，但他最近的确有很多事情要做，弄到更多的灵气才是他最需要做的事情。相比之下，花费大量的时间在格斗训练上完全是本末倒置的行为。他现在丹田内的真气团并不多，但已经大幅度地提升了他的实力。修行纯阳功所带来的实力增益，要远远高于单纯的提升格斗能力。张文轩这么想着，于是毫不犹豫地拒绝了谭云双的邀请。谭云双微微皱眉，他有些不想放弃。张先生，你真的不再考虑一下吗？不会耽误你太多的时间，只要接下来3个月，你每天过来训练几个小时就可以了。你天生神力，如果愿意往格斗界发展的话，轻而易举就可以名利双收，何乐而不为呢？谭云双还想要劝解，张文轩心中忍不住想要吐槽，每天花好几个小时过来训练，这肯定是不可能的。谭云双的劝解不仅没有让他改变主意，反而更加是坚定了想法。不，我拒绝。张文轩立刻摇头。谭云双面露无奈之色，口中不由得叹了一口气。美人叹息失望的样子让人有些心疼。张文轩想了一个折中的办法，我倒是有一个更好的想法，反正你们也只是要我参加团体赛而已，我相信自己的实力可以在3个月内取得巨大的提升，我不需要经常过来训练，只要有一定的实力就可以了。张文轩脸上有着微笑。谭云双闻言，他皱眉道，想要拥有强大的实力，不经过大量的训练是不可能的。张文轩心中微微一笑，那只是对于普通人而言，而自己拥有纯阳功，只要会简单的格斗技巧，然后靠着绝对力量，肯定可以碾压大部分的格斗高手。我相信自己的天赋，这是我的底线，我最多每个星期过来训练2次。如果你们不接受，那我只能拒绝。张文轩语气坚定。眼见着张文轩没有改变想法的意思，谭云双与谭鑫商议之后，最终只好点头答应下来。张先生，那就从今天开始训练吧。谭云双热情道。好，有谭云双这么漂亮的美人1对1指导训练，这是楼下那些学员做梦都想要的事情，张文轩又怎么会拒绝？张文轩很快脱了衣服，换上轻便的训练短裤。谭云双专心地给他进行1对1指导，手把手教导张文轩格斗技巧。谭云双的训练十分严格，他就如同是一个严格的导师，完全不给半点放松。但在这个过程当中，两人自然是免不了要有一些肢体接触。一个衣着性感的火辣美人在身边进行贴身指导，期间好几次张文轩都差点压不住枪。好在为了不在谭云双的面前出丑，张文轩强行让自己憋了下去。1天的训练下来，整个过程可谓是痛苦与快乐并着。等到训练彻底结束后，他已经彻底累趴在了地上。饶是期间多次偷偷使用灵气回复体力，谭云双高强度的训练也让张文轩累得够呛。训练室内，张文轩如同一条晒干的咸鱼一般躺在地上，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大量的汗水从他的身上流淌下来，整个人看上去就好像是刚从水里面捞上来的一样。张先生，今天的训练就到此结束吧。你的体力非常不错，我也没想到你居然能够坚持这么长的时间。说出这句话的时候，谭云双的语气里面有着惊讶。亲自给张文轩贴身训练，谭云双全程目睹了对方的惊人耐力。如此高强度的训练，换了任何一个新人过来都无法坚持，没想到眼前这个男人居然完整的坚持下来。张先生，你的身体潜力非常出色，不走格斗这条路真的是太可惜了。谭云双语气惋惜。谭云双的话让张文轩不由得有些尴尬。别人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但他心里十分清楚，要不是靠着灵气作弊，自己在谭云双的高强度训练下早就已经累趴下了。我还有其他工作要做，格斗对我而言仅仅只是强身健体的手段，我没有往这个行业发展的想法。张文轩道。谭云双闻言不由得叹息，眼见着张文轩十分坚决，他没有再继续劝解。那今天的训练就结束吧，接下来我给你按摩放松身体。谭云双如是道。此话一出，张文轩瞬间眼睛亮了起来。谭云双走上前将地上脱力的搀扶起来，两人一起走进了按摩房里面。在简单的清洗了一下身体上的汗水后，谭云双拿过来了药酒，他将药酒倒出来，然后抹在张文轩的身体上。
嘶！张文轩口中不由得倒吸一口凉气，脸上顿时浮现出享受的神情。爽，太爽了！这么一个大美人，一脸认真的给自己按摩推拿，这种事情可不是人人都能享受到的。尽管谭云双因为长久训练的原因导致双手有些粗糙，但那柔软的触感依旧让张文轩有些把持不住，感受到身体的反应。操！张文轩脸上的表情顿时变成了一个大大的囧，此刻他恨不得当场找个地缝钻进去。出乎他预料的是，谭云双面色如常，尽管已经看到了，脸上的表情依旧是没有任何的变化。谭云双很快将药酒涂满了张文轩全身上下，他随后拿过来筋膜刀，随后便按在了张文轩的身上。啊！张文轩刚才的享受直接消失不见，取而代之的则是剧烈的痛苦。停！好疼啊！张文轩疼得倒吸凉气。谭云双没有停止下来，他耐心地解释道：高强度的训练之后需要用筋膜刀放松肌肉，否则很影响你的恢复状态。张文轩疼得倒吸凉气，整个人瞬间懵逼。啊！房间里面不断回荡着张文轩的惨叫声，足足持续了10几分钟。筋膜刀放松肌肉的过程简直就是折磨，相比之下他更想要用灵气来恢复肉体。但尽职尽责的谭云双说什么也不肯让张文轩离开，硬生生将他按在床上做完了全套的放松按摩。等到按摩推拿结束后，张文轩已经疼得面色都有些发白。张文轩一瘸一拐从武馆内走出来，此时的时间已经是临近傍晚。铃！忽然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响起，拿出手机一看，是孙雅打来的电话。张先生，晚上你有空吗？我想请你陪我去参加一个饭局。孙雅说道。饭局？张文轩略微有些惊讶，随后便点头。没问题，我马上就过来。好，我现在在上江饭店的门口。孙雅报上了自己所在的位置。张文轩立刻开车前往上江饭店。没一会儿的时间，他便到达饭店的门口，很快就看到了孙雅的身影。张文轩将车停好后走过去。今晚的孙雅穿着打扮十分普通，甚至是有些保守。相比于那天晚上那性感的礼服，今天的孙雅仅仅只是普通的衬衣加上牛仔裤。虽然打扮普通，但依然难以掩盖她的天生丽质，绝美的面容加上玲珑有致的身躯，让此刻站在饭店门口的孙雅引人注目。不少路过的男人都频频侧目。张先生，抱歉今天还要请你出来陪我。见着张文轩过来，孙雅脸上露出歉意的神情。张文轩摆了摆手，他询问道：今晚的饭局是你主持吗？邀请谁？世监会会长胡林。孙雅道：世监会负责我这次的事情，我找他来希望能够缓和一下问题。张文轩瞬间露出了然之色，马上便明白孙雅宴请这个人的目的是为了解决人造玉石的麻烦事。等会儿张先生你就坐在旁边就好，什么话都不要主动说，一切交给我。孙雅叮嘱道。张文轩轻点下巴，没问题。没有让两人等待太久的时间，很快一辆黑色的轿车便已经行驶过来。车门打开，一个大腹便便的中年男人从车上走下来。孙雅立刻走上前去。胡会长。哈哈，孙老板。胡林那一张肥胖的脸上露出微笑，他目光忍不住落在孙雅的身上，在上下打量了几眼之后，脸上的笑容顿时浓郁了几分。多谢胡会长今晚赏脸过来赴宴，晚宴已经准备好了，我们进去再说吧。孙雅面带微笑。胡林那猥琐的目光他看在眼里，不过这样的眼神他早已经看过无数遍，早就已经习惯了。在孙雅的邀请之下，胡林跟着一起进入饭店。张文轩走上前来，一言不发，默默跟在两人的身后。三人进入饭店2楼的包厢内，只见满满一桌琳琅满目的饭菜已经准备好，一份份菜肴色香味俱全，仅仅只是看着就让人胃口大开。胡会长，请坐。孙雅热情招待。胡林坐在了主位上，他刚刚坐下，很快便看到了跟着一起进来的张文轩。咦，孙老板，这位是？胡林有些疑惑。孙雅微笑着解释，他是我的司机加助手。原来如此。胡林脸上重新恢复了笑容，不再去关注张文轩。两人纷纷落座，孙雅很快开了一瓶飞天茅台，他起身给胡林与自己倒上一杯。胡会长，我先敬你一杯。这次因为我的事情要给胡会长添麻烦，还希望胡会长能够多多担待。孙雅举起酒杯。胡林嘴角含笑，他微微仰着头，目光看着孙雅。孙老板，你这次的麻烦可是不小，你公司名下的8家玉石首饰店都查出来以次充好的情况，你用人造玉石代替真正的玉石进行售卖，这已经完全涉及到造假的问题，你这样做我也很难办啊。胡林露出为难的神情。孙雅露出歉意，很抱歉惹出这些麻烦，不过公司的事情我也是被人坑害了。胡林对此笑而不语，他端起酒杯轻抿一口。那孙老板今天找我过来到底想要询问些什么？丑话我要先说在前面，你的问题非常严重，如果要我网开一面，那肯定是不可能的。
胡林直言道。孙雅点头，他道：我知道我的问题很严重，所以我只是希望胡会长能够稍微高抬贵手。我已经深刻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还请胡局长看在我只是初犯的面子上，稍微宽容一下。胡林闻言露出为难之色，你的确是初犯，但我也不好办啊。这件事情我们恐怕需要好好的商议一下才行，这里也不是说话的地方，不如这样吧，等会儿我们换个地方再谈谈，你觉得如何？胡林面含笑容说道，他的目光毫不掩饰地看着孙雅，眼神里面的贪婪与猥琐任谁都能够看得清清楚楚。尽管今晚孙雅已经刻意让自己显得平凡一些，但那绝美的面容又岂不是普通的穿着就能掩盖的？孙雅闻言，脸上的笑容不由得略微僵硬。她在商界混了这么长的时间，又怎么会听不出胡林这句话内所蕴含的潜台词意思？酒桌的另一边，张文轩从头到尾都老实坐着吃饭，他一言不发，在听到胡林这句话的时候，这才抬起头看向孙雅。孙雅有些麻烦了。张文轩微微皱眉，心中也为孙雅有些担忧。孙雅微微皱眉，她轻咬着嘴唇，抱歉胡会长，等会儿饭局之后我还有些事情要做，不如我们明天白天再详谈吧。此话一出，胡林脸上的笑容顿时消失，他深深看了孙雅一眼。孙老板，你的问题可是相当严重的，如果你只是这样的态度，我恐怕很难帮你什么忙。哪怕你请最高明的律师来帮你辩护，虽然可以免牢狱之灾，但金钱赔偿是绝对少不了的。经过市监会的评判，你的赔偿金额是3个亿，这可不是什么小数字。威胁，这是赤裸裸的威胁。胡林那包含侵略性的目光在孙雅的身上不断游走，他嘴角勾勒着笑容，仿佛已经是吃定了孙雅一般。孙雅咬着嘴唇，短短时间里面，他的脑海当中已经闪过了很多的想法。没关系，我已经有所心理准备了，后面就请胡会长秉公执法吧。孙雅如是说道。闻言，胡林的脸色不太好看。既然孙老板已经有了决断，那我就不再多说什么。回去之后，孙老板好好准备一下，后面判罚很快就会下来。说完了这句话，胡林直接便起身来，转身离开。他直接摔门而去，身形很快便消失在张文轩的视线里面。包厢里面只剩下了张文轩与孙雅两人。孙雅口中重重地叹了一口气，直接坐在了椅子上，神情有些无奈与失落。张文轩看着他这么颓废的样子，上前安抚道：孙老板，人造玉石的事情已经没有其他办法了吗？你公司旗下8家玉石首饰店，有人既然能够在你眼皮子底下用人造玉石以次充好，总不可能什么痕迹都没有留下吧？孙雅摇了摇头，完全没有。这次的事情是我大意了，我没想到公司里面居然会有叛徒，这才导致这件事情的发生。是我太过于大意，这才败给了竞争对手。正所谓商场如战场，这没什么好说的。这张文轩心中无奈，他对商业上的事情一窍不通，此时孙雅面对的麻烦，他根本帮不上什么忙。谢谢张先生今天陪我出席这个饭局，接下来我们回去吧。孙雅道。张文轩点点头，正好他也吃饱了，我们回去吧。孙雅随后结账离开，两人走出上江饭店。然而就在这个时候，一辆跑车飞驰而来，停在了两人的面前。车门打开，从车上走下来的人赫然是程宇航。小雅，还真是巧啊，没想到我们居然在饭店门口碰面了。程宇航脸上有着戏谑的微笑。见着程宇航这妖巧合出现在这里，孙雅微微皱眉，她可不相信是什么巧合。程宇航在派人监视自己。孙雅脸色冰冷下来，程宇航，你来这里想要做什么？程宇航脸上依旧面带微笑。小雅，你别对我有这么大的敌意，我也是好心想要帮你。我听说了市监会那边给出的结果，你的赔偿金额达到3亿，你能拿得出这么多钱吗？说出这番话的时候，程宇航的语气里有浓浓的幸灾乐祸。孙雅神情冰冷到了极致，她看向程宇航的目光里面有着一丝愤怒。她早就怀疑自己这次的事情就是程宇航的算计，现在对方还出现在自己的面前嘲讽，简直是欺人太甚。3亿我还能拿得出来，这笔钱我会自己想办法，不需要你帮什么忙。孙雅冷冷道。程宇航当场大笑了起来。是吗？你公司的市值加起来也就2亿左右，哪怕你将公司卖了都赔不起这笔钱。你卖光自己手下的全部资产，估计也还差好几千万，你确定你还得起吗？程宇航语气戏谑，他走上前来。小雅，咱们也是老朋友了，我们认识这么长的时间，现在你遇难，我又怎么可能袖手旁观？只要你愿意做我的女朋友，我可以帮你解决这件事情。你不需要将公司卖掉还债，毕竟那可是你好几年的心血。程宇航微笑着道。孙雅看向程宇航的目光里充斥着浓浓的厌恶。如果说之前他对人造玉石事件幕后黑手是程宇航只是猜测的话，那此时程宇航的这番话直接让孙雅认定了就是他所为。3亿的赔偿程宇航肯定拿不出来，但如果这件事情的背后在运作，那对方想要平息就会很简单。我不会答应你的条件，现在请你马上离开。孙雅心中充满了愤怒，
程宇航面带笑容，他露出仿佛是吃定了孙雅的神情。小雅，生气是解决不了问题的，3亿的赔偿你拿不出来，只要你做我的女朋友，那所有的问题都可以解决，这是很划算的事情，你又何必那么讨厌我呢？程宇航苦口婆心地劝解道。他还想要说些什么，一旁的张文轩实在是忍不住，他走上前来挡在了程宇航的面前。见到张文轩，程宇航脸色瞬间冷冽。张文轩，这件事情跟你没有任何关系，你让开。程宇航呵斥道。张文轩神情冷冽。小雅是我的女朋友，你说这件事情跟我有没有关系？你的女朋友？真是笑话，别以为我看不出来你们只是假装而已。程宇航好像是听到了世界上最好笑的笑话一般，他口中顿时嗤笑。这话让张文轩有些无法反驳，看来程宇航也没那么蠢，直接就看破了。然而这个时候，孙雅却走上前来，她直接伸手抱住了张文轩的手臂。程宇航，张文轩的确就是我的男朋友，我们已经交往了。什么？程宇航面色巨变，脸色顿时愤怒。孙雅，你在胡说八道些什么？我追求了你好几年的时间，你居然做张文轩的女朋友？我不相信，别以为你们这点把戏可以糊弄到我。孙雅没有多做什么解释，她转过身抱住张文轩的脖子，随后便踮起脚尖，闭上眼睛吻在了张文轩的嘴唇上。张文轩顿时惊呆了，程宇航更是满脸愕然，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自己一直追求的女人居然主动对别的男人献上香吻，这一幕对于程宇航而言简直是暴击。张文轩此时有些不敢相信孙雅居然主动吻他，但很快便明白孙雅是为了故意所为，目的就是为了断了程宇航的想法。好啊，孙雅你这个坏女人，居然又拿我当工具人。想到这里，张文轩毫不犹豫伸出手，直接将孙雅抱在怀里。刚刚亲吻结束，准备离开的孙雅还没反应过来，张文轩便已经直接吻上来。孙雅瞬间睁开了眼睛，面颊上浮现出了红晕。有程宇航在这里，她不敢在这个时候挣扎。张文轩毫不客气，肆意将孙雅抱在怀中，品尝着怀中美人的味道。孙雅嘴唇那柔软的触感让张文轩爱不释嘴。足足过了好一会儿，孙雅连续拍打了张文轩好几下，后者这才将他松开。孙雅浑身无力地挣脱张文轩的怀抱，一张精致绝美的面颊此刻布满了红晕。她有些恼怒地瞪了他一眼，有些生气张文轩居然借机这么肆意占她便宜。张文轩满脸笑容，神态理直气壮，他伸手搂住孙雅的纤细柳腰，直接将其抱在怀中。程宇航，现在你还有什么要怀疑吗？我警告你，小雅是我的女朋友，以后你要是再敢打她的主意，别怪我对你不客气。张文轩讥讽道。此时此刻，程宇航的脸色已经阴沉到了极致，他看向两人的神情上布满了愤怒，双手更是握紧，因为太过于大力，以至于指甲都深深地刺入手掌当中。好好好，连续说了3个好字，足以可见程宇航心中的怒火已经达到了什么样的程度。孙雅，既然你做出这样的选择，那就别怪我不帮你了。你选择了张文轩，但他不过只是一个玉石鉴定师罢了，了不起有个1800万，他那点钱根本不够帮你还债，我倒要看看你怎么度过眼前的难关。我们走着瞧。丢下这句话，程宇航神情阴沉地转身离开。程宇航上车后一脚踩下油门，伴随着一阵犹如野兽一般的引擎轰鸣声，跑车如同离弦之箭一般很快离开。临走的时候，程宇航用包含杀意的眼神看了张文轩一眼，那目光里的愤怒好像是火焰一般燃烧。他的身形很快消失在了两人的视线里。还不快将我放开！孙雅红着脸拍打着张文轩，她面颊满是红晕，不知道是因为生气还是因为害羞。嘿嘿，看着孙雅露出这般害羞的姿态，张文轩忍不住有些怀念刚才接吻的美妙小雅，我想再亲一下。张文轩厚着脸皮道。孙雅直翻白眼，她没好气道，你还真以为我是你女朋友吗？刚才只是迫不得已而已。张文轩摊了摊手，小雅，你做事也太不讲究了吧，刚才你又拿我当工具人了，这已经是第2次了。这话让孙雅哑口无言，她面露歉意，抱歉，刚才情况紧急。张文轩露出笑容，抱歉就不用了，反正我也没吃亏。孙雅心中的歉意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心中恼怒张文轩的厚脸皮。我还有事，我要先回去了。孙雅如是道，说完后便要转身离开。等等，张文轩叫住了他，那3个亿的事情你打算如何解决？孙雅顿时沉默。我准备将公司以及名下的房产车子全部买了，大概能够凑到2亿3千万左右。那还差的7000万呢？张文轩询问。孙雅犹豫了一下，找人借一些吧，这些年我也认识了一些朋友，借个几千万还是没什么问题的。未必吧，你富裕的时候自然朋友各处，但等你落魄了，那些朋友还愿意借你几千万？张文轩摇着头道。人性的冰冷他再清楚不过了，
孙雅想要借到7000万，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事情。孙雅沉默了下来，两人间的气氛顿时有些沉默。我手中有4000万，等会儿打你卡上，剩下的3000万我帮你想办法。张文轩道。孙雅微微一愣，她心中有些感动，同时也相当吃惊。你手中居然有这么多钱？以我的能力，想到弄到几千万并不困难。张文轩脸上笑容自信。孙雅这才想起来张文轩那近乎开挂一般的见识能力。你确定借给我吗？这可是好几千万，我未来恐怕都无法东山再起了。你这笔钱很可能打水漂。孙雅提醒道。张文轩轻笑着，他上前再再度抱住了孙雅，一双手十分不客气在她的柳腰上抚摸着。没关系，你要是还不上的话，肉偿就可以了。孙雅直翻白眼，轻轻捶了张文轩一拳。想都别想，我先回去了。孙雅没好气回复道，他随即转身离开。张文轩叫住了他，问了银行卡号，随后两人各自回家。回到家中后，张文轩将银行卡内的4000万给孙雅转过去。叮，没多久，孙雅便回了信息过来。谢谢你的帮忙，这份恩情我会永远记在心里面，未来我会想尽办法还你钱的。这个信息让张文轩微微一笑，虽然一下子回到解放前，不过这笔钱花出去肯定能够刷到孙雅不少的好感度，还是挺值的。张文轩笑着，他现在全部身家也就4000多万，这一下子等于是将这段时间赚的钱都给了出去。不过张文轩心里没有人的后悔或者肉疼，我有着天眼能力，赚钱对我来说实在是太简单了，能花钱就可以抱得美人归，那为什么不做呢？张文轩舔了舔嘴唇，心中不由得想起了刚才与孙雅接吻的美妙滋味。刚才他主动去抱孙雅，美人都不再挣扎抗拒，显然是心中对他的好感度已经到了一个程度。如今自己在危难的时候挺身而出，说不定一举就可以将孙雅拿下。孙雅那边还差3000万的缺口，不过为了保险起见，我最好还是赚到5000万比较好。他那边不可能等待太长的时间，我需要在短时间内赚到5000万。张文轩抿了抿嘴，以他的能力而言，想要在短时间内赚到5000万，只有玉石或者谷物这两条路，同时在上江肯定是不行的。上江的圈子太小，无论是顶级玉石还是价值非凡的古玩都很稀少。看来接下来要去黑岩市走一趟了。张文轩眯着眼睛，心中已经有了想法。他拿出手机，然后给吴晴打了一个电话出去。嘟嘟嘟，电话很快接通，吴晴柔和温暖的声音传出来：张先生，吴小姐，明天我想来黑岩市一趟办点事情，不知道你能不能来接我一下？张文轩笑着。那头的吴晴毫不犹豫点头：没问题。张先生上次帮了我那么大的忙，现在你来黑岩市办事，我负责接待也是理所应当的。吴晴如此豪爽的答应，让张文轩不由得点头。上次自己没白给吴晴帮忙。双方约定下来后，张文轩随后便挂断了电话。一夜无话。次日，张文轩一大早便已经起床，然后买了一张前往黑岩市的车票，直接坐车前往黑岩市。数个小时后，背着一个旅行背包的张文轩从黑岩市东站走出来。他刚刚走出车站，便已经看到了一辆跑车停在路边，许多人从附近走过，一个个都忍不住放慢脚步，频频侧目。不仅仅是跑车，而是因为在跑车的身边还站着一个丰盈成熟的性感美人。美人赫然就是吴晴，她今天穿着一件白色的长裙，性感成熟的身躯长裙根本遮挡不住，成熟女人的魅力在吴晴的身上展现得淋漓尽致，她就如同一颗熟透的水蜜桃一般，让人忍不住想要狠狠地咬上一口。跑车加上美人，如此这般的配置自然是引人注目，所有附近路过的行人都忍不住放慢了脚步，女人们心中嫉妒，男人们则是神情贪婪，恨不得眼珠子都粘在吴晴的身上。吴晴看到张文轩后立刻挥手，绝美的面颊上随即露出笑容。她的举动引得许多人都纷纷看过来，一个个男人们的目光都落在了张文轩的身上。在众多男人们羡慕嫉妒的目光之下，背着黑色旅行背包的张文轩径直走到了吴晴的面前。张先生上车吧，我已经在黑岩饭店订好了位置，我们先过去吃饭。吴晴态度热情，谢谢。张文轩也不客气什么，两人直接上车，伴随着引擎的轰鸣声，跑车很快消失在了众人的面前。操，现在富婆找小白脸都这么不挑了吗？那个男人看上去也不英俊帅气啊，我觉得我上我也行。路边的男人们看着张文轩离去的背影，眼神里面的嫉妒浓郁到了极致。半个小时后，跑车来到了黑岩饭店，两人从车上走下来，随后在侍者的带领之下进入包厢。服务员很快拿着菜单走进来，今天是我请客，那就由张先生你来点菜吧。黑岩饭店有着几份特色菜，这里的厨师手艺相当不错，张先生有兴趣一定要尝尝看。吴晴推荐道。张文轩哑然失笑，他对吃没什么太多的渴望，但既然是吴晴的推荐，他自然不会反驳什么。一口气点了5菜1汤，很快服务员便端着菜肴上来。
一份份菜肴色香味俱全，仅仅只是闻着味道就让人胃口大开。张文轩品尝了一口，眼睛顿时亮起，不愧是5星级饭店的大厨，手艺果然出众。吴情轻笑，他好奇地询问道：张先生，这次来到黑岩市是为了什么事情？说不定我能帮上一些忙。张文轩咂了咂嘴，他本来就想要让吴情帮忙，现在吴情主动开口，那他自然不会客气什么。说到底，吴情还欠着自己2个人情，他现在让吴情帮忙也是理所应当的事情。我这次来黑岩市，目的是为了玩一玩原石。我最近比较缺钱，所以想要在赌石行业玩一玩，赚点钱。张文轩没有隐瞒什么。赌石？吴情稍微愣一下，他原本以为张文轩应该是说古玩行业，没想到居然是赌石。等等，张先生，你不是古玩界的吗？怎么跨界到赌石了？虽说古玩与赌石都需要眼力，但这是2个完全不同的行业。赌石素来有一刀生一刀死的说法，每年有不少人将大量的资金投入到赌石上，结果直接血本无归。吴情忍不住提醒道，他道：如果张先生缺钱的话，我可以帮忙，但没必要在赌石上冒风险。张文轩轻笑着，谢谢吴小姐的好意，不过我对自己的眼力还是有着几分自信的。实际上上江也有赌石，只不过那里的原石石料我基本上都已经看过了，已经找不到什么好的石料。黑岩市作为咱们江南的首府城市，想来赌石行业必然更加发达，所以我这才来到黑岩市玩一玩。听着张文轩这么说，吴情的脸上不由得浮现出惊讶。张文轩在古玩界的眼力他是见识过的，之前对方已经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证明了能力，对此吴情不得不服。上次张文轩走后，他的爷爷吴山接连好几天都在夸赞张文轩的惊人眼力，没想到现在张文轩居然说自己在赌石行业上也有着惊人的能力。吴情稍微犹豫了一下，随后他道好，既然张先生你都这么说了，那吃完饭我们就去玉石街逛一逛吧。黑岩市的赌石行业的确也相当发达，肯定能够满足你的需求。张文轩点点头，他也是这么想的。他这次来到黑岩市的目的就是为了赚5000万，只要能够开出出色的极品玉石，那5000万很快就可以赚到。美美的享受了一顿午餐后，张文轩与吴情2人随后便出发前往玉石街。2人开车前往，没一会儿的时间，一条热闹非凡的街道便已经出现在张文轩的视线里面。2人从车上走下来，然后一起进入玉石街。黑岩市的玉石行业果然更加发达，这一点从眼前的玉石街就能够看得出来。眼前与其说是一条街道，倒不如说是街区，整个街区都是各种各样的玉石店铺。除了正规的玉石与原石石料店铺之外，街道2旁还有着大量的小型摊位，上面同样摆满了各种各样琳琅满目的玉石制品。街道十分繁华热闹，放眼望去，到处都是人头攒动的场景。这样热闹的景象，比起之前的古物集市都差不了多少。街道上到处都是人挤人的场景，看着如此拥挤的街道，吴情面色稍微变了一下。这么多人如果挤进去，到时候恐怕免不了要被人占便宜。吴情深知自己的身体对男人的诱惑有多大，他咬了咬牙，都已经到这里了，自己作为东道主，怎么也应该带着张文轩进入玉石街逛一逛才对。想到这里，吴情直接在前面带路。我们进去吧。吴情道。很快，吴情就后悔了。玉石街上人实在太多，没一会儿的时间，他就被挤到了张文轩的身上。面对这样的情况，吴情心中万分无奈。街道上的行人十分拥挤，她今天又穿着裙子，在这种拥挤的情况下，咸猪手的情况很容易出现。为了避免被人占便宜，吴情只好多靠近张文轩一些。感受着身边美人那柔软的身体，张文轩心中暗爽。他看着吴情有些狼狈的处境，随后便伸出手去抱住了吴情的肩膀。吴小姐，往我这边多靠近一些吧。张文轩道。吴情只能无奈点头。2人很快走进了一家原石石料店，这家店内的规模不小，放眼望去，店内摆放着大量大小不一的原石石料，不少人都在店内挑选着自己看中的石料。解释机器那边同样也是忙碌无比，是不是便传来几道惊呼声。张文轩的注意力很快被店内的原石石料所吸引，他可没忘记自己今天过来这里的目的。天眼悄然打开，张文轩开启了透视能力，顿时眼前这些原石石料内部的情况便毫无遮挡地展现在了张文轩的面前。他用天眼的透视能力，一个又一个的将眼前这些原石石料全部看了一遍。然而这些原石石料的内部大部分都只是混重玉石而已，连几个好玉石都没有，更别说自己想要的极品玉石。眼见这样的情况，张文轩并不着急。他很清楚极品玉石可遇而不可求，哪怕是在黑岩市这样的大城市里面，想要找到极品玉石也并非是那么容易的事情。他很快将整个原石石料店全部都搜找了一遍，极品玉石虽然没有找到，但他还是看到了几个原石石料内部存在着灵气。张文轩毫不犹豫走过去，他装作查看原石石料的样子，将手放在石料上。这样的动作在其他人看在再正常不过，
但实际上张文轩悄然将玉石内部所蕴含的灵气吸收掉。看着泥丸宫内的灵气团又大了一点点，张文轩不由得满意点头。这家石料店内虽然没有找到自己想要的极品玉石，但至少吸收到了一些精纯灵气，也不算亏。灵气这样的东西多多益善，他现在有许多地方都需要使用灵气，灵气哪怕再多，他也不会有任何的嫌弃。张先生，这些石料都没有你看中的吗？看着张文轩在这些石料上东拍拍西拍拍，但却并没有看中的意思，吴情不由得有些疑惑。这些石料都不行，至少不满足我的需求，我们去下一家看看吧。张文轩如是道。闻言，吴情略微有些惊讶，不过他不懂赌石，因此也没有多问什么。两人来到了下一家石料店，张文轩依旧是如法炮制，一一用天眼的透视能力将这些石料都看一遍。将这家石料店也找了一圈之后，终于有一块石料引起了张文轩的注意。只见角落里面一块大约篮球大小的石料静静地躺在这里。在普通人看来，这块石料完全是平平无奇。张文轩看到好几个人都从这块石料旁边走过，但在天眼的透视能力之下，这块石料的内部却有着一块极品玻璃重玉石。好东西！张文轩的眼睛亮起，这块极品玻璃重玉石足足有成年人拳头大小，少说也价值100万左右。店员，这块石料我要了。张文轩马上喊来了店员，他手指指着这块石料。一旁的中年男人闻言转过头来，看到张文轩居然选了一块平平无奇的石料，他不由得笑了起来。小兄弟，这种石料大概率就是废石，看你的样子恐怕不懂赌石吧，否则的话怎么会买这种废石呢？中年男人笑着。闻言，张文轩的脸上露出笑容。没什么，我只是随便玩玩而已。张文轩道。店员很快走过来，先生，这块石料的价格是3万。张文轩直接刷卡将石料买下来后，他便准备带着石料离开。咦，张先生，你不在这里解石吗？吴情对于他这种直接将石料带走的行为有些不解。不，这些石料我准备带回去自己解石。对了，吴小姐能帮我安排一个仓库吗？张文轩看向吴情。吴情点点头，他虽然有些好奇张文轩的做法，但并没有多询问什么。吴情打了一个电话出去，很快便帮张文轩安排了一个小型的仓库，同时还安排了人手过来搬运原石石料。没一会儿的时间，搬运工便过来。张文轩将石料郑重地交给那人。小心一些，这石料很贵重，别摔坏了。搬运工一脸不解，心中忍不住吐槽，一块破石头而已，能有多贵重？有钱人的爱好真是让人搞不懂。张文轩没有多做解释，将石料交给搬运工后，他继续寻找下一块合适的原石石料。一个下午的时间很快就已经过去，张文轩几乎都待在玉石街内，他逛了10多家原石石料店，将里面的石料全部都透视了一遍。一番寻找下来，张文轩总共找到了4颗拥有极品玉石的石料，23颗拥有上品玉石的石料。除此之外，他还吸收了大量的灵气，泥丸宫内的灵气团再度恢复到脸盘大小。频繁的使用天眼着实消耗了张文轩大量的精力，以至于他面色都有些苍白，脸上更是写满了疲倦。张先生，你看上去很累啊，不如今天就到此为止吧，等到明天我们再过来，身体要紧。看着张文轩满脸疲惫的样子，吴情忍不住开口。张文轩点了点头，他也感觉自己快要到极限了。好，那我们回去吧。两人从玉石街内走出，吴情开车将张文轩送去了酒店内。吴情已经为张文轩订好了酒店的房间，赫然是一家5星级酒店的最高级套房。他将张文轩送到酒店房间后，这才离开。等到吴情走后，张文轩便再也忍不住，直接扑倒在床上后，很快就沉沉的睡过去。这一睡就是1个晚上。次日清晨的阳光从窗外照射进来，透过窗户在地板上映照出星光点点的光芒。张文轩迷迷糊糊的起床来，他伸了一个懒腰，从床上爬起来。000，他刚刚醒过来，电话铃声便已经响起，拿起来一看，赫然是吴情。张先生，你已经醒了吗？我给你安排了一位专业的卸石师傅，等会儿可以帮你将昨天那批石料解开。吴情话语元气满满。好家伙！张文轩脸上露出笑容，他倒是没想到吴情做事这么靠谱。不过稍微思索一下后，张文轩拒绝了。自己昨天那批石料都是精挑细选的，让外人来解石，未免有些过于让人震惊。毕竟100%的中奖率太过于可怕了，很容易让人怀疑什么，因此知道这件事情的人越少越好。卸石师傅就不用了，等会儿我会自己亲自解石。吴小姐，你有兴趣的话可以来旁观。张文轩微笑着。好，那我过来接你。那边的吴情点头。两人挂断了电话，张文轩很快走进浴室。没一会儿的时间，哗啦啦的流水声从里面传出来。半个小时后，吴情开车来到了酒店门外。张文轩打开车门上车，他的目光落在吴情的身上，顿时眼睛微微一亮。今天吴情换了一身打扮，
昨天的长裙换成了短裙与黑丝，这身打扮让她更显成熟，同时多了几分性感。特别是那一双黑丝大长腿，更是直接吸引了他的目光，让其有些挪不开眼睛。上车吧。吴晴微笑着，张文轩直接上车。吴晴一脚油门踩下去，跑车很快飞驰而出，一路来到仓库，两人从车上下来。仓库打开后，张文轩昨天买下的原石石料全部都静静地摆放在这里。张先生，你真的不需要谢石师傅吗？这么多石料你一个人解，恐怕要花不少的力气。吴晴有些不解。张文轩微微笑着，没关系，花不了多长时间的。不知道吴小姐，你对高品质的玉石有没有兴趣？吴晴点头。如果是高品质的玉石，那我当然有兴趣。我吴家的生意当中也有一部分涉及到玉石。高品质的玉石可以加工成各种玉石首饰，这些很是畅销。说到这里，吴晴马上猜出了张文轩的意思，他笑着道：如果张先生从这些石料当中开出了高品质玉石，那无论数量有多少，我都可以全部买下来。好，有吴小姐你这句话在，看来我可以少费一些功夫了。张文轩笑着，吴晴如果愿意将玉石买下来，那他自然是乐意的。自己省了功夫，吴晴也可以用这些高品质玉石加工后出售，从而赚取利润，这完全是双赢的事情。张文轩走上前，很快开始进行解石。吴晴早已经准备好了专门用以进行解石的机器。张文轩拿起石料，他打开天眼，用透视能力仔细地看了一眼石料内部的玉石分布，然后画下线条，滋滋滋。很快，砂轮开始切割石料，并慢慢将石料切开。吴晴站在一旁，对于张文轩的赌石能力他有些好奇，不知道这30多块原石石料里面到底能够开出多少块高品质玉石。很快，第一块原石石料就被直接切开。有着天眼的透视能力，张文轩可以精准地把握石料内部的玉石情况，他不需要担心会切错位置，完全可以放心大胆地下刀。当石料被切开后，里面的玉石顿时露出了他的庐山真面目。上品翡翠重。吴晴凑了过来，很快便看清楚了石料内部的玉石，他惊讶不已，顿时脱口而出：碧绿色的玉石晶莹剔透，在灯光的照耀之下闪烁着阵阵银绿色的光芒。还不错。张文轩3下5除2将这块石料全部解开，一块大约成年人拳头大小的玉石出现在了他的手中。吴晴惊讶不已，没想到张先生的鉴识能力居然也这么强，第一块石料就开出了上品翡翠重玉石。他原本对于张文轩的鉴识能力不抱什么希望，毕竟张文轩在古玩鉴定上能力已经相当强大。张文轩如此年轻就拥有出色的古玩鉴定能力，其精力必然全部消耗在了古玩鉴定上，而鉴识又是完全不同的行业，自然难以兼顾。没想到现在第一块石料解释出来，居然就是上品翡翠种，运气吗？吴晴心中不由得如是想到。张文轩很快拿起了第二块石料，滋滋滋的砂轮切割声音再度响起，第二块石料没一会儿时间被解开，里面玉石的真容也随之出现。极品玻璃种，一块晶莹剔透的半透明白色玉石呈现出来。吴晴大吃一惊，口中忍不住倒吸一口凉气，他满脸惊愕，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张先生，你的运气未免也太好了罢了。吴晴惊讶不已。运气？张文轩笑而不语，这只是开始而已。他神秘兮兮地说了这句话。第3块石料很快开始，然后是第4块、第5块、第6块，一块又一块石料在张文轩的手中被解释出来，里面的玉石全部呈现：翡翠种、玻璃重、冰重、玻璃重、极品冰重、极品帝王种、极品翡翠种。一块块玉石全部呈现。1上午的时间过去，张文轩将30多块原石石料全部解释出来。原本的原石石料已经消失不见，取而代之摆放在桌子上的则是一块块各色不一的玉石。仓库内，此时此刻吴晴脸上的表情已经麻木了，他满脸愕然，脸上的表情万分精彩，震惊、惊愕、不敢置信。这怎么可能？30多块原石石料不仅全部都开出了玉石，而且最差都是上品玉石，甚至连极品玉石都有整整4块之多。张先生，这未免有些太离谱了吧？吴晴震惊无比，因为内心太过于惊愕，以至于他的神情都有些失态。张文轩面带笑容，他理解吴晴这么震惊，要是换了自己是吴晴，也会这么吃惊。他道：吴小姐，接下来你找人来鉴定一下这些玉石吧。刚才你说要将我开出的玉石全部买下来，这句话应该还算数吧？半个小时后，吴晴的手下的玉石鉴定师过来了。吴小姐，鉴定师刚刚走进仓库，立刻就被桌子上一大堆的玉石所吸引。他仔细一看，顿时口中倒吸一口凉气。怎么这么多高品质玉石？玻璃种、冰种、帝王种、翡翠种，居然全部都齐了。鉴定师满脸惊愕。吴晴走上前来：陈师傅，麻烦你鉴定一下这些玉石吧，然后给出一个收购的价格。陈师傅表情惊愕的点头：
他一块一块开始给这些玉石做鉴定。很快鉴定结果就出来了，陈师傅将鉴定报告交给吴晴。吴小姐，这些玉石全部都是高品质玉石，其中有4块还是极品玉石。我估算了一下价格，这些玉石全部拿下的话，应该价值2000万左右。陈师傅道。吴晴点头，他看向张文轩。张先生，这些玉石我愿意出价2000万购买。没问题，转账吧。张文轩点头。2000万不是小数字，他没有任何的意见。陈师傅闻言用惊讶的目光看着张文轩，眼神里面有着羡慕。2000万啊，这已经是普通人一辈子也无法得到的金钱了。吴晴马上给张文轩转账，没一会儿的时间，2000万就已经到账。吴晴看向张文轩的目光里有着浓浓的异彩，没想到张先生的鉴识能力居然这么强，今天真是让我大开眼界。他看向张文轩的目光好像是在看一个怪物一样，虽然他对赌石不太了解，但也知道张文轩的能力到底有多逆天。30多颗原石石料，不仅没有一块是废石，而且开出了高品质玉石，这实在是有些太离谱了一些。张先生，你该不会是有透视能力吧？吴晴忍不住询问。张文轩大笑起来。是啊，我就是有透视能力，我能够看见这些石料内部到底是什么样。这话让吴晴抿嘴笑了起来，他显然不相信，殊不知这恰好就是事实。解释完了之后，张文轩休息了一会儿，然后又去了玉石街。仅仅只是2000万可不够，他的目标是赚到5000万。时间很快过去了2天，这2天时间里，张文轩带着吴晴硬生生将整个玉石街上的原石店全部逛了一遍，所有能够开出高品质玉石的石料都被张文轩挑走，足足有上百块原石。所有开出来的高品质玉石，张文轩都将其卖给了吴晴。吴晴也是来者不拒，只要是高品质玉石，他都给出了一个丰厚的价格收购。终于在第3天的时候，张文轩达成了5000万的目标。完成目标之后，张文轩便直接与吴晴暂时告别。当天下午，他便乘坐汽车回去上江市。从汽车车站里出来，张文轩便立刻给孙雅打了一个电话过去。很快，孙雅便开车过来接他。两人见面后，张文轩不由得吓了一跳。3天时间不见，孙雅整个人直接消瘦了一圈。原本的孙雅自信美丽，就如同是一只骄傲的白天鹅一般，但现在短短3天过去，她整个人精气神骤降，就连脸上都出现了一层厚厚的黑眼圈。张文轩坐上车，他有些心疼地看着气色大变的孙雅。我才3天不见你，你怎么变化这么大？张文轩有些心疼。孙雅脸上勉强露出笑容。没什么，只是这3天要忙的事情有些多，所以没有休息好。你公司和房产都卖了吗？还差多少钱？张文轩微微皱眉。孙雅叹了一口气，全部都已经卖了，现在还差2000万。张文轩微微一笑，然后拿出了一张银行卡。这张卡里面有5000万，你先拿去用吧。张文轩笑着。什么？孙雅闻言不由得大吃一惊，有些怀疑自己的耳朵是不是出现了问题。短短3天时间，你哪弄来的5000万？孙雅满脸惊愕。张文轩笑容依旧。我自然有我的办法，放心吧，这些都是合法合规的钱。5000万足够你还债了，剩下的钱你就用来东山再起吧，就当是我提前投资入股了。孙雅一下子就愣住了，她轻咬着嘴唇，不由得道：这么大一笔钱，你就这么直接给我，真不怕我拿着钱就跑路了吗？张文轩无所谓的笑了笑，只是几千万而已，以我的能力，想要再赚这些钱并不难。孙雅微微一怔，哪怕是她都不敢说出这种话来。眼前的张文轩怎么会这么自信？谢谢。孙雅轻咬着嘴唇，她语气有些复杂。拿着存着5000万的银行卡，孙雅整个人好像是一下子就放松下来。小雅，我这次可是一下子拯救了你，都说英雄救美，你难道没有点表示什么吗？张文轩笑着看向他。孙雅没好气的翻了翻白眼。你占我便宜，难道还不够吗？他有些无奈。正当郑文轩以为占不到便宜的时候，孙雅忽然从驾驶位上凑过来，然后主动吻在了张文轩的嘴唇上。张文轩大喜过望，毫不犹豫伸出手将孙雅抱在怀里。他双手怀抱着孙雅，直接将其从驾驶位上抱过来，放在自己腿上。两人亲吻在一起，张文轩毫不客气地品尝这怀中美人的味道，一双手甚至已经不老实地在孙雅的身上游走起来。感受着张文轩那双作怪的大手，孙雅顿时挣扎起来。奈何张文轩将她抱得死死的，任凭孙雅怎么挣扎都没有作用。渐渐的，孙雅的身体慢慢地软化了下来，最终整个人彻底依偎在了张文轩的怀中。张文轩低头吻着孙雅，他肆意品尝着美人的味道，贪婪无度的索吻一度让孙雅有些喘不过气来。孙雅面颊上早已经布满了红晕，她此时脑子都一片迷糊，只能闭上眼睛任由张文轩对着她上下其手。
张文轩一只手抱着孙雅的柳腰，另一只手已经攀上了她傲人的山峰。那饱满浑圆的山峰尽在掌握，近乎完美的手感让张文轩爱不释手。两人就这么在车内热吻起来，这一吻便是足足10几分钟，直到外面有人来敲响窗户。喂，你们两个小情侣在干什么？要亲热，将车开去别的地方，别在这里占着位置。车外的人砰砰砰敲着窗户，口中没好气道。啊！那人的呵斥声将孙雅惊醒过来，张文轩也放开了他。两人神情都有些尴尬，刚才热吻上头，差点忘了他们还在车站门口。抱歉抱歉，我们这就走。张文轩连忙道歉。孙雅红着脸迅速回到驾驶位上，她发动引擎迅速开车，很快便离开了车站。孙雅一路开车来到张文轩家小区楼下，她此刻面颊还有些微红。都怪你，刚才害得我被骂了。孙雅没好气地轻捶一下张文轩。嘿嘿，张文轩露出厚脸皮的笑容，他再度伸手过去将孙雅抱起来。别，今天时间已经不早了，你坐了一天的车恐怕也累了，快点回去好好休息吧。孙雅红着脸挣扎起来，一张绝美的俏脸上迅速布满了红晕。张文轩怎么可能答应？刚刚才品尝到美人那让人销魂的味道，此刻正是沉迷的时候，要他现在老老实实的回去睡觉，这怎么可能？张文轩强行将孙雅抱了过来，然后低头便再度吻在孙雅的诱人红唇上。别！孙雅的话还没有说完，红唇就已经被张文轩堵住。他轻轻挣扎了几下，发现没有效果，只好放弃反抗，任由张文轩品尝他的味道。两人亲吻了好一会儿，直到孙雅快喘不过气来，张文轩这才恋恋不舍地将她放开。你要憋死我啊！孙雅有些羞怒，伸出手在张文轩的腰间掐了一下，他没好气道：这我哪舍得？我们现在算是男女朋友关系了吧？张文轩笑着道。孙雅翻了翻白眼：你摸都摸了，亲也亲了，难道还想不负责不成？嘿嘿。张文轩露出兴奋的神情。孙雅如此绝美的美人，如今成为了他的女朋友，这样的事情要是换了以前的他，那是连做梦都不敢想的程度。如今经过自己一番努力，终于是成功抱得美人归。果然，英雄救美就是俘获美人芳心最好的办法，怪不得古往今来那么多人都喜欢英雄救美。张文轩将孙雅抱在怀里，一双手不老实的在她身上轻轻抚摸着，两人又温存了一会，孙雅这才告别离开。目送着孙雅离去的背影，直到其完全消失之后，张文轩这才收回了目光。没想到我张文轩有朝一日也能拥有一个如此绝色的美人。刘雪啊刘雪，我真的应该好好的谢谢你。张文轩语气有着几分感慨，自己人生的转折就是从刘雪背叛他的时候开始。自从觉醒天眼之后，自己的人生直到现在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他转身回去了家里，简单洗了一个澡后，张文轩盘腿坐在床上，每天日常修行纯阳功。这3天，他鉴定了大量的原石石料，从那些高品质的玉石内部，张文轩得到了大量的灵气。此刻在他的修行之下，灵气被慢慢转化成为真气。一夜无话，第二天一大早的功夫，孙雅便已经打电话过来：文轩，今天我要出席世监会的会议，你能过来陪我吗？孙雅：好，你过来接我吧。张文轩挂断电话后，张文轩很快洗漱下楼，他随便在楼下的包子铺吃了一顿早餐。这边早饭刚刚吃完，孙雅便已经开车过来，他摇下车窗，朝着张文轩挥了挥手。张文轩立刻走过去，坐在副驾驶位上。今天就是人造玉石那边的判决结果吗？没错，世监会那边通知我今天过去，确定人造玉石案件的最终结果。孙雅脸色有些不太好看。经过一个晚上的休息，孙雅此时的脸色明显已经好了许多。只不过看着孙雅那明显还是有些憔悴的神情，张文轩不由得有些心疼。有我在呢，我们直接过去吧。张文轩安抚着孙雅的情绪。孙雅微微轻笑着，她露出安心的笑容，两人开车前往世监会。他们刚刚来到世监会的门口，刚好便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也在这里。程宇航，你怎么也在这里？我人造玉石的案件应该跟你没有任何关系吧？孙雅微微皱眉，她看向程宇航的目光里面有着明显的厌恶与冰冷。程宇航面带微笑，他仔细一看，随后神情瞬间冰冷。张文轩此刻也在孙雅的身边，两人甚至环手牵着手。这一幕给了程宇航沉重暴击，他脸色相当难看。小雅，我今天只是过来看热闹而已，不知道你3个亿准备好了没有？据我所知，你这3天一直在卖车卖房，甚至连公司都卖了，但你想要凑齐3个亿，恐怕还有些困难吧？程宇航露出阴冷的笑容。孙雅冷冷地看着他，这件事情与你无关。程宇航大笑出声来，他双手抱胸。小雅，今天就是人造玉石案件正式审判的日子，你的3亿赔偿等会儿要是拿不出来，到时候你要面临的就不是民事责任那么简单，你可是要进去坐牢的。你还这么年轻，
如果去监狱里面蹲几年出来，到时候再想要东山再起，就基本没可能了。程宇航话语阴阳怪气，任谁都看得出来他到底是什么意思。孙雅已经没兴趣再跟程宇航废话，他直接与张文轩一起走进世监会内，望着两人离去的背影，程宇航脸上满是冷笑。就让你们再嚣张一会儿吧，等后面在会场上你拿不出3亿来，到时候我看你怎么办。程宇航得意洋洋，仿佛已经是看到了孙雅绝望无助的样子。这边张文轩与孙雅两人进入会场，此时世监会的人也已经到会场上。文轩，你在这里等待吧，我过去了。孙雅起身来。好，小心些。张文轩点头。孙雅轻点下巴，她随后便直接走上前，直接走到了席位上。孙小姐，请坐吧，会议很快就要开始了。世监会工作人员道。孙雅点点头。没一会儿的时间，程宇航也来到了会议上，他径直地走过来，直接坐在了张文轩的身边。看着身边的程宇航，张文轩不由得微微皱眉。你过来做什么？这里这么多位置，偏偏坐在这里。张文轩没有给任何的好脸色。虽然他手中没有证据证明人造玉石的幕后黑手是程宇航，但这种事情只需要怀疑就够了。毕竟他不是法官，只要怀疑是程宇航所做，那就足够讨厌这个家伙了。程宇航面对张文轩恶劣的态度，他脸上的表情不慌不忙。我只是过来坐坐而已，你又何必恶语相向呢？等会儿人造玉石案件的会议就要开始了，依我看小雅恐怕是拿不出3亿来。你作为小雅的男朋友，却无法在这个时候为小雅提供帮助与保护，实在是有些不称职啊。程宇航说话阴阳怪气，看向张文轩的目光里有着讥讽呵呵。这话让张文轩差点笑出声来。这个白痴还不知道自己已经弄到了足够的钱，我怎么做事还不需要你来教我？可以请你滚开吗？张文轩毫不客气。程宇航哈哈笑着。张文轩，你难道就真的这么忍心看着小雅进监狱吗？小雅今天要是拿不出3亿来，那她的牢狱之灾是免不了的。张文轩微微眯着眼睛。你到底想说什么？我的意思很简单，你将小雅交给我，我拿出钱来帮助小雅，小雅有我的帮助才能顺利度过眼前的难关，除此之外我还可以给你1000万。程宇航道。听到这句话，张文轩差点笑出声来。他就知道程宇航还在打这个主意，这家伙实在是恶心，要不是自己有着足够的能力，小雅还真的会因为这件事情而进监狱。程宇航的手段不可谓不毒辣。想到这里，张文轩看向程宇航的目光里涌现出寒光。不用了，我没兴趣跟你做什么交易，今天小雅也不会进监狱，你好好看着吧。张文轩懒得多说什么废话，他直接起身离开，去坐到了别的位置上。程宇航闻言微微愣了一下，难道他们两个已经凑齐了3亿？这不可能。程宇航吃了一惊，很快就否定了自己的猜测。他早就将孙雅所拥有的资产调查清楚，他今天是绝对不可能拿出3亿来的。张文轩虽然有些能力，但也不足以拿出足够的金钱来帮助孙雅。哼，还想跟我强装镇定？那我倒要看看等会儿结果出来的时候，你们会是怎样的表情。程宇航冷笑着，他看向张文轩的目光里有着讥讽的神情，仿佛已经看到了孙雅与张文轩两人满脸绝望的样子。很快10点就到了，今天的会议正式开始。首位上，世监会的审判员走出来，他拿出了相应的文件。我宣布，本次裁决会议正式开始。6天前，被裁决人孙雅所在的公司被人举报，其公司旗下的8家玉石首饰店在以次充好，用人造玉石代替天然玉石进行商业欺诈。根据世监会调查，本次审判员将事情的经过完整的讲述了一遍。巨大的会议室内，所有人都安静的听着。程宇航脸上笑容更加浓郁，眼神里面已经浮现出期待的神情。经过世监会审判组的一致裁决，被告许孙雅商业欺骗，以次充好，需缴纳罚款，赔偿共计结合3亿元整。孙雅，你有什么疑问吗？审判员。孙雅坐在椅子上，她脸上的神情没有任何的变化。我没有任何疑问，同时愿意缴纳相应的3亿元的赔偿与罚款。孙雅道。审判员点头。好。现被告孙雅于现场缴纳罚款与赔偿，如果无法缴纳3亿元，那我们将上报法院，你将面临刑事处罚。孙雅点头。我没有意见。很快世监会的工作人员便拿着电脑过来，孙雅登录了银行，然后输入账号与密码。陪审席位上，程宇航面带笑容地看着这一幕。孙雅，3亿你肯定是拿不出来的，你没有那么多钱，必然要面临更加严厉的处罚。我已经给过你机会，你却选择了张文轩，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程宇航冷笑着，他已经双手抱胸，准备看一出好戏。所有人都在耐心等待着，银行大额转账需要花费一些时间。随着时间的流逝，程宇航脸上的笑容也是更加的浓郁。然而就在这个时候，世监会工作人员看了一眼电脑，他随后起身来。审判员，
被告人孙雅的3亿元罚款已经成功缴纳了。好，既然罚款与赔偿已经缴纳，那我宣布此次案件结束。审判员道。一场案件会议就这么结束了。陪审席位上，原本准备看好戏的程宇航愣了一下，他猛然一惊，这个时候才反应过来。等等，我有问题。孙雅的3亿罚款真的已经缴纳了吗？据我所知，他根本不可能拿出3亿来。程宇航大声道。肃静！陪审席位上的人不要大声吵闹。孙雅已经缴纳了3亿罚款，此次案件已经结束。审判员，轰！此话一出，对于程宇航而言不亚于晴天霹雳。他满脸震惊，瞬间目光看向孙雅与张文轩。不可能，这不应该啊！此时此刻，张文轩两人已经直接离开了会议室。程宇航见状连忙追上去，终于在市监会的门口将两人拦截下来。张文轩、孙雅，你们两个站住！程宇航大声呵斥。他快步走上前来，直接拦住了两人的去路。好狗不当道，滚开！张文轩丝毫不客气，对着程宇航便是呵斥。被张文轩骂了一顿，程宇航神情更加阴沉，他又惊又怒，双眼死死地盯着两人。你们怎么做到的？3亿的罚款，你们根本不可能缴纳上才对。你们到底用了什么办法？程宇航质问，他无法接受眼前所发生的事情。孙雅目光冰冷地看着他。程宇航，我怎么拿出3亿这件事，似乎跟你没有任何关系吧？你有什么资格质问我？我已经缴纳上了这笔钱，人造玉石这件事情已经彻底结束了。程宇航恼怒不已，之前他嘲讽有多狠，现在打脸就有多响。不可能，你们两个根本就不可能拿出3亿来，你们一定是用了什么见不得光的办法。程宇航神情阴沉到了极致，他目光好像是要吃人一般，一双眼睛死死地盯着眼前的张文轩与孙雅两人。他的算计落空了，他好不容易才设下陷阱，将孙雅坑害到现在这样的程度，原本按照他的计划，孙雅是绝对逃不过这个算计，最终除了乖乖成为他的女人之外，没有第二个选择。计划之所以出现这么大的变化，就是因为中途出现了张文轩这个变数，就是因为张文轩的出现，彻底让他的计划落空。为了实施这个计划，他花费了很大的力气，付出的代价和资金着实不少。如今计划落空，之前的投入就等于是全部打了水漂。一想到这里，程宇航的心都在滴血，强烈的怒火在他的心中涌动，宛若一座喷发的火山。他双眼恶狠狠地看着张文轩，如果目光可以杀人的话，他现在就恨不得将张文轩无千刀万剐。呵呵，张文轩此刻将程宇航的表情变化看在眼里，他脸上全是讥笑。程宇航，你说话做事未免有些太过于自信了吧？什么叫见不得光的办法？没有证据的话，你不过只是在胡说八道而已。更何况我们怎么做事，难道还需要向你交代不成？张文轩毫不客气地直接对回去。好好好，连续说了3个好字，足以可见程宇航心中的怒火已经到了什么样的程度。张文轩，你不要太过于得意，我们走着瞧。程宇航咬牙切齿，他丢下这句话狠话，随后转身离开。张文轩看着程宇航离去的背影，目光里面同样涌现出了寒意。程宇航这个家伙恐怕后面不会善罢甘休，有这么一个敌人时时刻刻窥视着我们，实在是太危险了。张文轩皱紧了眉头，他思索着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将程宇航除掉。常言道，只有1000日做贼，没有1000日防贼。如果一直让程宇航盯着自己，张文轩觉得自己睡觉都不会安稳，要不找个机会将程宇航暗杀了。这个想法从张文轩的脑海里面浮现出来，但很快就被他否决。他现在的实力还没有到能够悄无声息杀死一个人而不被发现的程度，一旦他杀人的事情暴露，到时候必然万劫不复。自己有着天眼这个逆天的能力，只要稳步成长下去，未来前途不可限量，根本没必要为了一个程宇航冒这么大的风险。文轩，我们先离开再说吧，这里不是谈话的地方。孙雅提醒道。好。张文轩点头，两人随后离开。孙雅开车来到了一栋屋子外面，两人从车上走下来。对于孙雅开车来到这里，张文轩有些疑惑。两人走进去后，张文轩发现屋子内十分空旷和杂乱，只有几个散落的箱子还在，其他的东西都是一地的垃圾。这里是什么地方？张文轩好奇地询问道。孙雅解释，这里是我公司以前存放玉石的仓库。他走上前，然后打开了仓库角落里面的几个箱子。张文轩走过去一看，这箱子里面所放置的东西都是品质不错的玉石。咦，等等，这玉石？张文轩伸手将玉石拿起来，他已经打开了天眼进行查看。人造玉石，无名工匠，1个月500。好家伙！张文轩将箱子内的玉石全部看了一圈，这才发现这个箱子里面上百枚玉石竟然全部都是假的，这些居然全部都是人造玉石。张文轩惊讶，
孙雅点头，没错，这些玉石都是还没有被加工的。经过我的调查，这次人造玉石背后的陷阱我已经查清楚了，是程宇航在背后使坏，他购买了一批人造玉石，然后买通了我的仓库管理员，将我的玉石与人造玉石进行了调换。说到这里的时候，孙雅显得十分愤怒。玉石公司是他多年的心血，如今因为程宇航的原因导致多年心血烟消云散，孙雅能控制住情绪，没将程宇航手撕，已经是相当克制了。张文轩伸手将孙雅抱在怀中，他温柔地轻拍着孙雅的后背，安抚对方情绪。放心吧，这个仇我会帮你报复回去的，我一定让程宇航付出代价。张文轩如是道。孙雅微微一笑，报仇的事情不着急，以后我们还有很多的机会。你给我的钱还剩下3000万，我们可以用这笔钱东山再起，你觉得怎么样？这笔钱是你的，所以我要征求你的意见。张文轩哑然失笑，你想东山再起就去做吧，如果钱不够的话，我再给你一些。不，3000万已经完全足够了。眼见着张文轩毫不犹豫地支持自己，孙雅的心中不由得有些感动，她轻轻踮起脚尖，主动送上了香吻。张文轩将孙雅抱在怀里，肆意品尝着怀中美人的味道。良久，唇分。张文轩将目光放在了眼前这批人造玉石上，这些人造玉石的工艺相当不错啊，除非是对玉石有所研究的人，否则的话普通人根本看不出真假。张文轩有些瞠目结舌，对于普通人而言，这批人造玉石完全可以达到以假乱真的程度，难怪孙雅的手下没有发现这些人造玉石有问题。现在人造玉石的工艺已经越来越出色了，这应该是最新科技制造出来的人造玉石，基本上普通人已经很难分辨人造玉石与天然玉石的差别。孙雅道。张文轩点头赞同这句话，他有些好奇人造玉石与天然玉石的区别，于是便输入了一丝灵气进入手中的人造玉石。原本只是突发奇想，没想到惊人的一幕出现了，人造玉石在被注入了灵气之后，居然发生了细微的变化。张文轩仔细一看，忍不住面露惊讶之色。他吃了一惊，此时被注入了一丝灵气的人造玉石，居然已经完全与天然玉石没什么差别。他马上打开了天眼，再查看一遍。高仿人造玉石，无名工匠，1天1000。张文轩的口中忍不住倒吸了一口凉气，他有些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自己注入了一丝灵气到这块人造玉石内部后，这块人造玉石居然出现了这样的变化。他转身将玉石递给孙雅，小雅，你看看这块玉石怎么样？孙雅接过高仿人造玉石后仔细观察，他观察了一会儿后给出评价，不错的玉石可以用来打造玉镯，从品相与色泽来看，这已经属于中品玉石的范畴了。张文轩听着孙雅的评价，没想到常年与玉石打交道的孙雅居然没有看出来，这块玉石根本就是高仿玉石。刹那之间，一个大胆的想法从张文轩的脑海里面浮现出来，他马上做实验验证自己的计划。他从箱子里面拿起第2块人造玉石，然后同样输入了一丝灵气进去。果然，这一次人造玉石出现了相同的变化，原本就拟真度很高的人造玉石，此时在灵气的滋养之下，居然与天然玉石完全没什么差别。好，张文轩心中喜悦。小雅，新公司的建设你自己完全负责吧，商业上的事情我不懂，这2天我有些事情要忙。张文轩微笑着道，他没有说出自己的计划，准备等计划成功后再给孙雅一个惊喜。好，孙雅点头。张文轩很快带着这3箱人造玉石离开了，他带着人造玉石回到家里，然后用灵气将这些人造玉石全部改造了一遍，总共300块人造玉石，每一块经过改造后都几乎与天然玉石相差无几，甚至比一般的天然玉石更加出色。他带着自己改造出来的人造玉石去了专业的机构进行鉴定，很快鉴定结果出来，先生，您这块玉石属于高仿人造玉石，只不过相似度非常高，如果不是高精密的仪器进行检测，只是肉眼甚至都无法看出其与天然玉石的区别。鉴定人员语气惊叹道，他露出好奇之色。先生，请问您这玉石哪里买到的？张文轩只是笑了笑没有回答，他带着玉石重新回去。无敌了，没想到灵气居然还有这种能力，有了这300块高仿玉石，我完全可以来一手以彼之道，还施彼身。张文轩眼里闪过一抹金光，不过300块高仿玉石还是有些不够，想要让程宇航一次就无法翻身，我需要更多的人造玉石。张文轩嘴角勾勒出笑容，他给孙雅打了一个电话，向其询问哪里可以买到人造玉石。得到了渠道后，张文轩马上联系了对方，然后又购买了700块人造玉石。第2天，700块人造玉石就已经送到了张文轩的面前。他打开箱子检查了一下，果然都跟之前的人造玉石相差无几。他马上花费一些灵气，将这700块人造玉石也进行了改造，最终总共1000块高仿玉石静静地呈现在了他的面前。每一块玉石都有着相当不错的成色，
无论是直接售卖还是加工，都足以引人注目。张文轩随后联系上了程宇航玉石公司的采购部，然后带着高仿玉石主动上门。下午，张文轩带着样品玉石前往了程宇航的公司。在通报了前台之后，张文轩径直地来到了公司的采购部办公室。张先生是吧？请坐。采购部经理道。张文轩微笑着坐在椅子上，然后拿出一个黑色的木盒。刘经理，今天我过来是想要与贵公司谈一笔生意。说话之间，张文轩打开了木盒，里面所放置的东西赫然就是10块碧绿色的玉石。采购部经理目光落在这些玉石上，他面色不变，道：张先生，如果你是想要来与我们公司建立玉石供货渠道的话，那恐怕我只能拒绝了。我们公司有稳定的供货渠道，不会随意更改。不，张文轩摇头，我不是什么玉石供应商。实话说吧，我来自黑岩市，原本我也是经营一家玉石公司，但后来因为经营不善导致公司破产。目前我的手中还有一批玉石存货，我想要将这批存货出手，总共1000块玉石，眼下这10块玉石是样品。张文轩道。采购部经理轻笑了一下，原来如此，也就是说这是一笔单独的交易。说话之间，采购部经理拿起了盒子内的玉石，他仔细观察，眼睛渐渐亮了起来。以他的眼光来看，这10块玉石的成色都相当不错，以这些玉石的品质，想要卖出去应该不难吧？张先生为什么带着玉石从黑岩市来到这里？采购部经理有些疑惑。因为我在黑岩市得罪了人，这些玉石根本没有办法卖出去。张文轩面露无奈之色。闻言，采购部经理的笑容更加浓郁了几分，他露出为难之色。张先生，虽然你这些玉石的成色的确相当不错，但我们公司也有稳定的供货渠道，目前并不缺少玉石。张文轩露出急迫神情。刘经理，这些玉石我可以低价出售，只要价格不是太过于离谱，我都可以接受。听到这句话，采购部经理更加轻笑，他这次没有再说话，手指轻轻敲打着桌面。足足过了好一会儿，采购部经理这才道：好吧，看在玉石成色的确不错的份上，我们公司可以买下来，但价格方面恐怕就要好好商量一下了。采购部经理微微一笑。3个小时后，张文轩站在仓库大门前，看着已经被拉走的10箱玉石，他的脸上露出了开心的笑容。终于搞定了，事情比我计划中的更加顺利。果然贪婪是人类的本性，只要有足够的利益，很多人都能做出一些违背规矩的事情来。张文轩笑得很开心，他成功以很低的价格将这批高仿玉石卖给了程宇航所在的公司。那个采购部经理的想法他早就看穿了，那家伙低价购买自己这批玉石，然后再回去公司报正常的价格，如此一来就可以狠狠地吃一波差价。贪婪啊！但也正是因为他的贪婪，才给了我机会。这批玉石要用高精密仪器才能够检测出来，接下来只需要耐心等待一段时间，很快就可以有所收获了。张文轩肆意大笑。转眼间时间就过去了半个月，这段时间张文轩时常关注程宇航公司的变化。这一天，他如同往常一般，再度来到了程宇航公司旗下的一家玉石首饰店。一个店员微笑着走上前来：先生，请问想要买点什么样的玉石首饰？我们店内的所有玉石首饰都是精品，而且保证绝对都是真正的玉石打造而成。张文轩微微笑着附和，他的目光落在店内的这些玉石首饰上，同时打开了天眼。虚假玉石手镯，高仿玉石。张文轩，1个月2000块。好。张文轩看到这串信息的时候，脸上顿时有着止不住的笑容。等待了足足半个月的时间，现在终于是可以收获了。不过为了保险起见，他还是将店内的其他玉石首饰都看了一遍，很快又看到了10几件高仿玉石首饰。这个玉石手镯我要了，还有这个我也要，那也一起装起来。这几个玉石首饰我全部都要了。张文轩一口气足足买了8个玉石首饰。店员眼睛亮起，马上手脚麻利的帮张文轩将东西装起来。先生，总共是84000块。店员微笑道。张文轩直接拿出银行卡，刷卡付钱，他随后便拿着东西走人。一路离开了商场后，张文轩先是回去了一趟，他将玉石首饰放在家中，紧接着又前往了程宇航公司旗下的其他玉石商铺查看情况。果然，自己卖给采购部那批玉石已经被顺利制作成了各种首饰，然后成功上架到了商铺内。总共10家玉石商铺，每一家都有自己卖出去的高仿玉石首饰。眼见着如此这般的情况，张文轩终于是露出了得意的笑容。一切都已经准备就绪，接下来就是收割的时候了。张文轩拿出手机，马上给孙雅打了一个电话过去。两人会面，张文轩将自己这段时间所做的事情告诉了孙雅。之后，两人便前往了程宇航公司旗下的玉石店。张文轩的手中还拿着之前买下来的8件玉石首饰。店员一眼就认出了张文轩，
毕竟一口气卖下8件玉石首饰的人十分少见，因此给店员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先生，欢迎光临，请问还要买些什么？店员热情地上前来接待。面对热情似火的店员，这次张文轩的脸上没有了笑容，取而代之的则是气势汹汹。我是来找你们退货的，你们老板在什么地方？你们这家玉石首饰店有问题，我在你们这里购买了8件玉石首饰，总价值超过8万，没想到居然全部都是假的。张文轩大声呵斥。什么？他的声音很大，顿时商场附近的人都被吸引了过来。刚才还面带微笑的店员一下子表情僵硬住。先生，这不可能的，我们店内的玉石首饰都是绝对的精品。店员连忙反驳。呵呵，张文轩口中冷笑着，到底是真是假你说了不算，我已经找专业的机构鉴定过，我买的8件玉石首饰全部都是高仿的人造玉石打造而成，马上通知你们老板出来，今天这件事情你们必须要给我一个交代。哗，四周一片哗然，许多人听着这么有趣的事情都纷纷过来看热闹。店员看着张文轩似乎没有开玩笑的意思，马上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他连忙将事情上报上去。张文轩则是同时拿出手机直接拨通了市监会的电话。另一边，程宇航此时正在某家娱乐会所享受按摩，他身边女人环绕，左右各自抱着一个衣着性感的女人。忽然电话铃声响了起来，拿起来一看，是手下一个玉石店店长打来的电话。喂，程宇航。电话里传来了店长语气急促的声音。老板，不好了，刚才有客人带着玉石首饰过来退货，声称我们的玉石首饰是用高仿的人造玉石打造的，对方现在已经通知了市监会，事情已经闹起来了。店长道。什么？此话一出，程宇航面色顿时微微变化，他当场勃然大怒，简直是胡说八道，我的玉石首饰店内怎么可能有人造玉石，根本就是污蔑我，我马上就过来。程宇航脸色阴沉，他挂断电话，然后马上赶往事发地点。程宇航一路开车风驰电掣，很快就来到了商场。他下车后径直来到商场2楼，刚刚过去就看到自家店铺的四周已经围了一群人。让一让，我是这家店的老板，让我进去。程宇航喊了一声，顿时人群自动让开了一条路。程宇航走进去一看，马上就看到了一男一女2张熟悉的面孔。张文轩、孙雅，居然是你们！程宇航先是惊愕，然后便直接嗤笑出声来。我还以为是谁过来捣乱，没想到居然是你们2个。你们2个的胆子还真不小啊，居然跑到我的店内来污蔑我是用人造玉石，我随时都可以告你们造谣。程宇航哈哈大笑，他好像是听到了世界上最好笑的笑话一般。程宇航用讥讽的目光看着张文轩与孙雅2人，原本听到自家店内出现问题，他还有些担忧，但现在见到张文轩与孙雅后，原本的担忧瞬间消失不见。程宇航看向2人的目光里有着浓浓的讥讽，你们这是在玩什么把戏？孙雅，你自己使用人造玉石导致出现了问题，现在居然还想要将这个帽子扣在我的头上吗？张文轩走上前来，他脸上有着微笑，然后拿出了之前在这家店铺里面购买的8件玉石首饰。程宇航，你说话不要太满，这8件玉石首饰是我在你这家店铺里面购买的，首饰上还有属于你公司的专属标志，我也有相应的发票购买凭证，这些东西足以证明这8件玉石首饰是出自你这家玉石首饰店。张文轩道。噗嗤，程宇航毫不掩饰自己的讥笑，他看了一眼盒子里面的玉石首饰，没错，这的确就是我玉石首饰店内的商品，这又能说明什么？你认为这是人造玉石？我的商铺里面从来不会售卖那种假冒伪劣产品，你难道是瞎子看不出来这8件玉石首饰都是真品吗？程宇航戏谑道。然而下一刻，张文轩却轻笑着，是吗？可这8件玉石首饰我都拿去专业的机构鉴定过，鉴定结果为这8件玉石首饰都是高仿人造玉石。什么？这话让程宇航又惊又怒，胡说八道，简直就是胡说八道。张文轩，你别想泼我的脏水，我的玉石首饰店内根本不可能卖那种东西。程宇航露出愤怒之色，他目光冰冷地看着张文轩，你居然跟我玩这种把戏，你以为能有效吗？随便你找谁来进行检测，凡是我店铺内卖出去的玉石首饰都不可能是假的。程宇航话音落下，外面又传来了一阵声音，我们是市监会的人，马上请让一让。人群分开一条路，随后一群身穿市监会工作服的人从外面走进来。张文轩，你居然还叫了市监会的人，你以为这能吓到我？程宇航不屑一顾，他身正不怕影子斜，他倒要看看今天张文轩要在他的面前玩什么把戏。市监会的工作人员很快从外面走进来，是谁打电话举报这家店铺？市监会领队开口道。张文轩高举右手，是我在这家玉石首饰店购买了8件玉石首饰，但我回去检测后却发现这8件玉石首饰全部都是高仿人造玉石，
我举报这家玉石店以次充好，售卖假冒伪劣产品以谋取暴利。程宇航马上反驳：胡说八道，你这是污蔑，我的玉石首饰店没有问题，你这是造谣。市监会领队点点头：这位先生，你确定你话语的真实性吗？我们要对这些玉石首饰进行检测，如果检测结果是真品，那你要因为你的造谣行为而受到惩罚。张文轩微微一笑：当然，这8件玉石首饰随时可以进行检测。市监会领队点头，他很快让人找来了专业的玉石鉴定人员，同时也带来了专业的仪器。眼见如此这般，程宇航脸上没有半点慌乱的神情，他脸上的表情充满自信，随便检测，我根本不怕。张文轩，等会儿检测结果出来，我倒要看看你是什么表情。程宇航语气讥讽。张文轩笑了，这句话我送给你。专业人员很快对8件玉石首饰进行专业鉴定，在场的所有人目光都不由得看了过来，众人都在耐心等待。程宇航双手抱胸，他脸上依旧保持着笑容。然而就在这个时候，检测玉石首饰的仪器忽然发出了警报声，嘟嘟嘟，仪器直接亮起了红灯，同时警报声传入在场众人的耳朵里。不可能！程宇航瞬间面色巨变，他瞪大了眼睛，不敢置信。假的，这根本不可能！我玉石首饰店内的所有东西都是真品，根本不可能有什么高仿人造玉石。程宇航勃然大怒，他转过头，愤怒地看着张文轩。张文轩，你肯定是调换了我的商品，故意伪造了假货过来坑害我。这次轮到张文轩笑得很开心了。我有这8件玉石首饰的全部购买凭证，与此同时，店员也可以给我作证。张文轩道，而且我敢肯定，这家店内现在还有假冒伪劣的高仿人造玉石，只要检查一下这家店内的玉石首饰，一定可以检查出来。市监会领队思索片刻后点头，他大手一挥，进行检测。几个工作人员立刻上前。这个时候，张文轩也走过来，他指了指柜台里面的几件玉石首饰，这几件玉石首饰应该就有问题，逃不过我的眼睛。市监会工作人员走上前，将柜台内的那几件玉石首饰取出来，然后进行现场检测。程宇航表情阴沉，他用凶狠的目光盯着张文轩。张文轩，别以为你用这种卑劣的把戏可以陷害我，你那点手段骗不了任何人。程宇航冷着脸，呵呵。张文轩戏谑轻笑。程宇航，接下来检测的这几件玉石首饰就是刚从你店内柜台取出来的，很快检测结果就可以出来了。哼，这几件玉石首饰不可能是假的。程宇航语气自信。嘟嘟嘟。然而就在他话音落下的那一瞬间，正在检测的仪器再度发出了警报声。领队，这几件玉石首饰全部都是假的。检测人员道。哗！现场的人群一片哗然，气氛当场便炸开了锅。程宇航面色巨变，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我的店内怎么可能有这种高仿人造玉石？程宇航震惊无比，浑然没有想到会发生这样的事情。现场一片哗然，围观的人群都在议论纷纷，不少人都对着程宇航指指点点。张文轩，这一点是你在搞鬼对不对？你到底是怎么做到的？难道是你替换了我店内的玉石首饰？程宇航暴怒转过身，他冰冷的目光死死地盯着张文轩，那凶狠的眼神好像是恨不得当场将张文轩撕碎一般。张文轩笑了。程宇航，你在胡说些什么？所有人都看到这几件玉石首饰是你店铺内柜台取出来的，我全程都没有碰过玉石首饰，我怎么调换？隔空取物吗？你自己当黑心商人造假，现在还有什么话好说？张文轩直接呵斥回去。唰！程宇航又惊又怒，他面色煞白，整个人都忍不住后退了几步。这个时候，市监会的人走上前来。程老板，很抱歉通知你，由于你的店铺涉嫌欺诈经营，现在我们要封锁你的店铺，你店内的所有物品都不可以再移动，我们要对店铺内的所有商品进行检测，在这件事情没有调查清楚之前，你这家店铺不可以再开门。市监会领队道。咯咯咯。程宇航紧咬着牙齿，发出一系列令人牙酸的声音。他此时暴怒无比，愤怒的目光死死地盯着张文轩。虽然不知道这件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但他可以肯定，这一定是张文轩与孙雅两人的阴谋。好好好，连续说了3个好字，足以可见程宇航此时内心的怒火已经到了什么样的程度。张文轩，别以为这样可以击垮我，我有10家玉石首饰店，就算封了一家，我也可以继续运营下去，你无法击垮我。程宇航咬牙切齿。是吗？张文轩闻言不由得露出了笑容。一旁的孙雅走过来，然后从口袋里面拿出了9个盒子。我举报，这个人名下的9家玉石首饰店都有以次充好的高仿人造玉石，我希望市监会能够对这9家店铺进行调查，一定可以查出他们的违法行为。张文轩道。轰！此话一出，对于程宇航而言就是晴天霹雳。他终于意识到，
问题的严重性。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程宇航神情巨变。张文轩，你到底都做了些什么？程宇航愤怒斥责。张文轩双手抱胸，他面带笑容，神情悠闲。我不知道你在说些什么，我只是正常去你10家店铺内购买商品，然后恰好发现你以次充好谋取暴利而已。程宇航，你还是好好想想怎么应对接下来的麻烦吧。你10家店铺很快就会被全部查封，希望你还能笑得出来。张文轩哈哈大笑。程宇航，他面色煞白，不敢相信眼前发生的事情。很快市监会的人就分别去检测了程宇航名下10家玉石首饰店的情况。事情的确如同张文轩所举报的一样，每家商铺都发现了高仿人造玉石。市监会立刻查封了这10家店铺，所有的玉石首饰全部被查封检测，顿时找出了超过500件由高仿人造玉石所打造而成的玉石首饰。当听到这个消息，程宇航只感觉眼前一黑，整个人差点没当场昏迷过去。10家店铺全部被查封，超过500件玉石首饰全部都是高仿人造玉石，总价值超过100万。如此这般严重的商业欺诈行为，仅仅只是罚款就足以让他大出血，更别说500件虚假商的商业欺诈行为已经达到了量刑标准。完了，这下完了！程宇航听到这个消息后，瞬间面无血色，整个人直接一屁股坐在了地上。这个时候，一阵脚步声响起，张文轩与孙雅两人走过来。是你们？这件事情就是你们做的？我根本没有以次充好商业欺诈，是张文轩你玩了把戏。程宇航直接冲上来，他对着张文轩怒目而视，好像是恨不得用眼神将其杀死。面对程宇航的指控，张文轩脸上全是笑容。此刻的程宇航可谓是狼狈不已，他面色煞白，五官因为愤怒而狰狞，哪里还有之前那得意洋洋的模样。风水轮流转，之前是张文轩与孙雅狼狈，这才短短半个月的时间，报应就落在了程宇航的身上。程宇航，我不知道你在说些什么，你自己玩这些把戏跟我们又有什么关系？你名下的10家商铺已经被全部查封，接下来你还要面临巨额赔偿，甚至会坐牢。张文轩哈哈大笑，孙雅的脸上也露出了浓郁的笑容。看着此时程宇航狼狈的样子，他只感觉万分解气。程宇航惊怒交加，他目光如同恶鬼一般怒视张文轩。而这个时候，外面有警察走进来，直接来到了程宇航的面前。程宇航，你涉嫌严重商业欺诈，我们已经接到市监会的举报，请跟我们走一趟吧。警察拿出了逮捕令。唰，程宇航瞬间面无血色，强烈的怒火在他的心中燃烧。程宇航只感觉万分憋屈，他怎么也没想到自己居然栽在了张文轩与孙雅两人的手中，而且两人还是用的这种手段，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程宇航越想越憋屈，越想越愤怒，终于程宇航再也忍不住，一口血当场喷了出来。啊！程宇航口中一声惨叫，直接栽倒在了地上，昏迷过去。不远处的张文轩看着怒极攻心而气晕过去的程宇航，心中充满了酣畅淋漓的畅快感。小雅，我们走吧。程宇航已经没有翻身的余地，等他从监狱里面出来，至少都是好几年以后了。张文轩笑得十分开心。孙雅轻点下巴，她全程看完了这出好戏，心中对张文轩的能力佩服得无以复加。特别是看到程宇航那惨状时，之前的郁闷瞬间一扫而空，内心只有成功复仇的快感。两人很快离开了商场，坐上车后很快便驱车离开。3天后，盛兴武馆，砰砰砰，一阵阵拳拳到肉的声音响起，同时还有一连串的起哄声。只见武馆内身穿训练裤的张文轩此刻正戴着拳套站在擂台上，而在他对面的人同样是戴着拳套的谭鑫。张文轩双臂挡在身前，摆出标准的抱架姿势，正在承受着谭鑫那如同狂风暴雨一般的输出。打，狠狠的打，谭教练加油，狠狠的揍他。台下的众多男学员们一片欢呼，看着张文轩在擂台上挨揍，他们心里别提有多爽了。张文轩咬紧了牙关，承受着谭鑫一次又一次的攻击。谭鑫攻势迅猛，拳头犹如狂风暴雨一般连绵不绝，让他根本找不到任何反击的地方。对方的拳头还是大力沉，若不是有着真气作为强化，他现在恐怕已经败下阵来。不过即使是有着真气加持，张文轩现在也只能勉强保持不败而已。停，今天就到此结束吧，我不行了。张文轩主动投降认输，他累得直喘息。谭教练，你的战斗力也太恐怖了吧，我根本不是你的对手。谭鑫笑呵呵道，我5岁开始就学习格斗术，到现在已经有20多年了。好吧。张文轩心服口服，谭鑫的实力对比他简直是碾压级别，哪怕他动用真气想要跟谭鑫硬碰硬也是做不到的。对方不仅格斗技巧可怕，同时还天生神力，一身巨力足以碾压常人。
他毫不怀疑谭鑫的徒手格斗能力已经是普通人当中最顶级的那一批了。摘掉手套，张文轩从擂台上翻身下来。000，电话铃声响起，拿起来一看，是李冰兰打来的电话。张文轩，这2天你有空吗？有件事情，我想请你帮忙。哦，张文轩略微有些好奇，随后便答应下来。没问题，等会儿我回来后咱们详谈吧。好。那头的李冰兰挂断了电话。张文轩重新换回了衣服，他随后也离开了武馆。他开车回去，刚刚到家，隔壁李冰兰便已经过来敲门。张文轩开门将他带进来，看着张文轩一身汗臭的样子，李冰兰不由得道：你最近好像很忙啊。还好吧，我刚从武馆那边回来。你找我有什么事？张文轩随便打了个马虎眼糊弄过去。李冰兰说出了自己过来的目的。明天市里有一位大人物过80大寿，我想让你跟着我一起过去参加。张文轩有些惊讶，我去参加干什么？那个大人物跟我也没什么关系吧？那位大人物实际上是古玩界的老前辈，在我们上江古玩界非常有影响力。明天他老人家80大寿，到时候肯定有很多人送各种古物和古玩。那位老前辈的家里也有很多的收藏，我想让你跟着我一起去，到时候说不定能帮我的忙。李冰兰解释清楚。原来如此，张文轩没犹豫什么，便点头答应。对于李冰兰所说的收藏，他非常感兴趣，说不定到时候能够吸收到不少的灵气。最近他的灵气消耗属实有些大，之前为了报复程宇航，他消耗了大量的灵气用以制造高仿人造玉石，现在急需补充灵气，否则甚至会影响到日常纯阳宫的修行时间。很快来到了第2天，李冰兰主动过来找到张文轩，两人随后便出发前往参加那位大人物的80大寿。张文轩坐上李冰兰的车，李冰兰一脚油门踩下去，汽车穿越整个上江市，最终来到了城市对面的郊区。只见不远处的湖泊边上，一座山庄已经若隐若现。李冰兰开着车行驶进入山庄内，最终在停车场内停止下来。两人从车上走下来，李冰兰的手中同时还拿着一个黑色木盒。只见山庄停车场内停满了各种各样的豪车，琳琅满目的豪车足足有20多辆，放眼望去好像是一场盛大的车展一般。我们走吧。李冰兰微笑着走上前来，然后十分自然地挽住了张文轩的手臂，他的身体轻贴上来，张文轩顿时感觉到一堆饱满浑圆的山峰挤压在了自己的手臂上，柔软的触感让他有些享受，眼角的余光也忍不住看过去。真大！张文轩心中感慨了一句。啪！李冰兰瞧见了张文轩的动作，顿时没好气地轻轻拍了他一下。别乱看，今天你是我的男伴，现在算是我给你的福利。李冰兰笑着道。嘿嘿。张文轩嘴角勾勒出了笑容，有这样的福利在，他自然就没什么问题了。两人一起进入了山庄内，很快一个侍者便走过来，给两人带路，来到了山庄深处的花园内。整个花园就是修建在湖泊的边缘区域，走进花园首先看到的就是巨大的湖泊，开阔的视野让花园内的气息十分不错。此时距离寿宴开始还有2个小时，但花园里面已经来了很多人，众多人三三两两的各自聚在一起，大家互相攀谈，有说有笑，每个人的脸上都有着笑容。张文轩目光在花园内的众人身上扫过，顿时看到了几张熟悉的面孔。我们去那边的位置坐下吧。李冰兰指了指不远处花园的某个角落里面。张文轩点点头，他没什么想要出风头的想法，今天他过来的唯一目的就是想要看看这个山庄主人的收藏。两人走到了花园的角落里面，但还没有坐下，不远处一人便已经走过来。李老板，熟悉的声音响起，张文轩不用转身过去都能知道是谁。果然走过来的人就是王承安，他的脸上有着淡淡的笑容，只不过当看到李冰兰挽着张文轩手臂的时候，他原本灿烂的笑容略微僵硬了一下。原来是张先生，真是好久不见，算算时间我们已经有大半个月没见了吧。这段时间一直没有看到张先生，我还以为你已经退出古玩界了。王承安目光看着张文轩，语气有着敌意。面对王承安的敌意，张文轩面色平静，他直接伸出手去，当着王承安的面搂住了李冰兰的柳腰。王老板这话就说笑了，我只是最近有些事情在忙碌而已，退出古玩界倒是不至于。上次那幅冬霜图还真是多谢王老板慷慨大气，不知道下次我是不是还可以去王老板的古玩店内转一转。张文轩哪壶不开提哪壶，一听到冬霜图3个字，王承安的神情瞬间有些阴沉下来。上次冬霜图的事情完全是他的奇耻大辱，上江的古玩圈子并不大，以至于出现了这样的事情，在很短的时间就已经传遍了整个圈子。所有人都知道他王承安有眼不识泰山，明明一座宝山就在眼前，却硬生生让其在指尖溜走了。相比之下，张文轩则是名声大噪，捡漏这样的事情总是比较传奇，以至于张文轩这3个字已经进入了不少人的视线。王承安神情略微僵硬，他皮笑肉不笑。
张先生想要再来我的古玩店，我当然是随时欢迎，就是不知道张先生还有没有眼力再捡漏一次。那就等这次徐老的寿宴之后吧，到时候我一定会过去拜访的。张文轩满脸笑容，有人话不投机半句多，说话的语气当中都带着浓浓的火药味。王承安深深看了张文轩一眼，他没有再多说什么，转身便离开了。王承安离开之后，李冰兰这才开口：你太锋芒毕露了吧，这下子王承安肯定是记恨上你了。张文轩耸耸肩，他浑然不在意。难道我不对他，他就不记恨我了吗？这家伙过来就是找茬的，人家都找麻烦上门，我当然要反击。张文轩语气理直气壮，李冰兰抿嘴轻笑，两人有说有笑着，时间就在这样的氛围当中慢慢过去。前来花园的人越来越多，眼看着时间不知不觉间已经来到了正午12点。咚，正午的钟声响起，随之而来的便是一道沉稳有力的脚步声，瞬间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力。刚才还有些喧闹的花园瞬间变得安静，偌大的花园鸦雀无声，安静的好像是一根针掉落在地上都能够听到清清楚楚。所有人的目光都看向了花园入口处的方向，只见一个身穿中山装的白胡子老者从外面走进来。徐老，徐老！花园内的所有人都纷纷起身来，入口处的人们都给白胡子老者让开了一条路。白胡子老者龙行虎步地走进花园内，口中发出爽朗的笑声。他笑声中气十足，尽管面容苍老，但却脸色红晕，双眼有神，精气神上丝毫不见老态。各位朋友们，谢谢大家前来参加我这个老家伙的80岁寿辰。今天这场寿辰宴会大家随性一些，如果有什么招待不周的地方，还请各位朋友们多多担待。许康平拱了拱手，他的态度十分和善，让人感觉不到半点的距离感。王承安微笑着走出来，徐老实在是太客气了，能够来参加徐老的80寿辰，这是我们的荣幸才是。随着王承安的吹捧，四周的其他人都纷纷点头。是啊，徐老可是咱们上江古玩界的泰山北斗，我们这些后生晚辈还需要徐老多多指点提携才是。徐老已经年过80，还能如此龙精虎猛，实在是让人羡慕。徐老太客气了，今日乃是徐老80大寿，我们自然应该前来给徐老捧场祝贺。众人都面带笑容恭维，整个花园内的气氛十分和谐。听着众人的话语，许康平苍老的面容上笑容更加浓郁了几分。他摆了摆手，山庄内的侍者便走上前来，开始摆桌上菜。一份份色香味俱全的菜肴纷纷端上来，诱人的香味散发而成，仅仅只是闻着味道就让人胃口大开。各位，些许家常小菜，若是有招待不周的地方，还请多多包涵。请。许康平举起了酒杯，众人共饮。酒过3巡，菜过5味，一顿午宴下来，称得上是宾主尽欢。吃过午宴之后，侍者撤去宴席，众人开始送上贺礼。一份份贺礼都送到许康平的面前，大家送上的礼物基本上都是各种各样的古玩。显然能够来参加这场宴会的人都知道许康平喜欢的东西到底是什么。众人送出的礼物唯一的区别就是价值的高低。许康平坐在首位上，他笑呵呵地将所有的礼物全部收下，无论礼物贵重还是普通，许康平都一视同仁。很快就轮到了李冰兰，他从椅子上起身来，随后便带着早已经准备好的礼物走上前。小辈李冰兰，祝许老爷子福如东海，寿比南山。这是晚辈为老爷子准备的寿礼，还希望老爷子能够喜欢。李冰兰面带微笑，他打开木盒，里面所放置的东西赫然是一把古剑。哦，青铜古剑，看这古剑的形制，恐怕是秦朝时期的吧。许康平的目光落在木盒内的古剑上，李冰兰微微笑着，老爷子眼光果然毒辣，这的确是秦国早期的青铜古剑。不错，有心了。许康平慈祥和蔼地笑着，一旁的侍者走上前来，将青铜古剑收下。看着李冰兰送出青铜古剑作为礼物，花园里面的不少人都露出惊讶的神情。这把有着数千年历史的青铜古剑显然是相当少见且贵重，这一点看许康平脸上那明显更加灿烂的笑容就看得出来。眼见如此，不少人看向李冰兰的目光里面都有着羡慕。能够在今天的寿辰上让许康平记住，毫无疑问之后在古玩界的路途也能更加顺畅。至少在场的所有人都记住了李冰兰这个名字。李冰兰感受着众人的目光，她心中略微喜悦。这把青铜古剑着实花了她不少的力气才弄到，现在看来是完全值得的。她随即回到了椅子上，口中不由得松了一口气，显然刚才过去献礼给她造成了不小的心理压力。张文轩在一旁安静地看着，先秦时期的青铜古剑的确少见，可惜这把青铜古剑明显是制式装备，而并非是能工巧匠打造而成，因此上面并没有任何的灵气。否则一把有着数千年历史底蕴的青铜古剑，其上面携带的灵气数量绝对是相当惊人的。李冰兰之后，众人的献礼还在继续，没一会儿的时间便轮到了王承安。王承安从椅子上起身来，
他的动作瞬间吸引了在场大部分人的注意。终于轮到王老板了，不知道他能够拿出什么样的贺礼出来。王承安在咱们上江古玩界的地位可不低，以他的能力而言，一般的东西恐怕也拿不出手。没错，能够让王承安拿出来的东西当做贺礼的东西必然是少见的珍宝，看来我们今天可以开开眼界了。随着王承安起身，在场的众人顿时有些议论纷纷起来。角落里面，张文轩略微有些惊讶，王承安在上江古玩界的名气这么大吗？他对王承安没什么了解，眼下见着花园内众人的反应，脸上不由得露出惊讶之色。李冰兰点头，王承安算是古玩世家，从他爷爷那一代开始就已经混迹于古玩界，现在王承安所经营的那家古物店就是从他爷爷手中传承过来的。原来如此，张文轩略微点头，怪不得王承安这么自信。他倒是有些好奇起来，不知道王承安今天会拿出什么样的东西。在所有人的目光之下，王承安拿出了自己的礼物，那赫然是一个高度超过1米的木盒，一下子便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当盒子打开，里面的东西也展现在了众人的面前。盒子当中所放置的礼物赫然是一个造型古朴却十分精美的素色花瓶，尽管已经颇具年代感，但花瓶本身保存得非常完好，仔细看去甚至还能清楚地看见花瓶身上那精美的图案。青花瓷？不对，这应该不是简单的青花瓷才对。花园内顿时响起一阵惊呼声，在所有人的目光之下，王承安托举着青花瓷，微笑着走上前。小辈王承安，祝许老爷子福如东海，寿比南山。这是晚辈为老爷子准备的寿礼，还请老爷子鉴赏。王承安将手中的青花瓷放在了许康平的面前。许康平露出惊异的神情，他明显来了兴趣，一双眼睛里面露出亮光。好一个青花瓷瓶，如果我没有看错的话，这恐怕是唐代时期的宫廷青花瓷，其表面的花纹完全是那个时期的宫廷风格，虽然与宋代时期有些相似，但仔细观察还是能够分辨出其中的差别。许康平仔细观察着，王承安露出敬佩的笑容，不愧是许老爷子，您老的眼光果然毒辣。没错，这就是唐代时期的宫廷青花瓷，此青花瓷已经有近1000年的历史，今日晚辈便将此宝物送给许老，祝愿许老万寿无疆。此话一出，花园里面响起了一阵道吸凉气的声音，众人全都面露骇然之色，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居然是唐代时期的宫廷青花瓷，这可是重宝啊！是啊，这么一件宝贝，其价值至少1000万级别，王承安还真是舍得下本，居然将这样的宝贝拿了出来。一件价值1000万的宝贝就这么送出去，真的不心疼吗？一道道惊呼声此起彼伏不断，众人看向王承安的目光里面都带着震惊，没想到王承安居然这么舍得，直接将价值1000万的青花瓷拿出来当做礼物。守卫上，许康平摇了摇头，他道：这件礼物实在是太贵重了，我这个老头子不能收下。王承安面带微笑，老爷子您太客气了，正所谓香车配美人，宝剑赠英雄，像是老爷子您这般的古玩界泰斗，也只有这样的宝物才能配得上。这件青花瓷在家已经存放了30年，但我个人对瓷器并没有什么研究，如此这般的宝物留在我家，岂不是宝物蒙尘？也只有到老爷子您这般懂得欣赏的人手中，这青花瓷才能绽放出真正的光彩。王承安这一番吹捧，实在是让人挑不出任何的毛病。饶是许康平活了大半辈子，早就听惯了各种各样的吹捧，在王承安这番话下，也不由得哈哈大笑。不过王承安略微沉吟之后，却还是摇头拒绝。这件青花瓷实在是太贵重了，我不能收下。不过，如果你愿意出售的话，我愿意出价1000万购买。许康平如实道。王承安微微笑着，他毫不犹豫地点头答应下来。没问题，我这青花瓷实际上还有一个隐藏的小秘密，正好今天大家都在这里，不知道有没有人能够将小秘密找出来。王承安忽然话锋一转，小秘密。众人都被王承安的话语吸引了注意力，就连许康平都不例外。什么小秘密？许康平有些惊讶。王承安笑而不语，并没有明说。有意思，既然这样，那不如我们大家就来一起研究一下吧，看看谁能将这青花瓷的小秘密找出来。许康平大笑着道，他已经来了兴趣。闻言，众人纷纷都走了过去，没一会儿的时间，青花瓷的附近就已经围了一大群人。李冰兰也忍不住有些好奇，他转过头看向张文轩，文轩，我们要不要过去看看？李冰兰不禁道。张文轩摇了摇头，此时此刻他的面色有些怪异，这青花瓷居然是仿造的。刚才王承安将青花瓷拿出来时候，他便打开天眼进行了查看，没想到让他看到了让人惊愕的信息：青花瓷仿陶瓷，无名工匠，1年20万。好家伙！看到这个信息，张文轩忍不住大吃一惊。许康平等人都判断这是唐朝时期的青花瓷，
但自己的天眼所看到的信息却是1年。也就是说，这个青花瓷仅仅只是制造出来距今1年的时间而已。现代的造假技术居然已经强大到了这样的程度吗？一边是许康平这个权威人士的判断，一边则是天眼的鉴定。张文轩几乎没有任何的犹豫，直接选择相信天眼的鉴定结果。天眼直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出现过任何的错误，相比于人的判断，显然是天眼这样逆天的非凡物品鉴定更有可信度。如果让这些人知道这个青花瓷仅仅只是现代的仿制品，距离生产出来不过只是1年的时间，真不知道他们会是怎样的表情。张文轩咂了咂嘴，他打开了天眼的透视能力，目光直接穿过人群落在青花瓷上。很快张文轩就看到了青花瓷内部的一些情况，他表情怪异，彻底相信了天眼的判断。怎么了？你怎么不说话了？一旁的李冰兰见着张文轩突然不说话，脸上反而是露出奇怪的神情，他心中有些疑惑。没什么。张文轩没有说出这青花瓷的内幕。今天这样的场合之下，搞这种扫兴的事情不太好。反正这青花瓷的造假水平非常高，至少在场的众人里面都没有人看出来。花园正中心，众人还在围着青花瓷议论纷纷，一群人都说出各自的猜测，现场的气氛十分热闹。众人你一言我一语，都说出各自的看法。而这个时候，王承安却忽然道：咱们今天这场宴会上还有一个眼力十分高明的人，之前就是他在我的店铺内，仅仅只是一个眼神就看出藏在陶罐里的东双图，我想大家都听说过他的名字。此话一出，瞬间吸引了众人的注意。刷刷刷，一道道目光纷纷看过来，刹那之间，整个花园里面所有人的目光落在了张文轩的身上。李冰兰的面色瞬间冰冷下来，她眼神里面闪过一抹愤怒。她没想到王承安居然玩这种把戏。他在这个时候故意提到张文轩，必然是不安好心。他除了想要让张文轩当众出丑之外，恐怕是不可能有第二个目的了。他就是张文轩，那个从陶罐里找出了东双图的青年。好年轻啊，他看上去恐怕也就20来岁的样子，这么年轻能够拥有这样的眼力吗？哼，他之前找出东双图恐怕完全是靠运气吧。他这样的年龄，哪怕是从娘胎里面就学习古玩知识，现在也很难有什么成就。众人都忍不住议论纷纷起来。花园里面众多人都在看着张文轩，有人嗤笑，有人不屑，有人质疑，有人羡慕现场的人们神情不一，一时之间如同是人间百态一般。李冰兰马上起身来挡在了张文轩的面前。王老板实在是太高看文轩了，他只是刚入行的新人而已，上次能够从陶罐里面发现东双图，仅仅只是靠着运气，这样的运气基本上只有一次，根本无法作数。李冰兰为张文轩解释道。王承安口中爽朗大笑，李老板也太谦虚了吧，依我看张先生恐怕不只是运气那么简单，不如也请张先生过来看一看吧，说不定张先生的眼力能够看出什么东西来。王承安不死心，他微笑着说道。有人附和起了王承安。是啊，我觉得王老板说的没错，既然这位小兄弟运气好，说不定还能运气再好一次，万一发现什么也不一定。哈哈，有时候运气也是实力的一部分，说不定这位小兄弟是扮猪吃虎也不一定。几个人你一言我一语，直接将张文轩赶上了架子。眼见着这样的情况，李冰兰的脸色相当难看，她心中有些后悔今天将张文轩带着过来。早知道王承安这么忌求会针对张文轩的话，他说什么也不会让张文轩跟着来。李冰兰还想要说些什么，这时张文轩伸出手来按在了他的肩膀上。冰兰，不用再说话了，既然王老板想要让我过去看看，那我就过去看看了。反正我只是一个新人而已，就算看不出什么东西，我想也不会有人会苛责我什么。张文轩笑着道。李冰兰心中有着着急，她用眼神示意张文轩别过去，否则一旦过去了，到时候很容易就陷入王承安的节奏里面。任谁都看得出来王承安不安好心，一旦陷入他的节奏里面，到时候还想要再脱身，恐怕就没那么容易了。张文轩看出了李冰兰眼神里面的担忧，他微微一下，给了李冰兰一个安心的眼神，随后便直接走上前去。李冰兰心急如焚，马上便跟着张文轩一起过去。两人走上前来，四周的人群立刻让开了一条路，让张文轩与李冰兰两人来到了青花瓷的面前。张先生，好好看一看吧，不知道你能不能说出什么高见。王承安嘴角勾勒出笑容，说出这句话的时候，他的双眼里面闪过一抹讥讽之色。花园里面所有人都安静了下来，一时之间谁都没有说话，免得在这个时候打扰到了张文轩。张文轩东看看西看看，装作仔细观察的样子。很快他便重新抬起头来。王承安马上道：怎么样，张先生看出什么东西来？李冰兰连忙私底下拍了拍张文轩，让其不要乱说话，一旦在今天这样的场合说错什么，到时候恐怕就要成为所有人的笑柄。
在所有人的目光下，张文轩微微一笑。下一刻，他直接语出惊人：“这青花瓷是假的！”什么？此话一出，可谓是石破天惊。张文轩的话就好像是往一个平静的湖面投下一枚深水炸弹，顿时掀起了万丈波涛。哗！花园里面一片沸腾，所有人都满脸愕然地看着张文轩，简直怀疑自己的耳朵是不是出现了什么问题。王承安当场大笑出声来，他好像是听到了什么世界上最好笑的笑话一般。现场的气氛随之也炸开了锅，所有人都忍不住议论纷纷。疯了，简直就是疯了！他居然说这个青花瓷是假的，这个年轻人到底在说些什么胡话？这个青花瓷怎么可能是假的？这根本是不可能的事情。是啊，我们这么多人在这里，没有任何人看出这个青花瓷是假的，甚至连徐老爷子都没有看出来，他居然敢说青花瓷是假的，简直是胡言乱语。现场的气氛一片沸腾，众人看向张文轩的目光如同是在看一个疯子。李冰兰一时忍不住面露愕然之色，他心中焦急，听着四周众人的讥讽与议论，李冰兰连忙帮张文轩说话：“各位，大家恐怕误会了文轩的意思。李冰兰的话还没有说完，就被王承安直接打断：“李老板，你不要再帮张文轩解释了，我们所有人都听得清清楚楚。他说这个青花瓷瓶是假的。”哈哈，这是何等的惊人之语！年轻人果然是特立独行，谁能想到他居然能够说出这样的话？王承安哈哈大笑，嘲笑与讥讽的笑声响彻整个花园。花园里面的气氛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众人看向张文轩的目光里都写满了讥笑。李冰兰面露绝望之色，她忍不住捂住了自己的脸。这下子张文轩彻底完蛋了，以后他将成为整个上江古玩界所有人眼里的笑柄。好了，大家都安静一下吧。这个时候，许康平的声音响起。许康平开口，人们这才停止嘲笑，只不过看向张文轩的目光里依旧戏谑不断。此时此刻，张文轩面对着众人的目光，他脸上的表情没有任何变化，反而是嘴角勾勒起了一抹笑容。他的这抹笑容被许康平看在眼里。许康平有些好奇：“张先生，你看上去似乎还是坚持自己的看法，可以告诉我们，你为什么会觉得这个青花瓷瓶是假的吗？”王承安笑着道：“许老爷子，我相信大家都已经看出来了，张文轩不过只是一个哗众取宠的小丑而已。从现在的情况来看，他上次能够发现东双图，的确就如同李老板而言，仅仅只是运气而已。”王承安的这番话得到了不少人的赞同。张文轩口中笑出声来，他瞥了王承安一眼：“是吗？真正的小丑还不知道是谁呢？现在就下这样的定论，未免有些太早了吧？”张文轩直接反驳回去。王承安微微一愣，口中当即嗤笑出声：“张文轩，你真的以为自己的眼力有多出色吗？这个青花瓷瓶是我家族传承了30年的宝贝，从我爷爷那代就已经发现了，期间经过多次的鉴定，你居然敢说这个青花瓷瓶是假的？能说出这种话，你不是哗众取宠的小丑又是什么？”王承安此时说话已经毫不客气，就差指着张文轩的鼻子辱骂。在场的不少人都纷纷点头，显然抱着与王承安相同的看法。面对如此这般的情况，张文轩依旧不紧不慢：“无论你说的怎么天花乱坠，这个青花瓷瓶就是假的。既然王承安你这么自信，那不如我们赌一把吧。”张文轩笑着道。此话一出，在场的不少人都微微一愣。张文轩疯了吗？他还嫌自己丢脸不够，现在居然还想要跟王老板玩这样的赌约。旁边的人满脸愕然，只感觉眼前的张文轩恐怕是疯了。李冰兰急不可耐，她连忙抱住张文轩：“文轩，你在干什么？快点住口！”李冰兰压低声音，她心急如焚。张文轩轻轻拍了拍李冰兰挺翘的屁股，后者顿时小声的惊叫出声：“你干什么？都这个时候了，你居然还占我的便宜！”李冰兰没好气道。张文轩微微笑着：“放心吧，我有足够的自信。你要是不信，我们也可以打个赌，如果我赢了，那等会儿晚上我要吻你；如果我输了，以后我乖乖听你的话。”李冰兰表情惊愕，她咬着牙：“好，我答应你。”李冰兰气不打一处来，此时她无比后悔将张文轩带着过来。两人的悄悄话没有外人听到，王承安口中哈哈大笑：“张文轩，没想到你居然这么自信。好，我跟你赌了，我倒要看看你能拿出什么证据来证明我的青花瓷瓶是假的。”王承安肆意大笑，他脸上的神情充满了自信。静！这个时候，花园里面所有人都安静下来，众人都不约而同地看向张文轩，想要看看这个愚蠢的疯子到底能玩出什么把戏。在所有人的目光之下，只见张文轩走上前去，来到了青花瓷瓶的面前。下一刻，让人震惊的一幕出现了。只见张文轩一个箭步上前，瞬间将面前的青花瓷瓶抱起来，然后狠狠地砸在了地上。咣当！作为瓷器的青花瓷瓶如何承受得住这样的摔落？
顿时便四分五裂，直接摔碎成大量的碎片。轰！这一幕出现，现场气氛瞬间沸腾。张文轩，你疯了吗？你居然摔碎我的青花瓷瓶！王承安失声惊呼，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花园内气氛炸开了锅，所有人都被张文轩的动作惊呆了，一时之间都差点没反应过来。疯了，简直是疯了！没想到这个叫张文轩的人根本就是一个疯子。惊呼声四起，四周的人都哗啦啦散开，一个个全部远离张文轩，好像是生怕他突然抱起伤人来人。快点将张文轩这个疯子抓起来，他已经发疯了！王承安大吼道，他眼神里面有着愤怒，同时又有着惊喜。他没想到张文轩居然会这么做，但干得好啊！张文轩敢摔碎青花瓷瓶，从今以后整个上江古玩界都将没有张文轩的容身之地。现场一片沸腾。李冰兰此时已经傻眼了，她也被张文轩的举动所惊呆，一时之间没有反应过来。安静！张文轩的呵斥声响起，瞬间盖住了在场所有人的声音。都别着急，我知道大家都震惊，你们不是想要我拿出证据来吗？现在我就将证据拿给你们看。张文轩道。众人都愕然不已，找什么样的证据需要将青花瓷瓶摔碎？王承安呵斥嗤笑，张文轩，你简直就是笑话，你真是好大的胆子啊，在徐老爷子的80大寿上，你居然敢做出这种事情！张文轩不紧不慢，当着所有人的面，只见他弯下腰捡起了地上几块青花瓷瓶碎片。你们急什么？好歹都是有头有脸的人，难道连这点时间都等不起吗？你们不是想要证据吗？这就是证据。张文轩话音落下，随后将手中的青花瓷瓶碎片放在了桌子上，刷刷刷，他的动作瞬间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众人纷纷看过去，目光落在了青花瓷瓶的碎片上。这一看，所有人很快发现了不对劲。快看，这青花瓷瓶的碎片里面怎么有一根根黑色的丝线？那是什么东西？刚才还远离的众人立刻围上来，脸上的神情都变得精彩。仔细一看，这些青花瓷瓶的碎片上，碎片的内部居然有着一根根黑色丝线。这些黑色丝线完全在瓷瓶的内部，完全看不出到底是什么材料。突然有人道，这该不会是墨线吧？什么？墨线2个字让所有人面色巨变。王承安更是如此，他瞳孔猛然一缩，眼神里面闪过一抹骇然。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是墨线。但这个时候，一直没有说话的许康平起身来，他走上前仔细观察瓷器碎片当中的黑线。不，这就是墨线。没想到啊，我这个老家伙在古玩界混了这么多年，鉴定过的古物以万计，今天居然还是看走了眼。许康平语气感慨。轰！花园内气氛瞬间沸腾，所有人的脸上都浮现出了震惊的神情，众人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墨线，这青花瓷里面居然有墨线，这岂不是说明？众人的脸上都是惊骇的神情。人群里面有人不知道墨线是什么，于是便向着旁边的人询问。旁人解惑道，墨线是近几年造假贩子们开发出来的新技术，我不明白原理是什么，只是知道那些造假贩子用这种技术就可以更好的伪造古物。旁边的人亦是点头。没错，因为墨线技术的开发，我听说古物界已经有不少人都中招了，没想到今天在这里居然也看到了这种东西。假的，这唐代宫廷青花瓷居然是假的，这简直是……众人议论纷纷，每个人脸上的表情都非常精彩。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王承安的脸色难看到了极致，他的表情就好像是吃了屎一般。他连忙看向许康平，许老，您听我解释，这青花瓷瓶我也不知道它为什么是假的，我是绝对不知情的。如果我知道这个青花瓷瓶是假的，那我绝对不会拿过来当做礼物送给你。许康平此时脸上有着和善的微笑。不用紧张，我相信你不是故意的。这个青花瓷瓶的造假手艺非常出色，连我这个老家伙都看走了眼，你没有分辨出来是很正常的事情。呼！王承安口中大大的松了一口气，他脸上这才重新露出笑容。谢谢徐老的宽宏大量，今天的礼物我会重新补上，还希望您老别介意。礼物就不用了，不管怎么说，这个青花瓷瓶还是有价值的，至少让我们知道了现在的造假技术已经非常强大，哪怕是像我这样的老家伙都可能中招，以后大家也要小心一些才行。许康平如实道。这话让众人都纷纷点头，不少人都露出后怕的神情。真是太惊人了，没想到这个青花瓷瓶居然是假的，我简直是不敢相信。是啊，连徐老都被欺骗过，真不知道这个足以以假乱真的青花瓷瓶到底是谁制作出来的。众人都惊叹不已。说到这里，所有人都将目光看向了张文轩。一个造假如此逼真的青花瓷瓶，连身为鉴宝大师的许康平都没有看出来，那么问题来了，张文轩是怎么看出来的？不仅仅是外人，
李冰兰也是惊愕不已。刚才看到张文轩砸碎花瓶的时候，他都差点以为他要完蛋了。没想到张文轩居然又一次赌对了，这个花瓶真的就是仿造品。面对众人的目光，张文轩面带微笑。此时他毫无疑问成为了全场的焦点，质疑、嘲讽、讥笑，此时全都没有了。他已经用实力证明了自己的判断。此时所有人看向张文轩的目光都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张先生，你是怎么看出来的？不知道能否为大家解惑？许康平忍不住开口，他此刻说话的语气万分客气，就好像是一个学生正在求学一样。张文轩微微一笑，我说我是碰运气的，大家相信吗？众人如此不走心的回答，众人怎么可能相信？张文轩也有些无奈，没有天眼的帮助，他哪能看得出来？此刻面对众人的追问，张文轩只好编造了一些借口。反正现在仿造青花瓷瓶已经碎裂，只要他的理由不是太离谱，众人也找不出什么毛病。听完了张文轩的话，果然众人都露出若有所思的神情，甚至于包括许康平在内都是如此。果然是长江后浪推前浪啊！张先生的眼力真是让人佩服。我们这里所有人都没有看出这个青花瓷瓶是假的，唯独只有张先生你做到了。许康平语气带着惊叹，他的夸赞无疑是效果拔群。刚才那些还质疑张文轩的人，此刻全都闭上了嘴。张文轩爽朗大笑，他心中别提有多爽，表面则是尽量不表现出来，以免显得太张狂。徐老您太客气了，我只是古玩界的新人，今天之所以能够看出青花瓷瓶造假，仅仅只是运气而已。许康平笑着摇头，这可不是什么运气。我听说你之前就从一个陶罐里面找出了冬霜图，现在又看出青花瓷瓶造假，一次是运气，但2次就是真正的实力了。不知道张先生有没有时间，等会儿宴会结束之后，我想请张先生再好好聊一聊。许康平道。此话一出，在场所有人都对着张文轩投去了羡慕与嫉妒的眼神。这个年轻人要发达了，在上江市古玩界这1亩3分地能够得到许康平的认可，往后必然平步青云。张文轩眼睛一时亮起，他早就对许康平的私人藏品万分垂涎，此时面对许康平的邀请，他又怎么可能拒绝？能得到许老的邀请是我的荣幸，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张文轩笑着，现场的气氛一片和谐，整个花园里面的风向呈现出了180度大反转。刚才所有人都在对张文轩质疑与嘲讽，而现在再也找不出一个。人群里面唯独只有一人脸色阴沉到了极致。王承安神情阴沉，看到张文轩成为了全场的焦点，以及许康平的座上宾，王承安恨得牙齿都快要碎了。该死，现在成为人群焦点的应该是我才对，为什么全给张文轩做了嫁衣？王承安握紧了双手，因为太过于大力，以至于指甲都深深刺入手掌当中，带起一阵钻心的疼痛。另一边，李冰兰的双眼里则是有着浓浓的异彩，看着站在人群里光芒万丈的张文轩，他心中惊叹到了极致。他到底是怎么做到的？明明以前只是一个普通人而已，为什么变化这么大？李冰兰的心中有着浓浓的不解，同时又有着好奇。他很好奇张文轩的身上到底经历了什么，才能有这么大的变化。就在这个时候，人群里面的张文轩忽然目光转过来，他直接看向了王承安。王承安，对于这个青花瓷瓶，你没有想要说的东西吗？张文轩嘴角微微扬起一抹笑容。王承安闻言，他脸色相当阴沉，脸上勉强挤出一丝比哭还要难看的笑容。张文轩，你这话是什么意思？你难道想要责怪我什么吗？我也是受害者，我根本不知道这个青花瓷瓶是假的。当初我爷爷购买这个青花瓷瓶也是花了上百万，我根本没想到这个青花瓷瓶根本就是假的。说到这里的时候，王承安不由得咬牙切齿，直接骂起了那群造假的古物贩子。旁边的人点头帮腔。王承安说的没错，这件事情还真不是他的错。是啊，这都是那些造假贩子的问题，王老板也只是受害者而已。然而面对众人这些话，张文轩脸上的笑容没有任何的变化。不，大家误会我的意思了，我想询问王老板你一个问题。张文轩嘴角有着戏谑的神情。众人听着他的话，心中都有些疑惑。王承安则是恼怒，张文轩，我只是受害者而已，我又不是故意将假货拿来给徐老当生日礼物的，你为什么抓着我不放？不是故意的。那可未必。张文轩再度语出惊人。什么？此话一出，花园里面的所有人都忍不住吃了一惊。李冰兰表情愕然。文轩，你这话是什么意思？难道你想说王承安故意拿这件假货来给徐老祝寿？王承安瞬间勃然大怒，胡说八道，简直是胡说八道。张文轩，你实在是欺人太甚。我没有胡说。王老板，我记得你说过这个青花瓷瓶是你爷爷30年前买的，对吧？张文轩道。王承安点头。
没错，当时花了整整100万。那就奇怪了，墨线这个造假技术是最近几年才被那些造假贩子们开发出来的。你这个30年前就买下的青花瓷瓶是怎么有墨线的？张文轩道。轰！此话一出，如同是石破天惊一般，好像是一旦激起千层浪，整个花园里面的气氛到瞬间炸开。众人大惊失色，所有人的目光都忍不住看向王承安。王承安面色巨变，整个人都忍不住后退了好几步。王承安支支吾吾，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来，只是脸上的表情万分精彩。王老板，既然你说你没有故意将造假青花瓷瓶拿过来，那这个东西是怎么出现的？张文轩穷追不舍。王承安喘着粗气，他涨红了脸，大量的汗水从他的额头上流淌下来。我不知道，是有人替换了我的青花瓷瓶。前面几天有个朋友来我家，我记得我拿出青花瓷瓶给他关上，一定是他那个时候替换的。王承安解释道。众人都用奇怪的目光看着他，实在是王承安的理由太过于离谱。一个这么大的青花瓷瓶哪是那么容易被调换的？这个理由实在是太过于蹩脚。在众人的目光之下，王承安此刻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他喘着粗气，脸上的神情难看到了极致。他万万没有想到会发展成这个样子。原本按照他的计划，一切都应该是天衣无缝才对。他的确购买了一个以他那个真品为模板的假货，原本是想要拿出来送给许康平，既可以增加自己的名气，又可以保住自己的宝贝。他早就看过对方造假出来的青花瓷瓶，简直完美，根本看不出任何的不同。但他万万没有想到，半路居然杀出张文轩这个变数，居然直接就揭穿了他。此时此刻，王承安心中的怒火如同是火山爆发一般汹涌澎湃。花园里面的气氛万分怪异，在场谁都不是傻子。经过张文轩这么提醒，又看了王承安那怪异的脸色以及错漏百出的谎言，谁还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好了，这件事情就到此结束吧。王老板应该真的只是被人欺骗了，我们不要过于苛责。许康平最终站出来打圆场，他脸上有着笑容。今天的时间已经不早了，这场宴会就结束吧。随着许康平这番话，代表着宴会结束，众人也各自离开。在所有人的目光之下，王承安逃一般的离开了山庄。众人看着王承安离去的背影，一个个脸色都相当精彩。王承安要完蛋了，一人忍不住道。在今天这场的场合做出这样的事情，往后整个上江市都将没有王承安的容身之所。王承安迅速离开山庄，他回到自己的车上，再也忍受不住心中的怒火。啊！王承安疯狂怒吼着，他打砸着车内的一切，整个人狂躁暴走，将车内的内饰狠狠地砸了一遍。王承安喘着粗气，脸上的神情阴沉到了极致。张文轩，你居然敢破坏我的计划，我的脸都丢尽了。王承安紧咬着牙齿，如果目光可以杀人，他现在就恨不得将张文轩千刀万剐。完蛋了，以后上江市古玩界都会排斥我，而这都是因为张文轩的原因。除了离开上江市，我没有任何的办法。草！王承安破口大骂，整个人哪里还有平时的儒雅与温和？他喘着粗气，目光里满是杀意。张文轩，你毁了我的人生，你也别想好过。就算我死，我也要拉着你一起下地狱。说到这里，王承安拿出手机拨打了一个电话出去。嘟嘟嘟，很快电话接通，王承安对着那头道：我要你帮我杀一个人。山庄内，此时无关人等已经离开，众多的客人里面只有张文轩与李冰兰两人还在这里。许康平脸上笑呵呵，他带着两人来到了自己的藏宝室。藏宝室的大门打开，一件件古玩收藏便出现在张文轩的面前。张先生，请品鉴，这些古玩都是我这个老东西这几十年以来的收藏，不知道能不能入得了你的眼。许康平苍老的面容上笑着，脸上有着傲然之色，口中的话语很是谦虚，但王承安脸上的神情则是满是自傲。他有着自傲的资本，许康平自认在上江市这1亩3分地上，不会有人的藏品比自己更加丰富。李冰兰走进藏宝室后，便很快露出惊叹的神情。张文轩也打开了天眼，这一看，张文轩便两眼放光。好，连续说了3个好字，足以可见张文轩的内心喜悦到了什么样的程度。不愧是许老爷子，这些收藏果然全部都是精品，能够拥有如此这般的品味与眼光，老爷子当真是上江古玩界的泰山北斗。张文轩夸赞道。许康平口中发出爽朗的大笑声，这些收藏花了我大半辈子的心血，我这个人没有其他的爱好，唯独喜欢各种各样的古玩。张文轩走上前，他来到一个造型古朴但精美的茶杯面前。花雕茶杯，陶瓷，无名工匠，840年，120万。好家伙！张文轩两眼放光，仅仅只是一个茶杯就价值120万，
只能说真的离谱。有着840年历史的花雕茶杯，虽然造型古朴，但茶杯表面的花纹却相当精致，能够雕刻出这样的精美花纹，足以可见工匠耗费了多少的心血。正是因为如此，花雕茶杯内有着不菲的灵气。张文轩装作品鉴的样子，轻轻触摸了一下，顿时花雕茶杯内部所蕴含的灵气被他所吸收。爽！张文轩心中喜悦。将这个花雕茶杯内部的灵气吸收完了之后，张文轩又将目标看准了其他的古玩。之后的半个小时里面，张文轩都在这个藏宝室中。许康平如果得了宝贝的孩子一般，不停地给张文轩炫耀。张文轩笑呵呵在一旁，时不时附和。作为有着天眼的人，他还是能够看出不少的东西。有着张文轩的捧哏，许康平自然更加热情了。一老一少将藏宝室内的所有古玩全部品鉴了一遍，张文轩脸上的笑容灿烂到了极致。大量的灵气源源不断地进入他的身体，许康平的收藏都相当不错，相当一部分古玩内部都有着灵气的存在。虽然这些古玩的品质比不上吴山，但也绝对是相当精品了。等到将这些古物内的灵气都吸收一遍，自己这段时间亏空的灵气一定可以全部补充，甚至还在再上涨不少。1个小时后，一切都结束后，张文轩提出了告别，随后离开了许康平的家里。许康平一路将张文轩送到了门口，临走的时候，他道：今天青花瓷瓶的事情，多谢张小友的帮忙。如果不是因为张小友的眼光毒辣，我必然损失惨重。1000万是小，但花了1000万却买了一件假货，这是我不能接受的事情。张小友帮了我的大忙，往后张小友如果遇到什么麻烦可以来找。在上江市这1亩3分地，我这个老家伙还是有些能量的。许康平笑呵呵道。张文轩点头答应，有许康平的承诺在，以后说不定能够派上用场。告别了许康平，张文轩与李冰兰两人随后开车离开。车上，张文轩坐在副驾驶上，他闭上眼睛，感知了一下泥丸宫内的灵气团，脸上的笑容前所未有的灿烂。原本只剩下葡萄大小的灵气团，又重新恢复到了磨盘大小。虽然距离给天眼第3次升级还有不小的距离，但目前足够他使用一段时间了。两人回到了家门口，正当李冰兰准备开门回到家中的时候，张文轩忽然拦住了他。冰兰姐，等一下，你是不是忘了什么？张文轩嘿嘿笑着走过来。李冰兰先是一愣，没有反应过来，随后很快就明白了张文轩的话到底是什么意思。他想起了自己之前跟张文轩的赌约，忍不住白了他一眼。你这家伙也太好色了吧，你是故意的。李冰兰没好气道。张文轩直接抱着李冰兰进了屋子，然后两人直接滚在了李冰兰家客厅的沙发上。啊！李冰兰小小的惊呼出声，脸上的红晕更加浓郁了几分。别乱来！李冰兰有些惊慌，实在是张文轩的目光有些太火热了。看着怀中的美人如同受惊的小鹿一般，张文轩再也不犹豫什么，直接低下头便吻了上去。李冰兰略微挣扎起来，但她整个人被张文轩死死地压在身下，连动弹一下都万分困难。张文轩双手抱着李冰兰，肆无忌惮品尝着身下美人的味道。渐渐的，李冰兰的身体逐渐软下来，最终彻底化作一滩烂泥，趴在张文轩的怀里，感受着美人肌肤的触感，这极佳的感觉让张文轩爱不释手。李冰兰整个人都沉浸在亲吻的美妙当中，面对张文轩的动作只是轻轻呻吟一声。见着李冰兰并不反对，张文轩的胆子逐渐大了起来，他的手逐渐往上，动作开始肆无忌惮。啊！李冰兰口中发出一道惊叫，她顿时清醒过来，一张脸布满了红晕。你这家伙干什么？我只是答应给你亲，可没答应让你这么大胆的摸我。李冰兰红着脸训斥道，虽说是训斥，但她语气里面却没有多少生气的意思。嘿嘿，张文轩厚着脸皮，反正都是差不多的嘛。今天我可是帮冰兰姐你大大的长脸，怎么也应该给我一点奖励不是？李冰兰给他一个白眼，不许乱动，将手拿出来。不要！张文轩直接拒绝，然后再度吻上去。李冰兰轻轻挣扎着，眼见着自己无法挣脱怀抱，她最终不再反抗。两人就这么滚在了床上，足足过了好一会儿，这才起身来。李冰兰整个人衣衫不整，她红着脸喘息，仔细看去，嘴唇都有些红肿，嘴都被你亲肿了。今天你可是的大出风头，往后你有什么计划？李冰兰稍微正色起来。面对李冰兰的询问，张文轩差点脱口而出是灵气和天眼。好在他及时将这些话咽回去，天眼、灵气都是他的秘密，他是不可能告诉任何人的。你有什么想法？张文轩道。李冰兰给了他一个白眼。你现在名气已经不低了，特别是你今天在徐老的生日宴会上大出风头，以后你的名字在整个上江古玩界肯定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我觉得你可以好好利用这点，既然你的鉴赏能力这么强，那我觉得你可以开一家古玩店，甚至以后开连锁店都行。张文轩闻言，他微微点头。踏足古玩界对他来说是有好处的，
毕竟自己需要灵气，而且是大量的灵气。无论是让天眼继续进化，还是提升实力，亦或者其他方面，灵气都是不可或缺的存在。特别是让天眼进化这一点很重要，它能够改变命运，靠的就是天眼。甚至能够看见和吸收灵气，恐怕也是因为天眼的功劳，让天眼进化对他来说只有好处而没有坏处。而直到目前为止，他只是在古玩以及玉石上看到灵气，因此踏足这两个行业都死至关重要的。忽然，张文轩灵光一闪，想起了自己与孙雅的合作。他出钱，孙雅则是出力，两人算是共同组建了一家玉石公司。现在也完全可以将这个方法照搬过来。无论是孙雅还是李冰兰，两人都有着相当不错的能力。如此一来，玉石行业有孙雅，古玩行业有李冰兰，那自己完全可以当一个甩手掌柜，只需要出钱以及偶尔去鉴定玉石和古玩就可以了。爽啊！张文轩眼里涌现出灵光，他毫不犹豫，我有一个想法。李冰兰看着他，什么想法？我们合作开一家古玩公司吧，我出钱，你出力，然后将公司发展壮大。张文轩微微笑着，将自己的想法说出来。李冰兰微微一愣，脸上露出了沉吟的神情。如果要开公司的话，那需要的钱会很多，而且牵扯的东西更广。李冰兰皱着眉头。张文轩摊了摊手，这方面我不懂，由你来负责吧，反正我只需要出钱就可以了。李冰兰给了他一个白眼，不过并没有反对。好，咱们合作一起开一家古玩公司，就用我那家店作为基础吧。但如果你打算做甩手掌柜的话，那你就必须拿出钱来让公司运营下去才行。你现在有多少钱？张文轩的表情略微有些僵硬，他这才想起来自己的钱都拿去给孙雅了。如今他的手中只有不到100万，这点钱对于普通人而言已经很多了，但想要用来开公司，特别是古玩公司，那肯定是远远不够的。你需要多少？张文轩弱弱道。李冰兰哪里还能不明白，他恐怕是囊中羞涩，顿时无语道：当然是越多越好，至少1000万起，上不封顶。嗨嗨，张文轩的脸上不由得浮现出一丝尴尬之色。给我1个月，我能弄到3000万。张文轩放出豪言，上次自己几天就弄到5000万，现在1个月3000万，肯定没有问题。好，李冰兰点头，她没有多问张文轩从哪里弄到3000万。作为一个聪明的女人，她敏锐地察觉到张文轩的身上有着不少的秘密。既然是秘密，那她自然不应该多问，以免破坏两人之间的关系。正式谈完了之后，李冰兰便毫不犹豫将张文轩赶走了。看着砰的一声紧闭的房门，张文轩有些无语，只是回去自己的房间。一夜无话，时间很快就来到了第二天。次日一大早，张文轩便来到古玩店，他随意转了一圈后便进入了李冰兰的店内。张先生。一进入店面内，店员便热情地出来接待。李冰兰也很快从2楼走下来。张大老板，今天是过来视察的吗？李冰兰揶揄道。张文轩有些尴尬，没想到李冰兰居然会调侃自己。就在他想要说些什么反击的时候，外面忽然传来了脚步声，随后一群身穿制服的人便走进来。一群人走进来，马上道：谁是这家店的老板？我是消防局的人，有人举报你们店内的消防不过关，我们过来检查。李冰兰微微皱眉，消防局的人怎么平白无故到这里来？张文轩意识到不对劲，他与李冰兰对视了一眼，脑海里面都同时冒出一个人的身影。王承安，那老小子居然用这种下作的手段。张文轩有些无语。李冰兰走过去接洽消防局，这一忙活就是好一阵子。消防局的人对整个古玩店进行了仔细的检查，很快就找出几处不合理的地方。你们消防不合格，接下来要关门进行整顿，等你们什么时候合格了才能继续开门。检查人员道。李冰兰闻言脸色不太好看，但检查人员找出的问题也让他无话可说。不过要关门歇业，这就有些让人难以接受了。他这家店铺每个月的租金可不少，关门1天就意味着损失，能不能不关门？我等会儿就找人来解决消防问题，今天之内绝对解决下来。李冰兰道。检查人员摇头，不行，等你将消防问题解决后再说吧。说完后，一行人便离开了。张文轩全程目睹了这一切，他走过来道：先关门吧，免得弄出更大的麻烦。王承安既然用出这么恶心的招式，那咱们也可以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李冰兰摇了摇头，没用的，王承安既然敢玩，那肯定是已经做好了准备。这倒也是。张文轩点头，如果是自己要这么做，肯定是不会给对手留下破绽的。看着李冰兰一脸头疼，张文轩走过去抱住对方安慰。李冰兰挣扎着，干什么？现在还在店里呢。张文轩嘿嘿笑着，他搂着李冰兰的柳腰，感受着怀中美人那纤细腰肢的惊人触感，心中不由得感慨，都说女人的腰杀人的刀，果然是名不虚传啊。我们去王承安的店内找点麻烦，来而不往非礼也。你打算怎么做？
李冰兰有些好奇。张文轩微微一笑，我自然有我的办法。他没有直接说。随后店内便关门，李冰兰让店里的员工先回家休假，然后联系了消防工程过来。等到这一切结束后，两人便前往了王承安所开的古玩店内。很快两人便来到了承安古玩店，他们刚刚进去，店员便已经认出了张文轩。上次张文轩在店内捡漏到唐伯虎真迹的东双图，可是给承安古玩店内的店员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是你，钱师傅，上次那个人又来了。店员如临大敌，连忙去通知坐在前台的眼镜老者。眼镜老者一见到张文轩，马上面露警惕之色。张先生，你又来这里做什么？说话之间，眼镜老者给一旁的店员使了一个眼色，让其马上打电话通知王承安。张文轩微微一笑，他注意到了这两人的小动作，不过心中并不在意。店内还有不少的客人，听着这边的动静，都纷纷好奇地看过来。钱老，我今天只是作为客人来买东西而已。你们承安古玩店开门做生意，我又不是恶客，难道你们还能将我赶出去？张文轩摊了摊手道。眼镜老者听着这话，脸色有些难看。这个时候，王承安的声音传来，他从楼上走下来，脸上带着笑容。张先生，李老板，欢迎来到我的古玩店。我听说李老板的古玩店今年因为消防的问题而被查了，还真是惋惜啊。李老板平日里面可要多注意一些，毕竟安全问题很重要。王承安语气里面带着几分阴阳怪气，任谁都听得出来他正在嘲讽。李冰兰脸色瞬间就冰冷下来。王承安的这番话基本上就等于是他承认了消防事件是他在做幕后黑手，恐怕打电话举报的人就是他。张文轩轻轻拍了拍李冰兰的屁股，这柔软又富有弹性的手感让他有些爱不释手。他压低声音，接下来交给我。李冰兰白了张文轩一眼，但也后退一步。见到张文轩走出来，王承安的脸色立刻警惕起。张文轩，你想要做什么？王承安警惕道。没什么，只是过来想要买点东西而已。我随便看看，说不定我运气好的话，还能像是上次那样捡漏。张文轩笑着，呵呵。王承安心中直接冷笑起来。那就要看你的眼力如何了。他语气讥讽，上次那种事情仅仅只是意外而已，一次意外就够了，林云逸还想来第二次。许清直接走过去，他目光扫过眼前这些东西，落在一个女人手中的茶壶上。那个中年女人拿着茶壶正要去柜台结账。等等，这位女士，请问这个茶壶多少钱？张文轩询问道。一旁的店员走过来，这是清朝时期的茶壶，3400。张文轩天眼一瞥，仿造茶壶，泥塑陶器，无名工匠，8个月，100。女士，你被骗了，你这茶壶是假的，出产不过几个月的仿造品，3400，你这玩意儿最多值100块。张文轩毫不犹豫。中年女人闻言不由得愣了一下，这是假的？没错，我叫张文轩，这个名字你可以随便在这条街找出名的人打听，我的鉴定能力冠绝整个上江古玩界，整个上江古玩界但凡有点知名度的人，基本上都知道我的名字，我可以以我的名誉担保，你这个茶壶是假的。张文轩拍着自己的胸膛道。不信的话，你可以问那个鉴定师。张文轩指了指眼镜老者。中年女人忍不住愣了一下，不由得看向店内的眼镜老者。眼镜老者此时神情尴尬。张文轩在许康平生日宴会上大出风头的事情他自然知道，他甚至还参加了那场宴会。论起鉴定能力，他佩服张文轩，同时自愧不如。嗨，这位张先生在古玩鉴定上的造诣的确是上江古玩界首屈一指的存在。眼镜老者只能如是道。中年女人顿时炸了毛，你们这家店不厚道，居然卖假货给我。说着，中年女人便直接将茶壶放回原位，然后转身就走。此时此刻，店内的王承安脸色已经不太好看起来。张文轩，你这是什么意思？你坏我生意。王承安大怒。张文轩笑着，王老板，你这话就不对了，作为商人，你售卖假货给客人，我只是指出你的不对而已。咱们做商人要讲信誉讲诚意，你怎么能卖假货呢？王承安脸色此时阴沉到了极致，他哪里还能不明白张文轩想要做什么？这家伙仗着自己在古玩鉴定上有出色的造诣，居然想跟自己玩这一套。张文轩，别以为你用这种办法可以对我造成多大的麻烦，你这种捣乱方法真是可笑。我这里是正经生意，可没那么多假货，我看看你能找出多少来。王承安冷笑着。张文轩浑然不在意，他继续用这种办法给王承安添堵。就在这个时候，一个衣着华贵的贵妇从外面走进来。美妇走进来时，瞬间吸引了店内所有人的目光。美妇大约40来岁，但皮肤保养极佳，她容貌美丽，虽然已经年过40，但依旧极具美丽。性感丰盈的身体尽显成熟女人的美丽，
如同一颗熟透的水蜜桃一般，让人想要狠狠地咬上一口。她有着精致的妆容，一身华贵的衣服和首饰同样价值不菲，一眼就能看得出来，贵妇必然是有钱人。张文轩不由得眼睛亮起，如此漂亮的成熟美妇极其少见。尽管李冰兰与美妇更加青春漂亮，但那种成熟女人的韵味缺少了许多。同样引人注目的还有成熟美妇身上那华丽的首饰。张文轩用天眼看过去，好家伙，这个美妇全身上下的衣服加起来超过5万。对方同时戴着一对由极品玉石打造的手镯，价值5万；一串蓝宝石项链6万；一对蓝宝石耳环5万。好家伙，张文轩有些瞠目结舌。见着贵妇出现，王承安眼睛亮起来，马上热情地上前迎接。陈夫人，哈哈，欢迎来到我这小店，今天陈夫人要买点什么古玩？王承安热情似火地迎接着贵妇走上5楼。李冰兰走过来，她显然也认识这个贵妇，道：这位是陈夫人，来历十分神秘，没人知道她的来历，只知道非常有钱。这位陈夫人出手十分阔绰，在咱们上江市有着超过100套房产，咱们市里面最大的豪宅就是她的。有人说这位陈夫人的资产可能超过10亿。对方不仅仅是有钱，同时还有很强硬的背景，据说连市里面的一把手都要给对方面子。听到这句话，张文轩的口中不由得倒吸凉气，他居然有这么大的来头。张文轩有些瞠目结舌，难怪王承安如此客气与恭敬，原来这位来头这么大。接下来你先回去吧，我上去看看，说不定有机会可以搞些事情。张文轩嘴角勾勒出了笑容。李冰兰顿时明白他的意思，连忙提醒道：你小心一些，这位陈夫人可不是好糊弄的人物，你千万别乱来。张文轩点头，他随后跟着一起上了5楼。5楼的环境与1楼截然不同，这里装修华贵，每件古玩都被存放在专门的玻璃展柜里面，同样能够放置在这里的古玩也都是精品，没有一件的价格低于20万。此时王承安正在满脸热情地接待那位陈夫人，两人正站在一个玻璃展柜面前，里面所放置的东西赫然是一幅古画。张文轩的目光落在那古画上，脸上顿时露出了古怪的神情，因为这幅古画他看到过，地点就在许康平的收藏室里面，现在这里居然又出现一幅一模一样的古画，这就有点耐人寻味了。张文轩打开了天眼，仿造百花图，古画，无名工匠，120年，1000块。好家伙，果然是仿造的东西。张文轩差点没直接笑出声来。这个时候，王承安正在热情地向美妇介绍这幅仿造百花图。陈夫人，您真是好眼光，这幅百花图乃是宋代周明画师所画，那位画师非常擅长花鸟鱼虫之类的画作，眼前这幅百花图便是其大成之作。这幅画作至今已经有数百年的历史，而且乃是名家之作，无论是收藏价值还是艺术价值，百花图都非常非凡。王承安脸上有着笑容，美妇目光看着百花图，她的脸上有着欣赏与喜欢的表情。的确不错，这幅画内的百花各具特色，画师显然对这些花非常了解，因此将各个花期各个地点的花都绘画在了一起，鲜活明亮。美妇欣赏笑着王承安笑容更加浓郁。陈夫人果然是好眼光，如今大部分人买古玩回去仅仅只是收藏而已，他们根本不懂得欣赏古玩本身的价值。但夫人您不懂，您有着极佳的艺术眼光，这幅百花图若是能在您这位懂得欣赏的人手里，才不算是埋没。王承安疯狂吹捧着美妇，美妇捂着嘴笑着，一双美丽的眼睛弯成了月牙。她轻点下巴，百花图的确不错，说说价钱吧。500万。您是老顾客，这是优惠价格。王承安道。美妇闻言，她忽然是想到了什么，随后看了王承安一眼，她道：这是真品吧？我可不喜欢自己花500万买回去一副赝品，那样会被我的姐妹们笑话的。夫人您可以放心，这幅百花图绝对是真品，如果是赝品的话，那我10倍赔付给您。王承安拍着胸膛保证。他说话的同时神情有些尴尬，显然明白为什么美妇这么问。美妇满意点头，她没有犹豫什么，打开自己的名牌包包，然后从里面拿出了一张银行卡。刷卡吧。王承安欣喜不已。500万到账，王承安的态度更加热情，几乎快要将美妇当作祖宗一样来对待。百花图很快被包起来，交到了美妇的手中。美妇拿着百花图，随即便准备离开。不过就在这个时候，一道声音传过来：等一下。张文轩走过去，挡住了美妇的去路。见到是张文轩，王承安的脸色瞬间不太好看。张文轩，你又过来干什么？难道你想要当着夫人的面捣乱不成？夫人，这个人跟我有私仇，他今天过来就是捣乱的，您不用理会他。王承安道。张文轩还没说话，陈夫人目光已经带上了一丝惊讶。你就是张文轩？我听说昨天许大师的80大寿上，
你识破了造假的青花瓷瓶，你这件事情已经传遍了上江古玩界，连我都听说过你的名字。美妇说话间上下打量着张文轩。张文轩微微一笑，夫人您客气了，昨天的事情只是运气而已，算不得什么。美妇抿嘴轻笑，那个青花瓷瓶连许大师都瞒过了，你却能够将其看破，这可不是什么运气。你来得正好，你在古玩上的鉴定能力很强，不如你帮我看看我这幅百花图是真是假吧。美妇道。张文轩毫不犹豫地点头，他刚想指出问题，没想到美妇这么配合他。但这个时候一旁的王承安急了，夫人，这幅百花图绝对是真的，张文轩跟我有私仇，他肯定会胡说八道。王承安连忙道。美妇瞥了他一眼，看看又没什么，如果是真的，那还能把他说假了不成？王承安。美妇将百花图打开，张文轩走上前看了一眼，随后马上装作惊讶的神情。咦，居然是百花图！张文轩演技十分逼真。美妇微笑着，没错，我这幅百花图是真是假？张文轩没有回答美妇的话，他是转过头看向王承安。王老板，你什么时候将徐老藏宝阁内的百花图买过来了？什么？此话一出，如同往平静的湖面内投入一枚深水炸弹。王承安面色巨变，美妇则是微微皱眉，笑容当场不见。王承安连忙喝止，张文轩，你不要胡说八道。这一瞬间，王承安的额头上瞬间浮现出冷汗，他连忙给美妇解释，夫人，你不要信张文轩在乱说。他王承安的话还没有说完，就被美妇直接打断。王老板，你先不要说话。张先生，你刚才的话是什么意思？难道你在许大师那里见到过这幅百花图？美妇询问道。张文轩点头，当然，昨天徐老80大寿，宴会结束之后，徐老邀请我到他的藏宝室里面，当时里面就有这幅百花图。说话之间，他笑了起来，看向王承安道：王老板，你还真是有能力啊，这幅百花图可是徐老的宝贝，没想到你居然能够将它买下来。此话一出，王承安脸上的冷汗更多了，他的脸色上有着惊慌，刚想要解释什么，美妇的脸色已经阴沉。他不是什么傻子，张文轩所说出的这些话已经能够说明很多问题。王老板，刚才张先生的话你也听到了，我想知道你这幅画是在许大师那里购买的吗？贵妇询问道。这王承安有些支支吾吾，半天说不出一个字来。眼看着他这样的反应，美妇哪里还能不明白发生了什么？居然有2幅百花图，那就必然有一幅是假的。美妇没有任何的犹豫，直接拿出手机给许康平打了一个电话过去。很快电话接通，许康平的声音传出来：陈夫人。许康平的语气十分客气，同时带着几分疑惑：许大师，请问你的藏宝室内有百花图吗？美妇直接开门见山。许康平回应：当然，那可是我的得意收藏。陈夫人，你问这个干什么？没什么，只是我目前在王承安王老板这里，他500万也卖给了我一幅百花图。美妇道。什么？那头的许康平吃了一惊，马上便明白发生了什么。他立刻道：我手中这幅百花图才是真的。陈夫人，我建议你带着百花图过来，我们对比一下，是真是假一看便知。许康平道。不用了，我已经知道真假。美妇道。说完这句话，他直接挂断了电话。此时此刻，王承安已经冷汗直流，他额头上有着大量的汗水流淌下来，整个人看上去就好像是刚从水里面捞上来的一样。美妇的脸色已经冰冷下来，她冷冷地看着王承安。王老板，我想你需要给我一个解释，你不是说这幅百花图是真品吗？你居然用赝品来糊弄我，我看上去难道很像是冤大头？美妇语气呵斥。王承安连忙解释：夫人，你听我解释，我根本不知道这件事情，我也是被人骗了。够了，你简直是满口谎言。许大师的藏宝室你肯定去过，你会不知道里面有百花图吗？而且你的表情已经出卖了你，现在还狡辩什么？美妇呵斥着，她大怒着，直接将手中的百花图丢给了王承安。退钱。是，我马上退钱给你，我双倍退钱给您。王承安冷汗直流，连忙点头。不用了，就退500万给我。美妇冷声道。王承安将500万很快退给了美妇。美妇拿上钱之后，二话不说转身就走。临走的时候，他同时叫上了张文轩张先生。百花图的事情多谢张先生的帮忙，如果张先生不介意的话，我想好好感谢你，同时请你帮我鉴定一下我家中的古玩字画。美妇面带微笑，这样的美人发出邀请，张文轩又怎么可能拒绝？他毫不犹豫地点头答应下来。两人随后一起走出了王承安的古玩店。夫人，你听我解释。王承安一路追出来，他大声喊道。然而美妇已经完全不理会他。
两人的背影很快就消失在了王承安的面前。看着美妇消失的背影，王承安的脸色难看到了极致。他咬牙切齿地看着张文轩的身影，脸上的怒火如同火山喷发一般汹涌澎湃。张文轩，你简直是欺人太甚！王承安怒火万丈，500万的生意就这么告吹了。而且更严重的是，美妇有着很大的权势，这一次自己欺骗对方的事情被张文轩曝光，如果美妇报复起来，那一定会给他带来很大的麻烦。张文轩，你实在是坏事做尽，我不会放过你的。王承安咬着牙，他握紧了拳头，因为太过于大力，以至于指甲都深深地刺入手掌当中，带起一阵钻心的疼痛。另一边，张文轩在美妇的带领之下，一同来到了一家高档餐厅。这家餐厅的装修十分奢华，档次极高。刚进餐厅的大门里面的经理便出来迎接。老板。经理面带微笑。张文轩的目光有些惊讶，因为这家餐厅是整个上江市档次最高的，他以前的梦想就是来这里吃一顿，没想到居然就是美妇陈雅宁的产业。还有空的包厢吗？有。经理马上点头。经理带着两人来到 VIP 包厢里面，很快菜单便递过来。张先生想吃什么随便点，我这家餐厅的厨师手艺相当不错，想来是可以让张先生满意的。陈雅宁轻笑着。张文轩，夫人你太客气了，你这家餐厅已经是整个上江市最好的，我怎么可能嫌弃？他随意点了4菜1汤，很快侍者便端着菜肴进来，几份菜肴都是色香味俱全，仅仅只是闻着味道就让人胃口大开。张文轩美滋滋的饱餐了一顿，对面的美妇倒是没吃多少，一桌子菜大部分都进了张文轩的肚子。吃饱喝足后，张文轩坐上美妇的车前往了他家。很快，一栋山间别墅便出现在了张文轩的面前。整栋别墅修建在上江河流的旁边，四周是翠绿成荫的山林，周围静谧幽静，环境极佳。巨大的山间别墅如同是一座小型山庄一般，走进去，张文轩顿时被这座山间别墅的规模所惊呆了。好家伙，张文轩不由得瞠目结舌。整个山间别墅的规模相当惊人，各种装修亦是奢华，室外泳池、室内泳池、健身房、养生馆、家庭影院、棋牌室、接待室、花园，各种各样的设施在别墅里面可谓是一应俱全。如此奢华的小型山庄着实恐怖，跟眼前这座小山庄比起来，张文轩觉得自己现在所居住的地方简直是狗窝不愧是贵妇，这也太有钱了吧。张文轩心中啧啧称奇，这套山间别墅少说价值1亿以上，他原本以为自己已经很有钱了，但现在看来还差得远。和陈雅宁这样真正的贵妇相比，自己不过只是路边的乞丐而已。两人走进别墅里面，很快便有女佣走上前来为张文轩换上鞋子。张先生，请跟我来吧。陈雅宁微笑着道。张文轩点头，他跟在陈雅宁的身后，眼里的目光情不自禁地落在美妇那曼妙的身姿上。尽管陈雅宁已经年近40，但她保养极佳，这般婀娜多姿的曼妙身姿依旧足以超越绝大部分女人。她皮肤细腻，身姿绰约，就如同是30来岁的年轻女人一般。成熟女人的丰盈在陈雅宁的身上展现得淋漓尽致，如同一颗熟透的水蜜桃一般，让人忍不住想要咬上一口。很快，一座藏宝室就出现在张文轩的面前。陈雅宁推门走进去。张先生，请吧。我个人虽然喜欢古玩，但对于古玩鉴定的眼光实在不怎么行，还希望张先生帮我好好看一看，我这些古玩当中都有哪些是赝品。陈雅宁道。张文轩轻笑点头，夫人放心，这件事就交给我吧。他目光看过去，只见藏宝室内摆放着各种各样的古玩字画。刚才一路走进来，他就已经发现了，除了藏宝室里面的这些古玩之外，别墅里面也用了不少的古玩进行装饰。他直接打开了天眼，然后便装作仔细查看的样子进行鉴定。有着天眼在，他不担心自己会鉴定出错。张文轩就这么转了一圈，很快便发现了不少的赝品。好家伙，整个藏宝库里面24件古玩藏品，居然就有5件都是赝品，这个比例已经相当高了。张文轩没有犹豫什么，直接将这5件赝品指定出来。陈雅宁点了点头，然后对着旁边的女佣道：将这5件古玩拿去丢掉。是，夫人。女佣点头。陈雅宁随后继续带着张文轩在别墅里面游荡，前后花了大半个小时的时间，将整个别墅内所有的古玩全部鉴定了一遍。虽然有不少是赝品，但同样有不少的精品。张文轩趁着鉴定的功夫，悄悄将这些精品古玩内的灵气都吸收掉。一圈下来，他体内的灵气团又膨胀了一圈。这样的情况让张文轩不由得露出笑容。夫人，所有的古玩都已经鉴定过了，里面的赝品我都已经全部挑出来，剩下的全部都是真品。张文轩道。陈雅宁精致漂亮的脸上露出满意的笑容。非常好，谢谢张先生的帮忙。鉴定费用20万，不知道张先生意下如何？陈雅宁出手大方。好。张文轩点头。陈雅宁招了招手，让旁边的女佣过来。
他接过女佣递过来的手机，正准备打电话让秘书给张文轩转账，突然就在这个时候，陈雅宁面色一变，随后她猛然捂住自己的心脏，突然脸上露出痛苦的神情，眼看着就要一头栽倒在地上。眼疾手快的张文轩迅速上前，一把将神情痛苦的陈雅宁抱住。夫人，你怎么回事？张文轩吃了一惊。夫人，旁边的女佣也是大吃一惊，连忙从口袋里面掏出一个药瓶。夫人有先天性心脏病，这个病现在越来越严重了，现在时常发病，需要吃药。女佣解释道。原来如此。张文轩点头。女佣将药片喂给陈雅宁吃下去，然而1分钟过去，陈雅宁脸上的痛苦之色却并没有半点削减，反而是越来越严重了。此时她已经面色煞白一片，整个人身体的手脚都开始冰凉起来。张文轩第一时间察觉到了不对劲，他连忙看向女佣。你这个药没用啊，别墅里有没有急救医生？没有。药物怎么会没用的？以前都没有这样的问题，我马上打急救电话。女佣有些手忙脚乱，她连忙捡起地上的手机，然后拨打了120。怀中的陈雅宁满脸都是痛苦之色，她此时面无血色，整个人手脚冰凉，甚至连身体都在轻微的颤抖。见到这样的情况，张文轩有些担心，他想了一下，然后马上将陈雅宁抱起来。快，我们开车将夫人送去医院，马上通知司机。张文轩语气急促。女佣连连点头。好。女佣很快她通知司机准备，一辆车迅速从停车场开过来，张文轩迅速将陈雅宁抱上车。司机知道情况紧急，他一脚踩下油门，轿车如同离弦之箭一般激射而出，一路朝着医院飞驰而去。车上，陈雅宁的神情已经越来越痛苦，此刻她甚至连话都说不出来，完全痛苦地蜷曲着身体，双手捂着自己的胸口。看着她如此痛苦的样子，张文轩有些担心，陈雅宁该不会要死吧？突然心脏病这样的事情可不是开玩笑的，弄不好恐怕真的会死人。司机大哥，我们要多久才能到医院？张文轩询问道。司机道，我们在郊区区域，距离最近的医院都需要15分钟。张文轩无语，看来将大别墅建设在郊外也并不全都是好事。他目光看向陈雅宁，然后打开了天眼，顿时陈雅宁的数据出现在他眼前，让其大吃一惊。陈雅宁5、36、70，病危，急性心脏病发作，当前状态濒临死亡，预计死亡时间5分钟。卧槽！张文轩心中一慌，没想到真的被自己说中了。陈雅宁的生命只剩下5分钟，但距离到达医院还需要10几分钟，这怎么来得及？救我！陈雅宁满脸痛苦地睁开眼睛，用哀求的眼神看着张文轩。张文轩面露无奈之色。夫人，你向我求救也没用，我不会医术。但这话陈雅宁好像是没有听到一般，她很快又痛苦地低下头。因为剧烈的痛苦，以至于陈雅宁的身体都在颤抖。张文轩心急如焚，自己才刚刚跟陈雅宁搭上关系，结果转头陈雅宁就要死，那他岂不是白干了？突然，一道灵光从张文轩的脑海里涌现而出，能不能用灵气将陈雅宁救回来？张文轩马上准备尝试，他道：夫人，我会一种特殊的急救办法，但我不确定是否对你有效，只是做一个尝试，而且做这个急救会冒犯你。你现在最多只有1分钟的生命，你接受吗？他这番话不知道陈雅宁是否听进去了，眼见着陈雅宁没有任何回应，张文轩决定咬牙冒险。他看了一眼前面开车的司机，对方此时正在专心开车，浑然没有注意到后排座位的情况。眼见如此，张文轩马上行动起来，他十分大胆，将手伸进了陈雅宁的衣服里面，入手的感觉瞬间是一片柔软，差点没让张文轩把持不住。不愧是丰盈熟妇，非常人所能比，李冰兰与孙雅两人都无法跟陈雅宁相比，这就是性感美妇的诱惑吗？怪不得男人都喜欢大姐姐，果然妙不可言。张文轩忍不住咽了一口口水，他迅速掐了自己一下，痛苦让他清醒过来。灵气从泥丸宫内涌现而出，然后顺着手掌进入陈雅宁的身体。张文轩同时打开了天眼的透视能力，入眼便是一片春光，直接牢牢吸引了他的视线，直接让张文轩挪不开目光。张文轩忍不住倒吸一口凉气，他强行让自己从眼前的美好春光中清醒，然后让透视能力更进一步。他的视线穿过衣服，然后再度穿过皮肉，直接看到了孙雅的心脏。只见孙雅的心脏几乎已经停止跳动，张文轩立刻将灵气注入进去。灵气可以恢复体力，也可以修复伤势，不知道对陈雅宁有没有效果，只能尝试一下了。如果无法救活陈雅宁，那我也没什么办法了。张文轩抱着司马当作活马医的心态，灵气注入到了陈雅宁的心脏当中，让人惊讶的一幕便出现了。灵气以惊人的速度生效，在张文轩的注视之下，刚才已经快要停止工作的心脏竟然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正在重新恢复活力。成功了！张文轩又惊又喜，
没想到自己的灵气居然这么强。陈雅宁的心脏逐渐跳动，她脸上的痛苦也开始逐渐减弱下来。或许是因为刚才心脏停止跳动的时间太长，以至于刚刚恢复的陈雅宁便直接昏迷过去。夫人，夫人！张文轩喊了几声，陈雅宁却没有任何的反应。他仔细看去，陈雅宁的心脏已经重新跳动，就连原本冰凉的体温也渐渐恢复过来。陈雅宁5、36、70，亚健康，先天急性心脏病，当前状态已稳定。太好了！看到这个信息，张文轩心中大大的松了一口气，原本悬着的心也彻底放下来。他随后想要收回手，但刚刚有所动作，又让他舍不得。我都救了陈雅宁的性命，现在占点便宜应该无所谓吧？张文轩的脑海里浮现出这个大胆的想法。此时，陈雅宁整个人都完全依偎在他的怀里，美人淡淡的体香从陈雅宁的身上散发出来，那独特的幽香不同于李冰兰与孙雅，让张文轩有些沉迷。美人的致命诱惑就在眼前，实在是让他把持不住。魔鬼，简直就是魔鬼！张文轩只感觉口干舌燥，怪不得有很多人迷恋大姐姐，果然非同凡响。一个昏迷过去的美人就这么依偎在怀里，她又不是柳下惠，如此这般的诱惑，恐怕天底下没几个男人能够把持住。这时候，正处于昏迷中的陈雅宁嘤咛一声，将张文轩吓了一跳。他连忙收回手，随后陈雅宁悠悠地慢慢醒来。夫人，你没事吧？张文轩摇晃了一下陈雅宁。陈雅宁此时面色还带着几分苍白，她想要从张文轩怀中起身，发现自己没有任何力气。我晕过去了，是你救了我。我记得你刚才给我做了急救。陈雅宁迷迷糊糊道。嗨嗨。张文轩有些尴尬，自己的确救了陈雅宁，但也占了不少便宜。夫人，你先好好休息一下吧，很快就到医院了。张文轩轻拍着陈雅宁的背部。陈雅宁点点头，很快又睡了过去。没一会儿时间，医院便到了。医生和护士已经带着急救推车在门口等待。张文轩迅速将陈雅宁放上去，很快他就被推进了急救室。张文轩在门口耐心等待着，没一会儿的时间，急救室的大门便打开，医生从里面走出来。医生，夫人情况怎么样？张文轩询问。医生摇头，已经没事了，夫人的情况十分稳定。她刚才真的突发心痛，连药物都无法救治吗？张文轩点头。是啊，刚才差点死了。这就怪了，她目前的情况很稳定。按照你的描述，夫人应该是突发性心绞，你们一路送过来应该来不及才对。医生面露疑惑之色。张文轩目光闪烁了一下，他自然知道是什么原因，但灵气的事情他自然不可能说出来。陈雅宁很快被推到了特护病房，没一会儿的时间便苏醒过来。医生同时也走进来，将情况给陈雅宁描述了一遍。陈雅宁闻言，目光不由得看向张文轩。张先生，我记得刚在车上的时候，你给我做过某种急救措施。陈雅宁道。医生有些惊讶。急救措施？什么急救措施能将急性心绞稳定下来？面对两人的目光，张文轩马上打哈哈。我也不知道，只是网上随便学的。当时我看夫人你已经快撑不住了，你面色苍白，手脚冰凉，我抱着死马当做活马医的态度尝试了一下。张文轩摊开手，他随意的解释，同时省略了某些细节。